清纯的绝美校花，实则是一个小色批，不仅天天求着你抱抱她，还让你亲她的脚丫子。这天同桌王鹏让你帮他写情书给学习委员，由于信纸太薄了，所以你用校花顾晚秋的错题本垫着写，可你没想到却把情书的内容印上去。但是你没多想，顾晚秋肯定不会无聊到去一页页的翻。情书写好之后，王鹏嘴上说着你写的太肉麻，心里却开心的不行。而不知情的校花顾晚秋把错题本带回家后，担心你在他错题本上乱画，开始一页一页的翻。怎么没有啊？我明明看到他在上面写东西了呀！嘿，这页不对劲，凹凸不平的。顾晚秋大喜过望，他终于找到了异样的一页，但却看不出上面写了什么。于是顾晚秋摸来铅笔，用写笔画拉了起来，得意的嘴角勾起，跟我整这一出，让我看看你写了什么。顾晚秋嘴角抿着笑，定睛从头看起。一开始他以为是你给他的感谢信，因为他把错题本借给你复习。可看到最后，顾晚秋整个人呆滞住了。最后的内容写着：我没有勇气，只能在夜里以泪作笔，思念为止，倾诉着我的爱恋。我喜欢你什么呢？我也回答不上来。兴许是午后的教室里，所有人欢笑的时候，你却没征兆的望向我，迷乱我的眼，坠入我的心。我好像写不出风花雪月了。谈及你，爱恋是密密麻麻，写下却是一纸空白。但我还是写了，因为克制不住喜欢你的心。顾晚秋两只小手捧着脸颊，这也太会了吧，太肉麻了。微微发热的脸颊炙烫了他的手掌心，不知不觉间，贝齿轻咬红唇，娇羞在脸上洋溢，水汪汪的凤眸盯着情书，不舍得转移视线。以往他收到情书才不会打开来看，然而这次他破例了，不禁看了，而且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这是被表白的感觉吗？铃木，他喜欢我。顾晚秋被自己的话羞到了，又咬住了红唇。以往的情书从未给过他这般感受，以前收到别人的情书，他只是感到厌烦，但是这封情书不一样，文采太好，美得他不敢看得太快。顾晚秋的心跳忽的加速，一股欢喜甜蜜的滋味蔓延在心间。铃木长得不赖，算是班里不全校最帅的男生，而且理科成绩那么好，跟我也差不了多少。如果好好调教，呸，辅导，如果好好辅导，让他的成绩再提升，就可以追上自己。这么说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如此想着，顾晚秋的心跳越来越剧烈，同时也非常纠结，因为班主任不让谈恋爱，他又是班长，于是房间里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纠结的痕迹。最后顾晚秋狠下心来，不想了，明天去试探一下他的态度。第二天的大课间时间，顾晚秋没有约闺蜜去上厕所，而是拿起错题本，径直朝你走来。班主任找我们有事。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只能起身一赶跟上。走了2分钟后，你才发觉不是朝办公室走去，不是去找班主任吗？你好奇问道。别问那么多，跟我走就行了。又走了一会，你们来到了一处隐秘的角落，这里是学校情侣经常约会的地方，平时都没有人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你看出来了，不是班主任找你，而是校花想找你，要不然跑来这里做什么？顾晚秋故作随意解释，我身为班长，有义务关心同学的学习状态，你昨晚和今天早上完全没有进入学习状态，你是不是把心思都花费在其他地方了？你很疑惑，顾晚秋咋这么奇怪，把你带到这里只为了说这事吗？你只好随口回道，确实有些事情扰乱了我的状态，不过我很快就会调整好。顾晚秋撇了撇小嘴，你整天想着我，学习状态能好吗？这时顾晚秋又想到了早上你盯着他看的事情，哼，不好好自习，整天就知道盯着我看。想到这，顾晚秋心里又冒出一股小甜蜜，但是傲娇的小嘴不允许他说出娇滴滴的话，于是顾晚秋故作老成教导起了你。你的学习能力不差，只要好好学习，成绩也有可能追上来。现在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能老想着其他的事情，这让你忍俊不禁。青涩稚嫩的班长板着俏脸，说着班主任的话，这就是反差萌吗？怪可爱的。于是你忍不住调戏一句，请班长放心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和学习。顾晚秋顿时乱了心神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心里？说完脸蛋再次发热，这也太直白了吧。铃木以前不是很内向吗？怎么今天的攻势如此猛烈？受不了了。既然你说的这么直白，那就摊牌吧。你昨天晚自修在做什么我都知道。你诧异至极，你全部知道了。顾晚秋认真点头，没错，我全部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很好奇，你帮王鹏写情书这件事，只有宿舍几个人知道啊？难道有人偷偷出卖你们？我可是班长，同学缘可好了，但凡有点猫腻，肯定有人跟我说。顾晚秋心里有点慌，不过美少女说个谎怎么了？此时你心里怒了，到底是哪个小贼出卖了你们？莫不是想用机密情报换取校花的信任吗？事已至此，抱怨无用，只能止损。你只好问道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顾晚秋眼波流转间带出一抹狡黠，我打算告诉班主任。不行，你不能告诉班主任。我为什么不能告诉班主任？顾晚秋傲娇皱鼻，但你却人妈了，学习委员可是班主任的女儿啊，你帮王鹏给学习委员写情书被知道的话，好兄弟王鹏的下场肯定很惨。想到这里，你果断开口，你不能告诉班主任。我坦白，其实这封情书跟别人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喜欢，所以我才写的这封情书。这封情书完全出自我的真心，你忍心看到我一番赤诚真心遭受灭绝师公的摧残吗？姐姐，你可不能如此狠心啊！为了让顾晚秋心软，你甚至还眨着眼睛撒起了娇。我这演技得让小鲜肉练习2年半。你在心里自得道。听完这话，顾晚秋不争气的心脏再次雀跃，他也不想心动了，但是他叫我姐姐爱，他可太喜欢了，让他忍不住想再调戏你。于是顾晚秋克制着微笑，故作凶凶的威胁，我是班长，自然要遵守班里的规章制度，班主任一直禁止谈恋爱，你既然敢写情书，那就要做好被请家长的准备。这让你有点心凉。校花这是不喜欢吃软的，喜欢吃硬的是吧？但此时你也不敢让他吃硬的，只能启动备用方案，打造痴情的人设，让顾晚秋心软。你轻呼一口气，平淡的回道，算了，你告诉班主任就告诉吧。如此反转令顾晚秋很是惊讶，你怎么又不担心了？你淡然一笑，因为写这
这封情书的时候，我就做好了被请家长的准备。顾晚秋好奇地问：“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写？”你轻笑一声，目光灼灼：“如果请家长就能让我放弃如此脆弱的感情，怎么面对以后无数的困难？”说完，你还故意停顿，45度仰头望天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有气质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：被别人喜欢，这不值得炫耀；被一个人坚定的选择，这才值得炫耀。我想坚定选择他，也想被他坚定选择。懂得情趣的微风拂来，撩动了少女柔顺的秀发，正如少年深情的话语，敲动了少女纯真的内心。顾晚秋水汪汪的凤眸里闪烁着浓郁的欢喜。其实他心里很渴望谈恋爱，但是找不到适合的人。现在他好像找到了。相互坚定选择吗？这个说法还真是准确呢。顾晚秋噗呲一笑，又担心在某人面前失态，急忙用小手捂住了小嘴，只是弯弯的眉眼，但还是把他内心的欢喜暴露。察觉到顾晚秋的笑意，你大喜过望，莫非成了？于是你开口试探道：“班长，看在我这么真心的份上，要不把情书撕了吧？别告诉班主任了。”撕了？这可不行。顾晚秋迅速把错题本搂在胸前，这封情书写得那么好，他才舍不得撕了呢。他要珍藏起来，想起来就欣赏两眼。你有点搞不懂顾晚秋是什么意思了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所以班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呆子，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你还看不出来我的想法吗？”顾晚秋在心里笑骂，内心的小羞涩让他不好意思直视你的双眸，贝齿轻咬着红唇，这美景直接迷住了你的双眼，忍不住在心里直呼妖精。好好欣赏了几秒，你才小声提醒：“所以你能不能别告诉班主任？”顾晚秋嫣然一笑：“笨蛋，你头一次觉得这两个字如此动听。”顾晚秋眉眼微垂，不好意思直视你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哦耶，谢谢班长，爱你哦！成功帮兄弟解决了大麻烦，你大喜过望。说出爱你哦这3个字，不过是内心太开心罢了。然而顾晚秋听到了心里，内心的小羞涩更甚。但是你不能告诉其他人哦，虽然我答应你了，万一班主任知道了，那就不好了。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乱说。你信誓旦旦的保证。可这时脑海中却收到提示：恭喜成功解决顾晚秋隐藏的问题，奖励智商提升到4级，智商5级为人类巅峰。这让你非常疑惑，系统，我帮顾晚秋解决了什么问题？顾晚秋隐藏的问题，寻找合适的另一半，谈一场从始而终的恋爱。你心里1万个问号飞过，自己什么时候帮顾晚秋找到另一半了？等等，该不会就是自己吧？于是你试探性问道：“班长，你怎么发现这封情书的？”说到这个，顾晚秋可就得意了，红润的嘴角微微翘起，说话都带着点自得。昨天晚上我在讲台上看到你在我的错题本上写画画，我担心你乱搞我的错题本，所以晚自修结束就把错题本拿回家查看了。要不是我一页一页的翻，我还找不到你写给我的情书里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小心机，还好我够聪明，要不然就错过了。望着女孩璀璨的双眸，你不忍心说出真相打击她，只能在心里直呼：拜托，我真没想和校花谈恋爱啊！你终于想明白了，刚才你们完全是在跨服聊天，误打误撞间，校花竟然以为自己喜欢他，而且他还答应了。这时顾晚秋突然轻声说道：“我们现在虽然是情侣了，但是我还得对你提出几个要求。”什么要求？你接受的很快，你当然不会拒绝一个超美的女朋友。顾晚秋勇敢地直视着你，俏脸写满了认真。我希望你好好学习，能和我读同一个大学。第2，牵手啊，拥抱啊，接吻啊，这些我都可以接受，但请你给我一点时间。你静静聆听着，肉眼可见。说到亲密之事，顾晚秋的脸颊已然泛起了红霞，但她还是坚定地望着你，倾诉自己的观点。我是第一次谈恋爱，需要一点时间调整心态，才能做好你女朋友，而且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好好了解你，毕竟我们在一起太快了，我不是古板的女生，只要我确定是你了，亲亲抱抱我也不会拒绝。顾晚秋顿了顿，语气变得俏皮：你如果想和我那个，我也可以接受，而且我会的姿势超多。顾晚秋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你心脏一颤，翻涌出难以言喻的甜蜜。原来顾晚秋是这样的人啊，看似高冷，其实内心涩涩。嘿，这样的校花还真有趣。你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你伸出了右手，比了个手势，打个勾。顾晚秋毫不犹豫伸出手，娇笑道：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你也同时说道。下一秒，两人噗呲一笑，怎么感觉那么幼稚呢？顾晚秋却是摇了摇头，对小学生来说可能幼稚，对我们来说刚好合适，这让你忍不住再次大笑。巧了，在谈恋爱这件事上，你同样喜欢慢慢了解，再深入交流。我先回去了，记得好好保密。说完，顾晚秋抬脚就要离开。等等，你喊住了他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男朋友？顾晚秋故意拉长了音调，宛如无形的钩子，勾住了你的心弦。他也太会聊了吧？你笑容满面的说着，今天是周六，晚上不用自修，要不要出去玩？顾晚秋摸着小巧的下巴，忽的坏笑，晚上不回家的那种玩法吗？这让你哭笑不得。你怎么这么懂？我只是很单纯的约你出去玩，到点就回来。嘿嘿，顾晚秋憨笑着，随意打量着你，视线扫过你那旧旧的运动鞋和没了弹性的衬衣，他瞬间做了决定。可以啊，时间地点你定，不要去太贵的地方哦，我们 AA。说完，摇曳着性感的身子离开，只留下你一人在原地傻笑。本想是帮兄弟写一封情书的，没想到获得了校花的爱情，同时给兄弟写情书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还获得了系统奖励的1000块。原本打算带顾晚秋逛不要钱的公园，没钱有没钱的恋爱方式吗？你脸皮厚不怕丢脸，但现在有了这一笔钱，你有了更多选择。正当你回到教室思考今晚去哪玩时，王鹏回来了，刚坐下就兴冲冲的给你分享好消息，我打算今晚约学习委员看电影，有家电影院这几天在搞活动，买1张门票送1张。他平常很节俭，这样的好事应该不会放过。你说我到时候要不要偷偷牵个手呢？你倍感无语，人家还没答应呢，你就想着牵手了。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顾晚秋发来了一条信息：嘿，男朋友，人家发现了一家电影院，买1送1，今晚要不过去薅个羊毛？你
下意识抬头望向顾晚秋，恰好顾晚秋头顶上冒出来一行字：怎么才能让男朋友主动聊我呢？还不能让他太过分，这让你心里一颤。自己能看到别人面临的问题，只要帮忙解决问题就能获得奖励。不过顾晚秋这个问题也太难了吧，让我去聊他，而且还不能太过分，怎样才算是不过分呢？这不是太为难人了吗？疑惑的同时，你又感到很好笑。顾晚秋还挺色的嘛，想法如此美好，这个任务我接了。尽管现在没有什么思路，但是聊笑话这种好事，你当然也不会拒绝。于是你赶忙回复道：可以啊，哪家电影院？我去买票。顾晚秋很快发来消息：我买吧，我请你看电影。见状你也不好拒绝，只能答应。也行，那今晚我请你吃饭，还有你先别订票。顾晚秋马上就发来一个开心的表情，不要去太贵的地方了，人家穷，平常都是喝西北风宝的，这让你忍俊不禁。顾晚秋穷吗？自从他老爸参加过一次家长会，班里谁都知道他是个小富婆，因为他老爸可是一家公司的老总。但你也不傻，刚才在外面顾晚秋也强调了不要去贵的地方，他一个小富婆，自然不用在意钱，当然是在为你考虑。想到这里，你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，望着顾晚秋背影的目光温柔的似乎能滴出水。但这时你想起一件事，顾晚秋已经看到了情书，而且无比喜欢，所以这封情书不能再让王鹏拿去表白了。学习委员和顾晚秋是闺蜜，他收到情书后有可能给顾晚秋看，万一伤了顾晚秋的心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于是你对同桌说道：我有了更好的想法，让我帮你润色一下情书，美上加美的事情，王鹏自然不可能拒绝。给王鹏写完情书后，他马上就开始买电影票。等到王鹏订好位置，你悄悄给顾晚秋发了信息，买最后一排最中间的位置。顾晚秋的回复速度还是很快，姨惹，想和我做情侣座呀？你恍然大悟，有些电影院最后排是情侣座，于是坏笑的回复道：难道你不想吗？顾晚秋看着手机也一脸坏笑，嘿嘿，那我定了。你特地等王鹏定了位置，然后再定在他后面。电影哪有什么乐趣，看兄弟笨拙表演才有趣。晚上7点，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，你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约定的商场，找了一家花店。走进花店后，你发现鲜花架子后躲着一个人，高马尾冒了出来。你没有过多理会，自顾自挑选着玫瑰花。第一次约会送玫瑰花指定没错。突然手机响了，拿出手机一看，你脸上不由得冒出笑容，是顾晚秋发来的消息。哈喽，小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隔着屏幕，你也能想象得出顾晚秋娇笑的小模样。我还在宿舍吹风扇，打算等会再出门。顾晚秋发来一个调皮的表情，我在家有空调吹。你很快回复，炫耀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冲到你家，把你摁在床上打屁股？可顾晚秋又发来一个坏笑的表情，来嘛来嘛，谁怕谁啊？前提是你能找得到我家。看到回复你嘿嘿一笑，马上打字发过去。根据田忌赛马原则，上流的美女应该配下流的我，所以劝你自报家门。突然一阵笑声传来，你诧异的看向花架后面的小脑袋，刚才是他在笑吗？不过你没多想，挑选好了9支玫瑰，拿着花到前台去付钱的时候，发现蹲在花架后的女生竟然真的是顾晚秋。她绑着高马尾，两鬓留着一缕秀发，空气刘海下的凤眸灼灼有神，仔细看眼睛里闪烁着点点狡黠。顾晚秋嘴角勾起，挥了挥小手，用小奶音打招呼：哈喽，小哥哥，又见面了，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分，今天有空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今天去你家。话说你家还有上次用剩下的吗？而花店的美女店长闻言脚步停顿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在你们两人脸上来回切换。她听到了什么？这让你嘴角一抽，顾晚秋竟然还有如此戏精的一面。既然她想玩，那就陪她玩。于是摸着下巴故作思考，你想要和我研究昆字的写法，那必须得经过考核。还有考核，为什么上次没有？顾晚秋很配合的接话，上次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是免费体验，懂不懂？我懂了。但美女店长已经懵逼了，喂，我不懂啊，约那啥还需要面试吗？不都是看对眼吗？然后进入正题吗？顾晚秋并没有放过你，饶有兴致的问，考核有什么内容呀？你微微一笑，考核的内容可多了，先口试，然后再笔试，口试要快，笔试要紧。美女店长听到你说的话 CPU 很快就过载了，但身为老司机的顾晚秋一听便懂了，却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，问道，口试和笔试我都没问题，话说有什么福利吗？你一脸坏笑的回道，福利肯定有的，我们的工作是全日制，工资保证满意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套路哦。你很清楚顾晚秋肯定能听懂，顾晚秋也确实听懂了，咧着小嘴，一副挪鱼的小模样。按你这么说，这工作还挺不错嘛？那是肯定的了。随后你们两人付了钱就走出花店，只留下美女店长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走出店后，你把玫瑰递给了顾晚秋，顺便调侃，你不是说在家吗？为什么会在这？抱着男朋友送的玫瑰花。顾晚秋娇媚的脸上顿时绽放出绝美的笑容，然后把自己买的玫瑰也递给你。嘿，你不是说在宿舍吗？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呢？你笑而不语，低头看着手中的9朵玫瑰花，迟迟不愿意抬头。不是因为玫瑰花好看，也不是因为你们都选了9朵，而是因为送玫瑰花的人填了你的心窝子。嘿，咱也收到女朋友送的玫瑰花了。这时你察觉到了系统的动静，聊顾晚秋+1，差点忘记了，顾晚秋还想让你聊他呢。走吧，吃饭去。顾晚秋摸了摸小肚子，憨憨笑道，肚肚都饿扁了呢。叠词词，恶心心。你阴阳怪气的回道。随后两人一路欢笑的走到吃饭的地方。知道顾晚秋不想让你多花钱，你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，专门找平价的店，然后让顾晚秋做选择。这样子既能让顾晚秋有足够的参与，而且还能让他没有心理负担。于是顾晚秋选择了一家火锅店，情侣套餐打5折，打折后刚好100块，所以直接付钱就行了。顾晚秋也没有抢的意思，他想着买电影票，再买点爆米花和可乐进去，你们花的钱都差不多，也算是 AA 了。真正确定关系前，他可不想多花你的钱。等待上菜的时候，你随意打量其他顾客，打算找几个容易的问题刷刷奖励。一个有点胖的男生头上飘着问题，怎样才能吃到女朋友的进口糖果呢？有没有人示范一下呀？让我学学。看完你很无语，兄弟，我很想示范给你看啊，但是我都不敢想这种事。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西装男也有问题，凭什么10号桌那小子的女朋友那么好看？能不能来个人打他的脸？见状你来了兴趣，哪个小子如此衰呀？于是你开始寻找10桌的小子。哎，
怎么没有呢？等等，你扭头问顾晚秋，我们是几号桌？10号啊。你一阵无语，好家伙，感情自己才是那个冤大头，你怎么了？顾晚秋察觉到了你的异样，如果我说你太好看了，有人羡慕嫉妒恨我，你信吗？那我肯定信了。顾晚秋下巴微抬，嘴角傲娇的撅起，我长得那么好看，有人羡慕嫉妒恨你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忍不住调戏他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？哼哼，我这叫自信，自恋又傲娇的校花，怪可爱的呢，好想把她抱在怀里，好好的欺负一顿。刚好这时菜也上齐了，你们二人开始吃起火锅来。中间顾晚秋的堂哥也出现在了火锅店，他堂哥是当兵的，一身肌肉。顾晚秋大方的介绍你是他男朋友，他堂哥也没为难你，只是走的时候临盯着你。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女孩，你要是欺负她，你知道后果的。闻言你立马收敛笑意，认真地点头，大哥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欺负她。他堂哥顾深也点了点头，记住你说的话，还有，如果你真爱她，有些事情还是晚点做比较好。你深表认同，不过你没有随便承诺，因为爱不是用来说的，而是用来做的。不过通过堂哥顾深了解到，顾晚秋有低血糖，你很担忧，但顾晚秋给了你一个温柔的笑容，旋即从自己的小包包里摸出了一把糖果。见状你也放心下来。顾深刚走一会，你表哥王泽带着女朋友走进了火锅店，你忍不住吐槽，今天感觉不是什么好日子。王泽一家跟你家不对付，故意来找你茬，当做顾晚秋面来损你，嘲讽你家很穷，拿着父母的血汗钱不好好读书，还来谈恋爱，而且还说你家是老赖。这也引起了火锅店其他人的注意，甚至还有人站出来和王泽一起指责你。但是顾晚秋却没有，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男朋友。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顾晚秋，自己家里确实很穷，但是自己谈恋爱没花家里的钱，而说你家是老赖的事情完全是污蔑。前几年你家盖房子，爸妈找王泽家借了点钱，王泽的妈妈跟你的妈妈是亲姐妹，只借了3000块，后面攒到钱了，准备先还其他借的多的人，于是他家就说我家是老赖，不过后面钱是还给了他家的。听完顾晚秋气呼呼的鼓着小嘴，他一开始还以为你的爸妈借了人家10几万呢，没想到就借了3000。你耸肩无奈道，人家是有钱，奈何看不起你，怕你还不了，所以不想多借。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小插曲就过去了。这时系统却发来提示，恭喜宿主解决了路人的问题，因为路人想看宿主被打脸，由于宿主成功被王泽打脸，获得奖励1万枚比特币。你惊呆了，王泽是打了你的脸，但是你也打脸回去了，没想到还能有奖励1万枚比特币啊，这得多少钱？你兴奋无比，但现在还不能暴露太多。顾晚秋拖着下巴，目光流彩的凝住你的侧脸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事情啊？你回眸，你想听什么事情？你真的那么穷吗？对啊，很穷，能具体一点吗？比如生活费之类的。生活费，我1个月300呀。顾晚秋瞪大了眼睛，他1周的零花钱都不止300呀，1个月300，这怎么活？顾晚秋张开了小手，数起了手指，似乎太过于震惊，导致他脑子迟钝了，不会口算了。1个月300块，那就是一天10块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因为他每天早餐都要吃10块的。你耐心的给他解释，得知你不吃早餐，每顿只吃4块5的饭后，顾晚秋抿了抿嘴唇，弱弱的嘀咕，对不起哈，我不应该问这个。声音越来越小，顾晚秋羞愧的低下头，他就不应该问这种问题，这不是把你的伤口掰开，在往上撒盐吗？心里不断的想着你一定很难受吧。这时顾晚秋脑袋传来轻柔的抚摸，顾晚秋愣愣抬头，对上了你的笑脸，笑脸上没有他想象中的难堪，反而依旧鼓着盈盈的笑容，仿佛刚才说的事情根本对你造不成任何影响，你就不难受吗？顾晚秋问。你耸了耸肩膀，说出的话让顾晚秋差点泪崩。如果我说我经历过更为丢脸的事情，所以才能对这种事情很平淡，你相信吗？顾晚秋水汪汪的凤眸瞬间覆盖上一层水膜，红润的嘴角缓缓落下，但还是倔强的抿着嘴唇，试图不让自己的嘴唇落下露出哭响。他无法想象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才能如此淡然。沉闷的胸口让他难以喘息，他第一次如此心痛难生，一心想安慰你，你双手一阵僵硬，终于知道什么叫温香软玉了。软乎乎的身子瞬间征服了你的身体，抱住我呀，笨蛋！好，你反应慢了一拍，这才缓缓把手放到顾晚秋的小蛮腰上。因为是大夏天，两人穿的都很清凉，隔着不厚的裙子，林木感受到了顾晚秋的小蛮腰很细，而顾晚秋已经不敢再问下去了，他怕自己控制不住，真的哭出来。他真的很心痛你啊。顾晚秋有了一个想法，让你教他羽毛球，1个小时给你500，因为你羽毛球非常厉害。你心里一暖，知道这小丫头想帮你，但你拒绝了，灿烂一笑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我暂时还不需要。别骂！顾晚秋心急道，我真的喜欢打羽毛球，你就教我吗？我手机里还有你打球的照片。没有。顾晚秋急忙改口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你听到了？调侃道，你手机里竟然有我的照片，给我看看。顾晚秋两眼望天，嘟了嘟小嘴，你答应教我羽毛球，我就给你看，我可以教你，工资倒是不用了。不行，必须得要工资，你要是嫌少，我可以加钱。你笑弯了眸子，忍不住摸了摸顾晚秋的小脑袋瓜子，你是不是憨啊？1个小时500，谁敢嫌少啊？太多了，我不好意思收啊。顾晚秋不说话了，只是咬着嘴唇，乖乖巧巧的被摸脑袋，这就是摸头杀吗？酥酥痒痒的，好喜欢。你要是想学羽毛球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教你，至于工资，我就不收了。顾晚秋刚要拒绝，你急忙开口说道，相信我好吗？既然我敢跟你在一起，那肯定是有底气，如果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我绝对不会和你在一起。顾晚秋纠结了许久，最后只能不情不愿的点头。不过你要是没钱了，一定要跟我说，我有钱，我可以掏钱买你的身体。你噗呲一笑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再次听到顾晚秋的憨笑，你的笑容跟着变甜，你还是更喜欢笑嘻嘻的顾晚秋。照片呢？你没有忘记这件事？等等哦。顾晚秋从你怀里离开，在包包里摸出手机，你刚想探头过去瞄两眼，顾晚秋却是背过了身子，相册里面有我的私密照片，暂时不能给你看。私密照片？你对这个感兴趣了？让我看看吗？咱们都是情侣了，不要害羞啊！哼哼，谁害羞了？你不害羞，那为什么不给我看？顾晚秋转回了身子，嘴角又翘了起来，我要留着，每天给你发几张，既让你大饱眼福，又不让你看过瘾，我得让你每天都想我，千言万语也比不过女孩傲娇的话语。你的嘴角高高咧起，差点都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了。好啊，那我等你给我发，那就好好等着。诺，给你看。顾晚秋把手机递了过来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不要乱翻哦。好。
好，接过手机，你看到了自己打羽毛球的照片，那是决赛的照片，你后知后觉，笑嘻嘻的打去。我怎么有种感觉，你以前就对我有意思了？顾晚秋倒也不扭捏，大大方方的解释，只能说有那么一丢丢意思。你长得帅，成绩也不错，我注意到你也很正常，但是你一直表现得很沉默，没有谈恋爱的意思，所以我也没怎么和你接触。闻言你哑然，能不沉默吗？自己穷啊，哪敢谈恋爱？这时顾晚秋从包包里抓出了几颗糖果，你还难受吗？要不吃个糖果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吃糖果，吃点甜的东西，心里就没那么苦。你忽的又想起了进口糖果，自己能不能试试啊？你要吃什么味道的？苹果味的、水蜜桃味的，还是葡萄味的？顾晚秋白嫩的手掌心上躺着3颗糖果，等待你的挑选。你没有动手拿，而是笑问：我想吃有你味道的糖果。顾晚秋大惊失色，哈，你还想要吃人？太变态了吧！你顿时无语。好家伙，你的阅读理解莫非是体育老师教的？我是说，我想要吃你的糖果，这糖果不就是我的吗？我想吃那种略的糖果。顾晚秋咧起小嘴，目露挪鱼，他怎么可能听不懂呢？略，不就是2人嘴对嘴，然后在里面大打出手吗？啧，没想到你这么变态，但你可不认同，情侣的事情怎么能叫变态呢？这叫情趣。哼哼，顾晚秋笑而不语，场面一下子尴尬起来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你给顾晚秋捞了一颗牛肉丸，来试试我的手艺。顾晚秋扑哧一笑，你就放进去煮而已，能有什么手艺？用手干的活，这难道不算是手艺吗？我懂了。顾晚秋眯起了眼睛，视线缓缓转下，盯住你的某个地方。手艺人是吧？我懂了，看来某人很有经验了。你轻咳了2声，用手扒拉了一下裤子。顾晚秋嫣然一笑，哎呦，你干嘛？没事，隐藏军火罢了。哈哈哈，银铃般的笑声颇为悦耳。你听着笑声，竟也情不自禁跟着笑了起来。你的情绪越来越受顾晚秋影响了。笑完后，顾晚秋终于开始宠幸碗里的牛肉丸。你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只见红润饱满的小嘴嘟嘟着，吹散牛肉丸的热气。等到牛肉丸冷一点，一口啃了上去，牛肉丸被咬掉一小块。你感觉自己魔怔了，竟然觉得留在牛肉丸上的牙印也很可爱啊！好辣呀！这牛肉丸怎么是辣椒馅的呀？辣死人了！顾晚秋咽下牛肉丸后，忽地惨叫起来，急急忙忙从包包里翻出一颗棒棒糖，撕开包装，一口就吞了进去。不可能啊！牛肉丸怎么可能啊？你不信，那给你试试。我嘴里太辣，搞得糖果都辣了。顾晚秋从嘴里抽出了棒棒糖，转而递到你的嘴边。你愣了愣，视线落在嘴边的棒棒糖上，圆润的糖果极为水润，似乎很诱人。你试试啊！我的糖果都辣了，那我试试。你心脏扑通一跳，竟是张嘴把糖果吃了进去。你眼睛一亮，甜的同时又很润，似乎还能品味其他味道。顾晚秋歪头俏皮问：怎么样？我这糖果是不是很辣？你嘴角不自觉翘起，确实很辣，辣得我差点受不了。而顾晚秋点了点小脑袋，嘿嘿笑着。这时顾晚秋的手机铃声响了，是学习委员陈夏打来的电话。陈夏待会要跟王鹏一起看电影，但担心王鹏趁机占便宜，于是让顾晚秋悄悄跟过去。挂断完电话，顾晚秋思索了一番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要我晚点订电影票，其实就是为了他们吧？你早就知道他们要去看电影了，所以故意让他们先订，我们是最后一排，他们该不会就在我们前面吧？你竖起大拇指，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，聪明，不愧是常年霸榜年级第1的学霸，得到男朋友的夸奖。顾晚秋的小嘴又翘了起来了，嘿嘿，话说你该不会是打算过去搞事吧？要不然你为什么带我看丧尸片？大拇指已经用完了，铃木只好打个响指，继续夸赞，没错，聪明，我打算过去整整我同桌，当然也有一层原因，我要盯着我同桌，不能让他乱动手脚。听到这话，顾晚秋放心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件事。顾晚秋凑了过来说悄悄话，什么事？其实陈夏是咱班主任的女儿，我只告诉你，你不能说出去哦。清晰的声音流进耳朵，你心细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虽然不能告诉外人，但是你是我男朋友吗？告诉你也没关系，而且情侣之间嘛，可以多点信任，不用藏着掖着。我这是在表明我态度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含笑点头，这么说，我不是外人了？对啊，你是内人，不是外人。什么叫内人？你赶紧发问。顾晚秋认真思考着，小脑袋微微点着，内人就是可以进来的人。顾晚秋不用说明你也听懂了，笑得嘴角高高扬起。顾晚秋也跟着傻笑起来，你心情大好，夹了一块肥牛送到顾晚秋嘴边。顾晚秋已经无比自然了，没有一丢丢嫌弃，张大小嘴一口就闷。你嘴角这里有酱油，你点了点自己右嘴角示意。顾晚秋刚要伸手拿纸巾，你却是先一步抢走了，我帮你擦。嘿，当女朋友还有这种福利啊！顾晚秋坐直身子，乖乖巧巧的等待男朋友帮忙擦嘴角，把纸巾叠好后，你伸了过去，即将要擦掉酱油时，你心中闪过一个坏想法，手就不老实了，手指抚摸上女孩细嫩的嘴角，两人四目相对。顾晚秋呆萌，你惊喜，没有人说话，静静体会这一刻的心动。你心想，这就是女生的嘴唇吗？好软，好嫩，好想亲。而顾晚秋心想，哎呀呀，被摸了嘴唇，要不要趁机咬她手指了？你故作淡定的收回手，实际上手臂因为太过于激动微微颤抖着。顾晚秋抿了抿嘴唇，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肥牛，不敢看，他难得羞涩了，但是他又想说点什么。抬头一看，顾晚秋惊呆了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竟然吃手指？你干嘛？你要不要这么变态？她的变态男朋友用手指摸她的嘴唇还不够，竟然还要把手指放进嘴里，一惹，该不会是喜欢她的口水吧？大变态，大流氓！激烈的心跳让顾晚秋难以淡然，脸蛋都热了点。你急忙把手指抽出来解释，没有，我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。不对，我没有好奇，我怎么可能好奇你的口水？我只是不想浪费纸巾罢了。对，我只是不想浪费纸巾。看见你这个样子，顾晚秋却很坏的故意板着俏脸，你太变态了，我要惩罚你。你说怎么惩罚，我都可以接受，我要惩罚你。顾晚秋故意停顿的调戏你，给我喂一颗牛肉丸，就这，怎么你不肯吗？当然不会，你大喜过望，这哪是惩罚呀，分明是奖励。急忙给顾晚秋喂了一颗牛肉丸，又是一口，半颗牛肉丸就没了，剩下的给你吃了，满足你的变态癖好。嘿。
这么好，顾晚秋是不是太好了点？就这样，你们二人一阵欢快的吃完了火锅。吃完后，你和顾晚秋散了一会儿步，便来到了电影院。10点钟的电影，午夜场，看丧尸片，主打的就是富婆拿螺丝钉，刺激。顾晚秋发出疑问，看到电影都12点了，你应该回不来宿舍了吧？晚上11点30分，宿舍就关门了。对啊，我今晚就没打算回去。顾晚秋立马打起警惕心，我先说好，我不可能陪你去酒店过夜的。你哭笑不得，你真以为我是那种急性子吗？就算是你想过来，我还不要你累。顾晚秋自己不想住酒店，但是听到男朋友这话，她又不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又嫌弃我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你想你这身材，这颜值，我怕我自己把持不住啊。这话他爱听，讨厌，瞎说什么大实话呢？顾晚秋娇滴滴的打趣，这让你乐不可支。这一场电影没有多少人看，最后排也就你们2人，光线很暗，前面的王鹏和陈夏根本没有注意到你们。安全抵达目的地，放好爆米花和可乐，你丝毫不客气的紧紧挨着顾晚秋。顾晚秋轻笑，也没有过多计较。拜托，自己又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，自己也喜欢和男朋友贴贴啊。电影对你来说很无趣，全程你都在用手机发消息整蛊王鹏，因为是丧尸片，你把王鹏吓得半死，刚好他可以趁机牵到陈夏的手，于是你就想自己能不能也试试这招。然而刚扭头看向顾晚秋，顾晚秋调侃的话就来了，你别想着装作害怕的样子，趁机占我便宜，你根本就不怕丧尸片。不过可以奖励你这个，借助电影微弱的光线，你看到自己嘴边多了一只小手。顾晚秋用2根手指捏着一粒爆米花，你本能的舔了舔嘴唇。如果趁机含住顾晚秋的手指，我警告你哦，不准含我手指，舔也不行。你无奈，顾晚秋怎么这么了解自己啊？只好规规矩矩的吃下爆米花，毕竟是女朋友投喂的爆米花，似乎变得极其美味了。来，再来啄一口可乐。顾晚秋又把吸管递了过来，你还没说什么，顾晚秋却又懂了。放心吧，我刚刚用我的玉唇含过了，你放心喝，大口大口的喝，有本大美女的香精在，保管无比香甜。什么话？你憋着笑故作生气，你太肉麻了，恶心！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污蔑人哦。可顾晚秋一脸坏笑，懂，我都懂，别装了。你心里得意极了呢，担心自己笑出声，你赶紧含住吸管，还别说，很香甜，似乎真能品味到什么香味。谈恋爱还真是奇妙呢。自家姐姐的剩饭你无比嫌弃，但是女朋友的口水你却吃得乐此不疲。这时顾晚秋灵动的眼眸轻眨，今天发生的事情虽然不轰轰烈烈，但是却让她印象深刻。她对你多了几分了解，心透你的过去，知道你曾经过得那么苦，她就想用更多爱恋来温暖你。想到这，顾晚秋便有了决定，轻聚嘴唇。顾晚秋悄悄瞄了眼你，确定你还在和王鹏发信息后，顾晚秋心一喜，便嘟起小嘴，歪头探过小脑袋。你突然双手僵住，仿佛被美杜莎瞪了一眼，整个人石化了，唯有脖子上的触感清晰至极，温热的触感又有点湿润，不需要看你也能猜到那是顾晚秋的嘴唇。顾晚秋在亲你的脖子，意识到这点，你情不自禁扬起嘴角，砰砰乱乱跳的心脏是对顾晚秋魅力最大的认同。嘴唇离开，你还能感觉出顾晚秋故意吸了一口，紧接着小奶音在耳边传来，我们今天成为情侣，这算是我给你的印记，你要记住这一天哦。如果以后难受了，记得说出来哦。听着温柔的小奶音，你的嘴角越飘越高，温柔眷恋的目光在顾晚秋身上流连。我记住了，今晚不洗脖子，明天也不洗。你心里无比得意，看着顾晚秋，要不我也给你一个印记，亲可以，但不能留印记，我今晚还要回家。闻言你大喜过望，歪头便亲上了顾晚秋的脖子。哇，你欣喜若狂，这就是女生的脖子吗？很相爱，肌肤软软的嫩嫩的，完全不舍得用力。顾晚秋专属的香味争先恐后的挤入鼻尖，你吸得忘乎所以，差点以为自己是在吸收顾晚秋的精气神。可以了吗？顾晚秋娇滴滴地问了一句，然而你只顾着亲了，根本不回他的话。缩在椅子里的顾晚秋情不自禁咬住了红唇，她担心不咬住，嘴角会飘上天。第一次，她便喜欢上了这种感觉，舒服的脚趾头都缩了起来。良久，顾晚秋顶不住了，你才恋恋不舍的分开，还未等你发表感受，顾晚秋就靠到你肩膀上。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太出格了。你诧异，你怎么出格了？顾晚秋轻咬红唇，视线虽然落在大屏幕上，但是没有一幅画面进入他的脑海，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冷味。我早上才说了要好好了解你，可现在似乎我们的进展太快了。你知道顾晚秋尴尬了，他早上说了要慢慢了解，没曾想晚上2人就如此暖昧了。我觉得这不算太快吧，咱们毕竟是2年的同学，我们对彼此都有基础的了解。顾晚秋傲娇皱鼻，我不管，我们还是太快了。我告诉你哦，以后可没这么多福利了。我今天是看在你以前太苦的份上，所以才让你占点便宜。你轻笑着答应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刚才可是顾晚秋主动的哦，你可不相信顾晚秋以后也能把持得住。很快电影结束，你们2人的出现把王鹏吓了一跳。将2个女孩子送回家后，你和王鹏来到了酒店。你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的1万枚比特币，按照现在的市值来算，就是3个小目标。这么多钱，奖励自己奖励到虚脱，也奖励不了3个亿啊！这么多钱怎么花才好呢？你美滋滋的幻想着，最终你决定先卖出一部分，假装自己中大奖了，给父母和姐姐们一笔钱，让他们过上好生活。这时顾晚秋给你发来了信息，出大事了，完蛋了，事情大条了。你陡然心一紧，什么情况？出什么事了？担心顾晚秋出事，你急忙回信息，怎么了？别吓我呀！顾晚秋很快回复，过去那么久了，我家的猪都不回信息，我感觉他被抓走了。我家的猪长得那么帅，肯定有很多狐妹子惦记。我家的猪要是被他们抓到了，肯定会变成猪肉干的。看完你笑喷了，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，原来是因为自己不回他信息，所以他想你了。你的嘴角不自觉扬起，放心，我不可能被其他狐妹子抓走。那就好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猪肉干而不是烧猪呢？你被狐妹子榨干了，那不就是猪肉干了吗？好理解，你竟无法反驳。安啦，我即便是变成猪肉干，那也只能在你身上变。哼哼，在我这里可就不是猪肉干了呀，不是猪肉干，那是什么？我呀，我吃人不吐骨头，你啥都剩不下。你见状回了一个大惊失色的表情。顾晚秋得意至极，甩了个叉腰大笑的猫猫表情，笑死我了。对了，今日份的照片还没发呢。下一秒你就收到了顾晚秋发来的照片，照片放大，你的瞳孔也放大了，超短裤下白花花的大长腿，美得无可挑剔。嘿嘿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嘿，怎么个好看
看法。要是夸得好，改天让你摸摸。你着重盯住了摸摸这2个字，立马发动脑筋，思考着各种赞美之词。肌肤白皙，没有疤痕，小腿纤细，肌肉匀称，大腿饱满，不失肉感，整体细长，线条完美，总分满分。姐姐杀我！嘿，我就稀罕眼光这么好的人。得到顾晚秋的赞同，你大喜，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让我摸摸？顾晚秋却一脸坏笑的发来消息，改日吧。你确定吗？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色呸！你想哪去了？看我心情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发1张给我呀？等了几分钟，顾晚秋终于收到了你的照片，因为手机里没有自拍，所以只能随手在床上拍1张。不过男朋友长得那么帅，顾晚秋还是看得小心脏砰砰跳。聊到临近1点，两人都困了，早点睡觉吧，明天还要自习。对了，差点忘记了，晚安，晚安。放下手机，你满脸灿烂，终于找到了可以互发晚安的人了。第2天是自习课，你和同桌王鹏在讨论一些好玩的东西，你嘿嘿一笑，策马奔腾射大雕，青龙慢年抹复挑，王鹏接不上了。正当你得意时，耳边忽然传来顾晚秋的小奶音，青龙慢年抹复挑，见闻水声潺潺，而泄出于2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你被秀妈了，画面感十足，你忍不住凑近调侃，谁教你这么念的？顾晚秋红唇勾起，好生得意，低调，不要夸我。你无语，我没有夸你，我知道你心里想夸我，不要嘴硬了。看见顾晚秋得意的样子，你还是故意说道，我心里没想夸你。可顾晚秋却一脸坏笑，下午给你摸摸腿，你马上懂了，我就是夸你，你真是太有才了，姐姐。下午有篮球赛，是你们实验班和其他班的决赛，比赛快要开始了。2队10人在篮球场中央集合，最惹眼的莫过于其他班鸡哥，1米9几的大高个子，又整了一个机关头，差评，没有背带裤，没有中分头，你略感不满，但很快你们班就落入下风。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比赛，你们班的同学都很气馁。顾晚秋在一旁也皱起了眉头，见状你微微一笑，该哥上去表演了，暂停，换人。你上去一顿乱砍分，成功将比分拉平，最后以1分只差赢下比赛。你像是一个英雄一般走出赛场，谢绝送水的妹子，你挤出人群，加快步伐朝冷清的地方走去。顾晚秋捧着矿泉水，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，躲开人群。2人来到了学校的角落里，没有了吵闹声，你呼了口气，自己还是更喜欢安静的地方。来，大英雄，请喝水。顾晚秋笑嘻嘻的递来矿泉水，瞅了眼不见了1小半的矿泉水，你明知故问，矿泉水怎么少了一点？顾晚秋嘿嘿一笑，露出2颗甜美的酒窝，应大英雄的要求，人家帮你给矿泉水加了点甜味，你怎么加的甜味？人家先喝了1小口，不，这样子的甜味不够。顾晚秋歪头萌萌的问，那怎样做甜味才够呢？你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你用嘴喂我喝的水才够甜。顾晚秋拔高了音调，满是难以置信，这才是第2天爱，你就让我用嘴喂你了？要是明天呢？你赶紧咳了2声，紧接着笑出了鹅叫声。顾晚秋哼了下，凤眸微眯，傲娇中又透露着一副娇憨。我昨天说了，需要一点点时间，这才第2天，我是不可能跟你略的。你眼睛忽的发直，只因顾晚秋伸舌头略的小模样太过于魅惑，搞得你好想好好的调戏一顿。诺，你要不要喝水？顾晚秋板着小脸递来了水，你没有动手，而是装作可怜唧唧的看着顾晚秋。我手痛，拿不动矿泉水。顾晚秋翻了个白眼，不过还是很体贴的打开瓶盖，把瓶口送到你嘴边。你依旧没有喝，双眸期盼的望着顾晚秋，语气也变奶，姐姐用嘴喂我吗？顾晚秋愣住了，要不要装的这么奶啊？她很难拒绝会撒娇的男朋友啊。抿了抿嘴唇，顾晚秋差点动摇了，这样不好吧？最终你只好屈服。喝完水后，担心被班主任看到，你2人回到了教室开始自习，你也认认真真的开始学习课程，毕竟是要和顾晚秋考同一所大学的。下午自习结束后，你和顾晚秋准备晚上做饭吃，因为你通过系统获得了1套房，就在顾晚秋家楼上，刚好能一起做饭吃。而中午顾晚秋跟他爸妈说好了晚上不回家吃饭，他的爸妈开心的不行，女儿好不容易不在家一次，2个人要吃个烛光晚餐，再好好运动一下。你和顾晚秋来到了附近最大的商场，逛了几分钟，你发现顾晚秋总在左顾右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我爸妈了，我担心他们也这个时候来买菜。不会的，这么大的商场怎么可能说碰到就碰到？也是，顾晚秋安心了点。话说你做饭怎么样？有了系统的相助，铃木嘎嘎自信，我不能自夸我是国宴级别的大厨，但这是事实，说的好听。等下做的饭菜要是难吃，我就全塞你嘴里。如果我做的饭菜很好吃呢，有什么奖励？那我以后就经常来你家吃饭，吃垮你。就在你们2人慢悠悠买菜的时候，商场迎来了一对夫妻，女人搂着老公的手臂，兴致勃勃，买点牛排。我好久没吃你煎的牛排了，行，你想吃多少我都做给你吃。老公你真好，你今晚记得多吃点牛排。为什么？牛肉比较长力气，也比较抗饿。与其同事顾晚秋说出了类似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就喜欢让我爸多吃牛排，因为她觉得我爸吃了牛排战斗力就猛一点。要不我们也买点牛排，让你试试效果。但你对自己极其自信，不需要这些虚头虚脑的东西。我即便什么都没吃，也是一夜13郎。顾晚秋嫣然一笑，朱唇轻启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醉里挑灯看见。你一阵无语。2人闲聊的时候，不知不觉间走到了一个架子旁。顾晚秋拿起一盒蓝精灵，晃了晃，无情嘲讽。你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最小号的。你不禁苦笑，这个太小了，你应该拿最大号的。不小了，对你来说可能还大了。你是看不起我吗？不，我是看不到你。哈哈哈！你苦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到男朋友吃饼，顾晚秋得意洋洋大笑，但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。看不到什么呀？熟悉的声音，语气充满了调侃。顾晚秋得意的俏脸僵硬在原地，他听到了什么？那是谁的声音？秋秋，你们在买什么呀？宛如被微小的电流击中，顾晚秋娇躯鹅，僵硬的身体不情不愿地转过去，无比熟悉的笑脸映入眼帘。顾晚秋心跳漏了一拍，哦嚯，完蛋，做人了不能太嚣张，这不报应来了。顾晚秋艰难地挤出一抹笑容，似哭似笑。
道：“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听到这话，你心肝都在乱颤。眼前这对颜值超高的夫妻，竟然是顾晚秋的爸妈，谈恋爱被抓，已经够尬了。关键是你们所处的位置无法用语言形容，这下子就是黄泥扒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顾晚秋僵硬的挥了挥小爪子，他的妈妈江秋似笑非笑的打量着女儿，指了指旁边的架子，笑问：“你们在这里买什么东西？”顾晚秋干笑笑：“如果我说我只是故意拿这东西调侃他，你信吗？”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。你急忙附和：“叔叔阿姨好，我们确实只是在开玩笑，我们绝对没有买这东西的意思。”夫妻俩沉默了下来，搞得你和顾晚秋心慌慌，究竟信不信啊？注意到你手中的袋子，江秋思索一番，转移话题：“你们这是在买菜吗？”顾晚秋乖巧点头：“我们买点菜回去吃。”“你们去哪做饭？”“我们家楼上。”夫妻俩惊讶了：“你们怎么去那里？”“因为那是他买的房子。”夫妻俩不止惊讶了，差点都惊呆了。一个高中生买大平层，1000多万的大平层，开玩笑吧？顾晚秋的老爸顾之南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：“我们可以过去参观一下吗？”顾晚秋看了眼你，毕竟是男朋友的房子，他不能擅作主张。你无所谓。可以啊，我厨艺不错，恰好可以给叔叔阿姨做顿饭。夫妻俩走在前面，你们两人跟在后面，让你调皮，这下好了吧？被你爸妈抓住了。顾晚秋不满地撅嘴：“谁跟我说不可能碰到我爸妈了？这都是你的错。”你微微愣住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哼哼，就是你的错。罚你晚上给我买1桶棒棒糖，完全没的问题。顾晚秋有低血糖吗？必须得备着糖果。好在顾晚秋爸妈没有表现出反对你们谈恋爱的意思，这让你安心了不少。回到家里，你给顾晚秋爸妈一人倒了一杯水，便听到顾之南说道：“能否把你房产证给我看看？”“可以的，叔叔。”你转身就去拿。看得出来，顾之南可能怀疑你住的是别人的房子，欺骗了他女儿。不过这都是问题，系统奖励房子给他的同时，已经把所有手续办好了。几分钟后，看到房产证上面的名字，夫妻俩满意点头。江秋忽地说出一句话，竟让三人集体懵逼了：“你们做过多少次了？”这让你和顾晚秋以及他老爸都一脸问号。问得这么直白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客厅瞬间安静下来，三人眼巴巴地看着江秋。江秋眼眸轻眨，不解地问：“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？”顾晚秋抬手扶额：“妈，我们很清白，手都没牵过。”江秋和顾之南可不相信，手都没牵过，你们跑去买那东西逗我们玩呢？顾晚秋哭笑不得：“我真没骗你们，我们才在一起几天。”看女儿不像是说谎的样子，夫妻俩已经相信得七七八八了，毕竟自家女儿是什么性子，他们最了解。江秋感到好奇：“那你们刚才聊了什么？”铃木和顾晚秋只好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对话。听完，夫妻俩愣愣地看着你们。几秒后，江秋看向自家女儿，用过来人的口吻劝诫女儿：“现在不要动不动就放嘴炮，等你真经历过那种事，你就不会再嚣张了。”顾晚秋呆住：“这么可怕吗？你倒是窃喜。”丈母娘说的真好，注意到你的笑容。顾之南微微摇头，教育道：“你也别得意太早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估计都不想看到床。”你顿时无语，而顾晚秋捂着小嘴偷笑：“可以，说得好，让你得意。话说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大的房子？”顾之南问道。这个问题才是他们夫妻俩最关心的，你只好半真半假的说了一遍。一开始听到你用比特币换钱买的房子，夫妻俩还心存怀疑，但是听到后面，夫妻俩不得不相信了，因为时间地点什么都很合理，他们找不到什么疑点了。听完你的解释，江秋对铃木多了点好感，微笑调侃：“看得出来是个色小子，这么小就惦记我女儿了。”你干笑不已，都不知道怎么接话好了。顾之南反而更看重你的远见能力。这么说，你还剩下好几千万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你只是打算坐吃山空的话，他可就要失望了。他身为父亲，不得不替女儿好好把把关。面对顾之南探究的目光，你处之泰然，侃侃而谈：“我目前只兑换了一部分比特币，除开我给家里的钱，我会拿1000万放在银行里，存个5年的定期，那么我1年可以拿到30万的利息，相当于我1个月就有2.5万。”顾之南眼神中多了一丝欣赏，你能知道清楚说出各项数据，说明也是认真了解过了，而不是胡编乱造来糊弄他们。剩下的比特币我暂时不会懂，因为它的特性绝对不会短时间消失，市场一定会起起落落，或许是今年，或许是明年，都有可能大跌。只要大跌我就收购一部分，等到牛市到来我再出售。投资风险太大，我不能让我和秋秋一直处于被动。那个时候我和秋秋差不多也毕业了，我们可以拿那些钱尝试创业，享受生活。如果可以，我打算毕业就和秋秋结婚。顾晚秋望着你，双眸璀璨夺目，微翘的嘴角更是挂满了欢喜。他的未来规划中有我，他想和我毕业就结婚。意识到这点，顾晚秋心里万分甜蜜。虽然你现在只是说说而已，但是他相信了。不错，想得很不错。顾之南面露微笑，毫不掩饰自己的赞叹。拥有那么多钱，还能保持谨慎的心态，这点很不错。我愿意相信你是认真做了规划，没有欺骗我们。你的未来规划中有我们女儿，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听到顾之南的话，你心里悄然松了口气。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秋秋。你知道夫妻俩最看重的是女儿的幸福，而不是钱，毕竟他们已经不缺钱了。闻言，夫妻俩脸上的笑容都和蔼了不少。江秋笑道：“男生不能只耍嘴皮子，你必须得有点硬实力，才能拿捏住女生。我们女儿很高傲的，你们能在一起，说明她对你很满意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她。硬实力，你有点想歪了。不过，不管是身体实力还是资产实力，你都有。”和顾晚秋的爸妈聊了一会，你就来到厨房，准备做一顿大餐。你不在客厅了。顾晚秋很大胆地问：“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好？”问完，顾晚秋睁大凤眸，期待听到爸妈夸奖的声音。恋情得到爸妈的赞同，这是他很渴望的事情。夫妻俩也没有让他失望，确实不错，长相很阳光，外貌和你很搭，也有点远见，不是暴发户类型的愣头青。暂时我们对他是没有什么意见。顾晚秋越听越欢喜，灿烂的俏脸洋溢着幸福。她就是喜欢听到家人赞同她男朋友。江秋想了想，又问：“他的
的成绩怎么样？高中谈恋爱，成绩很重要。如果大学异地恋，那麻烦可就很大了。他成绩很不错，理科成绩能排到年级前10，唯独文科成绩差了一点。我再给他辅导辅导，应该可以提上来。江秋了然，他不能再强求了。长得帅，自己有钱，成绩好，这样的男生在高中无比难得了。那我去厨房看看。顾晚秋说了一句，便屁颠地溜进了厨房。夫妻俩莞尔一笑，怎么感觉女儿有些黏男朋友？厨房内，你正在处理食材，忽然就听到熟悉的小奶音。哈喽，帅哥，你一个人是否寂寞难耐了？需要人家给你一点点安慰吗？哎呦，送上门的菜呀！你赶紧回头笑道，我确实有点寂寞难耐，你要怎么安慰我？嘿嘿。顾晚秋双手负于身后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妩媚的丹凤眼稍稍弯下，妩媚而撩人。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转过去就知道了吗？快点转过去了。软软甜甜的声音，你根本没有抵抗力，于是转回去，背对着顾晚秋，轻轻的脚步声从身后悄然传来。你突然间身子一颤，背后2团柔软贴了上来，2只柔弱无骨的小手轻柔的滑到你的腰间。顾晚秋的身材也太好了吧，这就是被女孩子从后面抱着的感觉吗？爱了爱了。顾晚秋有些酥麻的小奶音在林木耳边响起。怎么样，人家这样子的安慰，你满意吗？这也太会了吧。你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。满意，我非常满意。嘿嘿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一个人足矣，你别松手就好。这可是你说的哦，不能怪我不帮你哦。你完全不需要顾晚秋帮忙，他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根本不会做菜，只有帮倒忙的粉。正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你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。做饭过程中难免有些肢体活动，磨磨蹭蹭的感觉极其舒服。顾晚秋也不介意，用力抱着你，娇笑盈盈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，但是没人买她的火柴，太久没有卖出去火柴，她没钱吃饭，快要饿死了。临死之前，卖火柴的小女孩想到了一个妙计，她把自己藏在黑漆漆的房间里，然后就打扮一番。人们想要进去欣赏美景，必须购买火柴照亮房间。然而火柴照亮的时间很短，一根很快就灭了，就得买第2根、第3根。这个故事乍一听很离谱，但是这是顾晚秋说的故事，那就很合理了。你忍不住吐槽，就不能让我有一个单纯的童年吗？嘿嘿，情侣之间要什么单纯吗？你不色色，我不色色，难道还要拜把子不成？话糙理不糙，有这么个女朋友，还真是一件幸事。她明明可以坐在外面玩手机，等你做出一桌子美食，但是她没有坐享其成，而是选择进来陪你，让这1个多小时的忙碌充满了温馨甜蜜。终于，你整了一大桌子美味佳肴，好香，馋虫都蹦起来了。江秋由心赞美，也不看看是谁男朋友做的。顾晚秋很是嘚瑟。江秋笑呵呵地看着女儿，我夸你男朋友，你嘚瑟个什么劲？我以前夸爸爸厨艺好，那你怎么那么高兴？顾晚秋不服，江秋当即搂住老公的脖子，朝女儿炫耀，因为他是我老公啊，我老公那么优秀，我为什么不能得意？闻言，顾晚秋毫不犹豫搂住你的脖子，他下巴微抬，嘴角翘起得意的弧度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也是我未来老公，他那么优秀，我为什么不能得意？行行行，你就嘚瑟吧。江秋甘拜下风，嘿嘿。顾晚秋得意地看了眼你，你脸上洋溢着温柔宠溺的笑容。女朋友坚定地说，你是他未来老公，怎么能不开心呢？很快大家都开动吃起来，顾晚秋被塞得满满当当，粉嫩的腮帮子鼓了起来。突然间，他把小脑袋凑了过来，小声嘀咕，我爸妈对你没有意见了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出现在你家的饭桌上呀？闻言，你震惊道，你想出现在我家饭桌上，但是我家不喜欢吃人了。顾晚秋一脸懵逼，你忍俊不禁，开玩笑的啦，当然没问题啊，你可以过几天放假的时候过来。可以啊，放假出门就是看人，我一般不出去，刚好有时间。做出决定后，顾晚秋眨巴着凤眸，眼巴巴地看着你，可怜唧唧道，人家那么可爱，你不会真把人家做了端到餐桌上吧？如果不是顾晚秋爸妈在场，你非得揉揉顾秋的脸蛋，谁允许她这么可爱了？放心，我只想把你做了，绝对不会把你做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懂。女司机装单纯了，没事，到时候你就懂了。你没有提醒顾晚秋，其实你家里房间不够，所以顾晚秋去你家过夜，晚上只能跟你一起睡。嘿嘿，你们在交头接耳说什么呢？不赶紧吃，菜就凉了。江秋抽空抬头提醒道。两人安静下来，使劲造美食。不多时，满满一桌子美味佳肴被4个人全部炫完了。江秋剔着牙感慨不已，太香了，比5星级酒店做的菜还好吃。你有这厨艺也不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了？实在不行，等你们大学毕业了，我开一家私人饭馆，给你们2个人经营。顾之南点头附和，而你更想听到顾晚秋的夸奖。凑近顾晚秋，你做起了科普。研究表明，恋爱中如果经常夸对方，2人的感情更甜蜜哦。顾晚秋舔了舔嘴唇，饱满的红唇显得极其红润，娇艳欲滴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到我都不舍得拉了。这真是有味道的夸奖。你无奈失笑。饭后又休息了一会，你和顾晚秋回学校晚自修。课间你到办公室办理了在外住宿的证明。回到教室，你径直朝顾晚秋走去。有什么事吗？顾晚秋的嘴角微微扬起。语文老师找你。你微笑道。顾晚秋隐晦的撒嘴，白高兴一场了。她还以为男朋友要来调教，呸，调戏她了呢。乖乖跟着男朋友走去教学楼。顾晚秋却发现你竟带着她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。脚步停下，顾晚秋眼眸一转，旋即双手捧胸，可怜唧唧的看着你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不能乱来哦，要不然我就叫了。你顿了下，笑了。调戏戏精女朋友最有趣了。一步步往前，你把顾晚秋逼到了墙边，单手撑着墙，一手勾起顾晚秋的下巴，嘿嘿一笑。我刚刚复习完东晋、西晋、南朝，你说还差什么？老司机一下子就秒懂了。和顾晚秋腻歪了一会，就回到了教室。晚自修结束后，你回宿舍收拾好行李，走出了校门，又顺路买1桶棒棒糖。这是答应顾晚秋的，不能食言。来到熟悉的地方，远远看到坐在小电驴上玩手机的顾晚秋，泛黄的光线照亮清秀的脸庞。看到喜欢的人，你脸上泛起笑容，快步走过去。顾晚秋轻轻一笑，奖励你1根进口棒棒糖。除了在我这里，你可吃不到这种棒棒糖了。顾晚秋傲娇的自恋，拆开
一支棒棒糖放进了嘴里，他的嘴比较小，圆滚滚的棒棒糖把他的腮帮子撑得鼓起来。不多时，顾晚秋抽出棒棒糖送到你嘴边，诺，奖励你的棒棒糖。说实话，你喜欢吃顾晚秋的进口棒棒糖，但是你突然间想犯贱，摇了摇头，你吃过了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吃别人的口水，你确定吗？顾晚秋笑了，这种鬼话他才不相信。顾晚秋轻轻吹了口气，撩过你的脸庞，姐再问你一遍，你喜不喜欢吃？如此姿势太过于霸道，仿佛要被霸道女总裁强吻了。你竟是出奇喜欢？不喜欢，我就是不喜欢吃。你继续顶嘴，嘴硬是吧？呵呵。顾晚秋磨了磨牙齿，两根手指焊住你的腮帮子，轻轻一捏，根本就没用力，你的嘴就张开了。姐姐的进口棒棒糖，你不吃也得吃。傲娇的哼笑，顾晚秋把棒棒糖塞到了你嘴里，甜到了心窝子。你吃着顾晚秋的进口棒棒糖，和他一起骑着小电驴回到了家。接下来几天都是很平常的日子，每天不是学习就是和顾晚秋打打闹闹。这天放假，你带着顾晚秋到酒店和你的爸妈一起吃饭。顾晚秋有些紧张，她很担心男朋友爸妈不喜欢她，两只小手捏着衣角，扭扭捏捏的在你身边坐下，挥了挥小爪子，干笑道：“叔叔阿姨好。”但你的爸妈对她可喜欢了。这顿饭4人吃的那叫一个其乐融融。顾晚秋也放下了紧张，因为她发现你的爸妈很好说话。你先出去，我跟小秋说2句。才一顿饭的时间，你的老妈就已经称顾晚秋做小秋了，那叫一个亲密。好喽，你们慢慢聊。你走了出去，还贴心的关上门，背靠着墙，你拿起了手机，偷听了起来。因为你和顾晚秋的语音通话没有断，手机里传来了2人的对话。小秋，我的儿子脾气有些暴躁，你不要害怕他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他脾气很好，从来没有对我发过火。那是因为他把你当成了家人，他对家人不会发火，那他很好呀，说明他很在意家人。声音断了几秒，似乎有人在回忆什么。对啊，他很在意家人。小时候我一打他哥和他姐，他就拿棍子打我，他就是那种人，宁愿自己挨打，也不想看到他哥和他姐被打。虽然我们家很穷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很听话的。他以后要是欺负你，你就跟我们说，你知道妈妈是在帮你说话，帮你留住漂亮女朋友。突然语音电话就挂掉了，不知等了多久，顾晚秋终于出来了。你注意到顾晚秋的双眸有些微微泛红，似乎刚才哭过了。走吧，叔叔阿姨让我们先走。一路无语，你带着顾晚秋回到了自己的房子，关上门，你刚转身，温香软玉便扑进了怀里，有力的撞击惹得你后退了一步，双手自然而然地环住顾晚秋的小蛮腰，深深嗅了一口顾晚秋身上的清香，打趣道：“这是谁家的美女啊？竟然投怀送抱，不知羞。”顾晚秋的声音忽的哽咽：“笨蛋，你怎么哭了？”你急了，想要扒开顾晚秋，好好问问，谁料顾晚秋越抱越紧，紧紧扒拉在你身上，根本扒不开，你才哭了呢！你这个笨蛋，你不明所以，我怎么就是笨蛋了？哼，你哥你姐被打，你为什么要上去讨打？你不是笨蛋，谁是笨蛋？原来是说这个，你想了也好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时候我才读小学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知道我不能干看着他们被打。你还别说，我那时候可聪明了。顾晚秋哼了声，你就是个笨蛋，哪里聪明了？你揉了揉顾晚秋的小脑袋瓜子，回想着往事，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，抚摸着柔嫩的小蛮腰，怀里拥抱着软乎乎的女朋友。过了一会，顾晚秋终于不再伤心了，嘟着小嘴，你小时候那么笨，又那么可怜，姐姐准备奖励你一下。你瞬间开心了，什么奖励啊？顾晚秋勾起红唇，奖励你一个进口奶茶。随后就从你的怀里挣脱出，小手拉着你的衣服，带着你走到了厨房，空闲的一只手打开冰箱，拿出了奶茶，又拉着你的衣服，把你带到了客厅。你笑而不语，任由顾晚秋摆布。顾晚秋把你带到了沙发边上，小手抚摸上了你的胸膛，色眯眯的小手还故意在你的胸膛上来回拿捏。等享受够了，小手摁在你的胸膛上，稍微用力，你就被推倒在了沙发上。顾晚秋单手叉腰，居高临下的吩咐，把腿收起来，乖乖躺好。你很配合的躺好。顾晚秋用挺翘的小屁股压住了你的大腿，然后把吸管插进奶茶里。顾晚秋含住吸管，咕噜咕噜吸了一口，把奶茶放在旁边的茶几上。顾晚秋红唇叼着吸管，把吸管拉了出来，然后弯腰俯身趴在了你身上。你欣喜，这就是顾晚秋答应自己的进口奶茶呀。只见顾晚秋秀气的眉毛轻挑，你早有经验，乖乖张开了嘴。紧接着吸管伸了进来，咖啡色的奶茶越过透明的吸管落进你的嘴。被顾晚秋小嘴温暖过的奶茶并没有那么冰凉刺激，而且还带着一股独特的甜味，你最喜欢的甜味。喝完奶茶后，两人就这样躺在沙发上。你扫了一眼顾晚秋曼妙的身材，果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不由得感慨。顾晚秋歪头嘀咕：色胚，不要想了，你把握不住。你轻笑，你怎么知道我把握不住？哼哼，反正现在你把握不住。顾晚秋咬着嘴唇卖萌的小模样，太过于可爱。你瞬间就有了一个好想法，要不这样，我出一道脑筋急转弯，你要回答得出来，我就放过你；你要是回答不出来，那就乖乖翻身趴好。顾晚秋很清楚，男朋友今天要是不得手，估计不会轻易放了他，要不赌一把。做出了决定，顾晚秋重回傲娇，来吗？来吗？谁怕谁呀？我还没怕过脑筋急转弯。好，有志气。你坐到了沙发上，没有过问，自然而然把手放到了顾晚秋的大腿上，感受着大腿的弹性。你笑着说：从前一位牧民养了3只羊，他给3只羊分别起了名字，A羊、B羊、C羊。有一天夜里，狼来了，第2天就只剩下了羊和 C羊。请问哪只羊死了？顾晚秋睁圆了凤眸，奶凶奶凶的瞪着你，色胚，你要不要这么骚？怎么样？我就问你敢不敢答？你哈哈大笑，打你个头啊！顾晚秋撇了撇小嘴，委屈巴巴的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该不会答不出来吧？你故意温柔抚摸顾晚秋的大腿，似乎在暗示什么。顾晚秋嘟了嘟小嘴，认命了，我答不出来行吧？哈哈哈，那就乖乖翻身。你起开了，你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起身腾出位置，让顾晚秋翻身。顾晚秋有一点很好，不论多么羞耻，只要他答应了，那就一定会履行承诺。顾晚秋慢慢吞吞的翻了过来，俏脸已经埋进了臂弯中，似乎没脸见人了。那我来了哟！盯着挺翘的浑圆，你激动的搓了搓手，哦，就是这个手感，弹性十足的同时又非常软乎，又被打屁股了。顾晚秋羞涩的脚趾头紧紧的缩在一起，贝齿轻咬红唇，防止自己发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。但是怎么又有点喜欢呢？察觉到内心深处的欢喜，顾晚秋羞涩更甚。哎，
没有等来第二巴掌。顾婉秋略感疑惑，犹豫了一会，才敢厚着脸皮抬起小脑袋，刚扭头，却是对上了男朋友笑盈盈的帅脸。顾婉秋忽的感觉脸蛋有些热，你怎么不继续了？你宠溺的摸了摸顾婉秋的小脑袋，这不是担心你太害羞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有点期待是吗？顾婉秋勾起小嘴，我才没有呢。嘻嘻哈哈的打闹了一番，顾婉秋也回到自己家了。这天是学校组织的班会，你和顾婉秋坐在讲台下议论，你没想到这个小妖精居然在教室里面就让你喝她的进口奶茶，简直是太大胆了。不得不说还有点刺激。后面你上去唱了一首歌，顾婉秋像个小迷妹一般看着你，唱完之后大家发现你居然唱得很不错，铃木唱得不错呀，要不再来一首？即便是严肃的班主任也发出赞叹，主动开口邀请你。那老师想听什么歌？我送一首歌给老师。把屁送上来了，你随手拍了一巴掌。班主任沉吟了几秒说道，要不来首同桌的你吧。3年前我带上一届高3的时候，有个男生唱歌也很好听，他当时就唱了这首歌，我记得很好听。班主任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门外传来的声音打断，老师，你是在说我吗？八卦的同学们纷纷扭头望向门外，只见门外站着3名男生，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间的男生，1米8的大个子，宽松白色上衣，黑色短裤，搭配上倒扣的鸭舌帽，再加上那张颇为俊俏的脸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酷又有点小帅。左手插兜，右手搁在旁边男生的肩膀上，显得潇洒不羁。班主任站了起来，笑容那叫一个灿烂。欧阳浩，还有你们2个叫什么来着？怎么有空回来了？和曾经的学生闲聊了几句，老陈又和现在的学生解释，这位欧阳浩是你们的学长，也是我刚才说唱歌好听的男生，你们应该知道他的大名吧？时隔30年，我们学校终于出了一位清大的大学霸。诺，欧阳浩就是那位考上了清大的大学霸。众人恍然大悟，他们刚才还在疑惑，欧阳浩这个名字咋那么熟悉呢？原来是这位逼王，名叫欧阳浩的男生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摆着酷酷的姿势，颇为吸睛。扫了眼教室，找不到人。欧阳浩问道，老陈，我想找你们班一位学生聊聊。可以，你想找谁？顾婉秋。老陈很是诧异，难道你们认识？欧阳浩挠了挠头，笑得有点腼腆，我们是青梅竹马。顾婉秋瞬间就急了，连忙出声否认，喂，我跟你都没说过几句话，怎么就是青梅竹马了？拜托，自己有男朋友了呀，万一让男朋友误会吃错了呢？顾婉秋着急的否认，让欧阳浩笑得有些尴尬。其他学生宛如瓜田里的茶，闻到了大瓜的味道，探照般的眼睛来回打量着两人，试图寻找出猫腻。顾婉秋因为开口，终于被欧阳浩确定了位置，翘首望向最后面的女孩。欧阳浩厚着脸皮笑道，我们怎么说也是从小认识的，不用这么拆我台吧。顾婉秋板着一张俏脸，没有笑意，颇为严肃，那是因为我们家长认识，我跟你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。欧阳浩并没有生气，你还是那么喜欢拆台，别搞得你很懂我似的。顾婉秋毫不留情的反驳。老陈也看起来两人不对劲，但是为了维护最得意学生的面子，他还是主动开口，这样吧，顾婉秋，你先出去跟他聊完再回来，好吧？班主任发话了，顾婉秋只能不情不愿起身，而你站在讲台上，安静的看着一切。不知为何，你并没有太担心，也没有吃醋的感觉，或许是顾婉秋给你的安全感太足了，所以你很相信他。当顾婉秋从后门走到前门时，你的视线和他的视线在空中交汇。顾婉秋右手攥成粉拳，捶了捶胸口。尽管这是第一次见到顾婉秋做这个动作，但是你很确定，你看懂了顾婉秋的意思，那就是让你相信他，这就是安全感吗？你心想着，突然想起一句话，恋爱从来就不是对方的束缚，而是双方的自我约束。而你很放心的还有一点是，那个欧阳浩长得奇形怪状的，虽说很酷，但是很蠢，正常人根本不会喜欢这种人，好吧？不过你决定要整他一顿，敢惦记自己女朋友，胆子也是挺大。不到5分钟，顾婉秋就回来了，一脸气愤的样子。你知道那装逼犯有多自恋吗？上来就跟我说我在清大等你，而且还告诉我不要急着谈恋爱，还故作老成的说大学生活才好。顾婉秋呵呵一笑，这种话我一听都知道是假的，他一个单身狗怎么可能知道大学生活有多好？你噗呲一笑，有你这么断句的吗？嘿嘿，我断句难道有问题吗？我语文嘎嘎好。你不由得竖起大拇指，可以，我服了。他还和你说了什么吗？没什么，他就是在晚会上准备了个节目，想给我个惊喜，但是我们高3狗不能去参加晚会，笑死，而且我也不想去。顾婉秋头一次觉得不能去看学校组织的晚会那么好，你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但是你想要去整一下欧阳浩，刚好顾婉秋这几天来了亲戚，你和班主任请假，带顾婉秋去休息下，顺利的来到晚会现场，你让顾婉秋先过去，你则是先到便利店买了2把雨伞。顾婉秋一个人来到现场时，欧阳浩发现了，惊喜的不知作何反应，眼巴巴的望着远处缓缓走来的少女，高挑的身材，曼妙的身姿，绝美的脸蛋。少女虽然年纪尚小，但已有了倾国倾城的韵味。少女走路太慢，欧阳浩已经等不及了，主动迎了上去，在少女面前站定。欧阳浩的脸上立马泛起笑容，你还是来了呀，我还以为你当真那么狠心，不愿意过来。旁边的王成笑哈哈打趣，欧阳，你是不是傻了？老陈可是灭绝师公，禁止恋爱，人家美女怎么敢当着老陈的面跟你下来？欧阳浩恍然大悟。另一位男生王毅则是贱兮兮的说着，美女，你怕是不知道欧阳有多傻，你没来之前，他一直看着入口，我们都在怀疑他是不是傻掉了。表面上他是在黑自家兄弟，实际上他是在暗示顾婉秋。欧阳浩很在意你，理解到这层深意，王成急忙附和，真的是，我从来没见过欧阳这么呆。美女，你要是再不来，估计他等下都不想上台了。好在你及时过来了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在女神面前被好兄弟揭短，欧阳浩扭过了头，不敢直视顾婉秋，他好像害羞了。然而这时入口处跑来一男生，欧阳浩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不爽了，因为来人是他最讨厌的男生，凭什么他能和顾婉秋一起坐？你拿着雨伞跑了过来，来到顾婉秋身边，很自然的把手搭在顾婉秋的肩膀上，手指摸了摸顾婉秋软嫩的脸蛋，笑道，让你走慢一点，你咋走那么快呢？顾婉秋摊起了手，满脸的无辜，腿长走得快，是我的错吗？这个时候你都不忘自恋，嘿，
这不叫自恋，这叫自信。这让欧阳浩三人满脸问号。如果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来两人关系，那他们三人可就是瞎了眼。轰，宛如一颗炸弹在脑海中炸开，欧阳浩的思绪全部混乱了。刚才有多么惊喜，现在就有多么难受。你们在一起了？顾晚秋瞥了他一眼，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番话无疑是火上浇油。欧阳浩呼吸变得粗重，惊艳他整个青春的女生却投入了别人怀抱，这样的打击太残忍，让他变得语无伦次。你不是高中不谈恋爱吗？有吗？顾晚秋歪头思索，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你上高中的时候我问过你，你亲口跟我说了，我忘记了。顾晚秋啧了一声，却是教育起了欧阳浩，你是不是傻？读书那么聪明，咋就看不出来呢？高中不谈恋爱这种话你也信？我分明是在拒绝你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又一颗炸弹甩过来，欧阳浩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身为好兄弟的王成看不下去了，他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顾晚秋笑出了声，那你跟我说，他为我做了什么？王成欲言欲止，顾晚秋勾起红唇，得了吧，我早就说了，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。王毅皱眉说道，那他那么喜欢你，你至于这样子打击他吗？顾晚秋笑得更欢了，他喜欢我，我就得照顾他的心情了吗？喜欢我的男生多了去了，我都得去照顾他们的心情吗？而且我有嘲讽他吗？我有骂过他吗？刚才是你们在那自嗨，关我什么事情？我早就拒绝过他了，他还执迷不悟，怪我了。面对牙尖嘴利的顾晚秋，王成、王毅直接被对得哑口无言，而你搂着顾晚秋的肩膀，抿着嘴唇，差点笑出猪叫声。不愧是自己女朋友，嘴皮子有自己几分功力。看到你这么得意，王成又不爽了。别忘了，老陈可是明令禁止谈恋爱，你们别太嚣张了。信不信我去找老陈举报你们？闻言你索性不装了，直接开笑。多大个人了，竟然去找老师告密，你幼不幼稚啊？心计划不过大脑就是这个结果。王成尴尬的脸都烫了，我不服。欧阳浩犟了起来，论时间，我们从小认识；论成绩，我成绩比他好；论颜值，我也不比他差；论家境，我们门当户对。为什么我追了你那么久，你都不肯答应我，而他顶多认识你2年？为什么你这么快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？我不服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听完只有一个感觉，好幼稚，太过于幼稚，搞得你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你稍微用力便把顾晚秋搂到了自己身前，抱住，从后面抱住，2只手绕到前面，环住顾晚秋的蛮腰。你个子高，很轻松把下巴靠在顾晚秋的肩膀上，一副慵懒而暧昧的姿势，深深刺激了欧阳浩的眼眸。欧阳浩在心中忍不住怒骂，而顾晚秋唇弯弯，这个姿势还挺有意思哦。报警点，你说什么？你没听到？笨蛋，还得让他自己来。嫌男朋友搂得不够用力，顾晚秋主动往后面贴了贴，她要和男朋友零距离接触，最好是负距离。察觉到顾晚秋的动作，你稍加用力，原来是这妞喜欢贴贴啊。而欧阳浩羡慕的后槽牙都差点咬碎了，心爱的女神被别人搂着，如此甜蜜，气得他一时间失了理智，话不过大脑。我要和你赌一次，就赌等下上台唱歌，谁唱歌引起的动静更大，谁就赢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分手；如果我输了，以后再也不骚扰你们。这样子比吗？你笑了，你在心里笑出了鹅叫声，和自己比谁的动静更大。自己可是通过童子哥知道一会就要下大暴雨的。欧阳浩唱的再好，动静能有这个大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甚至有些不忍心打击他。确定？难道你不敢吗？不，赌倒是没问题，但是赌注得改。你要怎么改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件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，但你想要我们因为一个赌注分手，这不可能。谈恋爱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我不能一个人答应这种赌注，这样不尊重他。所以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欧阳浩气得牙痒痒，这招实在是太妙了。他如果不答应，那就明他不尊重顾晚秋，他刚才的喜欢就显得多么可笑。怎么样？做出决定了没有？你笑问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欧阳浩咬牙切齿点头，你心中暗喜，顺带提醒道，等下你上台表演的时候，记得说一声，也算是给晚会增加一点点乐趣，而且有校领导当评委，这样显得比较公平。欧阳浩应了声后灰溜溜走了。等到他们消失在视野后，顾晚秋眉眼含笑，夸起了自家男朋友，不错哎，嘴皮子耍得这么溜，你贱兮兮的挑眉，还有更溜的呢，什么时候给我见识一番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顾晚秋秒懂，然后故意用屁股撞了一下你。很快就到欧阳浩上台表演了，主持人热情地介绍着欧阳浩的辉煌，剧烈的掌声欢呼声响起，欧阳浩迎着掌声走到了舞台中央。各位领导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在我表演之前，我先和大家说个故事。欧阳浩微垂着眉眼，开始讲述着自己的故事。曾经有那么一位男孩，从很小就被一个女孩深深吸引住，不懂情情爱爱的他，一心只想和她相守一辈子。女孩很优秀，优秀到同龄男生望而却步，但是男孩并没有放弃，他拼命的努力，先一步考上了女孩心目中的大学。男孩原本以为只要他足够优秀，女孩就会属于他，但是男孩失望了，没曾想女孩早早就在学校找了男朋友。男孩伤心欲绝，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比不过普通男生。论颜值、成绩、家境、时间，男孩都比那男生优秀，为什么男孩失败了呢？男孩想不通，他明明比那男生更加优秀。男孩想问，凭什么青梅竹马比不上天价？或许是最后这句话引起了观众的共鸣，顿时间现场响起一片欢呼声，有人振臂高呼，有人起身呐喊，有人嗷嗷乱叫。欧阳浩微不可见的露出一抹阴狠的笑容，你不是要抢吗？我要让你在全校面前丢尽脸面，看你以后怎么好意思和顾晚秋在一起。想到这，欧阳浩大声说出对赌内容。男孩不服气，男孩和男生打了一个赌，2人轮流上来表演，谁引起的动静更大，谁就赢。这是男孩唯一能够挽回女孩的机会。你们忍心看到这么痴情的男孩输吗？这话一出，一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学生就开始疯狂响应，成功鼓动了学生的热情。欧阳浩终于把目光转移到学校领导上，对待学校领导，面子工程自然要做足。欧阳浩先是深深鞠了个躬，然后才用恳请的语气道：学生欧阳浩，恳请各位学校领导帮忙做个见证。学生也相信各位学校领导会公平公正的给出结果，恳请各位学校领导给晚辈一个机会。学校领导相互讨论了一番，也是欣然同意，毕竟是学校的名人，给点面子也无妨。行，你的提议我们通过了，谢谢各位学校领导厚爱。欧阳浩又深深鞠了个躬，而台下的你丝毫不
慌，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摸了摸顾晚秋的小肚子。欧阳浩终于准备好了，我很喜欢一首歌，起风了。我更喜欢里面一句歌词，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，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，一首起风了送给大家。观众的热情瞬间就被调动起来了，优雅悦耳的旋律从音箱里传来。欧阳浩虽然很装逼，但是确实有资本，歌声竟是很好听。唱完后，现场观众热烈欢呼，飞龙起脸，你告诉我怎么输？我单方面宣布，你赢了，不用再比了，这实力出道都可以了，还有比的必要吗？甚至原本对你颇有信心的顾晚秋都慌了。喂，你真的行吗？但你依旧没有一点担心，甚至还能笑着打去。你不要问男生行不行，即便不行，那我也得支棱起来。现在都什么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皮啊？等下你要输了，你却是不紧不慢地揉着顾晚秋的肚子。放心，如果我没有信心，这个时候我比你还慌。你看我这么淡定，像是没有信心的样子吗？而此时的台上，就连音乐老师都在夸赞欧阳浩，洋洋洒洒的一顿赞美，无疑是对欧阳浩最大的褒奖。谢谢老师。欧阳浩恭敬地鞠了个躬，所有学生送上赞美的掌声。另一位领导人左顾右盼，问道：可你笔试的人呢？老师，我在这。你从后台缓缓走了出来，你没有让顾晚秋帮忙，因为你要让欧阳浩输得心服口服。看清你的样子，前排的学生和领导不禁窃窃私语：小伙子这么帅吗？有屏幕前的彦祖们那么帅，我突然可以理解了，这个颜值确实有点耍无赖。颜值高又能怎样？颜值高能当饭吃吗？颜值高晚上可以不用关灯。你站在欧阳浩身边，竟是抢走了他大半的风头。你自我介绍了一番，一旁的音乐老师问道：铃木同学，欧阳浩刚才的表演你也看到了，你还要继续吗？闻言你轻笑一声，当然要继续，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。那我能问一下吗？你为什么那么自信吗？音乐老师好奇问。因为绝对的实力。你自信一笑，但是你这句话得到了无数学生的嘘声。别做白日梦了，我不会为你尖叫的。装，使劲装，你要是能弄得出大动静，我倒立吃翔。音乐老师露出一抹揶揄的笑容。铃木同学，看来你要失望了，我们的学生似乎不太看好你哦。但你并没有理会，直接嚣张地说道：信不信我用一首歌就能让老天爷下大暴雨？话音落下，嘲讽声就不断。你告诉我，这种天气怎么下得了大暴雨？求求你赶紧让老天爷下大暴雨吧，我都热傻了，笑死我了。你以为你是法师吗？大暴雨是你想下就下的吗？你要是能唱歌迎来大暴雨，我就站在这里淋一晚上。就连台下的顾晚秋都着急了，但你丝毫不受影响。待会我开始表演之后，希望你们不要太震惊，刚才说大话的人也请你们记得履行承诺。旁边的欧阳浩更是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你，心里已经认定他赢定了。你的视线落在评委那一排，如果我唱完歌之后真的会下大暴雨，应该算我赢了吧？听到你这番话，刚才点评欧阳浩的音乐老师又站了起来。你要是真的能让下雨，毋庸置疑，那肯定是你赢，那就好，有你们作证，某人应该不会耍赖。你笑容依旧，想要用一首歌让老天爷下雨，那肯定得有一首好歌，一首雨一直下送给大家，不对，是送给你们这群即将变成落汤鸡的冤种。你拿起话筒，跟随着前奏，你沧桑又伤感的歌声响起，现场的观众面面相觑，难免震惊。这么像原唱吗？嘲讽归嘲讽，他们也听得出来，你唱歌顶呱呱。随着高潮部分的到来，刚才还着不会支持你的人们，现在已经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。一曲唱完，观众已经先沸腾了，这歌声已经足够征服他们了。当年我耕田的时候听这首歌，一脚踹开牛，我自己耕了100亩，去 KTV 唱这首歌，只有一个缺点，话筒不够用。只是现场的氛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，甚至可以说有些安静，只有稀稀疏疏的掌声、欢呼声。现场的观众就宛如傲娇的小女人，明明刚才叫得很开心，但是完事之后又开始嘴硬了。明明腿软得走不动路，却硬要说摔了。欧阳浩走了上来，得意洋洋地看着铃木，看到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吗？你听听他们有什么反应吗？你也不咋地，他们都不乐意鼓掌。谁输谁赢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吧。铃木瞥了眼欧阳浩，这小子很嚣张，如果不是胯下还有几两东西吊着，估计都要在后面插根尾巴摇着飞上天。铃木不着急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眼，笑道：别急，老天爷施法也要时间。这时下面的学生笑了，大声嘲讽：愿赌服输，不要再嘴硬了，你唱的再好有什么用？我们就不叫，你能怎么地？你继续嚣张啊，你有本事再嚣张一下，尽管你又粗又大，我要是不吭声，你能坚持得了多久？聋子也能听得出来差距有多大。你输了。铃木，你下来，不要在上面丢人现眼了。老陈的怒吼从观众席传到舞台上，铃木定睛看去，只见老陈站在学校领导后面，拿着话筒，面露不善。铃木相信，如果不是有学校领导在，老陈肯定会第一时间上来把他拎下去。还有顾晚秋，你给我出来，别以为你躲着，我就不知道铃木的女朋友是你。哦豁，竟然被发现了。顾晚秋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走上了舞台，和铃木并肩而立，从男朋友手中接过话筒。顾晚秋看着老陈，脸上泛起淡然的笑容。老师好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老陈气得吹鼻子瞪眼，你还在这跟我嬉皮笑脸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不是说高中不谈恋爱吗？你之前的承诺算什么？顾晚秋立马应道：算2字成语。老陈气得差点缓不过去，这下子现场的观众忍不住了，笑死，承诺2字算2字成语，难道有错吗？那我们之间的海誓山盟算什么？你是不是傻？根据勾股定理，海誓山盟算4字成语。呼呼呼，老陈喘了好一会才理顺气息，又瞪了眼正在偷笑的铃木。铃木愿赌服输，你好好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了。欧阳浩，给我个面子，别跟他一般计较。道完歉，你们等下来我办公室，我要跟你们聊聊。隔空望着老陈那张严肃的脸，
铃木心里有些暖。别看老陈现在很生气，实际上老陈是在维护他。老陈担心他们之间的赌注太狠，所以打算取消了赌注。可是铃木不能接受啊。老师，堂堂男子汉，愿赌服输，我做不出耍赖的事情，当然也不会让别人耍赖。肉眼可见，老陈气的眼睛都大了一圈。你这混小子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为什么这么傻？老子都这么帮你了，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恨气不争，老陈怒道：你该不会以为你还有赢的希望吧？铃木微微一笑：老师，要不我们也打个赌？打赌？你还想要跟我打赌？老陈不可置信。没错，如果等会下雨了，以后我要和顾晚秋做同桌。老陈眼皮子一跳，他怎么感觉铃木非常自信？难道他真的有把握？不可能，放屁自己都控制不了，凭什么能控制老天爷下雨？他不信。我答应你们又如何？如果你输了呢？你们两个给我分手！老陈怒道。闻言，欧阳浩双眼重新绽放神采。爽！奖励自己都没有这么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两道声音同时响起。铃木刚想继续说，却被一只软嫩的小手抓住，灵活的手指自己钻进了他的指缝中，掌心相对，他感受到了小手的柔软滑腻，仿佛有一股微弱的电流从手掌开始蔓延全身，这感觉舒服极了。背后的汗毛根根竖起，铃木的嘴角情不自禁扬起，低头，顾晚秋竟然主动抓住了他，十指紧扣。哗！现场一片哗然，当着全校领导的面牵手，你们很劲儿勇啊！分手！必须让他们分手，因为我没有女朋友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要和女朋友上去试试。你们是什么？是 TT？ 那不能上去，得去国产区。青春洋溢的年纪，难免向往恋爱，但是奈何学校严抓恋爱，所以谈恋爱的学生总是偷偷摸摸，想谈恋爱的学生又有所顾忌，因此他们无比羡慕这种嚣张到肆无忌惮的恋爱。握紧女孩的小手，此刻铃木的内心无比安定。面对学校领导，他已然不惧。老师，是我们不能答应。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要面对很多考验，如果只是区学校的反对就能让我们分手，那我们的感情可就太脆弱了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让我们坐在一起，我们保证成绩不退步。老陈正在气头上，又看到铃木如此牙尖嘴利，此刻心里万般不爽，应道：一言为定，你们成绩要是退步，就等被请家长吧。我就不信了，你有本事真让老天下大暴雨。最后这一句才是他敢答应的底气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铃木露出灿烂的笑容，看了眼手机，笑容更加灿烂，视线扫过众人，铃木在心里数着数。当远处传来下课铃声时，铃木大声笑道：院种们，迎接大暴雨吧！一道耀眼的闪电劈开了黑夜，炸裂的雷声紧跟而来，敲打着众人的耳膜，吓得心脏乱颤。轰隆隆，伴随着雷声，豆大的雨滴倾泻而下，宛如老天爷在9天上倒下了一盆水。众人惊吓过后，便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无情的拍，一时间现场乱成了一锅粥。卧槽，真 TM 下大暴雨了！切片，把他抓去切片研究，研究个锤子！让开，让老衲先走！哪个流氓扒我裤子？放手！哥，我相信了，赶紧让老天爷收了神通吧！别急，兄都被你们挤爆了！卧槽，这雨砸得我脑壳痛！欧阳浩呆滞在原地，他看到了什么？大暴雨如同雨帘冲刷而下，模糊了视线。刚才还挺安静的足球场，比明星演唱会还吵闹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外跑，仿佛在躲避丧尸。这还用比吗？如此动静，即便他脱了裤子当场奖励自己，也造不成这么大的动静啊！直播间内的在线观看人数爆炸式飙升，短短1分钟已经飙到了5W 加，而且还在持续飙升。卧槽，真是用一首歌让老天爷下雨啊！有没有穿越者研究协会？能不能把他抓去研究？说下雨就下雨，你们全校集体演戏逗我玩呢？雨一直下，还真 TM 应景啊！我服了，帅哥你好猛呀！好多水啊，人家也是。高3、1、3班的教室俨然变成了菜市场，或许是为了感慨铃木和顾晚秋的恋情，或许是羡慕铃木和顾晚秋的无所畏惧，或许是震惊铃木用一首歌迎来大暴雨，或许是……总之3班沸腾了，甚至把隔壁4班的学生都吸引了过来。他们的班主任不在，担心也大了起来。听到3班同学的解释，4班同学集体懵逼了。同样是高3苦逼，为什么你如此优秀？坐在前排的学校领导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舞台上，舞台有屋顶，正好可以躲雨。这时边上一女生跑到了顾晚秋身边，陈夏，你为什么也在这里？老陈震惊问。拿着手机直播的陈夏面对老爹笑得极其尴尬。老师，我代表全班同学下来直播给他们看。老陈，好家伙，他女儿也挺会玩，毕竟是自家女儿，他也不好意思开骂。老陈只能无奈叹息。铃木是吧？
你怎么知道会下大暴雨？校长很好奇。这是铃木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南西一中的校长，不过50岁，却头发半白，一看就是平常脑细胞没少死。铃木早就想好了说辞，看天啊，我们农村人靠天吃饭，就要会看天。这1个月以来，这边一直没有下过雨，我们又是南方靠海县城，肯定不可能一直不下雨。你们的注意力都在表演上，只有我注意到了天上积聚的云层，而且我刚才上台的时候就有一些小雨滴落在我身上，所以我知道不久肯定会下雨，要不然我刚才也不会一直拖延时间。一番解释，乍一听很有道理，仔细一听，除了有道理，还是有道理。校长思考了一番，便放过了铃木。这时，铃木又看向班主任，笑嘻嘻道：“老师，你刚才可是答应了，以后我和顾晚秋可就是同桌喽。”老陈嘴角一抽 ，MB， 几十年全活到狗身上去了，他竟然被自己的学生耍得团团转。你是不是忘了我？校长忽然出声。哦嚯，忘记最大的大佬了。校长也是抓严恋爱的灭绝师公啊。铃木望向校长，紧张了。校长，您该不会也要拆散我们吧？不，我打算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铃木好奇。如果10月的月考你能考进年级前5，那我就让你们成为全校唯一一对学校默认的情侣。如果你们高考考得很好，我还能让你们当学校招生的门面。校长欣赏的目光紧紧地定在铃木身上。能够考到年级前10的学生，高考只要不失误，那就不会失误。如果他们考上好大学，学校也有了宣传资本。这小子高2下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到了年级第8，如果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那就再好不过。据我了解，他高1高2的成绩中规中矩，临近高3却是一举爆发，属于大器晚成的学霸。只要他们不退步，让他们谈恋爱又如何？还能激励其他学生。如此想着，校长很期待铃木的答案。铃木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好，我答应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铃木握紧了顾晚秋的小手，拥有系统，他碉爆了，根本不可能怂。铃木又看向班主任，笑道：“我和顾晚秋当同桌的事。”班主任嘴角一抽，无可奈何。我说到做到，晚自修放学，你们就搬吧。好嘞，谢谢老师。铃木笑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顾晚秋喜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满满的甜蜜萦绕在心间。别人只能和同性做同桌，而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，美滋滋。铃木越发用力攥紧了小手，然而指缝中的手指却是扭来扭去，似乎要挣脱开来。铃木不明所以，只好让手放松些许。他没有低头看，全凭感觉就知道顾晚秋的小手抽出了点。正当铃木以为顾晚秋不让他牵手时，谁料手掌心被柔软的手指尖挑逗了一下，宛如柔软的羽毛在手掌心轻抚，酥痒的感觉瞬间迸出，从手掌心蔓延至全身。铃木身子一颤，紧张地望向正在交谈的学校领导老师。还好没人注意。不对哦，还有一个院种。铃木眼角的视线注意到不远处脸色阴沉的欧阳浩，他目光微垂，似乎在盯着他们牵在一起的手。嘿，想看是吧？给你看个更好看的。铃木暗喜，抓住了挑逗他手掌心的小手。调皮的小手被抓住，顾晚秋弯唇，嘿嘿一笑。铃木回应温柔的笑容，然后双手齐下，两只手抓着顾晚秋的小手，认认真真把玩。这就是女生的手吗？好软，好白，好嫩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受不了了。姐姐，让我吃吃。姐姐，帮我握点什么。姐姐，我难受。当然啦，这么变态的话，铃木是不敢现在说出来。没错，如果没人，他当然敢。哼，对女朋友变态一点怎么了？不变态，难道要和女朋友掰把子吗？操！欧阳浩差点咬碎了后槽牙。女神的手他都没有摸过，然而却被最讨厌的男生抓住，来回拿捏，太气人了。欧阳浩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看了，但是这是心里的想法，关眼睛什么事？眼睛根本不舍得移开。难道我还有 NT2 的癖好？操！看你妈个锤子！欧阳浩掐了一把大腿，这才恋恋不舍地转移视线。这雨该不会一直下吧？老陈愁眉苦脸。铃木，你知道雨什么时候会停吗？校长问。他当然知道，晚自修放学的时候雨就停了，但是他不能说。铃木挠了挠头，故作憨笑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能预见未来。校长哑然失笑，他傻了，竟然问这么幼稚的问题。摇摇头，校长叹息，早知道就带把雨伞了。闻言，顾晚秋猛地反应过来，她手里还拿着男朋友买的雨伞呢，原来是为了应对现在的情况，太妙了。校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铃木接过顾晚秋手中的雨伞，得意洋洋地炫耀。众多学校领导哗然。好啊，你小子竟然早有准备，你太有心计，竟然把我们耍得团团转。搞啥哦？原来一开始你就知道您定了。听到学校领导的夸奖，铃木笑容满面。
顾晚秋也是与有容焉，唇儿弯弯，别人夸她男朋友，也是在夸她眼光好吗？哼，难道不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哼！铃木忽地背对顾晚秋半蹲下来，上来，我背你回去。顾晚秋却是不动，心里大呼：大哥，学校领导都在啊，你能不能不要如此大胆？旁边的学校领导集体凌乱，你小子太嚣张了吧，竟然当着我们的面秀恩爱。迟迟等不到温香软玉，铃木回头看了眼顾晚秋，只见女孩轻咬嘴唇，凤眸也弯弯，很明显就是娇羞了，但是又很期待。铃木了然，看向学校领导，解释道：他身体不是那么舒服，不能着凉，所以我背着他走比较好，不然他可能淋湿衣服。学校领导恍然大悟，甚至眼神都带上了赞许。不错，懂得关心女朋友，还挺细心啊，难怪能拿下校花。学校领导都不介意了。顾晚秋自然不怂，迈着小碎步，噗，把自己贴到男朋友背上。顾晚秋两只小手柔弱无骨地环住了铃木的脖子，铃木扣住顾晚秋浑圆的大腿，站直身子，面对学校领导一双双目光，两人心里不由得冒起一股甜蜜。瞧，谁能像他们这般嚣张，能在学校领导面前秀恩爱？铃木甚至还能和学校领导道别。各位领导、老师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说完，铃木笑了笑，背着顾晚秋朝阶梯处走去。舞台上的学校领导、老师纷纷让出一条道路，他们宛如正在走红毯的新郎新娘，两边都是学校领导。如果是其他小情侣，可能当场就腿软了，也就铃木和顾晚秋如此自然。你们两人记得好好学习，不能退步了哈。我看好你们，别让我失望了。郎才女貌啊，你们要是能一起上清大就好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能给我发张请帖吗？校长都同意让他们谈恋爱了，其他领导和老师自然不会忤逆校长的决定，纷纷笑着打趣了两人。铃木背着顾晚秋，故意慢慢吞吞走过。谢谢各位领导、老师厚爱，我们保证不让你们失望。说完，铃木在雨帘前停下，顾晚秋打开了雨伞，挺大的雨伞为两人撑出一片安宁之地。铃木和顾晚秋走出了雨中，身影逐渐模糊。走着走着，铃木忽然察觉头顶的雨伞正悄悄让前面倾斜。铃木心暖的同时，故作生气地说道：妖精，我警告你哦，不要再把雨伞往我这里倾斜了，你来大姨妈了，身体不能淋湿。他说完后，雨伞就停止倾斜了，耳朵却是被不满的小嘴吹了。人家这不是担心你被雨淋湿吗？娇滴滴的嗓音软得一塌糊涂，铃木的心顿时就软了。但是他还要声明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是你身体不适啊，听话好吗？好吧，人家听你的话就是喽。顾晚秋似乎有点不情不愿，铃木却是笑得很甜，来自女朋友的关心总能让他心动。下一秒，铃木不止心动了，甚至坤坤都动了，耳垂被两片温热含住，柔软与柔软的碰撞，湿润更增添喜悦。咚咚咚，嘿，自呸，你心跳得很快。顾晚秋调侃道。铃木心动得更甚了，嘿，自呸，你的心跳怎么越来越快了？顾晚秋又道。他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呢？铃木感觉到了胸口上的小手，小手覆盖在他心脏上，能感觉不到吗？你在干什么？铃木有点干口舌燥了。你呀，铃木脚步一顿，纯粹是被顾晚秋嗅到了。你能不能安分一点啊？你不喜欢这样子吗？调皮的嘴皮子又来了，耳垂再次被含住，铃木心都酥了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加快了步伐，想早点找个没雨的地方好好挑逗顾晚秋。嘿嘿，不要走得那么快嘛。顾晚秋嫣然一笑，他看出了铃木的想法，于是挑逗得更得劲了。铃木很想不在意，但是完全做不到。他能感觉到很多，两团软软的大可爱贴在他背后，手中的大腿肉感十足，手感很好，耳朵则是被顾晚秋的小嘴含住，温热的嘴皮子炙烫了他的耳垂。忽然间，耳垂被气气漉漉的小可爱扫了一下，宛如被微弱的电流击中，铃木全身打了个颤，舒服的全身的汗毛都雀跃起来。小可爱又扫了一下，铃木又被电了一下，小可爱扫一下，铃木被电一下。妖精，别这样！铃木的声音都软了，软了，全部软了。此刻他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地方是硬的。顾晚秋又挑逗了一下，这才舍得放过铃木。娇媚的小奶音在铃木耳边绽放。斯呸，我好喜欢你身上的味道哎，不是洗发水和沐浴露的味道，满满的男生的味道，我好喜欢，怎么吸都吸不够呢？说着心里话，顾晚秋越发用力，似乎要挂在铃木身上。在铃木面前，他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，喜欢他就会说出来。铃木就很喜欢顾晚秋这一点。我也很喜欢你身上的香味啊，有一股很特殊的香味，清香又不腻。闻言，顾晚秋眼眸一亮，真的咩？是的捏。铃木也娇滴滴了起来。这就是恋爱啊，在外人面前他很强硬，但是在顾晚秋面前他可以软软的撒娇。那等会让你也亲亲。好啊。几分钟后，顾晚秋就后悔了，一路干燥回到教学楼，本该是件好事，
但是他却被铃木壁咚了。好吧，这也是一件好事，他很喜欢。只是吧，顾晚秋用气音小声哀求：“大哥，咱能换个地方吗？在我们班外面乱搞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如果他们出来，我们就被看到了。”喵的，他没想到男朋友如此大胆啊！就在3班教室的拐角，太危险了。铃木笑道：“你不觉得这种剧情很有感觉吗？”顾晚秋凤眸轻眨：“什么剧情？我咋不知道？”老公的上司，厨房。顾晚秋水汪汪的凤眸缓缓变大，直到圆溜溜。顾晚秋惊呆了：“我去，色胚，你也太变态了吧！这都能联想？老公的上司，厨房，这不就是随时会被发现吗？还真他喵的相似啊！还没有被调戏，他的小心脏已经开始扑通乱跳。你不觉得这里更加刺激吗？”铃木轻笑，左手撑在墙上，右手的食指轻轻挑起了顾晚秋的下巴，强迫他微微仰头看他。你猜等下会不会有人突然间出来？是我们班的同学，还是老师？如果他们发现了，他们会做什么呢？温柔的声音勾引的顾晚秋双眸逐渐迷离，娇媚的红唇情不自禁地舔了又舔。试试。顾晚秋由心催促。哈，铃木笑了笑，歪头便亲上了顾晚秋的耳垂。耳垂小小的，香香的，虽然没有小舌头那么灵活，但是有种独特可爱的笨拙。铃木脑海中绽放出无限美妙。顾晚秋的耳垂当然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这是他女朋友的耳垂啊！一想到自己的女朋友那么美好，那么乖巧，随便他调戏铃木，一颗心脏早已砰砰乱跳，欢呼雀跃。顾晚秋轻咬红唇，剧烈的心跳在告诉他，他很喜欢这个样子，有点痒，又有点刺激，心里总担心被别人发现，一股莫名的出格感占据了他的内心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得顾晚秋心脏猛地一跳。喵的，果然被发现了，完蛋了，本大校花的脸面全丢光了。顾晚秋急忙推搡铃木，有人来了。铃木松开好玩的耳垂，笑问：“人在哪？”顾晚秋左顾右盼，呆萌的凤眸眨呀眨，人呢？我刚才还听到声音呢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那道声音再次响起。顾晚秋再次左顾右盼，然而凭着记忆中的感觉，顺着声音的方向，低头看到了铃木左手的手机。凤眸眨巴，顾晚秋抬头，小嘴呆萌地张开一条缝隙，手里的声音，哈哈，铃木憋不住了，低声欢笑。对啊，刚才上楼的时候，你不是问我拿手机做什么吗？我找了个软件，输入文字，设置好人声，点击播放就好了。这是人做得出来的事？顾晚秋感觉自己腮帮子的肌肉抽筋了，嘴皮子一个劲的抽搐。下一秒，顾晚秋咬牙切齿，伸手掐住铃木腰间的肉，整蛊我就这么好笑吗？色胚啊，痛！顾晚秋翻了个白眼，叫什么叫？我都没用力，嘿嘿，我这是在配合你吗？铃木眉眼含笑，随手把腰间的小手抓在手里，揉捏了一番。妖精，刚才在舞台上为什么要占我便宜，牵我的手？说到这，顾晚秋当场就傲娇起来了，红润诱人的嘴角微微翘起，小鼻子也哼哼唧唧。哼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感谢你女朋友这么聪明。我是在跟学校领导表明决心，表明我一定不会和你分手的决心。其实我爸妈认识校长，只要我态度坚定，校长是不会为难我的。所以我站出来牵住你的手那刻，校长就不会为难我们了。校长说让你考进年级前5，只是为了督促你好好学习罢了。傲娇的女孩总喜欢翘着嘴角炫耀，傲娇的女孩总喜欢炫耀她的功劳，傲娇的女孩总喜欢跟她明说心意。铃木被顾晚秋征服了，一颗心早已不知道飙到了多少时速。心之所动，铃木被驱使着将顾晚秋拥入怀中，由心感慨，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可真是我的幸运。抱住铃木的腰，顾晚秋哼哼笑，遇到你我也很幸运啊。拥抱了几秒，顾晚秋就不安分了，在铃木怀里扭来扭去。铃木知道他又想挣脱了，于是松开了手。顾晚秋双眸闪亮，嘴角勾起，笑道：“不说这种肉麻的话了，我还是更喜欢实际行动。”铃木欣喜，笑道：“那我继续。”哼，轮到我了。顾晚秋轻巧转身，两人换位。顾晚秋小手一推，铃木便被推到了墙上，单手撑墙，右手叉腰。顾晚秋眉毛轻挑，俨然一副调戏小弟弟的坏姐姐。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现在是我调戏你。话音落下，顾晚秋欺身而上，把铃木摁在墙上，壁咚。铃木身体僵硬，耳垂再次被含住，这样感觉让他着迷。喵的，怎么反过来了？别人都是男生调戏女生，把女生调戏的嗷嗷叫，合不拢腿，怎么到他这里反倒变成男生被女生摁着调戏了？难道因为顾晚秋是御姐？铃木脑子乱糟糟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这句话再次响起。顾晚秋忍俊不禁，你以为这种小手段还能骗到我吗？别以为换一个声音我就能被骗到吗？我是谁啊？我可是顾晚秋。
我聪明的很脸。顾晚秋笑着，嘴唇滑下，落到了铃木的脖子上。铃木身体僵硬在原地，双手轻轻推搡着顾晚秋的肩膀。这次不是我，真有人来了。顾晚秋却是歪头换了一个姿势，哼哼笑，哟，还想耍这种小把戏呢？骗不了我爹。真不是啊，真有人来了。顾晚秋本来还不信，但是耳边隐约传来嘈杂声，他心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僵硬的脖子仿佛生锈的齿轮，咔哧咔哧转过来。顾晚秋大惊失色，美眸圆瞪，拐角3班的门口，一排排脑袋探了出来，更有一人极其嚣张，拿手机对着他们。这顾晚秋呆滞住了，呆呆萌萌地挥了一下小爪子，笑得极其勉强。哈喽，你们怎么都在这？顿时班里其他学生全部涌了出来，教室门口变成了菜市场。铃木和顾晚秋离开舞台后，陈夏那边的直播就关了。看到弹幕有那么多人喜欢，因此有学生找陈夏要来账号，在教室继续直播。恰好有学生出来上厕所，遇到了铃木把顾晚秋摁在墙上啃，这可把他惊呆了。他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把拿手机直播的同学拉了过来，然后就是一群人围观了。直播间的网友恰好有幸看到顾晚秋把铃木摁在墙上。卧槽，兄弟，你开个课吧，我跪在地上听。卧槽，我原本以为美女被糟蹋，原来是帅哥被糟蹋。卧槽，我做梦都不敢做这种梦，你怎么敢的啊？卧槽，我何德何能可以看到这种剧情，羡慕死我了。如果我读高中，我能夸你们神仙眷侣，但是我读大学了，我只能说一句：卧槽，牛逼！卧槽，奇梦了，再睡一会，怎么可能有这么主动的女生？极帅们，谁懂啊？竟然看到男生被校花摁在墙上壁咚，这你敢信？众人集体凌乱，铃木和顾晚秋同样也很凌乱。嘿嘿，要不先回教室，别影响了其他人。班里的同学都很好讲话，纷纷涌进了教室。铃木把顾晚秋带到了他的座位，屁股刚着上凳子。顾晚秋第一时间趴在了桌子上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哼，美少女掩耳盗铃怎么了？铃木宠溺地摸了摸顾晚秋的小脑袋，放眼望去，全班同学的头顶上都冒出了问题，而且全部是关于他们恋情的问题。铃木呼吸一滞，这些问题要是全部回答了，奖励该有多么恐怖。他好像是掉进了瓜田里的茶，遍地的瓜竟是不知道从哪个吃起。前桌男生回头十分八卦，林哥，你和校花表白的时候说了什么？让我学学。铃木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看向趴在桌子上的顾晚秋，他故意凑到他耳边说道：姐姐，我喜欢你，我是个粗人，还望姐姐多多包涵，不管从前还是往后，日后肯定幸福。有用到弟弟的时候，姐姐尽管开口哦。男生苦思冥想，头皮屑都挠下来了，还是不解，这么简单就拿下校花了？真的假的？铃木笑而不语。趴在桌子上的顾晚秋撇了撇嘴，人家车速都飙上天了，你还在马卡巴卡，你还粗人，你最好是，要不然你就完蛋了。恭喜宿主解决一名同学的问题，难度1星。复刻财富，高中语文知识20%，才20%？铃木诧异，不过他很快就接受了。算了，蚊子肉也是肉，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倍。笑容很色的男生挤了进来。铃木，我问个问题，你有为爱低过头吗？铃木没好气推了一把他的脑袋，没有，一边玩去，别整天看小视频，你看的再多，他们也不会给你低头，还不如多看书，多看书你就会知道，书中的知识你也得不到，你个吊车尾。男生一脸幽怨的离开。吊车尾是他的错吗？分明是其他学生把前面的排名占完了，所以他才成为吊车尾。恭喜宿主解决一名学生的问题，难度1星。复刻财富，高中英语知识20%，铃木欣喜。可以啊，我最讨厌学英语，那小子的英语不错，20%也不少了。虽然那小子是吊车尾，但是人家的英语、日语、韩语都很不错，雅灭蝶只是最基础的啦。化学委员挤了进来，他身高只有1.5米，婴儿肥的脸蛋让他看起来异常萌，眨动圆溜溜的眸子。化学委员笑问铃木，你和我秋姐尝过2硫碘化钾的滋味了吗？铃木给他比了个大拇指，不愧是学习委员，说话都这么高级。2硫碘化钾化学式为 kiss2， 2个 s， 所以就是 kiss， 也就是亲亲的意思。所以你和我秋姐试过了没有？化学委员很好奇。没有。铃木无奈，他也很想试试顾晚秋的小嘴啊，但是他亲不到。你太差劲了。化学委员表示瞧不起。我跟你说，我秋姐曾经说过，她最喜欢法式舌吻呢，你最好找资料学学。顾晚秋忽然抬头瞪了眼化学委员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不要污蔑我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化学委员摊着手笑嘻嘻道，你就是说过，不好意思承认是吧？顾晚秋却是哼哼一笑，你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我最喜欢的不是法式舌吻，而是所有姿势我都是最喜欢的。化学委员愣住，
你太污了！哈哈，恭喜宿主又解决一名同学的问题，难度一星。复刻财富，高中化学知识20%，铃木满意了。还有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好奇仔，看来可以好好白嫖一波知识了。顾晚秋不装鸵鸟了，其他同学纷纷打趣，欢声笑语充斥在教室中。两人也被逮着问了好多问题，你们出去玩是 AA 制还是 AB 制？铃木还能 AB， 这样子不成买卖了吗？众人马卡巴卡，你们有没有吵过架？有没有轮流低过头？铃木没有吵过架，不过以后肯定会轮流低头。众人马卡巴卡，铃木乐呵呵，一波接一波的知识灌进脑海中，瞬间被他吸收，这感觉比奖励自己的时候还舒爽。正常学习还得好好理解，记住才能转化为自己的知识。他不一样，他学习就跟吃饭一样，系统灌输，他立马学会。饭吃进去，立马变成屎。灌输等于学习，吃饭等于奥利给。从难度上分析，灌输等于吃饭，所以学习等于奥利给。完美。回答完同学的问题，铃木感觉曾经的知识全部回来了，他现在充满了信心，完全不担心下个月的月考了，而且还让他多了一些小技能。小钱钱，铃木，你唱歌那么好听，必须得再给我露一手。不知道是谁吼了这么一声，于是全班都欢呼了起来。没错，铃木再来一发。你脱单，我不爽，必须唱歌安慰哦。你抢走了我们的女神，必须给我一点安慰。同学们盛情难却，铃木没有选择拒绝，看向顾晚秋，铃木发出邀请，要不我们一起上去，我和你表演歌曲接龙。歌曲接龙怎么玩？很简单，我先唱一段，你再唱一段，用歌词说出一个故事。顾晚秋来了感觉，好啊。铃木起身，顾晚秋跟着站起来。顾晚秋刚想跟着走上讲台，谁料小手却是被抓住了。干嘛啊？顾晚秋笑盈盈问。铃木笑了笑，抓紧了小手。有女朋友必须得秀。看到铃木牵着顾晚秋的手走上讲台，班里又响起了一片鬼哭狼嚎。铃木，你可真是个混蛋啊！我看不了这个，我的女神啊！校花果然喜欢我，知道我喜欢人妻，故意和铃木谈恋爱。沸羊羊、喜羊羊说喜欢人妻，你能和我结婚吗？666，你们一个个都不当人了是吧？铃木和顾晚秋走到了讲台上，讲台上常年备着2个麦克风，老师用一个，另一个充电，刚好可以任何时候都有麦克风使用。因为要用到很多首歌，所以铃木并没有选择找伴奏。铃木捏了下顾晚秋的小手，准备好了吗？嘿，放马过来，保证拿捏你。顾晚秋很有自信。是吗？希望你等会不要唱不出来。铃木和顾晚秋还没开始唱歌，两人身后的多媒体屏幕已经铺满了弹幕。此刻在线观看人数已然突破了10W 大关，不仅仅有他们班的学生，还有学校里其他班级的学生，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。呜呜的女司机隔着屏幕肆意开车。小哥哥又要开始唱歌了吗？人家已经准备好纸巾了。先别唱啊，等等人家先去卸指甲，太长了。哼，快如我，看到小哥哥就完事了。如果我遇到小哥哥，人家必定夹道欢迎，这就是礼貌。网络曹贼正双眼放光，吾有孟德之志，我就喜欢看别人的女朋友。美女个子好高啊，不知道身体柔韧性怎么样？柔韧性再好，我们也享受不到啊，我哭死。切，如果他是单身，我还不喜欢呢。南溪一中其他学生也进了直播间，这也算是继续观看国庆晚会了。校花谈恋爱了？我才刚恋爱就是失恋了。你是真该死啊，竟然敢对我的女神下手。我当初表白被校花骂了一顿，原来是我不够帅。你被校花骂还好，我被我爸妈伺候了一顿藤条炒肉呢。密密麻麻的弹幕宣泄着人们的热情，不缺钱的人们也毫不吝啬刷起了礼物。可能是平台也注意到了直播间，有意给直播间推广，在线观看人数还在持续飙升。众人等待许久，铃木和顾晚秋终于准备好了。率先拿起话筒的是铃木，歌声依旧动听。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脚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，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。顾晚秋瞬间想起歌词出处，李克勤的护花使者。街头偶遇是吧？那姐姐来给你加点火。粉嫩的嘴角勾出自信的弧度，惊艳万分。等到铃木停下，顾晚秋立马接上，来啊，快活啊，反正有大把时光啊，爱情啊，反正有大把欲望啊，流浪啊，反正有大把方向啊，造作呀，反正有大把风光。娇娇媚媚的嗓音本就令人心痒痒，偏偏顾晚秋还对她挑眉眨眼，尽显诱惑。铃木不争气的心脏颤抖着，仿佛无形的羽毛轻轻撩拨着心尖儿。妖精，你好骚啊！铃木小声调侃。黄龄的痒被顾晚秋演绎的诱惑力十足，可能他真的知道痒的感觉。唱完，顾晚秋挑衅的扬起眉毛，似乎在说：哥哥，你行不行啊？铃木会心一笑，接过歌声。
他倚着我肩呼吸响耳边，高温已产生色相令人乱，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。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扑着我，尽力乱吻乱缠。张学友的《饿狼传说》放在此刻最为合适。顾晚秋已经痒了，以他涩涩的性子，肯定会主动撩拨他。耳边的热风，温热的娇躯，性感的嘴唇，铃木脑海中已然有了画面。顾晚秋咧着嘴角，俏脸挂满了揶揄。他自然听懂了。死呸！你污蔑我，我可单纯了，绝对不会这样。可能不会，应该会吧。顾晚秋还是骗不了自己。两人眉目传情的时候，线上线下的观众已经全部懵逼了。原本他们还诧异为什么不放伴奏，直到听了3段歌曲，他们这才恍然大悟。卧槽，这些歌原来这么不正经的吗？人家都上天了，我还是宝宝巴士。呜，小哥哥，你唱歌好温柔，但是对人家要用力点哦。哈哈，只是听听就完事了，谁有我这速度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你们可真是天生一对。666，这都能接得上，秀断了我的老腰。观众乐嗨了，不懂的萌新在老司机的带领下也能看得到车尾灯。更有甚者，急急忙忙寻找歌曲，听一遍原唱。真正的高手早就开始录音了，这串烧出世绝对是纸巾的梦魇。不少观众催促了，催促顾晚秋赶紧接上。顾晚秋自然不会轻易让男朋友堵住嘴巴，很快就给出了回应。我愿做一只小羊，跟在他身旁，我愿每天他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王洛宾，在那遥远的地方。顾晚秋俏皮眨眼，铃木心脏猛地一跳。好家伙，顾晚秋比他想象中还要变态啊！蹭学生雨伞回来的老陈刚好听到了歌声，皮鞭，鞭打小羊，四肢着地，什么变态的想法？发现还是自己的宝贝学生唱的歌，老陈凌乱了。顾晚秋谈恋爱后放飞自我了不成？铃木没有理会班主任，用骚气的歌声回应顾晚秋的骚气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你满脸泪水。谢君，那一夜满脸泪水。顾晚秋呼吸顿住，这也太令人期待了吧？她可是女司机哎，肯定喜欢开长途车啊。嘿嘿，顾晚秋情不自禁咬了咬红唇，铃木看得双眼发直。顾晚秋本来就生得绝美，她偏偏还是那种一眼就令人惊艳，再看更加惊艳的类型。小小年纪就展露娇媚，轻咬红唇的小动作简直不要太勾人。妩媚的丹凤眼，眼波流转间流露的风情更是惊艳。只是那饱满红唇吐出的歌声，草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。草马的汉子，你在我心上，我愿融化在你宽阔的胸膛。明明长相娇媚，歌声却如游牧民族般雄厚，好比法拉利的外表，拖拉机的引擎。闭嘴江南水乡，张嘴东北粮仓，如此反差，秀妈了。乌兰托娅要是知道他的套马杆被唱成这样，估计当场就要给顾晚秋寄律师函了。什么原唱？那叫原告。顾晚秋的反差无疑又在直播间内掀起了大浪。卧槽，这歌声有点东西，一下子就没了欲望。清心咒哪比得上这个啊，直接就萎了。美女，你是没有获得这副身体的使用权吗？好好唱啊，再这么整2次，伟哥也救不了我。太骚了，在高中唱歌还是太屈才了。老陈目瞪口呆地看着多媒体屏幕。20W， 这是在线观看人数。如果他没想错，大部分千万粉丝主播直播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在线观看人数吧？如果一人打赏1块钱，那就是20万了呀。如果再来一个土豪说土豪，土豪就来了。绚丽的特效绽放，迷花了老陈的眼睛。从学生的叽叽喳喳中，他得知这么一个礼物得要500元，这钱赚的似乎快得很。用不文明的说法叫就是赚钱效率比奖励自己还快。当然啦，有些人几秒就搞定，那自然是奖励自己更快。是谁呢？铃木没有回头看屏幕，他的视线只落在顾晚秋的身上。只见女孩拿开话筒，红唇轻启，用只有2人才听得到的声音说道：斯佩，你该不会这就不行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这么快就投降了吧？一语双关，一边嘲讽他接不上歌，一边嘲讽他顶不住几个来回。如此委屈，铃木能忍吗？不能。他不仅要对回去，还是漂漂亮亮的对回去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的要到你想逃，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。张惠妹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铃木依旧牵着顾晚秋的小手，他故意挠了下软乎乎的手掌心，惹得傲娇的手指也要挠回来。顾晚秋可傲娇了，手指也傲娇，小嘴也傲娇。哼，不停的要，前提是你得有那么本事。泪湿的枕头，亏你敢想啊，这得多么剧烈啊，床承受得住吗？顾晚秋的想法也很傲娇，他担心床，却是不担心自己。瞧，多么傲娇！他的歌依旧傲娇。别问怎么做，爱才能长久，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。怎么做，爱才能长久。好歌词。铃木又捏了下顾晚秋的小手，他听出了他的傲娇。他刚刚嘲讽他泪浸湿枕头，他反手就嘲讽你做不到长久，傲娇的妖精啊！马卡巴卡，
我又听不懂了，不开车了吗？你太嫩了，人家妹子是欲求不满啊。30如狼，40如虎，听哥一句劝，顶不住。我感觉这两人在炫耀，太污了，我喜欢。什么炫耀？人家分明在秀恩爱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咧个大嘴傻笑。这句弹幕一出，顿时飘来成片的问号。不服输的铃木跟上输出，让我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。张信哲，做你的男人，24小时不睡觉哦。铃木朝顾晚秋微微一笑，似乎在说现在知道怕了没有。然而顾晚秋却突然间扑了过来，铃木身体僵硬了1秒，然后很自然地环住了顾晚秋的小蛮腰，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南希一中的学生完全不敢相信，向来以高冷著称的校花竟会对男生投怀送抱，而且那么迫不及待地投入他的怀中。哗！班里顿时响起一片哗然，教室外头也一片吵闹。原来这边的氛围太好了，以至于其他班的学生都跑了过来，挤在他们班的门口、窗边，探长了脖子。可怜的网友享受不到这种氛围，只能噼里啪啦敲打着键盘。你们别抱啊！我母胎单身30年，看不得这个。来人，把朕的脑袋砍下来，给秀儿助兴。他女朋友真好看，他有对象了吗？能介绍一下吗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有对象了，被他抱着。太好看了，这才是女娲捏的人，我只是泥点子。楼上不要妄自菲薄，有可能你只是鞋底的污垢。老陈的注意力落在在线观看人数上，目睹了在线观看人数从20万一个劲的飙到30万，太恐怖了！搞什么国庆晚会啊？直接让他们唱2首歌就得了。铃木依旧把顾晚秋拥在怀中，两人耳鬓厮磨，嗅着女孩的体香。铃木长长的呼了口气，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怎么了吗？怎么突然间扑过来了？哼哼！顾晚秋抱紧了铃木，哼哼唧唧。铃木一头雾水：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笨蛋！顾晚秋笑骂：看不出来吗？人家这是认输了呀！喵的，男朋友这个牲口太猛了，他已经顶不住了。事先声明哦，他只是没词了，那种事情他绝对不可能认输的。啊！铃木还是不解，那你突然扑过来做什么？你好笨啊！顾晚秋抬起小脑袋，轻轻撞了一下铃木，这样子没有那么尴尬吗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认输，那多么尴尬啊！难道你不喜欢这样吗？哦！铃木恍然大悟，原来还是因为顾晚秋太傲娇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生呢？铃木越发用力，顾晚秋的身子软软乎乎，好像没有骨头，他恨不得再用力一点，最好让两人的距离变成负距离。嘿嘿，两人相拥温存的时候，铃木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，检测到宿主解决南希一中的问题，问题难度5星。因为这是集体问题，所以系统给宿主提供了选择奖励，选择1冒号1份空调赠订单，选择2奖励200万人民币，选择3唱功晋升为神级。这3个选择都不错哎。没有空调的教室我早就烦死了，如果能装上空调以后就舒服了。但是200万也不错，比特币不能再动，手里的资金越多越好。神级唱功还行，技多不压身，还能唱歌撩顾晚秋。选择哪个好呢？铃木第一个去掉的选项是选择3神级唱功。说实话有点鸡肋，他并不是很需要，因为时间长了他的唱功也会提升。那要200万还是要订单好呢？如果200万到手，那就不愁平常没钱了。但是我本来就不愁没钱啊。思考了一番，铃木终于做出了决定，我选择空调订单。收到，系统将会找机会送出空调。妙啊，以后教室内就有空调了，不用再被酷暑蹂躏了。剩下的酷暑宛如身强体壮的隔壁老王，而莘莘学子则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美女邻居。在隔壁老王的蹂躏下，娇弱美女邻居完全没得反抗，只能任由鞭挞。太妙了！更妙的还是顾晚秋的小蛮腰。铃木悄悄揉了一下，别乱动。顾晚秋低声惊呼，还有人在呢。嘿，没事，他们注意不到。嘿嘿，铃木，手安分点，你们可以了吧？老陈无情开口。铃木打脸来得太快，就像是龙卷风。顾晚秋恋恋不舍地松开铃木，顺带还白了他一眼。谁让你小动作那么多了？铃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我即便不摸，老陈也会这么说。该来的还是得来。面对全班学生以及外面吃瓜群众，还有网络上无数吃瓜网友，铃木难得感到羞涩。秀恩爱的感觉虽然好，但是被那么多人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悄悄瞥一眼顾晚秋，铃木不得不佩服，这小妮的脸皮确实厚，板着一张俏脸，高冷又疏离，竟是看不出一点害羞的迹象。哈喽，大家都看着我们做什么？铃木厚着脸皮问。顿时班内又是一阵吵闹。我们看到了哦，你是不是在摸班长的腰？嗨嗨，林哥能说说抱着校花什么感觉吗？还能有什么感觉？肯定是不寒而栗，不寒而栗。班长的腰看起来好细啊，铃木太会享受了，耳边充斥着同学们的调侃。
顾晚秋心中越发羞涩，喵的，都怪这色胚，动手动脚，必须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如此想着，顾晚秋悄悄往铃木那边挪了点距离。铃木还在怀疑顾晚秋这小妞在做什么，谁料突然间屁股被打了一下。铃木瞳孔瞬间放大，满是懵逼的望向顾晚秋。喂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还动手动脚？不行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铃木扬起手掌也拍了一下。Doom，他似乎听到了翘臀荡起来的波浪声，软乎乎的同时又异常有弹性，妙不可言。顾晚秋却是咬住了红唇，不知道为什么被男朋友拍了屁股，身体会有点软。顾晚秋悄无声息地夹紧了双腿，完蛋了，他好像发现了自己奇奇怪怪的癖好。不行，我要狠狠打回来。顾晚秋心里坏想着，当着班里同学的面在背地里打情骂俏，这样的刺激感让他着迷。纤纤玉手刚刚抬起，哗，教室内突然响起了喧哗声。顾晚秋身体僵硬住，被发现了吗？我已经很隐蔽了呀，怎么办？现在要怎么办？顾晚秋宛如受惊的小鹿，水汪汪的凤眸连续眨动，不知所措。然而他发现他们好像不是在看他，似乎在看后面的屏幕。妖精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礼物是不是要5000块钱？听到男朋友的话，顾晚秋回头，绚丽的特效亮瞎了人们的24K 钛合金狗眼。铃木咂舌不已，土豪还是多的啊，钱都不心疼的吗？花5000块钱打赏，还不如找个地方洗脚，5000块钱脚都能洗秃噜皮。感慨着，铃木忽然间察觉旁边的视线有些不对劲，扭头对上顾晚秋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铃木心脏咯噔一跳。你干嘛？哼哼，顾晚秋皮笑肉不笑，你怎么那么懂？没有男生不懂吧？铃木迟疑了，难道你就没有去洗过脚？铃木没好气的瞪着眼回去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即便是想说的以前我有钱似的。顾晚秋还真是。铃木又捏了下顾晚秋的手，故作生气，你敢质疑你男朋友，该当何罪啊？顾晚秋张大了小嘴，呆萌问，什么该当何罪？铃木捂住了胸口，摇了摇头，我对待感情那么忠诚，那么专一，你竟然用这种龌龊的想法看我，你真是太伤我心了，必须得给我一点补偿。顾晚秋她看出来男朋友就是在跟她演戏呢，还装出一副多么受伤的样子。哼哼，聪明的美少女才不会被骗呢。那你想要什么补偿？事先声明哦，她才不是被骗，只是喜欢和男朋友贴贴。让我想想。铃木的视线在顾晚秋曼妙的身子上下打量，沉吟了几秒，铃木色眯眯地说道，今晚让我帮你穿黑丝。顾晚秋，什么？男朋友帮她穿黑丝？那画面想想就很不正经啊。怎么样，答不答应？铃木笑问。哼，你要是不怕难受，我无所谓咯。顾晚秋答应得很随意，反正某人着火，他才不会帮忙去火。你们秀恩爱能不能大声一点？我听不到。不知道是谁吼了那么一声，班里的同学纷纷笑出了猪叫声，因为两人就处在讲台上，时不时眉目传情，偏偏他们又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搞得他们好奇极了，心都痒了，仿佛看小视频的时候开不了声音，难受啊！哗！突然间又是一大波喧闹，不过这次的喧闹声更加剧烈。铃木和顾晚秋迅速回头，恰好捕捉到了土豪发来的弹幕：你们这顿狗粮我吃得很舒服，为表心意，我将向你们学校赠送300台空调，算是我给这对小情侣以后结婚的随礼。看到弹幕，学生们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只是哈哈大笑。我笑了，有本事别发弹幕，直接送空调过来啊！每人50万，有人想要吗？如果想要，当我没说。打肿脸装胖子不是这样的，人家起码真的打脸。你要说送个3台，我还能信，吹牛不要这么大胆行不？多说无益，把空调送来，我跪下给你磕2个。很显然，没有人相信弹幕，毕竟是网络上的话，不能轻易相信。有人还说见过龙呢，还说被龙服务过呢，到头来只不过是洗剪吹一条龙服务。校长办公室，得益于学生送过来的雨伞，校长也是早早就回到了办公室喝茶。枸杞菊花茶，中年男人的加油站。品尝了一小口热茶，校长慢悠悠放下茶杯，手机铃声便响了。拿起手机一看，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，是谁呢？校长抱着好奇心接通了电话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南溪一中的校长。校长脑海中的疑云更加浓郁。你知道我？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格力空调的总经理。格力的人？我跟他们没有合作啊，该不会是诈骗吧？你怎么证明你是格力空调的总经理？我叫李丽，你去官网查，可以查到我的信息。校长呵呵一笑，你都知道官网有了，肯定会提前准备。开玩笑，他是傻子吗？想骗就骗得了不成？我可以跟你视频通话，我加你微信，是这个号码吗？校长沉吟了1秒，犹豫地嗯了声，看这架势似乎不是假的。
不到10秒，校长就等来了好友申请，加上好友，李丽第一时间发来的视频通话邀请。这次校长没有犹豫，视频通话接通，一边视频通话，校长一边打开官网查看李丽的信息。很快，他惊讶了，长相一模一样。此刻他已经信了50%。等到李丽掏出各种证件，校长立马就相信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太谨慎了。没事，谨慎一点是应该的，现在网络诈骗那么多。校长打了个哈哈，转移话题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有位客人在我们这里订了300台空调，打算捐赠给你们学校。什么？校长瞬间站了起来，仿佛自己中了几百万大奖，激动的连忙问：300台空调，免费捐赠吗？是的，全部免费捐赠，没有什么代价吗？客人只有一个要求，他就知道，天底下怎么可能有白吃的午餐？即便是躺着赚钱的女人，也得卖力配合叫2声，叫得不好，回头客还没有呢。深呼了口气，校长坐了下来，问道：什么要求？客人的要求很简单，你们必须得承认，空调是送给铃木和顾晚秋以后结婚的随礼。客人是看在铃木和顾晚秋的面子上，才捐赠300条空调，所以并不是他看得起你们学校，而是看得起他们俩人。请问你是否选择接受？虽然这话有些嚣张，不把他们学校放在眼里，但是校长只能苦笑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公办学校真没有私立学校好。看高考成绩的话，他们也比不上私立学校。高考成绩并不突出，得到的拨款太少，所以他们学校也没有钱空调。难道他不知道学生在教室里闷猪很辛苦？他知道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。如今人家白给一个好处，他怎么可能不接受？我接受，能给我那位客人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想亲自感谢他。这句话校长完全出自真心，该有的感谢必须得有。不用了，客人提前说了，不想被打扰。那你能替我跟他说一声谢谢吗？行，明天空调就发过去。好的，好的。挂完电话已经过了2分钟，校长还是傻呵呵的笑。兰溪一中高1下学期就开始文理分班，理科22个班级，文科18个班级，加起来一共40个班级，3个年级加起来就是120个班级。每个班级装2台空调，那就是240部空调，300减240等于60，剩下的60部空调还能装在其他地方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3班感谢他们俩。校长猛地拍了一把大腿，拿起雨伞就急忙出门。3班教室内，铃木和顾晚秋合唱完了一首甜甜的情歌。这时多媒体屏幕又绽放出绚丽的特效，3班的同学已经有点麻木了。这又是哪位恩客啊？人家已经张开腿了，自己来吧。这一场直播的收入有几十万了吧？这些钱要交给谁处理呢？学生激烈讨论的时候，熟悉的土豪又出现了。我已和你们校长沟通好，明天300台空调将会送到你们学校，铃木了然。这是系统搞的小伎俩吧？通过弹幕告诉所有同学。然而还是没有学生相信。大哥，有这钱刷礼物，干脆买个好枕头吧。就是换个好枕头，起码不会做这么离谱的梦。我们这破学校也有人看得上不成？3班的同学不信，其他班的同学也不信，尤其是高1高2的学生，他们不用上课，国庆晚会又黄了，于是只能通过手机看直播。然而这次他们错了。校长，您怎么来了？老陈惊讶不已，连忙接过校长手中的雨伞。校长顾不得拍掉身上的雨珠，快步走到铃木和顾晚秋跟前，面带笑容说道：你们俩人可真是我们学校的福星。乐文小说网顾晚秋。其他人？校长莫不是淋雨发烧？脑子不正常了吧？你可是最主张打击恋爱的人啊！你不仅不反对他们两人谈恋爱，现在又说他们两人是学校的福星，你这是在闹哪样呢？打自己的脸不成？只见校长转身看向3班的同学，大声宣布：国庆假期期间，全校教室安装空调，每个教室2台。班内沉寂的一瞬间，似乎学生们脑子转不过来了，一时间处理不了这么深奥的问题。下一秒，教室内的氛围别说堪比菜市场了，把东风快递发到小日子那边，才能有如此激烈的欢呼了。3班炸开了锅，紧接着隔壁班、楼上、楼下、其他教学楼、卧槽，学校要装空调了，铁公鸡下鸡蛋了。这么说，以后再也不用蒸桑拿了，空调都有了。清大、北大不是手到擒来吗？终于不用每天内裤湿漉漉的回家了。我都不想拆穿你，你是因为热才湿的吗？以后有空调了，你们女生不要再脱鞋了，又酸又臭。欢呼之余，众人后知后觉，这才想起了刚才的弹幕，一个个顿时对没有见过面的土豪顶礼膜拜。土豪，原谅我刚才说话大声了点，叫什么土豪？叫爹，再生父母呢。起初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个笑话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期莫空调。土豪，你在哪？我上门送梅菜扣肉。他们都相信了土豪，但是土豪却没有再次出现，众人无不感到遗憾。
他们竟然错过了当面感谢土豪的机会。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，教室才安静下来。校长依旧笑眯眯地看着铃木和顾晚秋，你们俩人可真是我们学校的福气。那位客人说，这是送给你们以后结婚的随礼，所以说我们还是托了你们的福，才有机会安装空调。你们才是今天晚上最大的功臣。话音落下，刚刚安静下来的人们又开始欢呼。教室外早已堆满了学生，宛如丧尸围城，任何一点缝隙都被他们堵住了。林哥，我爱你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校花，我给你磕一个，我再也不惦记你了。你们两个给我锁死，千万不能分手了。你们以后早餐想吃什么，尽管说，让孙子我来。你们都让开，激动什么？我都没地方跪了。激动的学生振臂高呼，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大热天在教室里待着的感觉。60-70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，呼出的二氧化碳堆积在教室里。外面是烈日的炙烤，里面是二氧化碳的闷热。坐下去没几分钟，全身就会冒出一层又一层的黏汗。这种黏汗用纸巾还擦不了，身体黏糊糊，怎么都不得劲。一天坐下去，内裤都湿了，偏偏还得集中精神学习，简直是身体心灵双重折磨。等了10几分钟，校长的话才能清晰地被其他人听到。你们俩谈恋爱我不会干涉，但是你们要保证学习成绩不能落下，尤其是你顾晚秋，你可是清大北大的苗子，谈恋爱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。还有林墨，你要是真喜欢他，那就好好学习。喜欢一个人不是要拖累他，也不是让他委曲求全，而是要努力追上他的步伐，两人强强联手，相互扶持。校长这一番话林木听进去了，他知道校长也是为了他们好，晃了晃和顾晚秋十指交扣的手。林木脸上洋溢着自信，校长放心，我的成绩绝对不会退步，而且我还要骑在他头上呢。骑在我头上？顾晚秋眼睛眨了眨，原谅他想到了不正经的画面。嘿嘿，校长听不懂，只是满意点头，你能理解就好。其他学生也是微微点头，意识到了漏洞，只要他们成绩好，保持不退步，老师也不会多管他们谈恋爱吧。欢呼过后，又是国庆晚会的狂欢，3班的教室直接被征用了，和上次表演一样，桌子全部推到了4周，放不下的箱子则是放到隔壁班。国庆晚会没有表演的学生也有一部分聚了过来，在小小的教室内载歌载舞。教室内容纳不了太多学生，所以大部分只能通过直播观看，但是没有人嫌弃别具一格的国庆晚会，竟让他们颇为感兴趣。因为铃木和顾晚秋帮了学校的大忙，所以校长特意把讲台的位置让给了他们俩，这可是最佳观看位置。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得坐在两边。色胚，我觉得班里的晚会比下面还精彩。顾晚秋笑道。铃木却是看起来很疑惑，我又没看过下面，怎么知道下面精彩还是班里精彩？你没看？顾晚秋忽然顿住，下面？谁的下面？他吗？我勒个去，秀妈了！顾晚秋拍了一巴掌铃木的大腿，奶凶奶凶的龇牙，说正经事呢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哈哈哈，可以可以。铃木由心笑出声。重生前因为大暴雨，国庆晚会直接取消了，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误打误撞延续了。铃木忽然有种改变历史的感觉，这对以后的事情会有什么大影响吗？蝴蝶效应是否真的存在？铃木发散着思维，即便知道顾晚秋悄悄抓住了他的右手，他也没有过多理会。但是当他的手贴上柔软时，铃木的思绪全部混乱了，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手掌上。手掌心是温热柔软的触感，手背是衣料柔顺的触感。这么说，他的手应该放在顾晚秋的肚子上，而且还是伸进衣服里。意识到这一点，铃木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脑袋不动，眼珠子悄悄转向，瞄了眼，只见他的右手伸进了顾晚秋的衣服里。因为顾晚秋坐在他左边，粘得很近，再加他的手臂很长，这才可以把掌心贴在顾晚秋的肚子上。不敢乱动。铃木歪头靠近，嘀咕道：“你干嘛？不怕被老师发现吗？”顾晚秋实在是太大胆了。学校领导和老师坐在他们两人旁边，虽然他们看节目看得很认真，但是万一他们扭头看过来呢？顾晚秋也歪头，笑盈盈地眨了眨眼睛：“你不是想摸吗？给你摸摸。”在教室里让他摸肚子。顾晚秋这小妞着实会玩。铃木用空闲的左手比了个大拇指：“还是你会玩。”顾晚秋笑着挑了下眉毛：“小意思啦。”铃木先是偷偷瞄了眼两边的学校领导和老师，确定他们很认真地看表演后，他才放下心来，细细感受顾晚秋的小肚子，软软的，嫩嫩的，滑滑的，美妙的手感，让铃木恨不得把舌头放上去，来一场欢畅淋漓的溜冰。顾晚秋的小蛮腰确实非常细，他仿佛感觉一只手就能丈量小蛮腰的宽度了，甚至就连肚脐眼都有点可爱。铃木忍不住用手抠了一下，顾晚秋悠悠横了眼过来，似乎在吐槽：“你怎么什么都想抠？”铃木笑而不语，
火热的手掌贴在小肚子上，轻轻打拳揉搓。不知不觉间，顾晚秋的嘴角已经翘了上来。很显然，她被摸得好舒服。顾晚秋，老陈突然间看过来，顾晚秋心慌了一下，第一反应就是铃木的手从衣服里抽出来，铃木的手抓住了，但是扯不动。顾晚秋立马瞪了眼过去，放手啊，色胚！铃木回了个坏坏的笑容。顾晚秋无奈，只能控制着表情，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心虚。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好在老陈坐在他们的右前方，只要不把头伸过来往讲台下面看，老陈是看不到的。讲台前面有挡板，下面的学生根本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。你唱歌不是很好听吗？要不你也来唱2首？不了吧，他们辛苦准备那么久，让他们表演吧。这么说也没错，可恨这场大暴雨太突然，没有办法的事情啊，这大暴雨说来就来。顾晚秋按捺着偷偷乱跳的心脏，装作很淡定的和班主任聊天，妥妥一副听话又乖巧的好学生。但是她却在私底下被男朋友摸肚子，仿佛怎么腻歪都不够的饥渴妖精，一面天使，一面恶魔，如此反差感深深刺激着顾晚秋变态的心理。她喜欢。顾晚秋心中窃喜。表演完了，看热闹的学生纷纷走回教室，该学习学习，该打游戏打游戏。转眼间3班变得冷清，除了本班的同学，只剩下校长。校长还在和老陈闲聊。陈夏和一男生走了过来，陈夏递出手机，把屏幕亮给铃木和顾晚秋。这场直播的热度是你们2个搞起来的，所以这场直播的收入交给你们安排吧。说完，陈夏笑嘻嘻地看向顾晚秋，赚了那么多钱，这不请我吃我一顿大餐？顾晚秋笑了，赚不赚钱？你想吃大餐，我都可以请你。铃木看了眼收益，难免震惊。除去其他费用，他们到手的收入竟然高达20万。如果让那些张开腿卖的人赚20万，估计得磨秃噜皮了。你收吧，我不缺钱。顾晚秋提议道。铃木却是摇头，这些钱我不能独吞，如果没有其他人的配合，热度也不可能这么高。我打算捐给学校，当做空调费。旁边的校长自愧不如，20万摆在眼前，他刚才甚至都想着，如果自己有20万该怎么花，他竟然没有想到用这20万给学校做贡献。惭愧，惭愧，竟然还比不上一名学生。唉，你疯了！20万全部捐给学校，你不要钱吗？陈夏惊呆了，20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钱。铃木随口一说，却是无形中给陈夏和男生一个大逼嘟子。有钱人说话都这么嚣张吗？男生苦笑，我只是说个事实罢了。铃木笑了笑，顾晚秋悄悄捅了下铃木的肚子，提醒道：逼王，别装了，再说下去就打击到他们了。陈夏幽怨地看顾晚秋，其实他已经被打击到了。铃木看向校长，校长，这20万我代表所有人学生捐给学校，我希望这20万全部用来交空调费。校长认真点了点头，放心，我保证只用这笔钱交空调费。那就好。铃木微微点头。顾晚秋感到好笑，她怎么感觉男朋友才是校长，校长只是乖乖听话的手下而已。这么一对比，男朋友的气场比校长还足。因为还没到10点，不到晚自修放学时间，所以南西一中的学生还是得待在教室里。不过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学习了，每个班级都在热情讨论，张嘴闭嘴都是铃木、顾晚秋、空调。这时所有教室内的喇叭响了，校长熟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：我宣布一个通知，铃木同学将直播赚到的20万全部捐赠给学校，这20万将全部用来交空调费。如果有人发现学校私吞这笔钱，请所有学生积极举报。校长这一则通知无疑是喜上加喜，本来就欢喜的学生，刚刚压下去的热情又爆发了出来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反正我做不出这么无私的事情。20万啊！要是我有这笔钱，谁敢惦记1毛，我都跟他拼命。又送空调，又送电费，同样是学生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？大家都有腰椎间盘，为什么你如此突出？难怪能拿下校花，我服了。刚才的他们只是感谢铃木和顾晚秋，没有他们，土豪也不会捐那么多空调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们心中对铃木产生了浓浓的敬佩。20万啊！有些家庭一辈子都攒不到20万的存款，而铃木却是能捐给学校，帮助他们交电费。换位思考，他们自认为自己做不到如此大方无私。10点，晚自修放学，大暴雨终于停了，只是苦逼的高三仔还得多自习半个小时。3班的同学太热情，主动把顾晚秋的桌子搬到了铃木旁边，也就是最后一排靠门的守门员位置。两人现在闲聊的时候，忽然一群男生在前门探出脑袋，请问铃木和顾晚秋坐在哪里？后面。最前排的女生站起来指向最后面，几位男生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到了最后面打情骂俏的铃木和顾晚秋。好嘞，谢谢。几位男生快步走到了后门，好奇他们要做什么。班里的同学停下手中的活，
纷纷扭头看去。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铃木疑惑问。给你们送给这个。几位男生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放到了两人的桌子上，肥宅快乐水、薯片、阿尔卑斯棒棒糖、泡椒凤爪、零食堆满了两人的桌子，两人竟是找不到地方放手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铃木愈发不解。你们又送空调，又送电费，我们无以为报，所以只能送一点零食，表达我们的谢意。哦，原来是感谢他们的呀。铃木仿佛吃了糖，心里甜了不少。自己的好心好意得到别人的认可以及感谢，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太酷了，让你们破费了。铃木厚着脸皮接下。没有了，这是我们全班的心意，就是有点寒酸了。怎么快？我还怕你们送太多呢。你们不嫌弃就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几位男生笑哈哈的跑掉了，跑得很快。青春年少的年纪，代表班级过来表达谢意，他们有点自豪，又有点小羞涩。哇哦，铃木，这些零食够你们吃好久了。惭愧啊，我们竟然没有想到。铃木，你明天想吃什么早餐？我承包了。同学们不禁感慨，班里还真有学生溜出去买东西。铃木好不容易才劝住其他蠢蠢欲动的同学，只是其他班级的学生他根本劝不住。高3 7班，林哥、嫂子，这箱面包送给你们，中途吃可以补充体力。高1 23班，林哥、嫂子，这箱纯牛奶送给你们，以行不行？补补身体。高2 21班，林哥、嫂子，送你们一桶跳跳糖，亲亲的时候效果极好。高1 12班，林哥、嫂子，听说德芙和青青更配哦，可以略的吃。一波接一波，铃木和顾晚秋的桌子、抽屉、箱子全部堆满了零食。不多时，两人就被零食包围了。桌子上的零食甚至因为太多，直接把两人遮住了。前面的同学看不到他们俩，只能看到成堆的零食。铃木很想拒绝呀，但是根本拒绝不了呀。他要是不收，他们丢下，转身就跑。直到10点半，终于没有人再来了。你们都拿一点吧，我们吃不了这么多。铃木招呼班里的同学，然后所有人齐齐摇头。林哥，这是他们的心意，我们不能拿。对啊，我们要是拿了，他们估计得说我们。你们带回去慢慢吃吧。拒绝不了，又送不出去。铃木苦笑不已。最后还是顾晚秋打了个电话，让他爸妈开车过来。校外，顾之南和江秋来到了校门口。校外人员并不能把车开进去，因此他们只能坐在小车里等。江秋的坐姿并不安分，脱了高跟鞋，直接把脚丫子丢到了老公的腿上。见老公只是抓着脚丫子玩，江秋幽怨的吐槽：你以前那么喜欢亲，现在怎么不亲了？顾之南头也不抬，淡淡应道：酸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江秋宛如炸毛的母狮子，横眉瞪眼。事实。顾晚秋不怕死，继续补刀。信不信我把这38码的脚强行塞你嘴里？顾晚秋终于抬头了，微微一笑。那我明天去吸口腔，防止口腔得脚气。江秋气急，嗷嗷乱叫。车外的路人看着微微摇晃的汽车，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光明正大在校园门口做这种事，挣扎了好一会，江秋才被老公安抚好，打情骂俏的心得到满足。江秋这才想起一路上的疑惑，小秋在搞什么啊？不就是一点零食吗？至于叫我们开小车来拿吗？拉个屎还得用金箔来擦不成？顾之南听得眉花眼笑，你这比喻有点脏。江秋大手一挥，非常霸气，管他脏不脏，反正都一个道理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拿什么零食需要开小车过来？我一辆小电驴，别说拿零食了，我连他们2个都能带回去。区一点零食还需要小车出动吗？杀鸡焉用牛刀？后面的话江秋说不出来了，张大的嘴巴甚至忘记收回来，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。他看到了自家美得无法言喻的女儿，他又看到了女儿帅气的男朋友，他还注意到他们手里都拎着2大包东西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人，每人手里都拎着2大包东西。顾之南挠了下老婆的脚底心，调侃道：你觉得咱们的车装得下吗？江秋这才捡回下巴，嘴角抽搐了下。他们班是打劫了超市吗？哈哈，顾之南乐了。校外的路人纷纷驻足，投去懵逼的目光。这是哪个班的学生？买这么多东西？这队伍看起来有点壮观。村里的小卖铺都没有这么多零食。顾晚秋终于走到自家爸爸的车外，怎么不开门啊？顾晚秋把一袋零食交给男朋友，用腾出来的手敲响了车窗。还在感慨中的夫妻俩这才反应过来。江秋急忙收回脚，穿上高跟鞋，推开车门，下了车。你们怎么买这么多零食？不是买的，学校同学送的。啊，送也不会送这么多吧？回去再跟你们说吧，解释起来有点麻烦。顾之南把后备箱打开，感觉空间还是太小，于是又把后座的车门打开。叔叔阿姨好，2包。叔叔好帅，阿姨好漂亮呀，2包。难怪顾晚秋那么好看，原来有颜值这么高的爸爸。2包。夫妻俩原本还想数一下
有多少包，但是到后面根本数不过来。江秋刚才还在放大话，现在不得不担心车能不能装得下零食。最后他悄然收了口气，还行，后备箱和后座全部堆满，勉强装得下。叔叔阿姨，我们先走了。送完零食，3班的同学纷纷散去，他们主动请缨，帮铃木和顾晚秋把零食拿下来，要不然他们2人还拿不下来呢。爸妈，你们开车回去，我跟他开小电驴回去。朝爸妈挥了挥小爪子，顾晚秋屁颠屁颠地跟上铃木。好在店主不错，下大暴雨的时候把他的小电驴推到了店里，要不然这小电驴就遭老罪了。回到雅居园，还得叫来不少保安才把所有零食送上去。我爸妈不吃零食，买一点放我家就行了，以后我想吃我就来你这边吃。顾晚秋美滋滋分类，宛如喜欢囤东西的小仓鼠，把所有零食整整齐齐地堆在小房间里。搞定。顾晚秋拍了拍小手，看着自己整理好的房间，成就感十足。我走了。黑丝的是铃木急忙提醒。顾晚秋脚步停下，回头嫣然一笑，洗干净屁股，等会姐姐上来宠幸你。好。铃木现在就开始期待了。回到家中，顾晚秋给自家爸妈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听完，江秋直呼梦幻，你们这一晚上的经历可够精彩啊，又是打脸，又是上台装逼，而且还让校长当着全校的面同意你们谈恋爱。想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，这种事情想都不敢想。顾之南颇为认同的点头，想当年我们都是偷偷摸摸谈恋爱，平常上课的时候根本不敢搞小动作，只有晚自修放学后才会溜到操场牵牵小手，想接吻还得躲到小树林里。说到这，江秋忍不住插嘴，一边说一边笑。不是还有一个默认规则吗？晚上在小树林里看到情侣，只要伸手说要喜糖，他们肯定会给。顾之南笑道，不给就告诉老师，他们能不给吗？当时去小树林接吻还得背着喜糖。夫妻俩回忆着往事，从客厅回忆到卧室，从欢笑回忆到吟唱。这种事情顾晚秋已经见多了，见怪不怪。好在他家隔音不错，他不至于听到某种奇怪的声音。哼，你们贴贴，我也去找男朋友贴贴。傲娇的哼笑，顾晚秋溜进了卫生间。20分钟，铃木足足坚持了20分钟。还有谁？20分钟的热水澡啊，对高3仔来说太奢侈了。如果在宿舍内胆洗这么久，卫生间的门都得给你踹飞。一条毛巾从头擦到脚，这就是男生的随性。铃木带着热气钻进了冰冰凉凉的空调房。啊呀呀，爽爽爽！只有最顶级的歌手才能把颤音演绎得如此完美，全是感情，没有技巧。又等了10几分钟，乐文小说网铃木终于等来了顾晚秋。女孩穿着长裤、短袖的熊猫睡衣，柔顺的秀发被毛巾盘起，没有了秀发的掩盖，天鹅颈显得异常修长，标准的瓜子脸，五官精致，无可挑剔。顾晚秋倚在门框，右手撑着门框，左手插着扭腰，前凸后翘的身材被他凹得极其明显。娇媚的凤眼轻挑，帅哥，我美吗？铃木用力点头，很美。这样不行的哦。顾晚秋眼唇轻笑，妩媚异常。你要夸得别致一点，人家才会高兴哦。哦，懂了。铃木10更了。顾晚秋噗呲一笑，你好骚啊。铃木主动往前一步，抬手环住了顾晚秋的小蛮腰，稍微用力，顾晚秋柔软的身子便扑到了他怀里，凝住娇媚的凤眸。铃木笑得色眯眯，你还好意思说我穿睡衣来我这里做什么？纤纤玉手爬上铃木的脸庞，顾晚秋宛如最擅长诱惑人的狐狸精，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的指腹轻轻柔柔地顺着铃木的脸庞滑下，不会太轻，不会太重，宛如轻细的羽毛划过肌肤，让铃木的心尖都跟着颤抖。小奶音盛满了娇媚，人家不会穿黑丝爱，你能不能帮人家穿？乐意至极。铃木大喜，弯腰扣住顾晚秋的腿弯，一个公主抱便把她抱进了怀里，脚后跟关上门。铃木迫不及待地朝卧室走去，他好像着急宠幸妃子的皇上。回到卧室，铃木把顾晚秋丢到了床上，顾晚秋也不害羞，大大咧咧地躺在床上，柔顺的睡衣没有一点支撑度，睡衣塌下去勾勒出波澜起伏的弧度。铃木来回打量，感慨不已，妖精，你这身材真是让人羡慕啊。顾晚秋眨了眨眼，羡慕？你难道也想要36D？铃木语塞，忍俊不禁，不用了，你有36D就够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是36D了？你不是吗？铃木无比诧异，你这么恐怖的规模，难道还不是36D吗？哼哼，顾晚秋翻了个白眼，小表情中透露着揶揄，也是，你们男生一个个那么色，估计你们也就知道36D了。实际上，你们连36D是什么也不知道吧？你们连36D有多大也不了解吧？铃木尴尬地摸了摸脖子，他被顾晚秋说中了，他只知道36D很恐怖，但是36D有多恐怖，他并没有直观的认识。甚至36D怎么算出来的，他也不懂。
要不要我教教你？顾晚秋坏笑，你要教我？铃木惊讶了，对啊，我可是你的人生导师，必须得教会你一些常识，这个也是可以说的吗？铃木偷偷瞄了眼大可爱，大家可爱等于大可爱，想看就看，不要这么偷偷摸摸。铃木汗颜，抹了一把不存在的虚汗。你怎么做到如此淡定？顾晚秋勾唇，嘿嘿笑，咱们是情侣吗？不要那么害羞。铃木，他给广大男生们丢脸了，他竟然比女朋友还害羞，如果说出去，肯定要贻笑大方了。你要不要学怎么判断大小？要。铃木使劲点头，开始传到授业之前。顾晚秋还很会享受脸，很自然的把铃木的枕头摸过来，垫在自己的脑袋下，好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一点。铃木也很会享受，问都没有问，直接就抱起顾晚秋的大长腿放到自己的腿上，然后往上一撸，把裤腿卷上去，露出那一双匀称白嫩的小腿，两只手抚摸着滑腻的肌肤。铃木情不自禁勾起嘴角，你现在可以说了。顾晚秋眼眸转动间带出一抹狡黠，你亲一口我的脚丫子，我就跟你说。铃木双手顿住，急忙摇头，我不要，我不好这一口。哼哼。顾晚秋皱了下小鼻子，似乎没有被亲到脚丫子，心情有些不爽呢。以后你可别求我哦。铃木笑了，放心，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求你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你肯定会求我，让我给你亲。铃木哭笑不得，你晚餐吃的叉车炖塔吊吗？说话这么硬。虽然不亲，但是铃木还是把精致的玉足抓在了手里。只见顾晚秋脸上立马绽开笑容，很显眼，他很喜欢被他玩脚丫子，调皮可爱的脚趾头扭啊扭，要和铃木嬉戏打闹呢。铃木挠了挠娇嫩的脚底心，笑着催促，乐文小说王，你不是要说吗？赶紧啊，急什么嘛？哼。顾晚秋哼哼唧唧的，似乎沉迷于被玩脚丫子的快感中。铃木还在把玩着脚丫子，突然间脚丫子不安分了，有往上抬的趋势。铃木放开了手，只见脚丫子抬起，精致的脚大拇指轻轻点在他的胸膛上，咕噜咕噜，如此暧昧的姿势，宛如正在勾引良家处男的狐狸精，下一刻就要把他扑倒榨干。省略号是对铃木战斗力的尊重。铃木不明所以的望向顾晚秋，女孩娇媚的眨巴着凤眼，帮我穿。铃木又咽了一口口水，不是因为这个姿势太诱惑人，而是他看到了顾晚秋头顶上的问题，看姐姐怎么把这色胚诱惑的嗷嗷乱叫，姐姐要把他勾引到头抬起来，到时候他不亲我的脚丫子，我就不帮他去火。色胚，你今天完蛋了。铃木看呆了，他还是低估了顾晚秋的变态程度，帮他去火，他都没有想过这种事，顾晚秋就已经想到了。喵的，送上门来的便宜不要白不要，我今天必须让你手抽筋回去。我就不信了，我有反应你不会有反应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嗷嗷叫。铃木在心里放下大话，无形的较量在两人心中展开。铃木把胸膛上的脚丫子抓下来，色眯眯的抚摸了一把，这种事情人家当然不介意了，但是黑丝在哪里？只见顾晚秋把手伸进了口袋里，拎出了2条小布料，得意洋洋的炫耀，当当当，看看这是什么。铃木接过黑丝揉了一下，笑道，可以私藏军火是吧？嘿嘿。顾晚秋得意笑着，里面穿着短裤吧？铃木问道。准确来说是短裙，管它是短裙还是短裤，只要里面还有一层东西挡着，铃木就放心了。他可不想看到那件小三角衣服，要不然晚上睡觉内裤可就要遭老罪了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铃木这次非常利索，伸手抓住顾晚秋的裤头，稍微用力就把顾晚秋的裤子扒了下来。顾晚秋说的没错，里面确实有一条短裙，而且还是一条百褶裙，堪堪到大腿根，极其性感。继续往下，奶白性感的大长腿渐渐在铃木眼前绽放出极致的美感。扒完，铃木没有丢掉睡裤，而是团起来捂住自己的脸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好香。喜欢一个人后会尤其喜欢他身上的味道，衣服上带着点点的香味也能让他感到心旷神怡。原来你喜欢这个啊，等下丝袜也留下来给你，等什么时候没味道了我再给你换一件。话说我上次留的丝袜没有破吧？听到顾晚秋的话，铃木趴下身子，从被窝里摸出来了2件衣服，上次顾晚秋留下的短裤和丝袜，丢给顾晚秋。铃木自豪道，好好看看，完好无损，我还没那么变态。顾晚秋第一时间抓起了黑丝，放在眼前认真打量，没有起球，说明没有摩擦得很剧烈，没有破洞，看不出来你还挺爱惜吗？还有弹性，那么说你没有用力拉扯。分析完，顾晚秋咂舌不已，是我小瞧了你啊，我还以为你会拿着我的丝袜做什么呢。铃木自豪地抬起下巴，该有的定力我还是有的，不要小瞧我。顾晚秋忽的坏笑，你该不会是不行吧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可以拿来做坏事，但是你既然没有做，很难不让我胡思乱想哎。铃木自豪的表情破碎，仿佛一张笑脸被剪刀从中间剪开。妈了！
铃木故作咬牙切齿，威胁说：“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办了？”怕了，怕了，怕了！顾晚秋秒怂，但是笑盈盈的小脸可看不出他有一丝害怕。铃木拿他无可奈何，只能轻轻打了一巴掌大腿，弹性十足的大腿顿时荡开圈圈涟漪。别嬉皮笑脸了，赶紧给你穿上。好了，好哥。顾晚秋的大长腿很听话，摆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任由铃木随意摆布。顾晚秋拿的是过膝黑丝，顾名思义就是刚刚盖过膝盖。你知道丝袜怎么穿吗？顾晚秋问道。铃木诧异，这东西还能怎么穿？跟穿袜一样套进去不就行了吗？闻言，顾晚秋撇了撇小嘴，还好我提前问你了，要不然你这大老粗非得把我的丝袜弄坏。先卷起来，套进去后再拉上来，这样子不会勾丝，也不会弄破，拉得更匀称，懂了不？铃木恍然大悟，微微一笑，懂了，但是我不听。顾晚秋不听？什么人啊？故意跟他唱反调是吧？哼哼。顾晚秋鼓起了腮帮子，铃木看乐了，手伸过去戳了戳顾晚秋的腮帮子，鼓起来的腮帮子顿时泄了气。没有出乎铃木的意料，顾晚秋当即白了一眼，赶紧穿了，别皮了行不行？铃木笑着卷起了黑丝。顾晚秋哼哼轻笑，如此好学听话的学生才是老师的好学生吗？卷好黑丝，铃木又捏了一下脚丫子，他很喜欢顾晚秋的脚丫子，肉肉的，小小的，可可爱爱。最后享受的一把，铃木这才把黑丝套进去，然后故意慢慢吞吞的拉起，只为欣赏白皙大长腿被黑暗覆盖的美妙。黑里透白的大长腿多了一种朦胧感，让人看得不太真切，心都被撩拨的发痒，让人恨不得把黑丝残忍的撕破。窥视里面的美景，只不过是一双袜子，铃木愣是穿了好几分钟。穿好后，铃木眼睛发直，终于发现了顾晚秋的心机。难怪你不穿短裤，还是穿了百褶裙，竟然跟我玩这一手，绝对领域是吧？绝对领域。短裙和过膝袜之间那一抹白皙的肉肉，大腿因为临近某个神秘之地，本来就很性感，尤其是百褶裙那么短，让人有种感觉可以窥视到神秘的一角。黑丝也极其性感，但是偏偏留下了一抹白皙。百褶裙的诱惑，黑丝的性感，夹在中间的白皙宛如圣洁的天使被恶魔前后夹击。性感、诱惑、迷人、撩拨，各种能令人血脉喷张的形容皆能从这一幕中找到。咚咚咚，铃木的心脏疯狂乱撞，仿佛要撞破胸膛。咕噜咕噜，过于饥渴，铃木情不自禁吞咽起了口水。顾晚秋双手枕在脑后，得意洋洋的挑眉，哟呵，现在才发现呀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心动？别让我看到你的衣服有动静哦。嗨嗨，铃木厚着脸皮拉了一下裤子。你在干嘛？顾晚秋笑问。没干嘛，隐藏军火而已。啧，你这定力不行哦。铃木无话可说，如此性感的女朋友躺在自己的床上，他有反应只不过是小事，如果他没有反应，那事情可就大条了。铃木把顾晚秋的大长腿又抱了回来，裹着黑丝的大长腿，虽然手感没有顾晚秋肌肤那么滑腻，但是视觉冲击可是杠杠的。铃木一边把玩，心跳一边加速，他不得不转移部分注意力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要说3、6D 吗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嘿嘿，顾晚秋眉眼弯弯，当然可以啦。铃木依旧抓着顾晚秋的脚丫子玩，只见他伸手勒住上衣，把大可爱的弧度勾勒得十分明显。铃木的视线便定定地落在大可爱上，不舍得转移了。3、6D 呢，要分开成2部分看。36是一种英制的长度单位，可不是英寸哦。36相当于国际尺寸的80厘米，32相当于70厘米，34相当于75厘米，36相当于80厘米，38相当于85厘米，40相当于90厘米。铃木听得云里雾里，似乎懂了，但又一知半解。所以3、6D 就是有80厘米那么大。顾晚秋呵呵一笑，你知道80厘米多大吗？地板砖都是80乘以80的，要是有80厘米那么大，那就是身上挂着2块地板砖，这已经不是正常人了，而是巨人。铃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和顾晚秋待在一起太放松，脑子都跟不上了。铃木忽然嗅了下，似乎还挺香。他刚才摸了什么？顾晚秋的脚丫子，所以顾晚秋的脚丫子还挺香。铃木故作淡定地放下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顾晚秋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，依旧认真扮演老师的角色。3、6D 的36也就是80厘米，其实这是指女生下胸围。顾晚秋挺了挺傲人的胸脯，然后指了指大可爱最下面，喏，这里，在这里没有弧度的地方量，绕身体一圈测出来的胸围就是下胸围。铃木看得目不转睛，衣服勾勒出来的弧度非常挺拔，看得他就有点口干舌燥。那3、6D 的 D 是什么？铃木赶紧转移话题。D 指的是罩杯，罩杯的大小代表胸部的突出程度和尺寸，要知道罩杯大小，上下胸围都得测。铃木不懂就问，
那上胸围怎么测？问完，铃木就知道自己又问了一个傻问题。果不其然，顾晚秋又白了他一眼。铃木很清楚，这是顾晚秋的小习惯。他无语的时候就是喜欢翻白眼，只是他的小动作极其妩媚可爱。举一反三都不会吗？下胸围是最低点测胸围，那上胸围肯定是最高点测呀。顾晚秋又挺了一下傲人的大可爱。铃木呼吸一致，视线定格在大可爱的最顶点。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！学习真有趣，学习使他快乐。察觉到男朋友炙热的视线，顾晚秋哼哼一笑，心里洋溢着自豪。男朋友对她越饥渴，她越喜欢。嘿嘿。顾晚秋继续，人们常说的 A、B、C、D、E 指的就是罩杯。罩杯尺寸也就是上下胸围之差，上下胸围之差每 2.5 厘米就是1级。AA 是最小的 7.5 厘米， A 就是10厘米， B 就是 12.5 厘米， C 就是15厘米， D 就是 17.5 厘米， E 就是20厘米。所以 36D 就是下胸围80厘米，上下胸围相差 17.5 厘米。下胸围和上下胸围属于某个区间内，那就是多大？现在懂了没有？铃木拼命点头。他读书的时候从没有这如此认真过，被顾晚秋这么教过，他顿时醍醐灌顶。懂了，非常懂。只是他点头的时候，视线也没有离开过大可爱。咚咚咚！突然间，铃木的心跳剧烈加速。他有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舔了舔嘴唇。铃木壮着胆子说出了心里的想法：理论要结合实践，才能牢牢记住知识。要不让我实践一下？理论结合实践。顾晚秋斜勾起了嘴角，稍稍眯着的眉眼透露着些许痞坏。色呸，你挺会想的吗？刚刚教完你就想动手实践了？你是想验证知识，还是单纯想摸呢？有些阴阳怪气的小奶音，又有些许撩人。这就是顾晚秋啊，说话总是带着钩子，轻易撩动铃木的心弦。被顾晚秋这样子调侃，铃木难得感到脸蛋有些发热，但是他脸皮很厚，脸根本就不红。嗨嗨，都有，主要是想验证知识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是铃木根本不抱希望。这种事情他用12指肠想想都知道不可能。然而顾晚秋给了他一个大惊喜，你要是真想的话也不是不可以。铃木，他甚至怀疑耳朵出问题了，听错了话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顾晚秋抬起了一只脚丫子，裹着黑丝的玉足很随意地放在铃木的肩膀上，调皮的脚尖轻轻贴上铃木的脸庞。嘶，宛如被羽毛挠了一下，酥酥痒痒的感觉从脸庞蔓延至全身。铃木身体一阵僵硬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们此刻的姿势非常暧昧。顾晚秋躺在床上，嘴角着着坏笑，一只大长腿被他抓着玩，另一只大长腿却是抬起来架在他的肩膀上，黑丝玉足宛如最撩人的妖精，在他的脸庞上蜻蜓点水。咚咚咚！铃木不争气的心脏疯狂乱撞，内心深处翻涌出一股冲动，把顾晚秋摁在床上，狠狠地亲遍他全身。可是铃木不敢，只怕唐突了家人。顾晚秋媚眼如丝，娇笑盈盈。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人家可以让你测量一下。咕噜咕噜，铃木琴不自禁咽了口水。不开玩笑，那是当然的啦，人家怎么会骗你呢？那怎么测量？铃木激动了。没错，确实激动了，裤子已经掩盖不住军火了。顾晚秋眼眸偏转，似乎注意到了什么，勾起来的嘴角，笑容更越发浓郁。你家里有量衣服的尺子吗？没有。那你平常做数学题用的直尺呢？这个有。那你去找一条绳子，顺便把戒尺拿来。好。铃木恋恋不舍地松开脚丫子，下了地却是急急忙忙地穿鞋去拿直尺和绳子，先用绳子比划好长度，然后再用直尺量，那就可以了。很快铃木就拿着直尺和绳子回来了。怎么量？铃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顾晚秋哼哼笑，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你过来。铃木操控着僵硬的身体走过去。到我后面去啊。铃木又僵硬地走到顾晚秋后面。笨蛋，抱着我呀。铃木不禁自嘲，太激动了，把自己整得傻乎乎。铃木笑了笑，贴了上去，两只手环住小蛮腰，胸膛贴上顾晚秋的后背。他不敢完全贴上去，因为怕被顾晚秋发现他的异样。他不贴，顾晚秋可就主动了。他主动后靠。哇！顾晚秋惊喜，旋即阴阳怪气起来。某人说的定力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呢？这个是什么呢？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什么都不懂哦。你可不要胡乱说话骗人家哦。饱含笑意的调侃，竟是让铃木感到异常羞涩，脸都有些热了。不过他却是抱得更紧，让两人贴得更近，这叫破罐子破摔。轻轻含住顾晚秋娇嫩的耳垂，铃木气呼呼道：你这妖精还好意思说这种话？爽啊！又被男朋友亲耳垂了。顾晚秋情不自禁抿起了红唇，而且传来的温热湿润让他着迷。顾晚秋轻笑：我不懂哦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请不要睁眼睛说瞎话。
顾晚秋立马闭上眼睛，我是闭着眼睛说话。铃木失笑，那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。顾晚秋要迅速捂住左胸膛，我捂着良心说话呢。哈哈哈，铃木没辙了，只因女朋友太可爱，多看一眼就要爆炸，感受着男朋友强硬火热的意志。顾晚秋笑得很色，脑海中的画面早已铺满了马赛克。怎么测量？赶紧说啊！铃木故意挺了挺身体，惹得顾晚秋身子颤颤。你安分点，不要乱动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要侧上胸围和下胸围，所以用绳子绕一圈就行了啦。说着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可就难了。铃木小心翼翼地拿起绳子，忽然间他被挺翘顶撞了一下，紧接着怀里的温香软玉就跑了。哈哈，伴随着欢笑，顾晚秋一溜烟钻进了被窝，脑袋都埋了进去，只剩下一双可爱的脚丫子留在外头。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让你凉吧？我只想看看你的反应有多激烈而已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有人这么傻吧？我就不告诉你，我就不让你凉。铃木僵硬的手停在空中，他被骗了。亏他刚才还那么期待，那么激动，原来这是顾晚秋的奸计，只是为了调侃他没有定力。很喜欢皮是不是？铃木咬牙切齿，在床边坐下，估摸着屁股的位置。铃木甩了一巴掌下去，厚厚的棉被当即凹了下去。给我出来，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哼哼，我就不出来，别想着我让你凉。不是，我好奇心已经起来了，你必须让我知道。那你就继续好奇吧，我不说也不让你凉。铃木磨了磨牙，把露在外面的脚丫子抓了过来，用手指挠了挠脚底心。哈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痒啊，好痒，知道痒了，乖乖出来让我凉。我不要，我就是不让你知道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铃木把两只脚丫子摁在自己大腿上，邪恶的手指来回的挠啊挠，怕痒的脚丫子扭来扭去。正当铃木发泄得很开心，忽然他身体一震，终于意识到了问题。铃木这才想起来，他平常玩顾晚秋脚丫子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反应，即便是抓着他的脚底心玩，他也不会感到痒。那现在作何解释？根据勾股定理可得，顾晚秋在演戏，用力捏了下脚丫子。铃木气得咬牙切齿。好啊，你还敢演戏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地是不是？娇笑盈盈的顾晚秋忽地安静下来，脚丫子又踢了一下。顾晚秋笑道：哎呦，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呀？你还敢承认？铃木气急，他竟然被顾晚秋连续耍了2次，欺人太甚。铃木抓着被子用力一扒，被窝里的美少女再也藏不住了，因为刚才躲在被窝里笑得太欢，扭来扭去。顾晚秋头上的毛巾散落，乌黑油亮的秀发在床上铺开，鹅蛋脸显得极其娇小，有种凌乱破碎被生活糟蹋过的美。要不我们商量个事？顾晚秋轻笑。什么事？我们各退一步，我不耍你了，你也不能报复我。铃木没有说话，只是笑容有些不正经，右手落在顾晚秋的脚丫子上，一点点一点点地往大腿上滑去，温热的手指宛如自带电流，所到之处鸡皮疙瘩冒起。顾晚秋情不自禁抿住了红唇，不需要看，只凭感觉她就知道男朋友的手落在了她大腿内侧。男朋友的手没有再往前，只是用2根手指轻轻柔柔地绕圈圈抚摸。嘶嘶嘶，顾晚秋用小鼻子轻吸了口凉气，一口银牙不禁咬紧。如此危险的地方，这样暧昧的动作刺激得他浑身发痒。铃木直溜溜地盯着顾晚秋，看到他满脸羞涩，凤眸轻眨，贝齿咬唇。不多时，顾晚秋伸手抓住了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拿开，又夹紧了双腿。铃木笑眯眯地盯着顾晚秋，只见顾晚秋扬起嘴角，露出一道讨好的笑容。哥哥，别这样，咱有话好好说。这一声哥哥简直叫到了铃木的心坎里，妩媚中又不失软萌，妙不可言。成功扳回一城。铃木调侃道，嘲讽我定力不行，你的定力也不咋地啊。顾晚秋咬了咬嘴唇，无从反驳。拜托，那种姿势太刺激了，他真的顶不住啊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可能就擦枪走火了。现在可以让我凉了吧？铃木再提。顾晚秋眨了眨眼，要不我直接跟你说。不。铃木毫不犹豫摇头，我要自己测量，书是自己读的。顾晚秋当即抄起枕头拍了一下铃木，笑骂，书是自己读的？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？你分明是想占一些小便宜，别以为我不懂你的小心思。铃木抓住枕头随手丢到一旁，微微一笑，我没有否认过啊，我就是要占你的便宜，给不给？顾晚秋，你竟然如此真实，好歹掩饰一下。铃木一点都不安分，又把手放到了顾晚秋的肚子上，他一点都不见外哦，好像是对待自己的身体，直接撩起顾晚秋的睡衣，把手贴在了她的小肚子上。顾晚秋双眸闪过一丝狡黠，她想到了报复男朋友的好方法，拍了下床垫。顾晚秋眉眼弯弯，发出了邀请，要不你躺下来给我揉一下肚子，你把我揉舒服了，我就给你量一下。铃木欣然答应，如此好事，除非是不行，要不然谁能拒绝？
铃木刚在顾晚秋身边躺下，顾晚秋就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。过来啊！顾晚秋非常主动，铃木很配合地贴了上去，用胸膛粘住了顾晚秋的后背。刚才已经被知道了，他现在也不害羞了。铃木上下全部贴上去。哇！顾晚秋发出感慨：子佩，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应该没有男生好意思站在你旁边吧？铃木笑喷：我去，这个你也懂。不过你说的很对。顾晚秋嘿嘿一笑：略懂略懂，他们估计怕你分叉。铃木的笑脸裂了，嘴角的肌肉不受控制，抽了又抽，搂紧小蛮腰，强迫顾晚秋和自己贴得更近。铃木故意用了点力，咬了下顾晚秋的小耳垂，这算是惩罚了。我给你3秒钟，重新组织一下措辞。哈哈，顾晚秋咧着小嘴，憨笑不停。男朋友就是用来调戏的吗？太可爱了。行行行，我改口，他们是害怕看到你，然后自卑。铃木满意了，这么说还差不多。虽然和顾晚秋聊天很有趣，但是铃木始终忘不掉初衷。你说让我量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因为顾晚秋背对着他，铃木此刻并没有看到顾晚秋脸上的坏笑，只是听到他这么说了一句：要不我教你用手量。咚！铃木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用小学生的话来说就是高兴的一蹦3尺高。你没有开玩笑吧？我都被你这样抱着了，如果开玩笑，我跑得掉吗？确实是这个道理。刚才站在地面上，他没有用太多力，所以才让顾晚秋逃了。但此刻他们在床上，这样的姿势可不好发力哦。不信，小视频里面这种姿势，男主能有多大力？用手怎么量？你把一只手伸起来。铃木很配合的伸出一只手，把手掌弓起来，拇指摸到食指的第一个关节。这个时候，拇指、食指、手背会形成一个三角形，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就是 A。铃木抬起头，偷偷瞄了一眼顾晚秋的挺拔。那你肯定不是 A 了。哼哼，肯定不是啦，人家身材那么好。顾晚秋又自恋了一句，他真的是逮到机会就自恋。铃木表示理解，毕竟长得那么好看，怎么能不自恋呢？变态一点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都能搞定了。但这不是重点。铃木突然察觉到怀里的小妞开始搞怪了，他并不安分，时不时就往后面蹭一蹭。铃木悄悄拉远距离，他就又蹭过来，明摆着要撩拨他。磨磨蹭蹭，这可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剧烈摩擦火柴就会点燃。铃木不得不用双腿夹住顾晚秋的大长腿，安分一点，别乱扭。我没有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顾晚秋窃喜，等会有你难受的时候。色胚，你今晚完蛋了。铃木催促道。A 说完了， B 呢？在下面呢。顾晚秋立马应道。铃木妈了，嘴角一抽，没问你这个，我说 B 怎么判断？顾晚秋娇笑，我都说了在下面了，接下来就说这个了啦。B 就是手指弯曲，弄成一个 C 字，大拇指和其他4根手指平行，这种的感觉就是刚刚好，一手足以掌握。铃木不愧是大学霸，顾晚秋一说，他立马就摆出了正确的姿势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，铃木保持这个姿势，把手放到了顾晚秋身前。哇，妖精，资本不错哦，竟然也不是 B。哼，顾晚秋傲娇的哼笑，姐姐的身材嘎嘎好。这句话铃木表示非常认同，只是如果顾晚秋不乱扭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没想到他都夹住了他的腿，他还能扭来扭去，磨磨蹭蹭，搞得他又丢了定力。顾晚秋眼眸闪过狡黠，嘿嘿，简简单单，待会有你哭的时候。C 呢，手掌就要张开一点，食指和拇指的角度大概有130度，这种感觉就是有点难以掌握。铃木又比了一下，老母牛入洞房，大吃一惊。顾晚秋的大可爱竟然比 C 还恐怖。D 就很简单了，把你的手掌张大，手指有一点弯曲就可以了，仿佛有种不堪重负的感觉。铃木秒懂，又把手放到了大可爱前，对比一下。铃木大喜，可以哦，妖精确实有自恋的资本。所以你到底是36还是34，或者是32？顾晚秋又扭了一下身子，傲娇的哼哼唧唧，我就不跟你说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懂。铃木懂了，以后让他自己把玩，再自己感觉是吧？高中有这种规模确实恐怖，不过也可以理解，毕竟顾晚秋的身高摆在那里，1.75米的女生，即使在大学也算是非常高挑的，甚至不少男生都没有那么高呢。又感受到男朋友火热的意志，顾晚秋估摸着时间，总觉得还差了点，于是眼眸一转，又说道：我再传授你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觉得女生的身材比例很协调，很完美，你可以用她的身高乘以0.53，得出来的结果大约就是她的胸围了，然后你再推算一下，就可以知道她是多大了。必须得身体比例很协调，很完美的才准哦。铃木笑得很色，顾晚秋嘴上说着不让他知道，但还是给他透露了小技巧，一点都不藏私的女朋友简直不要太可爱。已知顾晚秋的身材非常完美，身高为175厘米，完美胸围等于身高星号0.53。谢得，顾晚秋的完美胸围是92.75厘米。已知顾晚秋是 D 代表上下胸围之差为17.5厘米。
92.75减17.5等于75.25。再根据之前所学，下胸围75厘米，对应的是34。综上所得，顾晚秋是34 D。铃木直呼震惊：“我去，妖精，你这身材也太猛了吧！而且你还是发育期，这以后岂不是要羡慕死别人？”顾晚秋得意的扭啊扭，一个劲的往后面蹭。铃木感慨之余又苦笑不已：“你别往后蹭了行不行？有点难顶，难顶就对了，就是让你难受。”哼哼。顾晚秋不听，偏偏更加调皮了。温香软玉在怀，鼻尖充斥着女孩身上的清香，手掌心捂着的是软乎乎的小肚子，大腿夹着滑溜溜的黑丝大长腿，浑圆挺翘又顶在前方，简直是全方面，身体心灵同时诱惑，诱惑力拉满了。呼呼呼，铃木呼吸变得粗重，宛如看到红牛的老牛，只待某一刻绷不住，便冲出去，横冲直撞。你再牛，等下我就不客气了。担心自己忍不住，铃木不得不提醒：“嘿嘿，这就不行了。”顾晚秋得意一笑，他却一点都不安分，反而扭得更开心。铃木只好用力摁住他：“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待会有你哭的时候，我大姨妈还没走。”铃木，我去！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即便他再难受，也不敢下手啊。顾晚秋就是算准了这点，才故意这样子折磨他，太狠了。嘿嘿，不会吧？你说的定力在哪里呢？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定力呢？我只是感觉有人在拿枪顶着我，难受吗？煎熬吗？是不是非常难顶？顾晚秋张嘴就是阴阳怪气，功力简直炉火纯青。铃木很气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他主动松开了顾晚秋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”谁料这次顾晚秋竟然很配合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不过他还有一个小要求，帮我吹完头发我就走。行行行，只要能送走这调皮的小妞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上次逛街的时候，顾晚秋就买了吹风机。铃木拿吹风机回来的时候，顾晚秋早已搬来了凳子，坐在靠床的位置。你坐这里。顾晚秋指了指自己身后。行。铃木好无奈，坐到了顾晚秋身后的床上。顾晚秋坐着的凳子很矮，他坐在床上形成了居高临下姿势，俯瞰波澜起伏。你知道怎么吹头发吧？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哦。一边扫头发一边摇吹风机，因为是第一次帮女生吹头发，铃木听得很认真，学得也很到位，他很配合。但是顾晚秋一点都不配合，他故意斜斜地靠在床边，让傲人的大可爱更加挺拔。铃木本来不想注意，但是当第一眼瞄到大可爱之后，他就忘不掉了。尽管脑海中一直在告诉他不要看不要看，但是眼睛就是不听使唤。忽然间顾晚秋做了一个动作，铃木眼睛都直了。难顶，越来越难顶了，根本顶不住。拉起放下，拉起放下，这不是在插秧，而是顾晚秋在扒拉他的衣领。宽松的睡衣，衣领本来就大，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。顾晚秋又拉起衣领放下，隐藏的风景映入眼帘。铃木的眼睛直了，挪不开啊，视线根本挪不开。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望着你。顾晚秋忽然的出声惊醒了铃木。嗨嗨，铃木极其心虚，迅速把视线转移到秀发上。你在说什么？怎么神神叨叨的？铃木故作不解。顾晚秋舔了舔嘴唇，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深意吗？不觉得。铃木此刻脑海中全是白花花的画面，根本无暇思考其他东西。哼，你太无趣了。顾晚秋似乎没有了聊天的欲望，又扒拉起了他的衣领。铃木在脑海中疯狂告诉自己不要再偷看了，但是眼睛就是不听话，一个劲的往那边看。不看，看，不看，看，来回纠结了好久。铃木破罐子破摔，敞开了眼睛看。难受归难受，但是此时的美景不看白不看。咕噜咕噜，铃木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咽口水。嘿嘿，好看吗？顾晚秋忽然回头逮住了铃木偷看的视线。好看，不好看，偷看被抓。铃木内心慌乱，立马扭头看向其他地方，拿着吹风机的手加快了摇摆的速度，装作自己很认真的吹头发。忽然间，铃木手被烫了一下，原来是顾晚秋抓住了他的手。嘈杂的嗡嗡声消失，顾晚秋拿下了吹风机，笑道：“我头发已经干了，不用吹了。”哦，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吗？铃木傻傻的，几秒后才发觉自己的手还被顾晚秋抓着，然后被顾晚秋抓着朝某个地方拉近。铃木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距离大可爱越来越近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顾晚秋不会这么奖励他吧？这样子真的好吗？距离一点点拉近，铃木的心跳一点点加速，他的脑海中不禁出现了两个人此时的姿势。他坐在床边，居高临下，顾晚秋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仰望着他。他呆滞，他坏笑，他不知所措，他主动引领，他饥渴难耐，他撩人无形。他拉着他的手朝自己身体拉来，明摆着要让他摸他。
而且还是他主动帮助他伸手。咚咚咚，铃木感觉这心脏迟早要坏掉。顾晚秋太会撩人了，不争气的心脏根本抵抗不住。距离终于来到了零，摸到了。铃木眼睛大睁，呼吸也停了下来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手落在顾晚秋锁骨中间，落在锁骨中间那一片雪白上。第一感觉是软，然后是柔嫩滑，万般美好，瞬间从手掌蔓延，沿着手臂蔓延至心中。要不要往下试试呢？眼角微翘的丹凤眼自带妩媚，宛如勾人的狐狸精揣着小奶鹰，魅惑人心。铃木张了张嘴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。火热的身躯让他有些难以按耐，恨不得把顾晚秋丢在床上，用鞭子狠狠地教训他，不然这火气根本去不了。宝，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哦。话音落下，铃木心脏再次加速，看着顾晚秋抓着他的手一点点往下面拉。顾晚秋主动帮他摸大可爱，这样的事情太疯狂了。顾晚秋娇媚的小奶鹰依旧在旁边蛊惑，你刚才也看到了吧，人家其实没有穿的哦，刚洗完澡穿那东西太难受，所以人家一般都是不穿的，而且睡觉的时候不穿那东西才好发育。现在刚好便宜了你，手要伸进去吗？你应该很渴望吧。红唇吐出的小奶鹰宛如魅魔在耳边轻语。铃木心动不已，顶不住，根本顶不住，除非你太贱，不然根本不可能没反应。一点点，再近一点点。铃木的指尖已经摸到了顾晚秋的衣领，铃木不由得放轻呼吸，放缓眨眼的频率，生怕自己错过什么绝世美景。然而顾晚秋却忽地松手，起身就离开距离。嘿嘿，这就不行了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让你摸吧？做梦去吧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伴随着得意洋洋的娇笑，顾晚秋撒开脚丫子就跑。嘚瑟，我嘚瑟的笑，调戏完男朋友我就跑，让男朋友一个人难受的嗷嗷叫。嘿嘿，我可真是个机灵鬼呀！顾晚秋得意之时忽然尖叫，腰间多了一双手。干嘛？干嘛？放开本宫！顾晚秋的尖叫没有一丁点作用。铃木贴上了顾晚秋的后背，轻咬耳垂，揶揄道：你不会以为跑得过我吧？撩完我就想跑，让我一个人难受，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但是你觉得你能跑得掉吗？哦豁，完蛋了，只想着怎么调戏男朋友，却是忘记了思考怎么脱身，白给。顾晚秋咧起了嘴角，笑容无比谄媚。哥，别这样，时间不早了，让我回去休息吧，我们明天还要上课啊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说的真好听，但是铃木不听，打横抱起了顾晚秋。切，色胚！知道自己跑不掉，顾晚秋认命了，撇了撇小嘴，乖乖搂住男朋友的脖子，把顾晚秋丢到床上。铃木坐在他身边，满脸坏笑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想个办法补偿我。顾晚秋躺平了，毫不害臊地瞄了眼铃木的裤子，嘿嘿笑道：要不你去洗个冷水澡，听说效果很不错。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铃木拒绝。你难道不知道一直冷水澡下火得不到释放，身体会出毛病吗？这个我知道，这方面男生和女生都一样，身体发育到某个程度，要学会适度发泄，长时间得不到发泄，对身体可不好。铃木抓住了顾晚秋的小手，笑得色眯眯。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怎么做？用他的小嫩手上下运动。打咩？会秃噜皮的。顾晚秋攥起了小粉拳，眨巴着丹凤眼，一副呆呆萌萌的样子。我不懂，我现在只想回去睡觉。你觉得现在你能走得掉吗？嘿嘿，应该可以吧。我不管，火是你自己点的，你要负责浇灭。铃木抓紧了顾晚秋的小手，绝对不可能让他跑了。现在内裤已经遭老罪了，他必须得让顾晚秋补偿他。这样子不好吧？顾晚秋偷偷瞄了一眼男朋友某处。哇！顾晚秋心底发出惊呼，这么恐怖的规模吗？难怪上厕所的时候男生不敢在他旁边。察觉到顾晚秋视线，铃木内心多了点骄傲，也懒得隐藏军火了，大大方方展示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，我自己来；二，你帮我。顾晚秋连忙摇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做这种事。铃木笑着反问，我们是情侣，为什么不能做这种事？顾晚秋张了张嘴，竟无法反驳。太有道理了，这种事情就是情侣才能做吗？看到顾晚秋一脸懵逼，铃木得意笑笑，赶紧点，趁我现在兴致好，你可以少受点罪。顾晚秋默默翻了个白眼，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，一点都不害臊，还兴致好？哈哈，话糙理不糙，打着火的汽车怎么说也比没有发动的汽车好打吧。乐文小说王我不懂，你不要说这种污言秽语，玷污我的思想。铃木笑了，笑喷了。顾晚秋这小妞的思想需要他玷污吗？恐怕顾晚秋比他污了不知道多少倍。随手摸上顾晚秋的黑丝大长腿，铃木催促道，赶紧做出选择，要不然我们就这么耗下去。哼！顾晚秋皱了皱小鼻子，有点委屈巴巴。要我帮你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只见顾晚秋抬起了大长腿，裹着黑丝的脚丫子对到了铃木眼前。透过薄薄的黑丝，铃木看到了里面精致可爱的脚趾头，脚趾头宛如调皮的小姑娘，扭了几下，吸引了铃木的注意力。嘿嘿，嗦2口我就帮你。图穷匕现。铃木坏笑地看着顾晚秋，得益于系统的存在，他早就知道顾晚秋的真正目的了。摸着下巴，铃木双眸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你为什么总想让我嗦2口呢？让我想想，你应该是有某种奇怪的癖好。其实你很想让我亲你，但是你又不想和我打啵，所以你要让我亲其他地方，这样子可以满足你想被亲亲的欲望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死！男朋友不愧是能进入她身体的男生，实在是太懂她了。小心思被男朋友说得一干二净。顾晚秋扬起嘴角，弯弯的眉眼也透露着欢喜。我不懂你说什么。哼，傲娇的美少女才不会承认呢。啪！铃木轻轻拍了一下顾晚秋弹性十足的大腿，笑道：你不用狡辩了，我早就看穿你了，妖精。哼哼，随便你怎么说，我的条件就这一个，你答不答应吧？顾晚秋傲娇的撅着嘴角，得意洋洋的调侃。我也给你2个选择：1，我回去睡觉，你自己解决；2，嗦几口，我用手帮你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嘴硬，要么你自己难受，要么就乖乖嗦2口。我要揭穿你虚伪的面目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说不喜欢。本大美女的玉足香香喷喷，你怎么敢嫌弃？嚣张！顾晚秋恨不得拿笔在脸上写出嚣张2个字。铃木乐不可支，这小妞似乎真以为他拿她没办法。铃木摇了摇头，今天你要用手帮我，我还不用嗦2口，我说的耶稣也拦不住。哟哟哟，好大的口气呢！顾晚秋阴阳怪气。铃木笑而不已，挨着顾晚秋躺了下去，搂着顾晚秋的小蛮腰。铃木稍微用力就把顾晚秋翻了一个身子，让她背对着他，然后整个人又贴了上去，又感觉到男朋友钢铁般的意志。顾晚秋忍不住蹭了又蹭，嘿嘿坏笑，你都这样子了还敢嘴硬？等会你别嘴硬就行。铃木发出坏笑，手自然而然地摸上了顾晚秋的小肚子，又用腿夹住顾晚秋的大长腿，耳朵轻轻含住了顾晚秋的耳垂。嘶嘶嘶，顾晚秋不停地倒吸凉气，大长腿被男朋友的腿夹着轻轻摸索，肚子上的大手烫着她的肚子好暖，尤其是耳垂，如此敏感的地方被男朋友不停挑逗，上中下同时爽得不要不要的，最终所有爽感汇聚到一处，山谷的堤坝似乎要塌了。顾晚秋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男朋友顶不住她的诱惑，她同样也顶不住男朋友的诱惑呀。几分钟之后，铃木察觉到怀里的妖精扭动了起来，紧接着他听到了顾晚秋娇滴滴的撒娇：别这样，哥哥别这样了行吗？有话好好说，咱们是文明人，别搞这一手，我怕了行不？时间不早了，让我回去睡觉吧。别乱舔了啦，人家要顶不住了啦。你别往前面顶了，我都被你顶到床边了，难受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帅气又会聊的男朋友，对他这种女司机来说，诱惑力简直不要太大。那你知道怎么做了吧？铃木笑问。知道怎么做。哼！顾晚秋重重的哼了一声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我帮你行了吧？那嗦2口的事，不用你了，行不行？哈哈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铃木松开了顾晚秋，然后在床上躺平，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，笑得跟老狐狸精似的。快点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要睡觉。顾晚秋瞪了眼铃木，你急什么啊？5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，催什么催？铃木气笑了，5分钟？你怕不是太小看你男朋友了？哼哼，希望你能坚持得到5分钟。顾晚秋认命了，一咬牙，心一横，伸手就扒拉。几秒后，铃木身体僵硬在床上，难以言喻的滋味瞬间让他着迷。如此的出格感刺激得他心脏乱怦，尤其是看到顾晚秋一脸坏笑又一脸傲娇的小表情，铃木更舒服了。顾晚秋这小妞非常心机，他坐在他旁边，故意把脚丫子伸到了他眼前，嘴上说着放弃了，却是悄悄做出了这种动作，太心机了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又为了让女朋友开心一点，铃木豁出去了。不就是一声诧异问：小伙子你的嘴里怎么有脚气？铃木抱起了顾晚秋的大长腿，顾晚秋情不自禁咬起了红唇，她不介意帮男朋友做点什么了。当然了，男朋友如果肯她一点点奖励，她肯定会更喜欢男朋友的啦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癖好，但是脚丫子被男朋友玩的时候，她浑身发软，喜欢的不得了。顾晚秋坏坏的想，这应该不算什么吧？我看评论区有些人结婚了，老公都亲老婆的脚丫子，我们也是要结婚的，所以让他亲亲也不过分吧？而且色胚肯定是足控，应该也很喜欢吧？喜欢。铃木虽然嘴很硬，但是身体很诚实，他不仅是腿控，而且还是足控。顾晚秋的脚丫子那么完美，他难免有些心动。再说了，有些人鲍鱼都敢吃，亲2口脚丫子还怕了不成？豁出去了。铃木闭着眼睛亲了一下白皙的脚背，然后立马松开，
躺平，似乎他什么都没做。顾晚秋嘿嘿直笑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顾晚秋从卫生间里出来，放松似的揉着右手的手腕，看着床上美滋滋躺着的男朋友，顾晚秋满脸幽怨：色胚，早知道就不帮你了。哈哈，现在知道怕了没有？在这种事情上得到女朋友的夸奖，铃木内心极其舒坦。哼，色胚！顾晚秋抓起床上的黑丝，当成了鞭子抽了几下男朋友，这算是给右手报仇了。然后又把黑丝丢到了男朋友脸上。顾晚秋哼笑，这次勉为其难帮你，下次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铃木涩涩的挑眉，其实我也可以帮你。切，我不需要。天哪，谁知道他内心有多么渴望。但是他来大姨妈了。呜，宝宝委屈。宝宝不说，我走了，晚安。顾晚秋转身欲走，我送你回去。铃木连忙起身，背对着男朋友。顾晚秋的嘴角微微上翘，今晚的经历还挺有趣。送完顾晚秋，铃木回到了床上，第一时间查看系统。恭喜宿主解决顾晚秋的问题。因为顾晚秋是宿主的女朋友，所以复刻程度100%，复刻财富，颜值100分。铃木却是慌了，卧槽，复刻顾晚秋的颜值，我不会直接变成女生吧？我可不想有3、4点，我也不想躺着被别人抠。这个奖励我能不要吗？系统，摊上这么一个宿主，早知道就烂在厂里算了。宿主放心，只是让你颜值提高而已，不是让你变成女生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铃木松了口气，之前他还担心自己复刻了顾晚秋的3、4点，原来只是让他变帅而已，那就没事了。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本次提升将持续1个月。哦，所以每天就是从更帅中醒来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铃木剑嘻嘻笑着，哪个男生不想让自己长得更帅一点呢？到那时只需要他往那里一站，顾晚秋就嗷嗷叫的把自己扒光扑到床上，求着他把他办了。美妙的一晚过去，上完最后一天的课就是国庆假期了。因为昨晚玩得太嗨，铃木和顾晚秋都起晚了，赶不上吃早餐，两人只好在校外买几个包子带回教室吃。一到学校就是早读，早读之后没有休息，直接就上课，直到9点大课间，两人才带到机会吃早餐。其他同学也一样，汤粉、拉粉、肠粉、粥、包子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明明吃的是包子，鼻子闻到的味道却是肠粉的。明明干的是老婆，但大小轮廓却是隔壁老王的。啃一口包，喝一口豆浆。铃木随口问，话说我们有几天假期来着？阿木。顾晚秋忽地把头探过来，张大小嘴啃了一口铃木包子。嘿，他不吃自己的包子，非要跑过来偷吃。前面刚转过来打算找铃木聊天的男生默默转了回去。不看不看不看，不然这早餐就吃不下去了。顾晚秋美滋滋道：3天。看着手里少了一块的包子，铃木会心一笑，对着顾晚秋刚啃过的地方也啃了一口。似乎比刚才的包子还甜一点。不过3天的假期并不能让他心里发甜。铃木无奈摇头，人家放7天，我们只有3天。顾晚秋随手拿起铃木的豆浆，毫不介意含住了铃木刚才用过的吸管，咕噜咕噜吸了一小口。顾晚秋嘴角微微上翘，微笑道：虽然我们假期比较少，但是我们作业比他们多啊。铃木哭笑不得，别说了，心累啊。哈哈，没办法呀，小学校就得玩命。顾晚秋轻笑，确实又把头探过去啃了一口铃木的包子。铃木揉了下顾晚秋的小脑袋瓜子，笑道：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着吃，总抢我的包子？嘿嘿，因为你的包子更加好吃啊，我也想吃你的包子。顾晚秋顿时眯起眼眸，鄙夷地看着男朋友，我怀疑你说的包子不正经。铃木坏笑挑眉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让我吃。哼哼，做梦吧。傲娇的美少女不仅要吃男朋友的包子，还要抢夺他的豆浆。对了，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情？顾晚秋犹豫了下，然后带着点心虚解释，国庆之后不是你爸的生日吗？本来说好了到那天我也过去，但是我爸妈已经订好票了，要带我出去旅游，所以后面的话顾晚秋没有说，只是咬着嘴唇轻眨着丹凤眼，摆出一副可怜唧唧的小模样，盯着男朋友。被顾晚秋这么盯着，铃木想发脾气都发不了，况且他也没有发脾气的意思。铃木捏了下顾晚秋的大腿，一点都不介意。乐文小说王，你紧张什么啊？上次你见过我爸妈了，这次你不来也行啊。顾晚秋还是有点心虚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言而无信啊？哦，铃木懂了。顾晚秋真正担心的是他在他这里没了信誉，情侣之间如果没了信任，那离分手也不远了。铃木伸手捏了下顾晚秋的脸蛋，笑得一点都不勉强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种事情你又预料不到，你爸妈带你去旅游，你好好玩就行了。顾晚秋眼眸一亮，真的咩？要不然肯定是真的了。嘿嘿，奖励你一口豆浆。顾晚秋拿起桌子上的豆浆递到了铃木嘴边，铃木忍俊不禁，拿我的豆浆奖励我？咦惹，你竟然好这一口。顾晚秋满脸坏笑。铃木顿住，
好家伙，脱口而出竟然说了这么一句傻话。看不出来哦，你竟然是这种变态，自产自销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？色胚啊色胚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眉飞色舞的鹅蛋脸搭配上阴阳怪气的小奶音，惹得铃木哭笑不得。你思想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顾晚秋笑嘻嘻点头，对对对，你什么都没说，是我龌龊。你那么单纯，怎么可能知道豆浆是什么呢？难怪你那么喜欢喝豆浆，我懂了。你不要说我懂你，我都懂。哈哈哈！顾晚秋笑得极其得意，得到机会就要调戏男朋友，成就感十足。铃木落了下风，根本没有办法反驳。高三的苦逼哪有假期可言？说是假期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刷更多的试卷罢了。每科老师都抱着一大堆试卷上来。化学老师，这次试卷不多，一共6张，1天2张，不多。学生，呜呜，你说的对。物理老师，只有3天假，不给你们布置太多试卷了，6张就行了，1天2张，一点都不多。学生，呜呜，对对对，一点都不多，只不过是12张罢了。生物老师，生物比较简单，1天3张不过分吧？一共9张，不算多吧？学生，呜呜，确实不多，区21张算得了什么？语文老师，你们数学、物理试卷应该挺多吧？语文我就不给你们布置那么多了，语文只有3张试卷，不过作文都要写。学生，呜呜，我宁愿多做一套数学试卷，都不想写作文。每个老师都说自己布置的不多，但是到后面加起来已经不用看多少张了，直接可以用尺子量多少厘米厚。下午放学前，看着成堆的试卷，高三苦逼要崩溃了。不多不多，你们难道没有学过数学吗？一点都不多，怎么会多呢？我一天有128个小时。操！我上3天厕所都用不了这么多纸，别说上厕所了，拿来烧水也足够把你这头猪的毛拔了。抱怨归抱怨，成堆的试卷一张都不能少。放学了，铃木和顾晚秋迎来了告别。铃木难得背一次书包，他背书包的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。校门口直直走几百米，过了马路，对面就是客运站。铃木要在那里坐大巴摇回家。顾晚秋跟着铃木来到了客运站，他是来送他的。水汪汪的双眸闪烁着浓浓的不舍。你回去后记得要给我发信息哦，视频聊天不能少，一定要记得学习，不要整天出去乱玩，不准去勾搭其他妹子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还有，每天都要想我，不能少于108次。碎碎念的顾晚秋怪可爱。铃木感到好笑，为什么是108次？顾晚秋忽的坏笑，因为人家懂得108种姿势，等你来开发。说完，顾晚秋色眯眯地挑了一下眉毛，似乎在暗示他好好对人家，人家保证爽死你。铃木乐不可支，伸手把顾晚秋拥进了怀中，离别之不舍在心中荡漾。铃木搂紧了火热的娇躯，安抚道：放心了，我就怕你嫌我太粘人。顾晚秋也抱紧了铃木，娇笑道：不会的，人家又不是那种人。两人相拥无语，静静感受着彼此的温度香味。周围的学生侧目不已。卧槽，林哥和校花追着撒狗粮，后槽牙都咬碎了，林哥太令人羡慕了。羡慕不来啊，你有本事让别人也给你送空调。算了，我脱了衣服满学校乱跑，也没有那么多人观看。南西一中的学生自然认得铃木和顾晚秋，毕竟这两人可是他们的大恩人。国庆假期回来就可以拥有空调教室了。又等了几分钟，车来了，我走了，不然抢不到座位。好，松开顾晚秋。铃木迈开大长腿，第一时间溜了过去。人多座位少，慢一步就得人挤人摇着回去。大巴走了，顾晚秋手机刚好也响了。喂，妈，什么事？你还没回来吗？赶紧收拾东西，等会就要回老家了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收起手机，顾晚秋脸上洋溢着狡黠。色胚，很快我们就要见面了哦，到时候千万不要太惊喜哦。嘴里哼着歌，顾晚秋迈着大长腿朝学校走去。对了，她的老家跟男朋友家是一个村子哦。嘿嘿，这是她留给男朋友的惊喜。这辆大巴上基本全是同一个村子的学生，不过不一定是南西一中的学生，因为南西一中附近还有8所中学。铃木看了一眼坐在自己旁边的陌生男生，他笑得一脸色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得亏铃木瞅到他在发信息，要不然铃木还以为他在看什么小视频，比如公交痴汉、公交车上的岳父、公交车上的小姨子，无意多聊。铃木拿起手机和顾晚秋闲聊。铃木，国庆你们要去哪里玩？人山人海，找得到地方玩吗？信息刚发出去，短短几秒钟，顾晚秋就回信息了，似乎一直在等他找到空闲给他发信息呢。顾晚秋，我们去看阴阳石。铃木，这是什么？我听都听过。顾晚秋，你难道没有看过照片吗？铃木，没有。重生前除了上大学去过其他城市，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去过另一个城市了，因为没钱。顾晚秋，等等哈，我给你找张照片。铃木，好。铃木乐得悠闲，他懒得自己上网寻找，
十几秒后，顾晚秋发来了一张照片，铃木第一时间放大，定睛一看，人妈了，整个人哑灭呆住。所谓的阴阳石，竟然是这玩意，不就是一根巨鲲和一个巨大的鲍鱼吗？阴阳石，呵，这名字取得还真准确。两个石头的造型和人体某种器官无比相似，人体那两个器官对应着阴阳，所以那两块石头就叫阴阳石。铃木懂了，卧槽，兄弟，你竟然看这种玩意，变态，实在是太变态了。这颜色公里数高的吓人啊！网红的滤镜都拍不白啊！身边传来贱兮兮的调侃，铃木倍感无语，悠悠横了一眼过去，顺便把手机递了过去。你再好好看看，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我瞅瞅。男生低头靠近，眯着眼睛，看样子是近视眼。对于某些男生，1秒足矣。卧槽！男生惊呼，大为震惊。这是石头？哪个人才雕刻的石头？这也太会玩了吧！难道是为了满足自己吗？这也不对啊，石头那么硬，不可能对得进去。男生越说越离谱，铃木后悔给他看到照片了。什么人啊？思想竟然能离谱到这种地步？你想多了，这是天然的石头，不是人为雕刻的。闻言，男生大受震撼，老天爷男女通吃，石头才承受得住。铃木他也大受震撼，人才，究竟是哪个医院放他出来的？你别看了，省得再乱说。铃木收回手机，继续和女朋友打情骂俏。他把男生刚才的反应全部分享给了顾晚秋。不出他所料，顾晚秋笑得很欢。兄弟，你在跟妹子聊天吗？铃木淡淡点头，女朋友还是女性朋友？女朋友，我敢肯定，你女朋友绝对没有我女朋友好看。男生一下子就来劲了。你等等，我给你找找我女朋友的照片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我跟你说，我女朋友可是我们班的班花，我追了她整整2年，她都不愿意答应我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突然间就答应了我的追求。想到女朋友那么好看，以前的苦都不算什么了。男生不停碎碎念，很想和别人炫耀自己的女朋友。有些人的恋爱观就是这样，因为太喜欢她，觉得她非常优秀，所以总喜欢和别人炫耀她。喏，这就是我女朋友，好看吧？男生满脸自得，把手机递到了铃木眼前。铃木好奇地看了眼，铃木情不自禁笑了。命运真奇妙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女朋友应该叫王琳吧？男生愣住，兄弟，你怎么知道？铃木叹了口气，拍了拍男生的肩膀，宽慰道：兄弟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意思啊？男生说话的语气都虚了。你女朋友的公里数也高得吓人，你所向往的圣地里面已经死过了无数人。男生脸色明显的尴尬了，笑容非常牵强。很显然，他其实知道王琳之前的经历。我认识她，她有宫颈癌，这段时间需要手术。什么是宫颈癌？男生大叫了一声，差点蹦起来。他不懂什么是宫颈癌，只是听到有一个癌字，他就害怕了。在他的观念中，带癌字的病基本就宣布死亡了。我又不是医生，解释不清。简单来说就是公里数太高，磨损严重，所以患病了。说完，铃木立马离开距离。果不其然，男生当场就炸了。WCTMB， 这个婊子竟然这么贱，明明谁都可以骑，竟然还敢拒绝我。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是不是？分手！我现在就要跟他分手。这河东狮吼吸引了全车人的注意力，众人好奇地看向男生，尽管不知道事情的经过，但是听到男生的话，他们也能懂。哦，绿帽子吗？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别急，铃木摁住男生。我怎么能不急？男生急着要挣脱。我可以帮你出口恶气。闻言，男生平静了些许。此刻的他脑海非常混乱，得知有人要给他指路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期待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铃木笑问。你猜我什么知道他的情况？男生这才反应过来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之前就见过他几次，而且他动手术的钱还是我帮他筹到的。男生忽地眯起眼睛，对铃木有了猜疑。你为什么帮他筹钱？难道你也喜欢他？难不成你的女朋友就是他？好啊，这婊子脚踏2条船。男生说炸就炸，竟是把铃木当成了情敌。你是不是傻？铃木被气笑了。我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？虽然有贬低他女朋友的嫌疑，但是还真他妈有道理。我认识王琳上一任男朋友，而且我和他的关系很不好。之前我教训过他一次，恰好认识了你女朋友。你女朋友的病是我猜的，然后他去检查才知道的。你女朋友动手术的钱，则是从她上一任男朋友那里拿的。铃木道出之前的故事，男生越听越生气，双拳攥得发白。所以说，他就是辆被玩坏的公交车。男生咬牙切齿，你要这么说也可以。喵的，真 TM 形象。操，贱人，我要找他算账。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。铃木一开口，男生就憋住了火气。好比小视频里
导演说不能到，女主就得死命憋着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是他们两人的事情，那就让他们解决。你没必要继续喜欢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，还不如找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，然后让他们狗咬狗，撕破脸皮。这样你不仅能出一口恶气，还能摆脱大麻烦。有的时候某些地方很堵塞，只需要别人用力对进去，那就豁然开朗了。男生此刻就是这样想通了，眼睛都有了神采。妙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兄弟，没想到啊，你长得有点小帅，竟然这么坏。铃木，他只是有点小帅，眼睛呢？顾晚秋整天惦记着他的身体，他怎么可能只是小帅？即便是在评论区，他也是能吊打一切的呀。兄弟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狗咬狗？男生迫切想知道。国庆后一天，你能把他约出来吗？可以，我说带他逛街，他肯定出来。男生自信一笑。铃木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，当 ATM 你还骄傲了？能约出来就好。国庆后一天，你把他约出来，我们加个微信，我把他上一任男朋友家的地址发你，到时候你带他过去，让他们狗咬狗就好了。加上微信。男生拍了下铃木的肩膀，笑道：兄弟够义气。铃木笑而不语。不好意思，他这个人就是小心眼，有人欺负他，他就要报复回去，而且还是加倍报复。况且两世为人，怎么说也得把上辈子的仇报了吧。不多时，铃木到站了。我先走了，有缘再见。林哥，兄弟慢走。陈华笑道。两人加了微信，才知道了彼此的名字。有了空位，附近的人立马钻进来。哎，兄弟，你和铃木关系很好吗？陈华摇头，没有啊，刚刚才认识。你怎么知道他名字？男生惊讶了，你不是南溪一中的吗？竟然不知道铃木？陈华又摇头，不是，他难道在南溪一中很有名吗？其实有名啊，校长的名字可能有人不知道，但是没人不知道铃木的名字。牛逼啊，他做了什么？竟然这么屌！陈华万分好奇。男生目露感激，感慨不已。他和他女朋友只是用了一场直播，就让土豪大手一挥，给我们学校捐赠了300台空调。你知道300台空调什么概念吗？3个年级，120个班级，每个班级都能装上2台空调啊！他们可是全校学生的恩人啊，以后再也不用蒸桑拿了。而且人家还把直播得到的20万全部捐给学校当电费，人比人简直气死人。试问谁能做到他这妖牛逼？同样是高中生，他怎么就那么牛逼吗？真的不佩服不行啊，人家屌爆了。陈华听得一愣一愣，让土豪捐赠空调，一场直播赚20万，20万全捐给学校，每一件事怎么都那么魔幻呢？如果他有20万，肯定不可能全部捐给学校，完全做不到啊，撸都撸不了这么多，牛逼，确实牛逼。陈华由心的竖起大拇指。哎，他女朋友应该不是很好看吧？他刚才都不炫耀。陈华心里平衡了一点，铃木都不跟他炫耀女朋友，肯定是觉得女朋友拿不出手了。他女朋友比大佬的女朋友好看。哎，叔父，你想什么呢？抛开那些事不谈，人家的颜值也不低吧？就凭他那张脸，女朋友会难看到哪去？况且他女朋友可是我们校花。对了，给你看看我们校花的照片。MD， 校花长得比明星好看，竟然让他泡了。看到照片，陈华眼睛都大了一圈。这身材，这颜值，你跟我说这是高中生？这也好看吧？明星也没有这么好看啊。陈华酸了，好似喝了一瓶醋。旁边的男生也是酸的不要不要。对啊，校花可是全校的女神，没想到竟然让她泡了去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除了他这么刁的男生，其他男生也配不上校花。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，完全没得比，这才是人生赢家。酸啊，太酸了，酸的两人差点咬碎后槽牙。恭喜宿主给陈华提供了报复办法。问题难度1星，复刻财富避孕套1盒，20%。背着书包走路的铃木脚步停下，乐了。我去，这也能赚到奖励。但是铃木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蓝精灵，哭笑不得。陈华，你小子随身携带5盒这玩意，还是10个1盒的规格，你随身带着50个，腰子还要不要了？等下铁杵都磨成针喽！吐槽着，铃木又塞了回去。看在最大尺寸的份上，那就不丢了，万一以后用得到呢？滴滴滴，远处的小电驴按响了喇叭。铃木望去，笑容浮现，快步走去。哎，你不带你的小女朋友回来吗？李四调侃道。铃木笑了笑，妈，我带她来做什么？咱家又没有多余的房间。李四想了想，苦笑点头。确实，等房子盖好后，再让她过来玩也不迟。她一看就是大家闺女，可不能让她住得那么寒酸。铃木可不爱听这话，能遮风避雨，不担心台风掀了屋顶，那就是好房子。妈，今晚有鸡吃吗？有了，你爸在看着火。这样的对话已经不知道出现多少次了。铃木每次放假回家总要问一遍，李四则是不厌其烦的回答。10分钟的小电驴，铃木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家里。他们家在村子外围，
人烟稀少，空气清新，安静得很。厨房在房子外头，15米长、9米宽的大铁棚，不仅是厨房、餐厅，还是林田烧电焊的地方。李斯一回来，养了2年半的鸡全部冲回来。他们知道主人回来了，有东西可以吃了。大老板回来了，颇为清秀动人的美女娇笑打趣。林木欢笑道：“玉，你又在偷吃。”林玉捧着碗，吃着新鲜出炉的鸡肠，水开，鸡肠放进去烫一会就捞出，蘸着酱油吃，那叫一个地道。你要不要？给你一点。行，给我留一点。林木从来不当面叫林玉做姐姐，不是因为姐弟感情不好，就是单纯觉得内心羞耻，不好意思这么叫。林木也觉得自己很怪，他也不会当面叫哥哥。晚上7点，一家5口其乐融融，对一只鸡下起了狠手。林木耐心回答着家人的问题，直到吃完饭、洗完澡，他的耳根子才清静了些许。在他的强硬要求下，节省的爸妈前几天终于找人装了空调。1层的小房子，40度的高温，如果没有空调，人坐在里面2颗蛋都能给你捂熟。凉爽的风拂去身体的燥热。林木摸来手机，看到了顾晚秋发来的信息，一张照片，顾晚秋脚丫子的特写照片，粉嫩的脚底心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丁点污垢，剪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，没有脚趾甲油，脚趾甲盖透露着健康的粉嫩，足弓弯弯，极其完美，精致的玉足，绝对是食品级别。顾晚秋还配上了一句话：“男朋友想不想吃？”林木哭笑不得，谁家女朋友玩得这么变态？林木不吃，我不好那一口。顾晚秋，真的吗？你那天都不肯松手哦。林木污蔑，纯属污蔑。顾晚秋，嘿嘿，不要再狡辩了，你这个变态足控。好了，他在女朋友眼里已经彻底成变态了。顾晚秋，话说我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哎？你家长什么样？林木，我家很普通，唯一的特点就是旁边有个金桔园。顾晚秋，哦，过年摆在门口的那种金桔吗？林木，对啊。话说你老家在哪里？顾晚秋，嘿嘿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林木，好啊，你竟然敢瞒着男朋友，等我逮到你，打你屁股。某栋小别墅内，顾晚秋捧着手机，满脸自得，先用狱卒照片勾引住男朋友，让他分散注意力，然后问出关键问题，轻而易举就骗到了重要信息，妙不可言。对于高3苦逼来说，国庆和其他假期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整天林木都是在埋头学习，顾晚秋也是，两人偶尔才发信息打情骂靠一会。国庆转眼即过，林田的生日如期而至。早上，林木给自己放了个假，一边和家人喝茶，一边陪顾晚秋闲聊。顾晚秋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先让我瞅瞅。美女舔嘴唇，糟糕有豆浆。林木，妖精，别这么骚，我发你一份酒店的菜单，馋死你。顾晚秋，哎，你让酒店送过来吗？林木，对啊，这样轻松一点，而且还好吃。可别忘了，他是大自然酒店的老板，而且他有钱，让酒店做饭菜再送过来，简直是小事一桩。几分钟后，顾晚秋看完了菜单。顾晚秋，哎呀呀，我吃不到，我也要吃。林木，嘿嘿，你看我吃就好了，保证跟你说说有多美味。顾晚秋，不要，我会馋死的，我也想吃。林木，你吃不到，你只能看着我吃，那滋味可美了。顾晚秋，哎呀呀，你不准诱惑我。林木，哈哈哈。想到顾晚秋嗷嗷叫的小模样，林木就感到欣喜。乐文小说网那小妞现在会不会抱着被子嗷嗷叫乱滚呢？正当林木胡思乱想时，顾晚秋只用一句话便让他心动不已。顾晚秋，色胚，我想你了，怎么办？只因多看了一眼，林木内心乐成了一朵花。手机的手指快了不少。林木，我也想你了呀。顾晚秋，能开语音吗？我想听你的声音。林木，当然可以啊，我也想你了。顾晚秋，别找我说话哦，让我默默当个偷听侠。林木，行，完全没问题。某栋小别墅内，顾晚秋抱着被子，情不自禁咬住了嘴唇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，处于热恋中的她，昨天晚上又梦到男朋友了。梦里的男朋友好生猛，她第一次知道他的小腿能碰到耳朵，最后她晕过去了。嘿嘿，正因如此，她才无比确定她想念男朋友了，想念他帅气的脸蛋，想念他好闻的味道，想念他涩涩的眼神，滴滴滴。语音聊天通过，顾晚秋开了扩音，抿紧了嘴唇。嘿，这种感觉还不赖哦。闲聊了一会，终于有客人来了。林田和李四起身迎上去招呼客人，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来？总不能空手过来吃白食吧？熟悉的对话闯进林木的耳朵，这样的对话他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。三人走了过来，林木，你三舅。李四暗示林木打声招呼，而且林木只是慢悠悠喝茶，完全没有一点打招呼的意思。三舅看了眼林木，也没有找林木说话的意思，气氛很微妙。
即便是只听声音的顾晚秋也察觉到了问题。来来来，喝茶，这可是正宗的牛肉干。林田招呼道。三舅坐下，喝了口茶，问道：你们要加层了是吧？施工队的事。这时一道很突兀的声音插进：施工队的事情就不用你们劳烦了，你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上，我可不想又来一场台风，然后楼又塌了。你们哪里凉快待哪去吧。客厅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下来，即便是只听声音，顾晚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顾晚秋悄悄放大音量，偷听男朋友冷淡的话语：我们现在不缺钱，完全可以请更好的施工队，专横独行的施工队我们不需要。我可不想再和某年一样，房子又塌了。顾晚秋难受地摇起了手指，虽然男朋友的话很冰冷，但是她却听到了男朋友的委屈。这么说，男朋友家之前塌过，房子塌了，整个村子肯定都知道了，那男朋友肯定被全村人嘲笑了吧。顾晚秋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，对了，刚在一起的时候，男朋友说经历过更丢脸的事情，该不会就是这件事情吧？房子塌了，然后被整个村子嘲笑。顾晚秋不由得抱紧被子，心疼起了男朋友。村子里的碎嘴大娘，那嘴皮子可恐怖了。隔壁老王坚持不住3秒，路过的狗都得夹着尾巴走。他们一张嘴就是以父母为中心，族谱为半径，前骂500年，后咒500年，向天再借500年。男朋友当时肯定很难受吧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可是他女朋友啊，我要去安慰他。想到就做，顾晚秋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他动作很迅速，但没有发出太大的响声，依旧在偷听。客厅内被铃木顶了一嘴，三舅脸色有些不喜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？铃木最讨厌听到这种话，不就是多活了几年吗？总以为小孩子不配跟他说话。铃木冷笑，不让他插嘴，他偏偏就要插，还要狠狠的插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太懂了，天下的事情你一个人懂了80%，台风在你眼里就是个屁事吧？说到台风，铃木就来气。当年那场台风足足有16级，你知道16级什么概念吗？迎风吹，你尿都尿不出来。看到三舅有开口的打算，啪！铃木猛地拍了把桌子，惊得三舅一愣。打断对方施法后，铃木逮住时机，劈头盖脸一顿骂：台风来的前几天，我们一直让你把承重柱浇住了，然而你却怎么做的？仗着亲戚的关系偷懒不干活。有一栋房子跟我家的进度一样，但是他们赶在台风之前浇住了承重柱。台风来了，他们的房子一点事都没有，我们的墙全塌了。农村盖低楼层房子很少是框架结构，一般都是砌完墙然后再浇筑承重柱，没有承重柱，砌好的墙就是一面面的靶子罢了。台风吹来，没有支撑的墙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全倒了。我气急的三舅想插嘴，铃木眼疾手快，抢过他手里的茶杯往地上一摔，啪！陶瓷碎了一地，也吓得三舅一脸懵，指着他的鼻子。铃木冷着脸怒骂：你觉得这是谁的问题？你觉得你这种垃圾也配当包工头吗？山卡拉出来的小垃圾，菊花里插根大葱，你就装大尾巴狼了？你和你的哥哥姐姐一样，全 TM 是贱种，要是在外面，我叼都不叼你。三舅气炸了，老婆被隔壁老王上了，也没有这么生气。他是谁？他可是李四的哥哥，妹妹的儿子，也有资格这样子跟他说话，大逆不道！哎呦喂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三舅刚要爆发，便听到了姐姐的声音，原来是王阳一家子来了。看到和自己交好的姐姐，仿佛溺水的人看到了救生圈，三舅急忙招呼姐姐到自己身边，阴阳怪气的数落铃木：大姐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评评理，你看看小妹的儿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木屋尊长，你知道他刚才怎么对我说话吗？他竟然敢骂我们是贱种，你说这人还有用吗？我家孩子要是敢说这种话，我分分钟拿棍子抽死他。没有一点点家教，读了那么多年书，简直是白读了。三舅故意拉高了音调，表面上是在和自家姐姐说话，实则是在嘲讽铃木没有家教，又嘲讽林田两夫妻不会教孩子。你来评评，这种臭小子不打一顿说得过去吗？三舅哼了声，他已经能预料到自家姐姐帮他说话的情景了。姐姐最疼的就是他，他受了欺负，姐姐肯定会跟他说，而且姐姐尖酸刻薄，心情不好时，路过的狗都带挨一顿骂。正当三舅满心期待姐姐为他出头时，然而却被姐姐拍了一巴掌脑后勺。你活这么大岁数了，跟小孩子计较，你还有脸说话？他一个小孩子还能说什么重话了不成？他可是咱们妹妹的儿子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别管他说了什么，你身为大人，你就应该宽容他，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，这么多年了没有一点长进。喂喂喂，这不是他要听的话。三舅懵逼了，明明是他骂我们，你别说了，人家是读书人，就算骂你也不会骂得多难听。没有，他骂得可狠了，那肯定是你内心脆弱，小孩子说2句你就受不了了。不脏，他还骂我们兄妹3人是贱种，不可能，人家是大才子，怎么可能说这种粗鄙之话？三舅仿佛看到了外星人，明明姐姐最讨厌小妹一家子，
为什么现在处处帮铃木说话？他不能理解，他委屈，被铃木骂了一顿，又被姐姐指责了一顿，三舅委屈的说不出话，一点小事就囔囔，难怪这么多年都找不到老婆。噗，内心又被扎了一剑。三舅内心早已千疮百孔，50多岁了还找不到老婆，这是他的错吗？操！到底是谁把他老婆娶了？这丢脸地方待不下去了。三舅就要起身，然而却被姐姐拉住。他跟县长有关系，你要是不傻，那就乖乖跟他打好关系。他要是生气了想搞你，你以后就完蛋了。耳边传来的悄悄话惊呆了三舅，妹妹的儿子和县长有关系，难怪他那么嚣张，原来有大佬在后面撑腰。幸好姐姐来得早，要不然他欺负了他，以后可就完蛋了。三舅看了眼正在喝茶的铃木，遍体生寒，心想这小子太阴险了，他绝对是故意刺激我，让我受不了教训他，然后他再动用关系给我穿小鞋。想到这，三舅尽管心里有无数委屈，还是死死地克制着，艰难地勾起一抹笑容。看到铃木放下茶杯，立马端起茶壶倒茶。别！铃木端走了茶杯，讥笑道：“你没有资格给我倒茶。”三舅尴尬的脸都红了，只好悻悻地放下茶壶。这地方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，偏偏又害怕自己走了，铃木一怒之下报复他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去。难受。滴滴滴，铃木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原来陈华到了王阳家，却发现他们家没人，所以找他问问。铃木嘴角勾起一抹阴险，给陈华发了个共享定位。铃木啊，以前是我们鬼迷心窍了，看在我和你妈妈是姐妹的份上，要不咱们一笔勾销？谁都会做错点事情，你能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机会吗？王阳妈妈小心翼翼地看着铃木，她现在是怕了，县长对他这种小农民来说就是一座大山，人家放个屁他都得说是香的。铃木斜着瞟了他们一眼，摆明着不用正眼瞧他们，明摆着羞辱他们啊！现在说这种话还有用吗？我记得没有人叫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做什么？我家也是你们配进来的吗？而且那天我说了，你们跟我妈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把你们赶走？王阳一家人那叫一个憋屈啊，恨不得把铃木摁在地上暴揍一顿，但是呢，脸上完全不敢表现出一点生气。好比上司来家里做客，人家摸你老婆，你能怎么办？只能笑脸相迎，让他继续摸。上司中途要是没力气了，你还得笑嘻嘻的帮他推屁股。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碍眼玩意赖着不走，铃木心情很不爽。别啊，今天可是你爸的生日，我们特地过来为他庆祝。这么好的日子，人多一点才热闹吗？我还买了鲍鱼、龙虾，厨房在哪？我去做了。王阳妈妈可不想就这么走，她花了好几千块才买到这一大堆东西呢。要是得不到铃木的好脸，她岂不是亏到姥姥家了？忽的一声惊呼从门口传来，王阳，你怎么在这？王阳回头看到王林，就仿佛看到了飞走的几10万，眼睛当场就红了，指着王林怒骂：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都怪你，你赔我的钱！憋屈许久的王阳终于找到了发泄口，气得说话带上了哭腔。王林没有理会王阳，横眉瞪向旁边的陈华：你不是说带我来你朋友家吗？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陈华双手一摊，满脸讥笑：是不是很惊喜？他就是你的前男友吧？我可真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。你和别的男生玩累了，患了病，所以才答应跟我在一起。你说说你贱不贱啊？他很生气，他舔了女神那么久，一个洞都没有玩过。然而别人不仅玩了2个洞，而且还玩烂了1个。狗还能捡根骨头啃啃，他呢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王林心慌了起来，他舍不得陈华的钱啊，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呀。铃木悠悠解释。王林很想骂人，但是铃木毕竟是他的恩人，而且有钱有势，所以他没有那个胆子。铃木饮了一口茶，慢悠悠补刀：我总不能让无辜的他傻乎乎被你骗了吧？我提醒你一句，别把男生都当成傻子。你得了这种病，以后的男朋友要是知道了，同样会跟你分手。罪魁祸首就在眼前，你难道不想找好后路吗？人嘛，多一点钱在身，出门就有底气了。王林顿时双眼放光，铃木的话说到了他心坎里。他也担心以后被嫌弃，找不到 ATM， 之前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现在嘛，他找到路子了，赔钱。王林张嘴就来：你必须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王阳怒火中烧：MB， 你张嘴就来的本事，竟然还是这样牛逼！脸呢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们都分手了，你还想要钱？你上次拿了我那么多钱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王林的嘴皮子向来都可以，王阳敢顶嘴，他就敢毒死他。上次只是动手术的费用，你必须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赔你妈个逼！没钱，赶紧滚，不然我抽你！来啊，打我呀！有本事打死我呀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？王阳扬起巴掌，
做事就要一巴掌甩下去。王林丝毫不惧，昂首挺胸，直面王阳。来啊，别逼逼！你要是不敢打，早点切了那点东西。你他妈有本事来切呀！你来切了呀！拿刀来，你看我敢不敢切？你自己去拿呀！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子。两人争得面红耳赤，吵到王阳妈妈想插嘴，竟是找不到地方。最后竟然是2位警察的出现，才打断了两人的对骂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这里有人私闯民宅，是不是你们几个？任由王阳他们怎么狡辩，最后还是被警察带走了。王阳心死如灰，他很清楚，凭借铃木和县长的关系，以及王林一副要钱的姿态，他们家要是不脱层皮，肯定不能善了。他恨啊，当初为什么要去招惹铃木？如果他不招惹铃木，岂不是没有这么多事了？铃木，你什么时候报的警？林玉好奇问。铃木更是一脸懵逼，我一直在这，怎么报警？嘿，其实是我报的警。门外忽地探出一颗小脑袋，精致动人的脸蛋洋溢着小得意，满心的惊喜迸开，铃木的心脏立马就雀跃了起来。铃木连忙起身走到顾晚秋面前，刮了下他的小鼻子，笑问：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顾晚秋双手背在身后，笑嘻嘻眨眼：我骗你的了，其实我爸妈回老家了，我也在这边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？顾晚秋得意地挑了下眉毛。很简单啊，我之前不是问过了吗？你自己说你家旁边有金菊园，这个村子就只有一个金菊园，我想找到你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吗？语气中的小得意毫不掩饰。铃木听得嘴角飞扬，欲要与太阳肩并肩。聪明的顾晚秋怎么如此可爱呢？真让人忍不住炫耀呢。牵上顾晚秋的小手，铃木回头看着家人，笑着炫耀：我女朋友顾晚秋，南希意中的校花。林玉第一时间溜了过来，满眼欣赏。啧，铃木，让你小子赚到了，这么好看的女朋友竟然能看得上你，你这皮肤，这身材，这脸蛋，太令人羡慕了。弟妹啊，你怎么保养的皮肤？教教我呗。得到男朋友姐姐的夸奖，顾晚秋难得有些小羞涩，轻咬嘴唇，轻笑道：我没有保养啊，皮肤天生就是这样。林玉夸张地捂着胸口：别说了，太打击人了，羡慕死人了。铃木白了眼过去：你别说了，你自己也没有保养过，皮肤也那么好，叫什么叫？林玉收起夸张的表情，得意笑笑：不要夸，低调。顾晚秋莞尔一笑，心想：男朋友一家的颜值都很高啊，尤其是姐姐长得那么好看。顾晚秋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大惊喜。铃木牵着她的手，根本不舍得松开。时间临近中午，越来越多客人到来。当他们得知顾晚秋是铃木女朋友时，一个个都惊叹不已。哪里来的大明星啊？这老婆可得藏好啊！成绩好，长得帅，女朋友好看，读书人就是厉害。顾晚秋挨着铃木坐着，厚着脸皮接下所有夸奖。她终于看到了男朋友的家，很大的客厅完全摆得了2桌，2台立式空调足够让整个客厅变得凉爽。不多时，大自然酒店送来了饭菜，端着盘子的美女姐姐排着队进来，如此大阵仗，惹得众人感慨不已。老林发财了，竟然让大自然酒店送菜过来。听说是铃木中大奖了，中了几10万呢，这运气啊，羡慕死人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吃完我就回去睡觉，万一周公能给个号码呢？没有恶心人的亲戚，以后也不愁钱了。林田心里无比舒坦，和几个朋友喝的那叫一个畅快。他们喝酒很慢，一喝就是3、4个小时。中午吃完，距离晚饭也没多久了。铃木索性又订了2桌，顾晚秋也被留了下来，吃了晚饭。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顾晚秋坐在铃木的床上，摸着小肚子感慨：嘿，还说不让我吃，我这不是吃到了吗？铃木揉了揉顾晚秋的小肚子，笑道：怀了，应该有5个月了。去你的，变态！顾晚秋推开铃木的脑袋，笑骂：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顾晚秋做事起身，却被铃木拉住。铃木摁着顾晚秋，抚摸着她的大腿，笑道：要不今晚别走了？顾晚秋勾起唇角，微眯的凤眸写满揶揄：咦惹，这才多久，你就想跟我一起睡觉了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想这么不健康的东西？你是不是想和我生米煮成熟饭？顾晚秋太懂了，动不动就胡思乱想。铃木哭笑不得：拜托，这是我家，你以为我不要脸吗？我爸妈就在隔壁，你叫2声，他们就能听到。你以为我敢吗？顾晚秋摸着光滑的下巴，微微点头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铃木舒了口气，顾晚秋相信他就好。但是，万一你喜欢捂着我的嘴干呢？你就一个大变态！铃木嘴角不禁抽搐，倍感无语，只好再摸摸顾晚秋的大腿，让大脑舒服一点，这样才好组织措辞。你该不会是喜欢这样吧？妖精！哼，我才不喜欢！不要污蔑我！顾晚秋傲娇地皱了皱小鼻子，但是脑海中的画面却是很刺激。嘿嘿，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铃木问。那你给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。理由多的是啊，你想想啊，我又没有 TT，怎么敢对你做坏事？
也是。顾晚秋点头。还有吗？铃木直视顾晚秋的眸子，温柔道：太久没见你，我想你了，想和你待久一点。话音落下，顾晚秋的嘴角明显的勾起，洋溢着甜蜜的弧度。她主动抬起大长腿放在男朋友腿上，笑嘻嘻道：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我也想你了。铃木搂住小蛮腰，满脸欢喜。这么说你答应了？对啊，你又没有 TT， 谅你也不敢对我做坏事。就是喽，要不先洗澡，等会一起看电视？可以啊，我先洗。好在淋浴有新买的洗过没穿过的内衣，不然顾晚秋还得跑回去一趟。两人身材差不多，顾晚秋也能穿得下。顾晚秋出来，铃木钻进去，躺在男朋友床上。顾晚秋狠狠地吸着男朋友残留的味道，好香啊！顾晚秋痴痴笑着，妥妥一色女。枕头的味道更浓。顾晚秋坏笑着拿起枕头，还没闻，顾晚秋却呆滞在了原地。枕头下面那是什么？蓝精灵。顾晚秋拿起来一看，确实是蓝精灵。顾晚秋气呼呼地鼓起小嘴，奶凶的。喵的，色胚还敢说没有这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分明早就准备了。坏，太坏了，竟然敢骗我！你完蛋了，色胚！想念着顾晚秋软软的香香的身子，铃木很快洗完了澡，回到房间。铃木还没来得及调戏顾晚秋，便看到了他头顶上忽然冒出来的问题：怎么勾引男朋友才能让他忍不住主动求我帮他呢？老奶奶钻被窝给也整笑了。顾晚秋怎么想这种事了？难道他喜欢那种烫手的手感，沉迷了？还是和他待在一起久了，按捺不住了？铃木百思不得其解，暂时放下脑海中的疑惑。铃木走到床边坐下：你跟你爸妈说在我这里过夜了吗？顾晚秋躺在被窝里，只露出一张脸蛋，说了呀。你怎么跟他们说的？你爸妈难道不介意吗？嘿嘿，我跟他们说我和你姐一起睡。可以哦。为了奖励聪明的女朋友，铃木摸了下顾晚秋的脸蛋。刚刚洗完澡的顾晚秋脸蛋滑滑腻腻，手感比剥了壳的熟鸡蛋还舒服。但是他们不信啊！铃木的手停下，什么意思？顾晚秋勾起了嘴角，有那么一丢丢小羞涩。嘿嘿，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今晚要和你姐一起睡，但是我妈根本就不信，她直接问我是不是和你一起睡。她都这么说了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了。铃木内心忽然有些紧张，这才在一起多久，他就忽悠顾晚秋和他一起睡觉了。顾晚秋爸妈会怎么想他呢？然后你爸妈说了什么？顾晚秋的小表情变得精彩，眉毛挑了挑，嘿嘿笑道：他们只是叫我们不要忘了安全措施。铃木惊了，你爸妈这么开明的吗？这种事情难道他们不反对吗？难道他们就不担心吗？换位思考，如果他有顾晚秋这么好看的女儿，他绝对要好好保护着。哪个兔崽子敢这么早对他女儿下手，他一定要提刀宰了他。嘿，这种事对他们来说算什么呀？顾晚秋轻笑，说起了他爸妈的坏话。你怕是不知道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有多疯。他们读书的时候高一就在一起了，1个月之内拥抱、牵手、亲亲、啪啪全干了。我听我爸说，高考前一天我妈还不放过他。他们那时候谈恋爱谈得起飞，那种事情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，所以他们只是担心我忘记了安全措施。至于什么时候做，他们让我自己决定。铃木听得津津有味，他对顾晚秋的爸妈多了新的认识。他知道顾晚秋爸妈感情很好，只是没想到他们感情这么好，而且好了这么久。他在顾晚秋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总看到江秋要老公投喂。顾晚秋眨了眨眼，笑道：所以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铃木懒得动脑子，笨啊，意味着以后我想去你的大平层睡，随时都可以。那你以后去我那里睡。铃木眼睛里闪烁着饥渴。顾晚秋的身子那么软，那么香，他要是能够抱着睡，那该有多么舒服。想和我一起睡？顾晚秋啧了声，那得看看你今晚的表现了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铃木懂了。顾晚秋爸妈完全不反对他们做那种事情，所以顾晚秋这个色女按捺不住心中的饥渴，想要占了他的便宜。对了，他枕头底下还有一盒蓝精灵呢，妙不可言啊！铃木脑海中已经想到了108式。喂，别笑得那么色呀，你要不要进来？顾晚秋掀开了被子，发出了邀请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邀请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。铃木夸张的说道，溜进了被窝里。去你丫的，就你戏最多。顾晚秋笑骂，1.5米宽的床，如果是2个大汉躺下去，那就是菊花不保；如果是一男一女躺下去，那就是干柴烈火。铃木刚躺下来就不安分了。顾晚秋平躺着，他侧躺着，问都没有问，铃木直接把腿搭在顾晚秋的大腿上，然后右手很随意的摸上顾晚秋的小肚子。不需要看，凭借手掌传来的感觉，铃木找到了衣摆，轻轻撩起，把手伸了进去，没有一点异物的阻隔。顾晚秋的小肚子摸起来极其柔软丝滑，铃木很调皮，用手指抠了一下小小的肚脐眼，惹得顾晚秋翻了个白眼。你能不能安分一点？
上来就动手动脚。不能，谁让你长得那么好看呢？铃木把头埋进了顾晚秋的脖子间，用力吸了一口，浓浓的洗发水、沐浴露香味涌入鼻尖。啊，好香啊！妖精，你脖子怎么也那么香？顾晚秋呵呵一笑，砍下来送你。铃木大惊失色，不了，我不好这一口。哈哈，欢笑着，顾晚秋翻了个身子，背对着铃木。这次不用顾晚秋提醒了，铃木非常配合，立马就贴了上去。钢铁般的意志贴上软乎乎的翘臀，铃木心里大呼爽。软与硬的碰撞，让铃木恨不得把顾晚秋揉进身体里。嘿嘿，铃木还在占便宜的时候，却没看到顾晚秋小表情中的狡猾。顾晚秋悄悄舔了舔嘴唇，宛如即将调戏良家妇男的狐狸精，娇媚的小奶音从性感红唇中吐出。色胚，其实我里面没穿 bra 的哦。bra 是什么？铃木十分不解。你不懂？顾晚秋傻眼了，她都摆好姿势准备调戏男朋友了，谁曾想男朋友如此呆，好比点了个小姐，前戏都做完了，你已经坐在沙发上了，插头已经准备好了，只待插座自己坐下来。谁料小姐一脸呆的问：帅哥，你这是什么姿势？人妈了，我确实不懂啊 bra 是什么？铃木一头雾水。你英语学哪去了？顾晚秋无语翻天。铃木苦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英语很差，有一次还考到班里倒数第5。顾晚秋想起来了，哈哈笑。英语倒数第5，然而总分在班里却是正数第5。你当时把英语老师气得够呛。铃木也笑了起来。没办法呀，谁让我是根正苗红的华夏男儿呢？我那么爱国，英语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而且老庄上课那么疯，动不动就点名，本来就不喜欢英语了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我更不喜欢了。顾晚秋表示理解，他们英语老师实在是太恐怖了，上课总是拿着一张成绩表，谁的英语差他就点谁回答问题，回答不出来还得被说一顿。一来二去，班里讨厌英语老师的学生可不要太多。顾晚秋扭了下翘臀，笑道：没事，以后我教你啊。行啊。铃木故意凑到顾晚秋耳边，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最骚的话：老师，那以后就拜托喽，你也不想被你爸妈知道你的教学质量这么差吧？死！耳朵被热风吹得酥酥痒痒，顾晚秋情不自禁缩起了脖子，憨憨傻笑，说话就说话，要不要这么骚？什么小日子发言？铃木乐不可支，女朋友就是用来调戏的吗？所以 bra 究竟是什么？铃木问道。bra 就是文胸啊，这么常识的东西你都不知道？顾晚秋吐槽。铃木冤枉啊，我又不是女生，不懂也很正常吧。说完，铃木脑海闪过一丝灵光，他反应过来了，刚才你说你没穿 bra， 所以就是没穿那玩意。对啊。得到顾晚秋的承认，铃木呼吸一滞，随之变得炙热。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铃木抿了下嘴唇，有点口渴了。我可没有暗示什么哦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。懂，我懂了，女生说的没有就是有，是吧？铃木坏笑不已，摸着顾晚秋小肚子的手悄悄地慢慢的，嘿嘿，你想干嘛？顾晚秋摁住了铃木的手，坏笑道。被抓包的铃木脸皮很厚，完全不害羞。我没想干，只是想给你揉揉，听说这样有利于发育。哼哼。顾晚秋皱了下小鼻子，别乱来，你把握不住。不，我不信，除非你让我亲自丈量。把握不住。铃木的好胜心起来了，他的手掌那么大，怎么就不可以了？做梦去吧。顾晚秋坚定地把铃木的手拉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顾晚秋又往后面蹭了蹭。铃木欣喜万分，感觉身体某块骨头动了。啧，你怎么一点定力都没有？顾晚秋调侃道。没有办法呀，谁让你那么迷人呢？铃木发自真心地感慨了一句。顾晚秋的身材确实完美，只是抱着她都心猿意马了。顾晚秋抓着男朋友的手，防止调皮的手使坏，红唇翘了翘，顾晚秋眼波流转着狡黠。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穿？说到大可爱，铃木脑海中顿时有了画面，想着白花花的画面，铃木笑得无比灿烂，因为这样子睡觉舒服。确实，这是主要原因，不过还有其他原因。比如呢？铃木对这种事情非常感兴趣，了解女朋友必须了解女朋友的内在和外在。顾晚秋没有着急解释，而是翻了个身子，面对着铃木侧躺。这次轮到他不安分了，大长腿搭在铃木的腿上，小手搂住铃木的腰，然后小手发力，让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在铃木身上，胸膛被大可爱牢牢挤压着。铃木身上多了一根骨头，咕噜咕噜，铃木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咽口水了。妖精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子很容易出事吗？今晚的女朋友很美，美得他有点难以自拔。顾晚秋弯着红唇，眉眼中蕴满了妩媚。嘿，怕什么呀？反正我爸妈又不反对我们做坏事。动！铃木猛地心动了。这么说，你也不介意？顾晚秋轻咬红唇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细长秀气的眉毛挑了又挑，这双眉毛似乎会说话。色胚，你该不会是不敢吧？咚咚咚！
铃木的心脏猛踩了一脚油门，速度飙到110迈。黄字有11笔画，110迈，黄道想要找到零啊？你确定？太惊喜了，铃木不是很敢相信。顾晚秋发出娇憨的嘿嘿笑声，不要急吗？还听不听课了？听。铃木立马应道，他很庆幸之前复刻了一盒蓝精灵，要不然今晚就只能干看着了。顾晚秋抱紧了铃木，两人粘得很近。不对，不是很近，那是差点就负距离了。枕在同一个枕头上，两张脸的距离很近，近到可以闻到彼此呼出来的气息，轻嗅着顾晚秋呼出来的热气。铃木嘴角微扬，视线又被粉嫩的嘴唇吸引，嘴唇分分合合吐露着小奶音。你也知道，女生白天基本都穿着 bra 这东西吧，如果穿得太久了，胸会很闷的，而且穿久了，血液得不到放松，容易增加乳腺发病的概率。铃木的视线紧紧地落在顾晚秋的小嘴上，娇俏小鼻子呼出的气息越来越热，小嘴儿也越来越靠近，距离太过于暧昧，惹得铃木不敢大喘气，生怕吓走了小嘴儿。所以啊，我晚上基本上都不穿 bra。还有，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睡，我都是反锁门，脱光光睡觉哦。粉嫩小嘴稍稍嘟起，轻呼，一股香风吹拂在铃木的脸上，仿佛被狐狸精勾了魂魄。铃木满脸傻笑，心脏乱蹦。顾晚秋这小妞太会了，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姿色，轻易就撩动了他的心弦。只见小嘴儿分开，粉粉嫩嫩、气气露露的小可爱悄然滑出。小可爱沿着饱满红唇轻轻扫过，溜达了一圈，小可爱又溜了回去。呼呼呼，铃木的呼吸变得粗重。刚才那一幕太过于诱惑，以至于脑海中的画面迟迟散不去。太性感了，太诱惑了，太可爱了，太想吃了。铃木本能的吞咽口水，同时搂紧了顾晚秋。妖精，你在玩火？顾晚秋嘿嘿一笑，我知道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铃木由心承认。看也看完了。顾晚秋挑眉暗示，那等会要做什么？你懂的。顾晚秋坏笑眨眼，宛如色眯眯的大姐姐挑逗纯情男高。铃木挺了挺身子，激动不已，懂了。言罢，铃木就要翻身压住顾晚秋，然而却被顾晚秋摁住了。顾晚秋满眼的懵逼，你干嘛？铃木也是满眼懵逼，不是你说要干嘛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你不要污蔑我哦。你都这样子暗示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喂，我什么时候暗示过你了？铃木还以为他想错了，但是看到顾晚秋一脸坏笑，他懂了，装是吧？铃木刮了下顾晚秋的小鼻子，我看穿你了。哼哼，咋的了？难道不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等会你不要求饶哦。顾晚秋哼哼笑着，他对自己非常自信。你不要吹牛了，我怕你就是一送牛奶的。又来，又嘲讽他刚到门口就放下牛奶。顾晚秋这小妞太嚣张了，必须得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铃木忽然发力，把侧躺的顾晚秋推倒在床上，然后用腿夹住顾晚秋的大长腿，又扣住顾晚秋的小蛮腰，瞬间把顾晚秋锁在了自己怀里。干嘛？干嘛？说不过我，打算用强是不是？顾晚秋惊呼不已，小手不停扑腾，看似很害怕，实则根本没有用力。铃木抬起脑袋俯视着顾晚秋，微微一笑，你太嚣张了，真以为我不敢对你下手吗？下手？顾晚秋哼哼笑，你有本事来啊。铃木反倒是诧异了，这么勇，你就不怕我来真的？闻言，顾晚秋嚣张了起来，躺平不挣扎，傲娇的撅着嘴角，来嘛来嘛，谁怕谁啊？有本事你来啊！你又没有 TT， 你能拿我怎么地？等会难受了，可别跟上次一样求我。铃木感到好笑，他看出顾晚秋的底气了。顾晚秋以为他没有 TT， 所以才如此嚣张，但是他刚好有啊。铃木忍不住噗呲一笑，还跟我嚣张是不是？你就断定我没有那种东西了？我要是掏出来，你又该怎么办？顾晚秋挺了挺傲娇的胸脯，这样子让他看起来更加有气势。哼，有本事你就拿出来啊！我不相信你没事会买这东西放在家里，你要是能拿得出来，我今晚就随便你调戏。铃木听乐了，手指勾起顾晚秋的下巴，让他对上他的眸子。铃木啧啧坏笑，你确定？我要是拿出来，你今晚就让我随便调戏？当然，本大校花说话算数。答应完，顾晚秋还自顾自地分析起来。哼，我才不相信你这里会有那种东西，我们之前一直在一起，你肯定买不到。放假后我又没跟你说今天会过来，所以你肯定不会想到提前买这东西。综上所述，你不可能有那种东西。听着顾晚秋的碎碎念，铃木笑得愈发得意，分析得很好，下次别再分析了，我可以年级第一，分析肯定是我的强项了。顾晚秋逮到机会就自恋。铃木轻柔抚摸着顾晚秋的脸蛋，时而捏一捏，时而揉一揉，时而搓一搓，他现在心情很美，胜券在握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铃木还是摸来手机打开了录音。你再说一遍，如果你输了怎么样？哼，既然不相信本大美女，
顾晚秋哼哼唧唧的皱小鼻子，顿了顿，顾晚秋说道：“如果你能拿得出来 TT， 我顾晚秋今晚随便你调戏；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来，你铃木今晚随便我调戏。”我就问：“你敢不敢赌？”铃木完全不虚：“好啊，我答应你。”录音搞定，放下手机，铃木舔起了嘴唇，他已经等不及了，轻抚着顾晚秋的脸蛋。铃木满脸坏笑：“你知道王林两人今天为什么会过来吗？”顾晚秋愣住：“对哦，我忘记问你了，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回家的那天，在车上遇到了王林的新男朋友，当时他还跟我炫耀他女朋友有多好看，然后我一看，发现是王林，于是把王林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他很感谢我，给我送了一样东西，你猜猜他给我送了什么？”顾晚秋眨了眨眼，很呆萌的样子：“送了什么？”铃木轻轻捏了下顾晚秋的腮帮子，似乎拿捏住了顾晚秋，笑道：“他送了我一盒 TT。” 什么？顾晚秋瞪大了眸子，满是不可思议。哈哈，知道绝望了不？铃木得意的大笑，他知道我有女朋友，所以送我一盒 TT， 让我和你亲亲热热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可是有一盒 TT 的哦，而且我还放在了枕头底下。现在知道绝望了没有？这个赌注注定了我是赢家。铃木内心舒坦极了，看着顾晚秋一脸懵逼，他就好想笑，揉捏着顾晚秋的小耳垂。铃木笑得眉飞色舞：“你怎么不继续分析了？刚才你不是很自信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没有 TT 吧？哈哈，等会你就属于我了哦，随便我调戏哦。”顾晚秋可怜唧唧地嘟起小嘴，粉嫩的腮帮子也鼓了起来，妥妥一副输了对赌、闷闷不乐的小表情。但是在铃木眼里，此刻的顾晚秋简直不要太可爱。他喜欢摸顾晚秋的脸蛋，滑滑腻腻，他喜欢用这种小动作撩拨顾晚秋。哎呦喂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让我想想，等会要怎么调戏你好？要不让你求我，求我摸你的大可爱？要不让你求我，求我给你舒服舒服？还有什么姿势呢？让我好好想想。铃木得意洋洋，笑得腮帮子的肌肉都酸了，轻轻弹了下顾晚秋的脸蛋。铃木舔了舔嘴唇，眼神都变得很色。我想到了，等会我要让你自己脱了，让我玩大可爱。你可以堂堂大校花哦，可不能反悔哦。哈哈，铃木笑得那叫一个得意，要不是有根大柱子吊在下面，整个人都要得意的起飞了。铃木一边欢笑，一边摸摸顾晚秋的脸蛋。妖精，现在知道怕了没有？顾晚秋嘟着小嘴，哼哼唧唧，我才不信，除非你真的拿出来。铃木捏了顾晚秋的腮帮子，大笑道：“好，我就喜欢你这副嘴硬的样子。”言罢，铃木把手伸到了枕头底下，他得意洋洋的眨眼，没想到吧？我把 TT 放在枕头底下，等会我要是掏出来，铃木脸上的得意僵硬住。东西呢？他的宝贝呢？你起来一下。铃木急了，把顾晚秋的小脑袋抬起来，然后把枕头拿开。我的东西呢？铃木惊呼，他放在枕头底下的 TT 不见了。哈哈，这下子轮到顾晚秋得意了。大笑着，顾晚秋飞身把铃木扑倒在床上，他趴在铃木身上，用自己性感凹凸有致的身体重重地压着铃木，然后两只手捧着铃木的脸，哈哈大笑。哈哈，斯佩，你该不会以为我真那么傻吧？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我会赌那么大吗？哼哼，现在知道害怕了没有？就你也想算计本大美女？本大美女只要略微出手，便已经是你触不可及的巅峰。来啊，快活呀！你继续想姿势啊，等会就是我调戏你了。顾晚秋得意大笑时，竟是悄悄往下伸手扒拉了一下铃木钢铁般的意志。铃木眼皮子一跳，多出来的骨头快要变成铁杵了。顾晚秋坏笑挑眉，希望你等会能坚持久一点哦。乐文小说网铃木失望又好笑，你怎么那么混？哪有女生会主动摸男生那里啊？太难顶了。顾晚秋舔了舔红唇，憨笑，我看过的学习资料可不少哦。铃木信了，顾晚秋这小妞肯定有上百个 T 的资源，要不然没有如此变态。话说我的 TT 去哪了？我记得我放在枕头底下。铃木好奇问。嘿嘿，我刚才发现了，藏起来了。说到这，顾晚秋止不住笑，又弯起了唇儿。你还想给我设坑？想多了吧？真以为本大美女那么好骗吗？只要我今晚不拿出 TT， 你就奈何不了我。嘿嘿，色胚，你输了哦，你今晚属于我了。说完，顾晚秋又舔了下嘴唇，他似乎在想用什么姿势调教铃木。水汪汪的凤眸闪烁着毫不掩饰的色眯眯。铃木无奈失笑，行行行，你赢了，说吧，要我干什么？我……顾晚秋脱口而出。你确定？铃木眼神揶揄。嘿嘿，开个玩笑了。顾晚秋憨笑着，轻轻捏了下铃木的脸颊，心情太美好。顾晚秋眼波流转，忽地埋头，把嘴唇印在了铃木的脖子上。妖精！铃木吸了口气，抱紧了顾晚秋，脖子间传来的温热、湿润、酥痒，竟是让他着迷。顾晚秋这小妞动不动就亲他。几分钟后，顾晚秋浅尝辄止，却又意犹未尽的舔嘴唇。色胚，我喜欢你的味道，好香啊！铃木哼哼笑，
这就是你把我脖子亲的全是口水的原因。顾晚秋色眯眯挑眉，苍井老师曾经说过，真正爱你的人，让你湿的不是眼睛。铃木嘴角一抽，苍井老师是不是名叫空啊？聪明，奖励你一记香吻。顾晚秋把食指和中指并起，摁在自己的嘴唇上，然后又把亲过的地方印在了铃木的嘴唇上。没有什么香味，但是铃木总感觉有点甜。哦，原来是心里甜滋滋。嘿，色胚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你穿内裤了没？这是什么问题？肯定穿了呀。铃木揉了下顾晚秋的脑袋，疑惑他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。谁料顾晚秋又说，那你把上衣和裤子脱了吧。铃木眼皮子一跳，什么？你确定？说完，铃木才注意到顾晚秋眼眸里的饥渴。你好污啊！铃木甘拜下风。嘿嘿，顾晚秋一点都不害羞，甚至还主动起身，又摸了一下铃木的钢铁意志。你说了，今晚就得听我的，快点。行，反正上次已经被顾晚秋看光了。铃木也不羞涩，麻溜就扒了。哇，怎么感觉你的身材更好了？顾晚秋眼眸发亮，亮晶晶的眸子定定地欣赏着铃木的腹肌。他还怪大胆咧，看还不够，还得上手摸摸。一下，不错哎，有点硬度。搓一下，嘿，肌肤不错，还挺滑。铃木躺平，任由顾晚秋调戏。他之前复刻了顾晚秋的满分颜值，所以系统持续改造他的身体，因此他的身材、颜值都在持续优化，自然有点不同。顾晚秋的小手在肚子上乱摸，有点痒，铃木还挺喜欢。忽然间，钢铁意志又被摸了下，哭笑不得。你干嘛？不要这么变态行不？顾晚秋嘿嘿笑，害羞什么呀？上次我不是看过了吗？铃木，好家伙，这小妞太生猛了。玩得差不多了，顾晚秋又爬到了铃木身上。嘿，这样子抱着你就舒服多了。铃木笑了笑，你要是也脱了，抱着更加舒服。想得美丽，我才不会奖励你。你不奖励，那我自己要。话音落下，铃木已经摸到了顾晚秋的小蛮腰，滑溜溜的后背，摸起来也很舒服啊。顾晚秋咬了咬嘴唇，似乎是被摸舒服了。随后铃木才知道顾晚秋是纠结了，因为他纠结了一会，才问道：斯佩，你说过更丢脸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家房子塌的事情？铃木的手停顿了片刻，他想起来了。哦，你上午听到了。我想知道当时的事情，可以吗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今晚这么聊，主要是为了问这个是吧？顾晚秋咬着红唇，微微点头。她怕男朋友太伤心嘛，所以先聊聊男朋友，让他舒服了，再说出曾经的事情，那就没那么难受了。铃木的双眸盛满了温柔，他喜欢小心翼翼照顾他心情的顾晚秋。抚摸美背的手停下，铃木笑问：那你想要知道哪些？全部。行啊。铃木放空了思绪，回想往事。你早上也听到了，因为某个包工头偷懒，台风来了，墙全塌了，全部塌了，一堵完好的墙都没有。有人说台风吹倒房子，可以去村委那里申请救助金。当时我们准备好了所有材料，但是村委本来就不待见我们，所以根本不给我们申请。村委那些人还在村里大肆宣扬，嘲讽我们倒霉运。只是听到这里，顾晚秋心里便有些不好受了。她记得男朋友曾经说过，因为他们家不给村委塞钱，所以村委才不待见他们。本来预算就不多了，墙又全部塌了，没有钱买新的砖，只能把塌墙的砖全部弄出来。你知道那样做有多难吗？一家人坐在他墙上，把砖头一块块敲下来，然后又一点点把上面的水泥敲下来。顾晚秋抿紧了红唇，安静地听着男朋友述说。虽然男朋友避重就轻，但是她也能想到那种情形的难堪。墙塌了，全家敲砖，村子人嘲讽，宛如乞丐的碗被踢翻了，只能忍受着嘲讽，一点点地捡起所有钱财。这不是在敲砖，而是一点点拾起破碎的自尊。如此想着，顾晚秋不禁湿了眼眶。我因为在学校并没有敲多少，不过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去2天，只是敲了2天，我的手就冒泡了。你应该也知道我高2周末总是不在校，因此这个当时我还和班主任吵了一顿，我甚至还被他在班里批了一顿。顾晚秋呼吸一滞，他想起来了，高2那会铃木确实被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批，只是谁也不知道铃木要回去做什么。他们是实验班，高1就开始周末自习了，除非是大事请假，不然周末根本不能回去。我忘记我们一家子敲了多久，我只记得我们一家子手全部冒泡了。你今天来应该也发现了，我家的外墙白花花的，乐文小说网而别人的红砖那么红。顾晚秋愣住，他来的时候有注意到，只是没想到这层。难怪男朋友家的红砖那么丑，原来全是敲出的砖，上面带有石灰、水泥，自然是白花花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我妈娘家的人吗？如果不是那个垃圾包工头，我家就不会塌了。后来房子盖好后，你猜王阳的抠搜老妈又做了什么？她竟然让我们把房子卖了，把欠她的3000块还回去。回想起曾经的憋屈，铃木气急反笑，我们辛辛苦苦才捡起的房子，
他转头就让我们卖掉，而且还找他的好哥哥一起给我们施压。他的垃圾包工头弟弟可能是心里有愧，没有参与。他和他的2位好哥哥私底下打电话给我妈，让她卖房子。我不知道他们详细说了什么，我只知道那一天我妈打完电话就哭了，所以我那时就发誓，如果我有能力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说到最后，铃木已经是咬牙切齿了，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母亲的泪水，区3000块钱被亲生姐姐、亲生哥哥欺负到泪水横流，滴答，一滴清泪顺着少女光滑的下巴滴落。铃木还没来得及安慰顾晚秋，嘴唇便被2片温热侵占，柔软香甜在嘴唇迸发，极致的甜蜜，极致的惊喜，极致的柔软，所有形容少女相吻的美好词句皆能在此刻寻到。铃木反应过来，他被顾晚秋亲了。从回忆中醒来，铃木对上了顾晚秋水盈盈的眸子，他看到了他的心痛，他懂他的委屈，静静贴了几秒。顾晚秋稍稍抬头，两唇分开，铃木恋恋不舍地抿了抿嘴唇，嘴唇残留的甜蜜让他心花怒放。同时，铃木极其温柔地刮掉顾晚秋眼角的泪花，微笑着安慰：“你哭什么呀？我都没哭呢。”顾晚秋想要勾起嘴唇，给男朋友一个灿烂的笑容，但是嘴角刚勾起又落下，她做不到强颜欢笑，只能哽咽地说：“你委屈的话就哭出来啊，不然我怎么安慰你？”铃木忍俊不禁：“我有什么好哭啊？事情都过去了。”顾晚秋却是越听越委屈，如果不是经历过的委屈太多，怎么可能如此淡定？她体会不到男朋友当时受到的委屈，她也做不到感同身受，她只知道她不想看到男朋友难受，她只知道她是她女朋友，她要安慰他。于是顾晚秋又捧住了铃木的脸颊，再次把嘴唇印了上去，这次她不再停留于表面了。小可爱强势挤进去，带着男朋友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轰，铃木脑海中炸开烟花，这就是法式舌吻吗？好甜，好香，好软，好嫩，好滑，好吃，各种美好的感觉全部集中在某一点。舒服的铃木不想动弹，小可爱的灵动让他无比欢喜，他追逐着小可爱，想要抓住小可爱，然而小可爱经常灵活，竟在小小的空间里肆意游动。呼呼呼，不知过去了多久，铃木和顾晚秋皆是气喘吁吁。顾晚秋懒洋洋地趴在铃木身上，小脑袋埋在铃木脖子间，小鼻子哼哼唧唧，呼出热风，撩拨着铃木的心弦。色呸，现在好受了点吗？铃木抚摸着顾晚秋光滑的后背，感慨不已。好多了，刚才心里确实不爽，被你亲了这么久，心里舒服极了。哼哼，那你应该感谢我，以后心情不好记得找我哦。放心，我就算是心情好，我也得找你。嘿嘿，就是要这样。顾晚秋终于能够勾起嘴角了，她终于亲到男朋友了。好好玩，好好吃，好喜欢谈恋爱的感觉，原来如此奇妙啊！竟然能让2个原本陌生的人嘴对嘴，还能用舌头打架，这就是彼此交融的感觉吗？她可太喜欢了。顾晚秋咬了咬嘴唇，抬起了头，水汪汪的眸子盯着男朋友。色呸，你休息够了吗？说罢，顾晚秋不等待铃木的回答，便再次低头吻住了铃木的嘴唇。铃木乐在其中，手也不停地抚摸，小可爱的滋味啊，简直让他沉迷。神仙也不过如此。又是不知道多久，2人分开的时候又是气喘吁吁。顾晚秋意犹未尽的舔嘴唇，不行，你换气太差了，我要帮你多练练。休息了几分钟，顾晚秋再次亲下去，1次、2次、3次，不知道亲了多少次。最后铃木和顾晚秋都累得不要不要的，顾晚秋宛如一滩香泥，趴在铃木身上动都不想动。铃木呼着粗气，还在细细回味刚才的美妙。妖精，你也太甜了吧！一语双关，不仅说顾晚秋甜，而且还说顾晚秋甜。哼哼，你以为啊，我可是校花哎！顾晚秋得意的哼哼唧唧，忽然感受到什么，顾晚秋坏笑了起来。色呸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不能休息一下吗？铃木故作咬牙切齿，谁让你一直勾引我？我怎么休息得了？嘿，那你就坚持着吧，本大美女要睡觉了。顾晚秋哼哼一笑，从铃木身上滑了下来，她背对着铃木，主动往后面蹭。铃木搂紧顾晚秋，煎熬并幸福着。你真要睡觉了吗？铃木想要顾晚秋帮帮他。对啊，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。乐文小说网真要睡觉？我睡不着啊。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不行，铃木不能接受。他被顾晚秋摁着亲了那么久，身体内早已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如果顾晚秋没有很多水，这大火绝对灭不了。铃木往前顶了下，说道：“妖精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啊，我怎么就见死不救了？顾晚秋娇笑：“我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觉得你没有一丁点责任吗？”啊，我有什么责任？骨头长在你身上，关我什么事？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没有100%的责任吗？哈哈哈！顾晚秋娇笑不已，她身子很软，轻而易举就在铃木的怀中翻了个身，正面对着男朋友，
顾晚秋探头，轻轻啄了一口铃木的嘴唇。你求我呀？你要是求得我开心了，我可以帮你下火。我不要。铃木立马拒绝。我铃木就算憋死一晚上不睡，也不会开口求你一句。哼！顾晚秋傲娇的皱起小鼻子。那我就不帮你。什么人啊？就不能服软吗？他都打算帮他服软了，他就不能先服软？望着顾晚秋嘟嘟的小嘴，铃木勾唇轻笑，贴了上去，含住顾晚秋的小嘴。又是几分钟，唇分。铃木故意咬了下顾晚秋饱满的红唇，用最温柔的声音说道：姐姐，帮我。轰！顾晚秋脑海中瞬间冒出粉红泡泡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他喜欢。嘿嘿，好。顾晚秋憨憨傻笑着，男朋友叫她姐姐了，她今晚手抽筋也可以。第二天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亮不大的房间，新买的空调很给力，盖着棉被睡觉的两人也很舒服。忽然间棉被鼓了起来，似乎是有人爬到了某人的身上。色胚，醒了吗？干嘛？铃木迷迷糊糊醒来，从身上的重量可以知道顾晚秋又爬了上来。不干，我想要亲亲。顾晚秋娇笑道。你刷牙了吗？我又没有口臭。难道你有？我也没有啊，我身体很健康。那不就得了。顾晚秋嘿嘿一笑，捧着铃木的脸再次亲了下去。铃木来者不拒，他进他退，他退他进，他逃他追，他追他逃。经过昨晚长时间的训练，两人持续的时间更久了，美妙的感觉让两人恨不得一直亲亲。亲亲固然美妙，但是学习也不能忘记。吃完早餐，铃木便背上书包和顾晚秋出门了。试卷还有不少，他要去顾晚秋家里学习。我很好奇你卧室没有书桌，你放假都怎么学习？顾晚秋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骑着小电驴的铃木灿然笑道：学习也需要书桌吗？我都是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写。顾晚秋惊讶地张大小嘴，这样坐着不难受吗？肯定难受啊，很容易腰酸背痛。但是没办法呀，以前没钱，不能去买书桌。顾晚秋呼了口气，用力抱住男朋友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你现在可是大富豪。那是。铃木心里无不得意，重生回来的他运气好得过分，那么多比特币让他一下子成为富豪了。不过不能就此止步，钱越多越好，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。而且拥有系统，他还想做点大事。不过那得等上大学了，毕竟大学的科研大佬才多。哎，这个竟然是你家？对啊，没想到吧？铃木确实没想到，他们村里土豪不少，大别墅也不少，只是没想到其中一栋大别墅是顾晚秋家的。嘿，我爸妈不在，我们可以随便玩了。得知爸妈出去见朋友后，顾晚秋可不要太开心，牵着铃木的手，迫不及待地带铃木参观他的闺房。我去，这就是富婆的卧室吗？长姿势了。铃木惊叹不已。你先自己看看，我去换件衣服。顾晚秋朝衣帽间走去。是的，富婆的卧室嘛，有衣帽间很正常。衣帽间再往里面走就是卫生间。一个卧室比我家的客厅还大，真有够豪华。铃木感慨着坐到了床上，顺势倒下，同时扯来被子盖在自己脸上。香啊！铃木又狠狠地吸了一口，被子上残留了顾晚秋的香味，香得很啊，似乎他被顾晚秋拥在了怀里。被大可爱埋着。恭喜宿主成功解决顾晚秋的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求妖精帮忙了。铃木回想起来，因为顾晚秋是宿主的女朋友，复刻程度100%，复刻财富顾晚秋的 bra 一件。铃木忽然感觉脸上多了点什么。bra？ 我要这东西做什么？刷！脸上的被子被掀开，明亮的光线透过黑色的 bra 射进铃木的眼睛。色胚！顾晚秋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。铃木立马拿下脸上的 bra 丢到一旁，苦笑面对顾晚秋。如果我说是 bra 自己跑过来的，你信吗？站在床边的顾晚秋脑袋一歪，笑道：所以你躺在床上，然后 bra 自己飞到你脸上。铃木点了点头，确实是这样。顾晚秋被气笑了，敷衍我能不能想个好理由？臭不要脸！铃木冤枉啊！他说的是事实啊，分明就是 bra 占他的便宜。你最好给我一个好解释，我不喜欢你敷衍我。说话的同时，顾晚秋踢掉拖鞋，爬上了床，一屁股就坐在了铃木的肚子上，柳腰缓缓俯下。铃木瞪直了眼睛，宽松的衣领让防御出了漏洞，又没有 bra 的绝对阻隔。皑皑雪山映入眼帘，皑皑雪山竟有神奇的魔力，轻而易举就搅扰了铃木的血液流动速度。这搁在玄幻小说里可是绝顶大能才有的能力啊！别看了，色胚！顾晚秋丝毫不介意，捧着铃木的脸便亲了下去。呜呜，铃木乐在其中，他才知道顾晚秋这么喜欢亲亲，逮到机会就要亲。唇分，顾晚秋舔了下嘴唇，本来就水润的嘴唇显得更加的诱惑。他依旧趴在铃木身上，两张脸距离很近，如此暧昧的距离方便他亲亲。说为什么要偷我的 bra？ 铃木苦笑，
他真的是被系统害死了。因为我想研究一下你的 bra。他豁出去了，脸皮不要也罢。研究？顾晚秋眯着眼，有些不信，有什么好研究？铃木沉吟了几秒，我想看看你的 bra 舒不舒服。什么？顾晚秋大为震惊，难道你也要穿？铃木，什么脑回路啊？扯了扯嘴角，铃木纠正说道，我想研究一下你穿的舒不舒服。哦，早说啊，我还以为你也要试试，我的 bra 肯定舒服啊。这个时候铃木就得感谢自己学识博杂了，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接话。我看你的 bra 是有钢圈的，难道不感觉很累吗？顾晚秋嘟了嘟小嘴，明显有些郁闷。肯定有些不舒服呀。虽然钢圈可以让内衣有更好的承托力，胸部看起来更立体，但是有钢圈在，穿久了勒得难受，甚至还有勒痕、红肿。要是找到更好的 bra， 我肯定不要这种。从顾晚秋的语气中，铃木听出了胸大的烦恼。你也有勒痕？让我帮你吹吹。铃木下意识关心道。说完，铃木就察觉到了问题。顾晚秋一边眼睛大，一边眼睛小，透露着浓浓的揶揄。你那是想吹吗？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，色胚。嗨嗨，铃木尴尬地转移视线，然而却被顾晚秋捧着脸转了回来，小嘴又贴了上来。可能是亲男朋友亲舒服了，顾晚秋很乐意和男朋友分享自己的郁闷。你也不看看我身材那么好，有勒痕也是在所难免。要是有一款没有钢圈，聚拢效果还好，还舒服的 bra， 我肯定要买一大堆囤着。说话的同时，顾晚秋眉飞色舞，轻轻咬了一下铃木的嘴唇，色眯眯的明示买一大堆囤着，我穿完不洗，直接丢给你。咚咚咚，铃木不争气的心脏又被撩拨得乱蹦。顾晚秋这小妞实在是太会撩，简直把她的小心思拿捏得死死的。这么好的 bra 哪里有？铃木忽地停住，他想起了重生前的一个热搜，21年，一名男演员代言了女性内衣。没错，男性代言女性内衣，这已经够离谱了。偏偏他还要大秀智商，在微博上说这是一个让女性在职场随便躺赢的神奇装备。女性、职场、躺赢，如此敏感的字眼组合在一起，分明在暗示女生穿这个 bra 躺在床上卖，轻松在职场上获得利益。对于有尊严的女生来说，这种话是很羞辱她们的。于是代言人被冲烂了。热衷于吃瓜的铃木当时也看了，他还记得那个品牌 Ambra， 他还记得一些品牌介绍。2016年9月 Ambra 创立，2017年10月融资5000万，2018年11月开创无尺码内衣，2019年12月打造犹如人体第二层肌肤的穿戴体验。因为年份、月份排着队来，所以铃木记得很清楚。后来 Ambra 成为了头部内衣品牌。这个品牌现在还是成立之初，还在融资阶段，蛋糕还没被分完。铃木眼前一亮，他看到了新的机遇。喂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一脸色？顾晚秋打断了铃木的思绪。铃木笑了笑，开始自圆其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偷偷拿你的 bra 吗？哼，色呗，欲求不满呗，还能为什么？不，你错了，其实我是为了你好。顾晚秋乐了，偷我的 bra 还是为了我好？下次偷我内裤也说为我好？这也不是不行。当然，这种话铃木可不敢说出来，轻轻啄了一下顾晚秋的小嘴。铃木说道，我知道有一个品牌的 bra 很不错，他们有一种无尺码的内衣，穿起来非常舒服，而且没有钢圈，聚拢效果也不错。顾晚秋呵呵一笑，如果有这种内衣，我早就知道了，还轮得到你告诉我？确实，这种东西女生比较擅长。铃木解释道，现在确实没有，因为他们还在研发阶段。你怎么知道？顾晚秋很好奇。乐文小说网因为我的投资团队准备投资那个品牌。你的投资团队？顾晚秋皱起了眉头，她和男朋友待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她咋不知道这些事呢？铃木轻轻拍了下顾晚秋的屁股，提醒道，你忘记了，我可是大自然酒店的股东。顾晚秋恍然大悟，所以那个是你的投资团队搞的？他知道他爸妈也有专业的团队，会帮助他们分析数据。对啊，我想投资那个品牌。啊，你投资内衣品牌做什么？顾晚秋不解。铃木又摁着顾晚秋的脑袋亲了他一会，然后才说道，为了掌握大权，给你打造一款最适合你的 bra 呀。咚咚咚，顾晚秋头一次觉得心跳如此剧烈，小心脏似乎要撞破胸膛。让男朋友知道她的感动，投资一个品牌需要那么多钱，就是为了给我打造一款 bra。顾晚秋轻咬红唇，水汪汪的眸子轻轻眨动，感动之中又是羞涩万分。原本铃木没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现在这么一想确实很不错，于是很干脆的承认，对啊，钱这种东西嘛，就是要花来享受的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肯定得花钱投资你啊。而且你身材那么好，总不能让劣质 bra 折磨你吧。况且我很看好那个品牌，以后也有收益。话还没说完，铃木便被感动的顾晚秋堵住了嘴。为了给他打造最舒服的 bra 而选择投资一个品牌，如此大手笔，顾晚秋想都不敢想。浓浓的甜蜜在心中蔓延，顾晚秋恨不得用自己的小可爱把男朋友亲得喘不过气来。当然啦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。乐文小说网或许是半个小时，也可能是1个小时，
总之，铃木差点没有喘过气来。顾晚秋的小可爱太灵活了，他完全遭不住。轻拍一下顾晚秋的屁股，铃木笑问：“亲够了没有？”顾晚秋嘿嘿一笑：“暂时够了。”那要不我们现在过去？顾晚秋眨了眨眼，呆萌问：“过去哪里？”我们去阳城 ，Amber 总部在那边。现在就过去？这也太快了吧！顾晚秋惊呆了。不快，我们要早点下手，如果被别人抢了，可就完了。顾晚秋不懂，只能选择听铃木的话。铃木又拍了一下顾晚秋的屁股，他喜欢这个手感，很有弹性。嘿嘿，赶紧去换衣服啊，坐高铁过去，2-3个小时就够了。说话就说话嘛，别动不动就打我屁股。顾晚秋嘟了嘟小嘴，哪有男朋友动不动就打女朋友屁股的啊？等到啪啪的时候再打屁股不好吗？哼，对了，要不要把试卷带路上做？不然做不完。铃木提醒。顾晚秋哭了，带吧带吧，高三仔太惨了。收拾好行李，两人马不停蹄出门。南西县所属的城市刚好有一条高铁直通阳城，不到3个小时，铃木和顾晚秋便出现在了阳城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找老板谈合作吗？顾晚秋问道。不急，时间不早了，先去吃午饭。铃木牵着顾晚秋的小手来到了一栋大厦下面，大厦拔地而起，俯视周围所有建筑。550米高的阳城中心大厦乃是阳城最高的写字楼，集办公、购物、公寓、超5星酒店于一体。第一次来阳城，总得来吃点好东西吧。顾晚秋闻言轻笑，那我请你，不准跟我抢，不能总是你花钱。可以啊。铃木自然没有意见。无处不在的空调吹去夏日的燥热，两人走在里面，竟发觉有些凉。顾晚秋左顾右盼，兴致勃勃寻找美食。我们吃什么呢？哎，这家西餐厅好嚣张啊，颠覆华夏古板传统，中西合璧绝顶享受。喵的，这么嚣张吗？竟然敢取这种标语，要不我们去这里吃？走。铃木当机立断，牵着顾晚秋走进去。西式的装修风格让两人也感到颇为新奇。虽然只有寥寥几桌空闲，但是店内的氛围很安静，很舒服。铃木和顾晚秋走到了角落，这个地方比较适合腻歪。顾晚秋笑了笑，大胆地把一只腿挂在铃木腿上，因为桌子底下是封闭的，他完全不担心被其他人看到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铃木左手捏着顾晚秋的大腿，右手翻开菜单。顾晚秋把头探了过来，惊呼道：1888一道新凉的感觉。确实新凉了，一道甜品1888，心怎么可能不凉？铃木也看到了，同样惊讶，这么奢侈吗？怕了。怕啥呀？姐姐有的是钱，点2份。我倒要看看，什么东西能让我心凉。顾晚秋大手一挥，直接点了2分。铃木高呼：姐姐，饭。顾晚秋嫣然一笑，手指轻点铃木的嘴唇。嘴这么甜，什么时候让我品尝一下？什么时候都可以。铃木很配合的演戏。哼哼，等姐姐吃饱再宠幸你，再点些其他菜。店内的菜名奇奇怪怪，马桶上的绽放冰天雪地的舌吻，干柴烈火的郊区，69相互满足的快乐，没有最奇怪，只有更奇怪的菜名。两人还点了不少。店内另一角恰好是铃木和顾晚秋的死角，两位都市丽人坐在一起，举止优雅，吃个饭都别有美感。云清巴拉了下盘子里的小块牛排，不由得吐槽：这店还怪好哩，让我们啃盘子，还配了块牛排解腻。坐在云清对面的闺蜜忍俊不禁：太黑了，跟我上次买榴莲那家一样黑。我花了大几百买的榴莲，回家打开一闻，竟然是臭的。云清吐了闷气，笑道：对啊，在外面买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买矿泉水一定不能买大瓶的，兑水太多了。闺蜜程清莞尔一笑，这一笑，工作带来的烦恼就好受多了。然后程清又开始作践，主动讨论工作烦心事。话说融资方找到了吗？云清叹了口气，摇头：没有，我们的 Ambra 创立才1年，不容易找到大额融资。程清也叹了气，没钱半夜鬼敲门，再得不到融资，研发就要停止了呀。小视频都要钱推广才能被老司机找到，我们要是不砸钱推广，谁能看得到我们的新产品啊？两姐妹唉声叹气。两人同样野心勃勃，本想着大干一场，谁料没钱根本推广不了。没有推广，即便是苍井老师复出上演真实版老公的朋友，那别人也不知道你拍了呀。他们现在很缺钱。等了大半个小时，新凉的感觉终于被端上了铃木和顾晚秋的餐桌。啊！顾晚秋凑近盯着眼前的一小盘子东西，惊讶不已。这是荷包蛋吗？虽然很白很黄，看起来很润，但是这玩意也配卖1888吗？铃木感觉自己被宰了，妥妥的冤大头。确实是新凉的感觉，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。比脸蛋还大的盘子，中间摆着一小块荷包蛋，圆润的荷包蛋，该白的地方很白，该黄的地方很白，卖相确实不错。顾晚秋拿勺子挑了一点蛋黄，塞到嘴里。顾晚秋瞪大眼睛，冰淇淋，心彻底凉了。我试试。铃木也试了一点，甜，但是不是很甜，有椰汁、芒果的香味，
里面还加了葡萄酒，原料不到8块就硬宰，这点黑的不像话。好歹他拥有国宴大师的厨艺，自然能尝出里面是什么。喵的，宰冤大头是吧？顾晚秋气得推开盘子，我不要了，太坑了吧。这时服务员端着2盆更奇怪的菜走来，这是我们店的特色美食，马桶上的绽放。铃木和顾晚秋同时无语。马桶上的绽放，顾名思义，端上来的餐盘竟然是马桶，马桶造型的餐盘。只因多看了一眼，2人差点就爆炸。顾晚秋心有不忿，随口就吐槽：你们这店也太黑了吧，这么一点点冰淇淋也好意思卖1888？还有你端上来的这盘是什么？马桶上盛着一碗土，上面插着一朵红玫瑰，这就是马桶上的绽放。你让我们吃什么？捧着马桶舔，还是吃里面的土，或者吃这一朵没有绽放的玫瑰？顾晚秋心里很不平衡，他有钱不在意钱，但是他不想当冤大头。1888的美食他可以随便吃，但是店家要是敢收2块钱的纸巾费，10块钱的停车费，抱歉，他再也不会来这家店了。你是乡下来的吧？服务员突然间一句不屑的嘲讽，让2人目瞪口呆。这是服务员能说的话？服务员样貌挺美，唯独那张嘴很薄，尖酸刻薄。我们店主打的就是颠覆华夏古板传统，你们乡下来的捞仔自然理解不了高端美食。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惊小怪，我可以理解。服务员毫不留情嘲讽，同时拎起银色茶壶，对着马桶上的红玫瑰淋下橙黄的液体，宛如尿撒在红玫瑰上，红玫瑰竟然奇迹地绽放开来。服务员讥讽一笑，这就是马桶上的绽放。不要用农民古板的偏见来揣测我们的美食，这是我们主厨研发出来的美食，你们这些乡巴佬不识货也可以理解。你们铃木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伸手抢过服务员手中的水壶，怒目横眉，把你们负责人叫出来，我倒要问问，你一个服务员凭什么配说这种话？农民怎么了？农民就不配来吃你们所谓高端美食了？搞一大堆花里胡哨的东西，骗钱就骗钱，装什么装？铃木突然的爆发惊到了服务员，但是又没有惊到。服务员紧张过后，竟是又恢复了职业假笑，他依旧高傲地扬着下巴，我们老板早就立了规矩，如果有客人质疑我们的美食，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批评，你可以问问他们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规矩。铃木看向其他客人，没想到他们竟然点头了。铃木和顾晚秋更憋屈了，什么破店，不仅坑，还不让客人说。服务员再次露出令人讨厌的讥讽，你们是乡下人，第一次见识到大世面吧？我们老板还定了一条规矩，客人可以批评我们的菜品，但是要拿出批评的实力，只要客人的厨艺得到我们主厨的认可，我们将会为客人免单，而且送上大礼。不过瞧你这样子也没有这个实力，呵呵。服务员骑在客人头上，如此姿势，铃木只知道卖鲍鱼的地方有，没想到今天让他在餐厅遇见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主厨有多厉害。铃木不想灰溜溜被赶走，牵上顾晚秋的小手。铃木起身问主厨在哪？跟我来吧。服务员要多嚣张有多嚣张，摇曳着翘臀带路，要过去看看吗？可以，看看谁被打脸。其他好奇的客人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起身。不多时，一群人涌进了厨房。麦克主厨，这位客人想要挑战你。放下手中的牛肉，麦克主厨扭头看过来，谁要挑战我？我。铃木站了出来。华夏人取了这么个名字，怪怪的。哦，你会做菜吗？麦克主厨面带质疑。我会不会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品尝。啊，我不会品尝。麦克主厨下巴微抬，对自己非常自信。我在国外进修超过10年，担任过多次厨艺大赛的评委，无论是中餐、西餐，我都有非常高的造诣。只要你能做出来，我就能给你最准确的点评。这么自信，好事。欺负自信的人才有成就感。铃木想了想，心里便有了坏主意。按照你的菜品风格，你点评的标准该不会只是造型吧？造型不好看，你是不是连动嘴尝一下的兴趣都没有？我身为评委，自然会品尝每一道菜，无论多么难看。麦克主厨说道。好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铃木笑容无比灿烂。顾晚秋眼皮子一跳，她很了解男朋友，男朋友笑成这样子，肯定在想坏事。铃木随意扫了一圈，问道：这里有没有猪大肠？麦克主厨点头，有，全部处理得干干净净。铃木咧嘴一笑，不，我不相信你们的处理办法，我要亲自处理，给我找一条没处理过的猪大肠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9转大肠，保证让你终身难忘。你要没处理过的猪大肠做什么？铃木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麦克主厨。废话，当然是做菜，难不成做猪大肠刺身给你吃？麦克主厨脸色沉了下来，我打个电话叫他们送过来，快点，时间晚了你就吃不到热乎的奥利给了。等待的时候，顾晚秋和铃木坐在角落里说悄悄话。斯佩，能提前跟我说你要做什么吗？铃木嘿嘿一笑，不能，提前说了就没有惊喜了。哼，不说就不说，我还不好奇嘞。顾晚秋皱了一下小鼻子，傲娇得很。
只不过铃木只是勾了下他的手掌心，他就笑了，两只手在背地里勾啊、挠啊、捏呀、打情骂俏。不到10分钟，猪大肠被送过来了。这味道好上头，这东西能吃吗？不懂别叫，有这种骚味的猪大肠才好吃。看戏的客人被臭得捂住鼻子，却没人舍得离开。铃木戴上手套处理起了猪大肠，顾晚秋捂着鼻子站在一旁，眉头紧锁。铃木感到好笑，怕臭就站远一点啊，凑过来做什么？顾晚秋闷闷说道：“我不陪你，你一个人孤零零，岂不是太尴尬？”铃木被暖到了，这小妞还是这么可爱。偌大的厨房只有他一个人在忙碌，其他人早就躲远了。几分钟后，铃木捞起了猪大肠。顾晚秋诧异问：“还没洗干净呢，不再洗洗吗？”铃木坏笑道：“保留一点原味才叫精髓。”顾晚秋，她只感觉男朋友很坏，坏透了。不过她喜欢，嘿嘿。半个小时后，铃木端着2盘菜、一杯白开水放到了麦克主厨面前。铃木微微一笑：“请先品尝9转大肠，然后喝完这杯水，再品尝葱爆羊肉。”麦克主厨脸色极其难看，他迟迟不动手。周围的客人偷笑不已，这味道有点上头，根本没洗干净吧？不要怀疑，确实没有洗干净，好臭。这小伙子太狠了，分明是在报复。这是最顶级的阳谋，麦克主厨说了，一定会品尝。铃木双手背在身后，笑着催促：“麦克主厨，你刚才可是说了，无论菜品怎么样，你一定会品尝。你该不会言而无信吧？”顾晚秋站在一旁，捂着小嘴偷笑。坏坏的男朋友怎么那么可爱呢？而且男朋友还是为她出头，她更喜欢了。麦克主厨定定地看了会9转大肠，然后手有些颤抖地拿起刀叉，他只是切了一点点，还不敢直接塞到嘴里，放在鼻尖闻了闻。肉眼可见，麦克主厨的脸色变得难看，好像闻到了什么不该闻的东西，仿佛抱着必死的决心。麦克主厨咬了咬牙，张嘴吃了下去。下一秒，麦克主厨眉毛皱了起来，额头挤出一个大大的川字，嚼动的嘴也是停了几秒。只见他喉结滚了一下，然而根本咽不下去。麦克主厨连忙拿起旁边的纸巾，捂着嘴，吐出了嘴里的东西。长长舒了口气，麦克主厨咬牙切齿地看向铃木：“你自己尝过这道菜吗？”铃木笑了笑：“没有，我身为厨师不能偷吃，所以你他妈让我吃这狗逼玩意。”麦克主厨心里有1万只草泥马，咬牙切齿问道：“你觉得你做的这道菜怎么样？”铃木老老实实回答：“我去除了大部分猪大肠的臭味，但是保留了一部分原味。我觉得保留一部分原味，你才能知道你吃的是猪大肠。”我操你丫的，还敢承认！麦克主厨此刻杀了铃木的心都有了。你是有意保留的吗？铃木笑道：“我清洗的时候保留了一部分原味。”麦克主厨表情越发狰狞：“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”铃木老实回答：“我是故意的。”麦克主厨没再说什么，盯着黑不溜秋的9转大肠，嘴角逐渐咧开，右手攥着刀不停发颤，怒气值拉满，咬牙切齿，似乎起了杀心，哈哈哈，笑死，这招太狠了点，爽！谁让这家店的主厨那么嚣张，不保留原味？你怎么知道吃的是猪大肠呢？小伙子快走，我感觉他等下要杀人了。呼呼呼，麦克主厨不停地呼气，似乎要把口腔里的臭味呼出去。瞪了眼铃木，麦克主厨恶狠狠说道：“你输了，这道菜根本是狗屁不如，现在请你滚出我们的餐厅。”铃木脚步不动，笑道：“你还没品尝完，2道菜和1杯水，这才是完整的一道菜。”麦克主厨心里悄然松了口气，还好葱爆羊肉用的是羊肉，不是羊大肠，要不然他今天就要疯了。拿着刀叉，麦克主厨就要切一块羊肉，铃木及时拦住，提醒道：“你先把这杯水喝了，润润口。”麦克主厨表情越发难看，他感觉自己就是没有抵抗力的美女，被隔壁老王摆弄出各种姿势。咕噜咕噜，喝完水，麦克主厨恶狠狠地问铃木：“没有其他花样了吧？”“没有了，你可以品尝葱爆羊肉了。”麦克主厨用叉子插入一块羊肉，便要拿刀切一小块。“等等，你要一整块吃，不要切，切了就不完美了。”“操！你 TMD 不能早点说吗？就你事情多。”麦克主厨心里憋了一肚子火，也不切了，直接一整块塞进嘴里，狠狠地咬。他仿佛把这块羊肉当成了铃木，要把铃木碎尸万段。麦克主厨忽地愣住，表情不再狰狞，嚼肉的速度放慢，不再追求速度，而是慢慢的嚼，细嚼慢咽。众人也发现了异样，哎，这道菜难道很好吃？看他这样子应该很不错，给我看饿了。麦克主厨眼前一亮，咽下了口中的羊肉，他没有点评，而是一块接一块的炫羊肉，塞得腮帮子都鼓了起来，吃得满嘴流油。眨眼间，1盘葱爆羊肉被他吃完了。麦克主厨意犹未尽的舔嘴唇，此刻他看铃木的眼神再也没有刚才的阴狠，而是满满的叹服。然后外表焦香，里面软嫩，火候掌握的极其完美，尤其是油炸过的大葱，香味被激发出来。大葱的香味
羊肉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妙不可言。没想到华夏这么 low 的菜也能如此美味，麦克主厨感慨不已。顾晚秋听得心里直冒泡，只要有人夸她男朋友，她就开心。她终于看出了男朋友的小心机，先用一份保留原味的九转大肠恶心麦克主厨，然后让他喝水润润口，再品尝葱爆羊肉，有九转大肠在前面衬托着，葱爆羊肉就会显得无比美味。铃木比他更开心，因为恭喜宿主成功打脸主厨，满足了在场所有客人的愿望。问题难度5星，复刻财富，在场所有人的资产共计1000000元。天上掉馅饼了吗？铃木被巨大的惊喜砸中，心里笑开了花。1个亿呀，1个亿！乐文小说网这要是买 TT 得用卡车来拉。现在铃木也可以厚着脸皮说一句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你的厨艺确实了得，我们将会为你们免单，同时再送你一张黄金 VIP 卡，以后你来我们店里吃饭打8折。麦克主厨终于承认了铃木的厨艺，但是铃木要的不是这个。我想见你们负责人。麦克主厨挺了挺胸膛，很自豪地说，我就是这家店的老板，同时也是主厨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铃木伸手指向刚才骂顾晚秋的服务员，他服务态度很不好，刚才辱骂我女朋友。我既然是你们店的黄金 VIP， 应该有资格让他道歉吧？当然有。麦克主厨旋即看向服务员，给这位美女道歉。服务员支支吾吾了起来，脸气得通红。对不起。爽！顾晚秋心里舒服极了，被男朋友摁着亲都没有这么爽，估计只有被男朋友摁在床上趴到晕过去才能有这么爽。终于让他出了口恶气。哼！顾晚秋故意用斜眼瞟服务员，区一个服务员也想骑在客人头上，你要是这么喜欢骑在客人头上，咋不出去卖呢？哦，我懂了，这嘴太刺人了，客人不喜欢。服务员低下头，羞愤至极，脸红的要滴出水来。众人毫不掩饰的哈哈大笑，令服务员越发难堪。往上数几代，谁不是农民呢？别以为你在城里打工，你就可以看不起农民了。我好歹能来这里吃饭，你呢？你吃得起吗？顾晚秋牙尖嘴利，让他逮到机会，那就是一顿嘲讽。铃木瞥了眼服务员，故意大声说：“你们这服务员的态度可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给你们店里招来横祸。按我说，你还是把他开除了吧。”开除？捕捉到这2个字，服务员慌得心肝乱窜。这份工作收入高，环境好，吃得好，躺在床上卖也没有这份工作好。出去卖，万一客人太变态，蜡烛啊、鞭子啊、手铐啊，那些可折磨人了。麦克主厨面露难色，没必要吧？他都已经道歉了，开个条件吧，怎样才能开除他？抱歉，他是我的员工，我不能随便开除他。确定不能开除？我确定。铃木勾唇一笑，我给你100万，开除了他。好，麦克主厨毫不犹豫答应。服务员瞬间抬起头，满是震惊地看着铃木。不是 TMD 这人有病吧？花100万只为开除他，他妈绝逼有大病。众人一片哗然。100万只魏博红颜一笑，我要有钱，还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我也舍得。吹吧你，2块钱的纸巾费你都不肯掏，区员工怎么可能比得了100万？麦克主厨满眼渴望，你确定要花100万让我开除他？我确定。你有那么多钱吗？该不会是在讨我开心吧？麦克主厨担忧问。铃木直接拿出手机，打开银行 app， 个、10、100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。麦克主厨瞪直了眼睛，呼吸变得炙热，立马看向服务员，冷声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们店内的员工了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给我滚蛋！”服务员心态彻底崩了，掩面而泣：“不好意思，你反应太慢了，我后悔了。”铃木突然间改口，打了麦克主厨一个措手不及。你什么意思？麦克主厨不愿意相信耳朵听到的话。铃木收起手机，面带讥讽：“你的反应很慢，我不喜欢。你和你的员工同样的目中无人，我也不喜欢。而且一位华人在华夏赚钱，还嘲讽华夏美食，吃着碗里的饭还砸锅，你这种人不配得到我的钱。”说完，铃木牵上顾晚秋的手走了出去。麦克主厨气炸了，即将到手的100万飞了，飞了！你给我回来！说好的100万呢？做人不能言而无信。麦克主厨想要拉住铃木，但是被吃瓜的客人挡住了，他们故意站着不动。麦克主厨光是挤开他们都花了不少时间。当他挤出去的时候，铃木已经带着顾晚秋消失在了他的视线内。啊！麦克主厨双腿发软，蹲在地上，捂着脑袋哀嚎：“我的钱，我的100万，我的钱100万啊！他得干多少年才存得了100万？”另一边，顾晚秋笑得眉儿弯弯：“色佩，你也太坏了吧！分明不想给钱，还这样诱惑人家。”铃木哼哼笑：“我虽然钱多，但是也不会给这种白眼狼。出去混了几年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。我就是要气死他，我1分钱他也别想拿到。那家店是吃完再付钱，所以说他跟1毛钱都没花，
等等等等，靓仔靓女！等一下，一声靓仔靓女响起，不知多少人驻足回头。铃木回头，竟是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人，云清 ，Ambra 的创始人，他此行的目标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有事吗？铃木不动声色问。有求于人。云清露出一道柔美的笑容。我们能换个地方聊吗？我想和你谈点事情。可以。云清和程清带路，4人来到了一家咖啡店，在铃木对面坐下。云清挺着腰，面带笑容。虽然他见惯了大场面，但是此刻竟有些害怕，害怕他的期待落空。你好，我叫云清，她是我的秘书，也是我的闺蜜程清。我是 Ambra 的创始人，请容许我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品牌。我们 Ambra。 云清口齿清晰，缓缓道出 Ambra 的主打市场、品牌优势、未来展望。顾晚秋惊讶地张着小嘴，她终于懂了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她知道男朋友要找 Ambra 谈合作，没想到啊，人家的老板直接找上来。介绍完，云清心跳剧烈加速，紧张地看着铃木。你觉得我们的品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内衣行业，铃木根本就不了解，他只知道这个品牌不久的将来会很火爆。铃木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，顾晚秋光溜溜地躺在床上，为他讲解高潮产生的原因。他听不懂，但是他知道怎么样让顾晚秋嗷嗷叫。铃木装得很淡定，没有顺着云清的话，而是反问：你为什么会找上我？来了，最重要的时刻来了。云清轻呼了口气，认真解释：因为刚才在店里，我听到老板数到了1000万，我们现在出现了点资金问题，我们需要足够的资金推广产品。云清紧张的心脏乱蹦，银行卡余额有上千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说明眼前男生的资产肯定不止这点。如果能拉到他的投资，他们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们需要多少钱？铃木开门见山问。重生前，他只不过是牛马打工人，根本不懂得谈合作，所以只能直接干。云清愣了一下，显然被铃木直白的发问惊到了。大概需要1000万，有没有戏？能不能拉到投资？云清心慌不已。我可以投资5000万，但是我要一部分股份。铃木随口一说，云清却是惊呆了，仿佛被天降大饼砸中。1000万之事最低预算，5000万他就可以大手大脚开干了。呼吸，云清胸口起伏，按捺住激动的心。你确定吗？真要投资5000万？没错，刚才获得了1个亿，现在铃木底气很足。平常公司怎么经营，我不会插手，我只需要一些权利，然后按照股份分红就好。云清又松了口气，铃木的要求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要求。要不去我办公室聊聊细节？我办公室刚好就在大厦内。好，2个小时后，顾晚秋一脸呆萌地看着男朋友，这就不见了5000万，这钱花的也太恐怖了吧。心头大事解决，云清脸上的笑容自然多了。以后你就是我们公司的第2股东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铃木随口应。你为什么会如此果断选择投资我们？5000万啊，可不是5块钱，即便是烧冥币也得烧好一会儿，不到半天时间就花出去了5000万，心得多大才能如此大手笔？旁边的程清也是满眼疑惑地看着铃木。什么原因？钱太多没处花，还是看中了他们品牌的潜力？铃木伸手摸了摸顾晚秋的小脑袋，面带宠溺。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款新产品无尺码内衣，现在市面上能买的内衣不是很适合我女朋友，所以我决定投资你们公司，给她量身定制 bra。 云清，程清，卧槽，你他妈搁这秀恩爱呢？要不要这么离谱？只为了给女朋友买一件合适的 bra 就花5000万投资一个公司？你家莫非是开印钞厂的？家人们谁懂啊？为了给女朋友买 bra 花了5000万，妈了！两人懵逼了，他们想了无数种原因，唯独没有想到这个，离谱。看到两人发呆，顾晚秋心里甜滋滋的，脑袋上的大手暖暖的，摸得她好舒服。她喜欢男朋友温暖的手，摸她的头，摸她的脸，摸她的肚子，所有的地方都要让男朋友摸个遍。哥哥，摸我，嘿嘿。懵逼了好几分钟，云清这才回过神来，感慨不已。你真是让我佩服，她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可真令人羡慕。铃木笑了笑，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给她定制一款最舒服、最适合她的 bra， 你们能做到吗？能。云清有些咬牙切齿，操，她为什么遇不到这么好的男朋友？酸得她后槽牙都咬碎了。程清，你去把我们最好的设计师叫过来。好。程清出去2分钟，便带回来了一位眼睛女生。云清解释道，她是我们最好的设计师，先让她量好你女朋友的尺寸，然后才能设计出最适合你女朋友的内衣。眼镜女生看向顾晚秋，腼腆一笑，美女，请跟我来。顾晚秋刚起身，便被铃木拉得坐了下来。怎么了吗？顾晚秋不解，其他人也是很奇怪地看着铃木，难道不要专门设计了？铃木咳了一声，看向眼镜女生，需要量哪些数据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眼镜女生很呆，疑惑发问。顾晚秋却是掩嘴偷笑。云清和程清也察觉到了问题，窃笑不已。铃木厚着脸皮再问，
你需要测量什么数据？告诉我。告诉你做什么？你又不是设计师。眼镜女生一根筋对道。哈哈，云清憋不住了，笑着解释。赶紧给他说吧。还没看出来吗？人家吃醋了，人家明摆着不让你看他女朋友的身体。顾晚秋搂着铃木的手臂，嘿嘿怪笑。四呸，原来你这么小气啊，大醋王。铃木哼哼一笑，笑，继续笑，等会我把你摸得腿软。一惹，想得美，才不让你摸，摸得腿软。云清和程青发愣，这是他们不花钱就能听的吗？吃醋了？眼镜女生恍然大悟，那你直说啊，扭扭捏捏做什么？铃木，这人也太憨了吧，他一大老爷们怎么好意思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吃醋了？他脸皮很薄的，非常内向，遇到美女都不敢上去问要微信，总是直接扛着回家。把需要测量的数据告诉他吧，让他帮我量就行了。顾晚秋站起来打圆场，身为女朋友，她当然要为男朋友说话了。哦，也行，记得测量准一点。眼镜女生拿了张纸，在上面写下所有需要测量的数据，然后又把测量工具递给铃木。拿上东西，铃木牵着顾晚秋的手，急不可耐的小房间走去。关上门，没有其他人当电灯泡，铃木的脸皮立马就变厚了，比城墙还厚。面露色相，铃木催促道：“把衣服脱了吧，咱们赶紧量，赶紧出去。”顾晚秋立马双手交叉，捂着胸，可怜兮兮的看着铃木：“哥哥，不要这样，男女授受不亲。”哎呦，戏还挺多。铃木欣喜，脸上却是挂着坏笑。他往前一步，顾晚秋就后退一步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是说给正人君子的话，但是关我采花大盗什么事？顾晚秋可怜唧唧摇着头，一步步后退。你不能这样，妈妈说女孩子的身体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铃木往前一步便停下，成功把顾晚秋堵在了墙角。铃木伸手只用一根食指便挑起了顾晚秋的下巴，仿佛坏哥哥要把软萌妹妹按在墙上亲了。铃木嘿嘿坏笑：“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的内人啊！”铃木故意咬中了内人这两个字，他这个内人和古代的内人可不是一个意思哦。顾晚秋秒懂，诚实的大长腿悄然并拢起来，生怕空穴来风让男朋友取笑。这也不行吧？顾晚秋似乎动摇了，凤眸轻轻眨动。铃木笑了一下，二话不说，抓起顾晚秋的两只手举过他的头顶，他单手便扣住两只手的手腕，摁在墙上。如此姿势迫使顾晚秋傲人的胸脯往前挺了挺。死！顾晚秋心里惊呼，这姿势也太刺激了吧！他喜欢，哥哥赶紧来欺负我！顾晚秋内心嗷嗷叫，然而表面很傲娇，娇俏的鹅蛋脸，小嘴嘟着，凤眸水汪汪，可怜得很。不要这样好不好吗？你要是乱来，我可就叫了。日语还是韩语？我不喜欢欧美区哦。顾晚秋，喂，他说的叫不是在床上啊？你这脑回路咋飙那么快？铃木用腾出来的手轻柔抚摸着顾晚秋的脸蛋，笑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自己脱了，让我帮你量。”不行。顾晚秋可怜摇头，人家不能做这种事。不行。铃木扯起嘴角，脸上挂着狡黠，忽然凑近，强势堵住了顾晚秋的小嘴。从昨晚到现在，每一次都是顾晚秋把他摁着亲，终于轮到他主动一次了。柔软的嘴唇仿佛涂了蜜，那么的甜，那么的好吃。小可爱很配合，他都没来得及敲门，他就把大魔王迎进去了。小可爱和大魔王宛如织女和牛郎，长久未见，爱恋早已泛滥，刚一见面便打得难舍难分。10分钟后，铃木轻轻吸了下饱满的嘴唇才松开，笑问：“现在可以脱了吧？”顾晚秋咬着嘴唇，眸子盛满了水，还是那么柔弱可怜。我们不能这样，女孩子的身体怎么能给你看呢？不听话是吧？铃木轻笑，又亲了上去。舒服。顾晚秋挺直了身子，藏在运动鞋里的脚丫子扣着鞋底。她被男朋友堵在墙上亲了，她被男朋友摁着手堵在墙上亲了，这样的姿势太霸道了，她好喜欢，感觉身子都软了。纯分。铃木再问：“现在可以答应了吧？”顾晚秋舔了舔嘴唇，似乎意犹未尽。不行，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不能做这种事孽。妖精，看来还是没有满足你。话音落下，铃木又亲了上去。纯分。铃木答不答应？顾晚秋还不行捏，人家不会屈服的。继续。纯分。铃木答不答应？顾晚秋不行，继续。纯分。铃木答不答应？顾晚秋继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铃木再次松开顾晚秋，这次铃木没有再问了。嘴唇发红的顾晚秋急忙求饶：“哥，我错了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”喵的，再被男朋友亲下去，腿软的就站不直了。刚才差点喘不过气，被男朋友亲晕了。铃木脸上挂满了得意洋洋，轻轻用手指扒拉了一下顾晚秋柔软的红唇，嘿嘿笑道：“早点答应不就行了吗？非要我惩罚你？”哼哼，傲娇的美少女不想说什么了。铃木笑得很满足，女朋友不听话怎么办？亲啊！
把他亲舒服了，他就答应了。如果亲亲不行，那就把他趴了，趴到他舒服就行了。铃木又摸了一下顾晚秋的红唇，宛如调皮的小男孩，笑道：“确定让我帮你量一下吧？”顾晚秋幽怨地白了一眼铃木，要不然呢？再让你亲下去，嘴都肿了。哈哈，你不是乐在其中吗？哼，男朋友的亲亲，美少女喜欢怎么了？但是这不妨碍她嘴硬，答应了就好。铃木故意凑到顾晚秋的耳边，轻轻一吹，温柔的声音撩拨顾晚秋的心弦。姐姐，你也不想你爸妈知道这件事吧？你也不想被你爸妈知道你喜欢被我调戏的癖好吧？相信我，姐姐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那么，接下来就拜托了。顾晚秋，哈哈，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这是？他要疯了，太骚了，他受不了了，美少女受不了了啦！顾晚秋感觉身子痒痒的，情不自禁夹住了双腿。完蛋了，男朋友发现她的癖好了。她确实喜欢被男朋友调戏，尤其是这种霸道的调戏，她莫名其妙有种臣服的感觉，只想被男朋友狠狠调戏。欣赏着顾晚秋咬着红唇眨着眼睛的媚态，铃木知道她猜对了，笑容更甚。姐姐，没想到竟然有这种奇怪的癖好，一惹顶不住了啦！羞涩的脚趾头都缩了起来。顾晚秋抿了抿嘴唇，傲娇地瞪了一眼铃木：“别说了，你自己知道不就行了吗？我不想听，别跟我说。”哈哈，好，害羞了呢。铃木往后退了一步，给顾晚秋腾出空间。他满脸坏笑，他满脸娇羞，他是胜券在握的猎人，他是可怜兮兮的猎物。两人相对而立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只是铃木等了10几秒，也不见顾晚秋有一点动作。想了想，铃木笑道：“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？”顾晚秋愣住：“什么笑话？”从前，雪糕和冰箱是一对情侣。有一天，他们吵架了，雪糕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。但是没走多少步，雪糕就感觉自己快要融化了。雪糕害怕极了，赶紧回去认错。冰箱打开门，冷漠地说：“来吧，自己动。”顾晚秋：“自己动？啊？男朋友这是在催促她赶紧动手。”哼！顾晚秋幽怨地横了眼过去。铃木笑嘻嘻面对：“就你猴急。”顾晚秋哼了声，但还是慢吞吞地伸手就要撩衣服。忽然，顾晚秋停住，她小嘴微嘟，凤眸水汪汪，盛满了可怜。“男朋友，我可以提个要求吗？”“你说。”顾晚秋咬了下嘴唇，视线有些飘忽，似乎不敢和铃木对视，偏着头。顾晚秋弱弱的嘀咕：“那个，你能不能别看啊？你看着，我不好意思了。”“哦。”铃木懂了。顾晚秋即便在色，但也是女生啊，难免会害羞。铃木灿然一笑：“你直说就行了啊，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？我又不会生气。”顾晚秋立马扭过头来，面露惊喜：“真的不会生气吗？你那么饥渴，不会遗憾吗？”铃木走近，宠溺地捏了下顾晚秋的脸蛋：“你是不是太害羞？脑子傻掉了？你是我女朋友啊，我有什么好遗憾？反正迟早我都能看到，不急于这一时半会。”“嘿，男朋友真好。”顾晚秋嘴角扬起欢喜的弧度。铃木顿了顿，目光真诚地看着顾晚秋：“我承认，我刚才确实太猴急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恋爱，总是渴望和你再亲密一点。刚才你答应我，应该也是有点无奈吧？担心一直拒绝伤了我的心。”顾晚秋又咬住了红唇，不过这次她不是娇羞了，还是满眼爱恋惊喜。心脏猛地一跳，顾晚秋本能地往前一迈，扑到了铃木怀里，温香软玉入怀。铃木用力搂住小蛮腰，顾晚秋娇滴滴的小奶音悄然响起：“刚才人家确实有点无奈了，人家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怕掌握不好那个度，我怕我们进展太快，你对我就没有了兴趣，我怕我们进展太慢，你对我又没有了耐心。我承认我是很喜欢被你调戏了，如果你强硬一点，啪啪的话，我也可以答应你，但是我更喜欢水到渠成的那种亲密。比如昨天晚上，我心疼你的过去，想要安慰你，所以我才会义无反顾的亲你，让你不那么难受。所以，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女孩发出真心的话语，温柔的流进耳朵，一路蔓延落到了铃木的心脏，好像有无形的小手撩拨着铃木的心脏，让他心动不已。铃木越发用力搂紧，似乎抱住了稀世珍宝，不舍得松手。他笑了，笑得很温柔：“我当然能理解了，我可以很无耻的承认，我非常馋你的身子，我想牵你的手，想摸你的肚子，想亲你的嘴，你身体上每一个地方我都想要，非常想要。每次跟你待在一起，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跟你亲密。我承认我猴急了，总想和你关系再进一步，但是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要那么急比较好。不过我还得说明一件事，我对你还是那么饥渴，依旧馋你的身子，不过我会选择尊重你。”温柔的真心话最为撩人。顾晚秋心脏砰砰乱跳，身子逐渐发软，缩在男朋友怀里，身子都使不出了力气。这是俩人第一次如此大篇幅的诉说心里话。他明白他的饥渴，他理解他的矜持，相互理解，心才能走得更近。两人相拥无语。铃木脑海忽的一震，
恭喜宿主和女朋友的感情更进一步，恭喜宿主更进一步解决顾晚秋的感情问题，奖励1次复刻机会以及1次进化机会。铃木大喜，差点忘记了，上次2人感情进步也得到了奖励。顾晚秋想要谈一场从始而终的恋爱吗？只要他们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们就能持续得到奖励。上次是唱功持续升级，这次是什么呢？铃木很期待。复刻财富，南丘投资集团10%股份。铃木倒吸一口凉气，南丘投资集团，这不是顾晚秋爸妈的公司吗？顾晚秋竟然有公司10%的股份，这个公司市值应该是10亿往上吧？顾晚秋这小妞1年的分红得有多少？富婆，果然是富婆，这软饭实在太香了。铃木感慨不已，他只知道顾晚秋有钱，但是没想到如此有钱。只是这小妞家里这么有钱，性格还能养得这么好，真是令他感到佩服。要是嫌贫爱富的富家千金，恨不得在菊花插根狐狸尾巴，一边走一边摇。还有1次进化机会，我能获得什么财富的？铃木越发期待了。财富进化，无忧传媒20%股份。铃木眨了眨眼，又眨了一下，似乎太过于惊喜，身体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。无忧传媒，无忧美女千万，谁是你的 No.1？ 我记得这个公司后来可火了，旗下的大网红数不胜数，比如成年湖的，你行不行啊？细狗，黏黏糊糊的一句话，短时间火爆全网，惹得细狗嗷嗷叫。他还想起了一个好笑的故事，宿舍的海王在宿舍吹的真实故事。有一次，海王和女朋友去开房，海王的女朋友非常嚣张，动不动就在床上来一句：“你行不行啊？”细狗，海王身为真男人，当然不能受这委屈，于是咬着牙坚持到女朋友晕过去。第二天，女朋友怕了，直接提出了分手。铃木激动地咽了口水，20%的股份，以后吃分红就行了。唉，铃木忽然叹了口气，目光深沉，淡淡的吐出一句欠打的话：“我对钱真的不感兴趣，我没有摸过钱，我一点都不喜欢钱。”爽，原来有钱装逼是这种感觉。铃木终于感受到了，忍不住又抱紧了顾晚秋，软乎乎的身子简直不要太舒服。哎，要不松开，让我量好数据先。抱了那么久，顾晚秋终于想起了正事。也行，他们估计也等久了。铃木松开了手，便朝门口走去，给顾晚秋腾出空间。哎，你别走呀！铃木脚步停下，怎么了吗？你走了，谁帮我量呀？啊！铃木疑惑不解，你不是害羞吗？我不走，你怎么量？我有办法。顾晚秋嘿嘿一笑，他瞄到房间有毛巾，于是拿来卷成红领巾模样，走到了铃木面前。铃木哭笑不得，又让我知道，又不让我看，你可真是个坏女人。顾晚秋得意的勾起嘴角，委屈你了啦，男朋友，等一下给你奖励。我能提前问是什么奖励吗？不能，说了就没有惊喜了。这可是你刚才说的话。顾晚秋傲娇的哼了一下，铃木无奈失笑，这小妞还挺记仇。铃木很配合，让顾晚秋绑住了他的眼睛，你就站这里别动，等下我说你再动手。好了，不让看，不让摸，还要我帮忙，资本家看了都流泪。哈哈哈！顾晚秋面对着铃木站直，她确定男朋友看不到，但还是有些小娇羞。拜托爱，她要在男朋友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，太刺激了。吃过荔枝吗？知道荔枝长什么样吗？剥掉外皮，里面的果肉白白嫩嫩，莹润的果肉嫩得要滴出水来。铃木眼睛看不到，有些着急，不知道等了多久才听到女朋友的声音。诺，你抓住这里，让我看一下数字。铃木没有用力，任由顾晚秋拉着他的手抬起来，捏住绳子。因为看不到，思维越发敏捷，画面越加真实。铃木的呼吸渐渐变热，他仿佛看到了顾晚秋在他身前摆弄着性感的娇躯。死难顶，谈恋爱就是这点不好，动不动就被女朋友勾引的顶不住。哎，好，我量好了，那我可以摘了吧？铃木便要摘掉毛巾。别急，别急嘛，还有一件事呢。还有什么事？你把上衣脱了。铃木这就听不懂了，我脱了叫什么？顾晚秋嘿嘿笑，我帮你也量一下呀。哈，铃木懵逼了，我又不用穿 bra， 我量什么？笨啊，量一下你的身体，方便我以后给你买衣服吗？哦，也行。铃木没有多想，很麻溜的脱掉上衣，眼睛看不到，感觉身体都不受控制了。铃木很煎熬，怎么还没量？别那么猴急，我先找到绳子再说。又等了几秒，铃木终于感受到了动静，顾晚秋确实在帮他量胸围。胸围？男生买衣服要量胸围吗？铃木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震惊了。忽然，柔软的触感袭来，温热、柔软、细腻的感觉在胸口迸发。哇！毛巾底下，铃木的眼睛瞪大到了极限，嘴巴也微微张着，似乎因为心跳太快，鼻子呼吸不够，还得用嘴巴呼吸。两只手僵硬在身旁，铃木艰难地咽了口水。妖精，我能抱一下你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话音落下，铃木的手就已经落在了顾晚秋的腰间。
小蛮腰啊，小蛮腰，肌肤滑得很，稍微不注意，手就滑到上面去了。后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前面的大可爱。大可爱在挑逗铃木，还没等铃木细细感受，大可爱就跑了。你先别摘掉毛巾，等一会先。铃木艰难地克制着手，顾晚秋要是说慢1秒，他就把毛巾摘掉，大饱眼福了。等了几秒，你可以摘掉毛巾了。听到这话，铃木立马摘掉了毛巾。唉，可惜的是看不到想看的风景。顾晚秋弯着红唇，笑得很甜蜜。怎么样，这个奖励喜欢吗？铃木发自真心的点头，喜欢，非常喜欢，爱了，爱了。虽然没有看到，没有摸到，但是感受过了，他满足了。顾晚秋却又咬着嘴唇，小心翼翼地看着铃木。我这样子，你应该不会再遗憾了吧？她还是担心男朋友心里不舒服啊。心理预期越高，得不到的时候失望就越浓。铃木会心一笑，你看我笑得这么开心，像是遗憾的样子吗？嘿嘿。顾晚秋又扑到了铃木怀里，色胚，你真好。当两人出来的时候，毫无疑问被外面3人好生调侃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谁不知道这对情侣在里面做坏事呢？搞定一切，铃木和顾晚秋离开，继续逛街。他们打算买点东西就回去。路过一家奶茶店，顾晚秋欢喜地拉着铃木溜进去，一杯3分甜原味奶茶，谢谢。缩到角落里，确认别人发现不了他们。顾晚秋心里便有了个坏想法。铃木吸了口奶茶，皱眉，3分甜感觉没什么味啊，要不我帮你加点甜味？顾晚秋坏笑，点甜味？怎么加？铃木发出疑问。顾晚秋嫣然一笑，2条大长腿挂到了铃木的腿上，左手环过来搂住铃木的脖子。他一脸懵，他侧坐着。顾晚秋拿起奶茶吸了一小口。乐文小说网不等铃木调侃，搂着铃木脖子的左手稍微用力，便把铃木的头摁了过来。顾晚秋嘟着红唇凑了上去，嘴唇相接。铃木瞪大了眼睛，这也太大胆了吧！虽然这个角落别人看不到，但是顾晚秋玩的也太花了吧！顾晚秋挑了下眉毛，铃木懂了他的意思，色胚，乖乖张开嘴啊！铃木会心一笑，配合的张开嘴。紧接着顺滑的奶茶滑了进来。刚才他还嫌弃奶茶不够甜，现在呢，太甜了，甜的他心里美滋滋。小可爱紧跟着闯进来，多么抠搜的两人啊！为了一小口奶茶，竟然打得不可开交。你要抢一点，我也要抢一点，最终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一点。纯分。顾晚秋咬了咬红唇，妩媚中又带着点得意。怎么样，现在奶茶甜了吗？铃木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，还差点，没有品尝够。嘿嘿，没有品尝够也不给你，回去再给你喝。顾晚秋坏笑，妖精，这小妞就知道调戏他，还不让他满足，太坏了。不过他很喜欢。买好东西，两人便踏上了回家之路。去往高铁站的地铁上，车厢内仅剩一个座位。顾晚秋坐下，铃木便站在他旁边，瞟了眼坐在对面的超短裤女生，铃木便收回了视线。滴滴滴，顾晚秋，色胚，我时常在想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呢？看到信息，铃木不由得露出一抹笑容，应该是刚才相互吐露真心，惹得顾晚秋爱意弥漫，所以还想和他探讨一番。铃木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顾晚秋说的好听，一见钟情不就是见色起意吗？铃木，不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们只是想和你滚床单。顾晚秋，那你呢？难道你不一样？铃木，我不同，我还想和你试试阳台、厨房、车内，我去。太骚了。顾晚秋悠悠瞪了一眼男朋友，怎么好意思说这么直白的话？臭不要脸。每当她觉得男朋友够变态时，男朋友总能又给她秀一番。铃木，那是一个叫妖精的女人。铃木，下雨的夜，梆硬的铁，我握住孤独的指挥棒。铃木，没有观众，没有乐团，只留下卫生纸的叹息。我勒个去！顾晚秋双眸瞪大，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到的吗？太骚了，他脑海中都有画面了。哼，就你骚是吧？人家也不弱。顾晚秋，小鹿怡情，大鹿伤身，强弩灰飞烟灭。顾晚秋，先丝长裙，后丝短裤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啧，看着手机，铃木笑得有些涩。顾晚秋，这小妞太会了，你为什么笑得那么涩？你是不是在偷拍我？眼前的视线暗了些许，铃木听到了奇奇怪怪的话，疑惑抬头，铃木看到了原本坐在他对面的女生，个子不高，目测只有1.6米，她板着脸，皱着眉头，非常生气的样子。你在问我吗？铃木不解，谁料女生直接命令道：打开你的手机，让我检查一下。铃木，不是，这人不是有病吧？他好端端和女朋友打情骂俏，他要过来检查他手机，怎么了吗？顾晚秋站了起来，附近的乘客纷纷投来好奇的视线。女生满脸厌恶，指着铃木的鼻子大声喊道：我刚才就注意到你站在我对面，笑得很色。我穿着超短裤，
你站我对面，拿手机笑得那么色，你肯定是在偷拍我。打开你的手机，让我检查一下。顾晚秋，不是，你也太不信了吧？就你这张脸，凭什么觉得有人偷拍你？晚上关了灯都下不去嘴啊！不知情的乘客下意识选择相信女生的话，对铃木指指点点。小伙子长得还挺帅，怎么做这种事情？天底下的男生哪有几个好玩意？男生都好色，越帅越下头。拜托，我真的恐男。叽叽喳喳的离谱发言充斥在耳边，铃木烦躁的皱眉，心里很不爽。女生却是双手抱胸，趾高气扬地看着铃木。虽然你长得有点小帅，但不代表你能随便偷拍我。赶紧打开你的手机，打开相册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刚才故意站在我对面，不就是看到我穿超短裤了吗？而且你笑得那么色，毫不掩饰，肯定是偷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别想逃了。铃木的沉默让女生越发自信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她得意地扬了下手机，我已经全程录像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我可是无忧传媒的大主播，只要我想，分分钟能让你在互联网上社死。呵，无忧传媒的大主播，那感情好。铃木笑了笑，打开了手机，打开了相册，对到女生面前冷笑道：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有没有你的照片？为了让下头女看清楚，铃木一张一张慢慢划过。聚在周围的乘客很是惊讶，确实没有，人家根本就没有偷拍。偷拍个锤子，看看这照片的女生这么好看，这是他女朋友啊，人家小情侣就在一起呢。铃木当然不会把顾晚秋的性感照片给别人看，这些照片是今天他和顾晚秋的合照。顾晚秋往前一步挡在铃木身前，他个子好高，1.75米，比超短裤女生高了10几厘米。顾晚秋俯视着超短裤女生，冷笑嘲讽：你要是家里没钱，好歹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长着一副不顾他人死活的丑样，你觉得你配进我男朋友的相册吗？你乐意，他还不乐意呢，万一把他手机搞中毒了呢？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迷之自信。肉眼可见，超短裤女生脸红了，不是害羞，而是生气，准备开始胡搅蛮缠了。铃木站在顾晚秋身后，笑得开心。谁能拒绝一位为自己出头的姐姐呢？顾晚秋牙尖嘴利，对着超短裤女生脸色通红，一双眯眯眼本来就难看了，偏偏又瞪得很大，尖酸又刻薄。你们组团的是吧？肯定是他偷拍了，然后立马又删掉了。你们要是情侣，为什么刚才不说话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们绝对是组团偷拍的。等着吧，我要曝光你们，让你们社死。曝光？好事啊！铃木笑了笑，伸手搂住顾晚秋的小蛮腰，下巴靠在顾晚秋的肩膀上。他这副懒洋洋的姿态，气得超短裤女生面色愈发狰狞。你赶紧去曝光啊！是不是恼羞成怒了？我见过普信女，但是没见过你这么普信的。让我来猜猜你的想法。你刚才看到我在笑，下意识觉得我在偷拍你，你很高兴，因为有我这么帅的男生偷拍你。你也可以趁机大做文章，让你更出名一点。但是你发现我并没有在偷拍你，而且女朋友非常好看，然后你恼羞成怒了，心里不平衡了，打算去网上曝光我。等会你是不是就要写小作文，污蔑我偷拍你了？反正你又不用给证据，我还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没有偷拍你。无论怎么做，热度你是炒起来了，反正你也不亏。你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？轰！女生脑子一阵空白，为什么会有人把她的想法猜得如此正确？为什么？铃木笑了。重生前这种小作文他都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小仙女的小作文啊，一拳下来，人族无大帝，男生变泰迪熊。听完铃木的解释，乘客恍然大悟，说的有道理。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谁看得上她？这腿跟萝卜似的，求我也不拍。别说了，等会小仙女要抑郁了。抑郁症可是妇科病哦。超短裤女生运气非常好，高铁竟然到站了。超短裤女生埋头冲了出去，忽然她又停下脚步，遥遥指着铃木，尖声大喊：女生别进去！那个高个子男生穿白衬衫那个，他是偷拍狂魔，他刚才在地铁里面偷拍我。喊完，超短裤女生闷头就跑，似乎被偷拍狂魔吓哭了。有些女生竟然真的相信了，刚走进车厢又立马走出来。车门外围了一群女生，指着铃木指指点点：是那个男生吗？很帅的那个？再帅也没用，他是偷拍狂魔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太下头了。男生没有几个不下头，我都看开了。在他们的嘴下，铃木别说是下头男了，枪毙都不为过。喵的，我要报警，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顾晚秋的火气涌了上来，好在铃木及时摁住他，没人进来更好，他终于有作为做了。报警太慢了，让我来，保证让他后悔终身。你要怎么做？顾晚秋气呼呼的。等会我先打个电话。铃木刚要打电话，运气不错，别人先打过来了。铃木先生你好，我是无忧传媒。另一边，南卡气呼呼的走出地铁站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，竟然敢让我难看，看我曝不曝光你就完了。你没有视频，我有，主动权在我。因为愤怒，
南卡浓妆艳抹的脸越发丑陋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两只手飞快地摁手机。1+1这么难的题目，他算不出来，但是写小作文，他信手拈来，不到5分钟，小作文就写好了，再配上去头去尾的视频，发布，搞定。南卡扯着嘴角冷笑，小子，很快你就会后悔惹到我了。你长得再帅也没用，我是女生，我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暂时出了口恶气，南卡脸上多了一抹笑容，调出某位土豪的微信。南卡笑得跟狗一般谄媚，王哥哥，人家过来了，现在就去找你。手机里传来男人雄厚的声音。行，我发定位给你，自己过来吧。好的，人家这就过去。对了，我有位朋友对你很感兴趣，等会我们3人一起玩。南卡面露难色，王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直播间有规矩，你说怎么办？得加钱。好，加50%。南卡顿时眼冒亮光。好的，王哥哥，人家现在就过去。挂断语音聊天，南卡马不停蹄赶过去。他没有才艺，只能用这种方式钓土豪了。虽然他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但他是冷白皮啊，87%皮肤是白色的，某些人就好那一口。地铁内，铃木打完了电话，顾晚秋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无忧传媒，这是什么公司啊？人家总经理给你打电话？因为我是无忧传媒的股东之一。顾晚秋，男朋友怎么那么神通广大，动不动就冒出一个身份来？你该不会把比特币全卖了吧？顾晚秋担忧问。他可记得爸爸说过今年年底会有大牛市，如果男朋友全卖了，那不就亏了？铃木笑道，不是，这是我投资用的钱，比特币没卖。哦，那你怎么有那么多钱，还能收购股份？问得好，下次别问了。铃木沉吟，思考着怎么圆过去。算了，我不问了，只要你不做犯法的事情就行。聪明的顾晚秋没有选择刨根问底，男朋友一看就是不那么想说，他何必深究呢？松了口气，铃木微笑着摸了下顾晚秋的脑袋，算是奖励他。放心，我又不傻，犯法的事情我肯定不干。那他就放心了。两人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忽然顾晚秋旁边的女生提醒道，你们两个火了，不打算上网看看吗？几十万人在网上骂你们两个呢。骂他们俩？两人同时想到刚才的超短裤女生，两人挨在一起，刚打开抖音便刷到了他们的视频，标题很惹眼，集美们，谁懂啊？在地铁上遇到偷拍狂魔，视频被剪辑过，变成了南卡想查看铃木的手机，却遭遇顾晚秋和铃木的无情嘲讽。最后孤零无助的南卡含泪跑出地铁。为了曝光偷拍狂魔，南卡大义凛然发出视频。在视频和小作文的双重加持下，越来越多网友被误解。50W 加的播放量，2W 加的评论。别看，铃木阻止顾晚秋打开评论区，不用看评论区，他都能大概猜到有什么评论。多看一眼就会融化，多看一眼就会爆炸。倒打一耙，玩得真溜。顾晚秋气得直磨牙，我要把他逮住，让他知道花儿为啥那样红。我帮你们发了个澄清视频，效果还不错。坐在顾晚秋旁边的女生再次开口，铃木这才认真打量她。画着淡妆的瓜子脸颇为俏丽，五官很不错，超短裤加小吊带让她的身材显得极其惹火。有一说一，在妖精面前还是渣渣。铃木心想。顾晚秋靠了过去，很是好奇，你帮我们发了澄清视频？对啊，你们一进地铁我就注意到了，我有看到你们两个在互发信息，而且他有你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不至于看那种母暴龙吧？我也有不少粉丝，不少网友相信你们了。哎呦，这么会说话。顾晚秋心中阴霾一扫而空，俏脸洋溢起笑容。你发了什么视频？让我看看。接过手机，顾晚秋第一时间就想着和男朋友分享。两个脑袋挨在一起，看着简简单单的小视频，没有华丽的剪辑，只有他们两人的照片，外带事情的经过。这个可以看评论区了吧？顾晚秋期待地问。铃木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道，你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。哼，放心了，我心态贼好。顾晚秋迷之自信。2分钟后，顾晚秋搂着铃木的脖子，趴在他胸口上哼哼唧唧。我受不了这种委屈，那些人是不是不长脑子？那种丑逼也值得你去看吗？一个个没见过女生是不是？跟舔狗一样乱舔。下头女盛行，舔狗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喵的，我受不了这种委屈。顾晚秋气坏了。虽然有不少人相信了，但是更多的是嘲讽、谩骂。那些人仿佛没见女人，女神说什么他们就信，女神拉屎他们都说是香的。轻抚着女孩的后背，铃木安慰道，没事，我帮你出一口恶气。你说到我要是不爽，你今晚就别想爽了。放心，保证让你爽歪歪。铃木打了个电话。爸爸好厉害，这是小孩子对父亲的崇拜吗？不，这是为了生活自愿低下头吃棒棒糖的女生，简称下头女。有钱人和没钱人谈恋爱有什么区别？没钱人谈恋爱当天就吹了，有钱人谈恋爱当天就吹了。
更加有钱一点呢，可以邀请朋友一起吃饭，不过他们吃的比较简单，三明治。古人有云：蓬门今始为君开，曲径通幽花深处，妙不可言。大床一片狼藉，南卡浑身酸软无力，尽管都站不起来了，还是嘟着嘴和大老板撒娇。王哥哥，你好厉害哦！南卡口中的王哥哥满意的笑了，在这方面得到女生的赞美，他也是颇为自得。看你表现不错，再给你加1000。谢谢王哥哥。南卡娇滴滴的感谢。只夸你王哥哥，难道你陈哥哥就不厉害了吗？旁边的男人吃醋了，南卡左右为难，只好双龙出海，同样娇滴滴的撒娇。陈哥哥，刚才人家求了你那么多声，你都不联系人家，太坏了。陈哥哥却是捂住鼻子，另一只手在眼前挥了挥，似乎挥散什么气味。什么味道啊？怎么那么骚啊？讨厌！南卡掐着嗓子撒娇。小飞棍来喽！这夹子音真令人难顶，这么能叫，看来还挺有力气。王哥哥桀桀怪笑，陈哥哥也发出怪笑。南卡嘴上娇滴滴求饶，但是身体非常配合。他只不过是没有才艺的主播罢了。为了赚钱，他做了最粗的选择，最长远的打算。为了赚钱，他什么苦都可以吃，唯独不能苦逼。叮叮叮，门铃忽然响了。王哥哥恼羞成怒，人还没到，怒吼先到了。谁啊？没事找我做什么？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好理由，你就完蛋了。看着门外一队警察，王哥哥愣住了，好像真的要完蛋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涉嫌卖星号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我没有，我们没人做这种事啊。王哥哥慌了，语无伦次。王天是吧？南卡的榜一大哥，别狡辩了，南卡就在里面。门外又走进来一人。你是谁？男人没有理会王天，径直朝唯一开的门走去。走进卧室，男人惊讶的笑了，哟，玩的还挺花。南卡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总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男人拿起手机打开录像，面带讥讽。其实这点破事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也没想着管这种事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南卡脑子一片混乱，本能的感到害怕，脸色发白。我惹了谁？在地铁上，你污蔑的男生，他是我们无忧传媒的股东，你污蔑公司股东，又通过直播卖肉，还是一挑二。身为千万大主播，竟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情，证据确凿，这辈子你跟主播无缘了，而且你违背了合同，需要赔偿巨额违约金。男人放下手机，冷笑：南卡，你的前途毁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股东？不可能！南卡疯了，一个劲的摇头，碎碎念不停。巨大的打击让他变成无头苍蝇，完全乱了分寸。哦，对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道歉。南卡死灰的双眼泛起一丝神采，然而他却没注意到男人脸上越发浓郁的讥笑。地铁内，顾晚秋依旧窝在铃木怀里，哼哼唧唧，鼻子哼出来的热风撩拨着铃木，轻抚着小蛮腰。铃木笑而不语。不懂事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两人温馨的氛围。嘿，妖精，轮到你出气了。顾晚秋懒洋洋地嗯了一声。什么呀？铃木从口袋里拿出耳机，一人一只戴好，然后才接通电话。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顾晚秋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眼眸中闪烁着惊喜。这个声音该不会是那个母暴龙吧？铃木点了点头。哦耶！顾晚秋笑眯眯地拍了下铃木的胸膛，这是在夸赞男朋友神通广大。老板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该污蔑你们。老板娘，你帮我和老板求求情吧，刚才是我鬼迷心窍了。老板娘，这是在叫他吗？顾晚秋嘴角高高扬起，那叫一个灿烂。你哭得太小声了，我没有听清楚。顾晚秋故意使坏，哇哇哇！电话那头传来的哭声果然清晰了很多。哈哈，顾晚秋笑得眉飞色舞，忍不住把手伸进铃木衣服里，来回揉着铃木的肚子。继续啊，态度放低一点，一边哭一边求。哼，他可小气了，逮到机会就要狠狠报复。南卡心里憋着无限委屈，但是又不敢不听话，只能一边哭一边求饶。老板娘，你就当我是一个屁，把我放了吧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不该污蔑你男朋友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舒服，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趁着地铁车厢内人少，一个个都在玩手机。顾晚秋飞速探头，轻轻啄了下铃木的嘴唇，被柔软袭击，铃木不禁笑容更甚。他喜欢顾晚秋时不时的挑逗。老板娘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南卡哭哭啼啼地问。顾晚秋故意沉吟，拖延时间折磨南卡。磨了几秒钟之后，顾晚秋坏笑，他才是老板，我说了不算哦。南卡，操，那你他妈不早点说，操，你不能做主，那你说个屁话。南卡憋屈的要炸了，差点被顾晚秋玩坏了。刚才两个男人都玩不坏他。顾晚秋嘿嘿一笑，
手指点了点铃木的肚子。大老板，人家求你呢，赶紧说话啊！铃木抓住调皮的小手，把玩着柔软的手掌心，慢悠悠说道：你现在录一个澄清视频，发到你的账号上，等播放量达到100万的时候再打电话过来。说完，铃木不给南卡求饶的机会，立马挂断电话，隔着衣服揉了下顾晚秋的小肚子。铃木笑问：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舒服多了？顾晚秋使劲点头，脸上的笑容根本散不去。太舒服了，让他嚣张，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只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了？铃木问道。可惜我不能亲自教训他，要不然我非得给他找7、8个大汉。铃木啧啧摇头，妖精，你的变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嘿嘿，顾晚秋咧着小嘴笑出一口白牙，狡黠中又有点小坏。为了不苦逼，为了赚大钱，南卡只能选择听铃木的安排。几分钟之后，南卡的账号多了一条新视频。哭得泪雨梨花的南卡跪在床上，哭哭啼啼地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之前辱骂铃木的那些人宛如被抢了奥利给的疯狗，瞬间集体调转枪头，无情辱骂南卡。当视频播放量达到100万时，铃木和顾晚秋已经坐上了高铁。哎，电话来了，赶紧接，赶紧接！顾晚秋激动催促，两人又戴上耳机。电话刚接通，就听到了南卡憋屈的哭声。你们看到了吧？视频播放量有100万了。铃木确实看到了。你看评论区了吗？没有。他又不是傻，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去看评论区？他当了那么多年主播，完全可以猜到他们骂的有多么难听。族谱不保，那是肯定的。那你打开评论区，念给我们听吧。我们还没来得及看评论。听到铃木冷淡的话语，轰！南卡脑子炸了，因为过于害怕，手一个劲的颤抖。你不愿意？那你跟律师说吧。铃木立马打断。别！南卡哭得越发大声。好，我读。仿佛眼前摆着一坨奥利给，他不想吃，但是别摁着他的头，他非吃不可。顾晚秋哇哦了一声，脸上写满了惊喜。男朋友这是在为他出气啊！他刚才看了评论区，被气得够呛。男朋友现在让南卡读评论，让南卡也体会一下他当时的感受。感受到男朋友的宠溺，顾晚秋由心微笑，脑袋靠在男朋友肩膀上，娇笑盈盈。南卡哭哭啼啼地读起了评论：婊子，臭婊子，除了张开腿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下头女，这张嘴吃了很多棒棒糖吧？要不然怎么说话那么骚？你也不瞅瞅你那损样，你的脸该不会是街坊邻居凑的吧？你们能不能别说了？我就是下头女，我就喜欢被牛奶滋脸。各种污言秽语充斥在眼前。南卡读了2分钟，泪水浸满眼眶，视线全部模糊。平日里看到骂他的评论，他已经够难受了，此刻却被逼着读出来，满腔的憋屈、耻辱、难堪，让南卡泣不成声。铃木和顾晚秋却是听着很舒服，摸着女朋友的小肚子，铃木问道：现在解气了没有？我解气了。顾晚秋反问：那你呢？你才是受害者哎。铃木随意耸肩，这点小事对我来说哪有什么影响？顾晚秋愣住，对哦，男朋友经历过更难堪的事情，心态早已锻炼得无比强大，但是她怎么又有些心疼呢？她好想现在就把男朋友摁住，亲他的嘴唇，好好安慰他，等到回家必须好好奖励男朋友。顾晚秋如此想着。老板，我可以不读了吗？南卡哭着哀求，他不敢再看评论区了，心态要崩了。铃木嗯了声，可以，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，那我就从轻处理。你现在这个账号交给别人负责吧，公司会给你提供一个新账号，你从零开始直播，等你什么时候把欠公司的钱还回来，你就自由了。轰！南卡仿佛被一个屁崩了，脸色发白，双眼死灰。高达3000万的违约金让他从头直播赚回来，那就意味着他就没有自由之身了。完了，他彻底完蛋了。南卡失魂落魄地倒在床上，此时即便菊花爆了，他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哦，忘记了，那么宽松，本来就没感觉。处理完南卡，铃木拍了下顾晚秋的小肚子，笑嘻嘻问：舒不舒服？舒服，太舒服了。顾晚秋嘿嘿笑，太解气了。男朋友的处理他非常喜欢。你是不是加了刚才那个女生的微信？铃木问道。赵思，我有她微信啊，你要做什么？铃木想了想，道出自己的计划。虽然我们不需要他帮忙，但是人家本意不错，而且他也是无忧传媒的大主播，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会让 Ambra 跟无忧传媒合作，让赵思给 Ambra 的产品带货。互联网发展，带货才是大主播的暴富密码。铃木虽然不懂得管理公司，但是他知道恐怖的带货主播618一天能卖出10个亿，一天10个亿啊！知道什么概念吗？患有少精子症的男生一发不足4000万，按照4000万算，10亿那得25发，25发呀，都得干秃噜皮了，可能一天都干不了25发。
人家赚钱比你撸还快，你敢信？所以带货才是王道。趁现在带货主播还没那么多，他要抢占市场。哦，我不懂，你安排就好。顾晚秋乖乖应道。3个小时的高铁，两人又回到了南溪县。回家的出租车上，林木竟意外听到了系统的提示：恭喜宿主解决了无数网友的问题。虽然很多网友无脑跟风，但是仍有很多网友渴望事情的真相。宿主让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，解决了他们心中的困惑，尤其是集体共同问题，且人数过多，无法复刻所有财富。因此，系统给宿主提供了3个选择。哟，还有意外惊喜！铃木乐了，好比走在路上捡到了一张彩票，价值100万，这就是狗屎运啊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狗，必须得是藏獒的奥利给，才能如此给力。有哪些选择？选择1，秀恩爱卡，宿主和女朋友秀恩爱越刺激，奖励越大。选择2，现金卡，直接奖励宿主1000万元。选择3，技能卡，宿主可以选择一种技能，升为精通级别。哎呦，系统还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卡，我还以为一直是复刻财富呢，原来复刻不了的财富就会用各种卡来替换。铃木好生惊讶，旋即他就难受了。喵的，要是在高铁上系统就提示就好了，我直接把妖精摁在高铁上亲，这个刺激程度绝对杠杠的。铃木难受啊，香菇啊。他又把注意力放到技能卡上，1000万他不怎么需要，有钱人嘛，对钱不感兴趣。技能卡，我现在缺什么技能吗？铃木瞄了眼旁边的顾晚秋，要是有火眼金睛就好了，我保证用502年这眼皮天天看妖精。铃木坏坏想着，或许是他看得太认真了。顾晚秋察觉到他的视线，扭头看了过来。怎么了咩？没有。铃木笑了笑，转移话题。哎，试卷还没做完，等会要自修，希望老师不要检查吧。顾晚秋嘟了嘟小嘴，很是郁闷。对啊，我这种乖乖女竟然会有完不成作业的一天，这是谁的错呢？顾晚秋哼哼笑，拍了下铃木的肚子。怪你，都怪你，今晚罚你给你揉肚子。好好好，这哪是惩罚，分明是奖励。哼！顾晚秋吐了口浊气，要是今晚停电就好了。如果停电了，我们肯定不用上自修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晚上改试卷了。他们毕竟是实验班，非常严格，平常的作业老师都是要收起来检查的，如果没做完，难免被老师说一顿。而且他们又在谈恋爱，如果作业没做完，老师难免会以为他们因为谈恋爱而耽误了学习，到时候就是各科老师轮流问话了。唉，顾晚秋叹了口气，今晚能不能停电啊？我用1块钱换。铃木忍俊不禁，1块钱就想许愿了？你怕是想屁吃？话还未说完，铃木却是愣住。等等，停电！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，高3苦逼，国庆假期只有3天，回校这一天晚上好像确实停电了。死，这是个机会。铃木心中有了想法，于是立马做出选择。系统，我选择秀恩爱卡。铃木忍不住发出坏笑。顾晚秋啊，顾晚秋，我今晚必定把你撂得合不拢腿。喂，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傻笑？顾晚秋打断了铃木的思绪。没事，就是想到了一个很搞笑黄段子，这是铃木的惯用小伎俩，经典用黄段子转移别人的注意力。不出他所料，顾晚秋被钓成了翘嘴，嗷嗷叫上钩了。什么黄段子啊？给我说说呗。女司机的双眸闪烁着浓浓的期待。铃木色眯眯说道。有一天，小明在宾馆休息，听到隔壁美女一直在叫上路坚持住，中路一个人守就行了，打野进下路草丛啊。乐文小说网带上辅助，直接干进去，射手上啊，射手上啊。小明觉得美女这么会指挥，打游戏肯定很厉害，于是小明第2天找到了美女。你猜怎么着？射手上，射！哎呦！顾晚秋咧着小嘴，笑得那叫一个色啊。上路、中路、下路、草丛，666！顾晚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。你是会比喻的，赶紧说后面怎么样？铃木接下所有夸奖，笑道。第2天，小明去找美女了。小明发现美女根本不会打王者，却有意外惊喜，发现美女的男朋友是一名按摩师。于是小明花了几百块钱，请美女的男朋友帮她按摩。按摩师让小明脱了衣服，只因多看了一眼，按摩师笑着说：“你肯定没有女朋友。”小明很惊讶，问按摩师为什么知道。按摩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因为我看到纸屑了。”按摩师又说：“你转过去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男朋友。”小明非常好奇，配合的转过去，问：“有吗？”按摩师邪魅一笑，说：“之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”顾晚秋笑得东倒西歪，趴在铃木的大腿上，搂着铃木的腰，哈哈大笑，脸蛋埋进铃木的肚子上，扭来扭去。太骚了！你为什么要扛着品如的衣柜？你整天都在看什么？动不动就想这种骚东西。铃木摸着顾晚秋脑袋，笑而不语。网友一个比一个黄，他经常刷小视频，自然而然就记住了。
前面的中年司机听得一脸懵逼，这女生在笑什么？那男生也是，说的话奇奇怪怪。6点30分，铃木和顾晚秋出现在教室门口，看到两人，班里的同学瞬间欢呼：林哥，校花，你们娇嫩的肩膀怎么能背这么重的东西呢？两男生笑嘻嘻的抢下两人的书包。林哥，校花，请坐，要是嫌凳子太硬，我跪下来给你们坐。王鹏这个戏精最会搞怪。班长，直接给我一半冷水一半热水，姨妈来了也不怕。陈夏抢过顾晚秋的水杯，立马跑出去接水，水杯里装着满满的水，他想都不想直接倒掉，亲自装了一杯。两人跟土皇帝似的，被众多爱妃公公伺候的舒舒服服，这是班里同学对他们的感谢。一前一后，2台空调驱散教室内的热气，凉爽的教室和以前相比简直是人间天堂。对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班要多一名复读生了。前排男生转过头来八卦，铃木却是皱眉，他记得重生之前他们班并没有复读生啊，难不成他重生导致出现了一些变化？你怎么知道？顾晚秋问道。我刚才经过班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听到他们聊天了，他好像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然后现在才回校。其实他本来是4班，不知道为什么跑来了我们3班。哦，铃木想起来了，当时确实有一位复读生在4班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铃木想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不知道。前桌摇头，不过不要紧，不到10分钟，晚自修时间到了。班主任带着一男生走进了教室，个子不算高，白白嫩嫩，很是清秀，唯独那中分头让铃木眼前一亮，咋不穿个背带裤呢？还别说，中分头在小奶狗中还是很流行。大家安静一下，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学生岳成，你做个自我介绍。铃木点了点头，还真是他，不过他为什么跑到我们班？正当铃木疑惑时，岳成被安排坐到了他左后方，他们两人挨着后门的墙壁，后面就是门，所以不能坐人。岳成一个人坐在最后面，铃木回头就能看到他。好了，你们晚读吧，晚读后记得把试卷收起来。安排好，班主任离开了教室。早读晚读早已成了习惯，班主任刚走，教室便响起一片读书声。铃木刚拿出笔记本准备读一会，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只咸猪手伸向顾晚秋的肩膀。美女铃木眼疾手快，抓住了岳成的手，岳成竟然悄无声息走到了顾晚秋身后。他很小气，看不得异性随便摸他女朋友。有什么事吗？铃木冷着脸。岳成笑了笑，很无所谓的样子。我没有课本，打算借他的课本看看。你不会问前桌借吗？非得跑这里来？岳成呵呵一笑，一副地痞流氓的模样。铃木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这脾气还是这么火爆。铃木愣了下，你认识我？顾晚秋也是好奇的看着男朋友。附近的同学也安静了下来，投来八卦的眼神。岳成单手插兜，歪歪扭扭的站着，痞坏的笑容跟他小奶狗的长相有些不符。我叫岳成啊，几年不见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当年你可威风了，为了个暗恋对象把我打了一顿，这才过去多少年，这么快就忘记了？阴阳怪气的语调无情嘲讽着铃木。众人八卦的看向铃木，铃木之前有暗恋对象，顾晚秋知道吗？会不会吃醋？唯独顾晚秋笑得很惬意。嘿，男朋友的暗恋对象是他哦，没想到吧？铃木却是挠了挠头。你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只知道有个变态佬专门尾随人家女生，我看不惯，所以就打了他一顿。难不成那个尾随狂魔是你？岳成脸色有些难堪，却还是冷笑回怼。不要污蔑我，我什么时候尾随过他了？不过是顺路而已。你天天盯着人家看啊，还写诗，还写情书，还不允许别的男生接近他，你就有脸了。察觉到顾晚秋揶揄的目光，铃木老脸发热，操，一世英名全毁了。岳成看向顾晚秋，故意挑拨离间。你可以问问他，他那时候有多喜欢那女孩。乐文小说网别看他现在很不错，实际上他这个人可滥情了。说完，岳成坐回了位置，内心无比得意。然而看到铃木和顾晚秋有说有笑，内心又无比愤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供了他3年，他要甩了他？为什么他考上大学，他就要甩了他？为什么？他不爽，别人也别想舒服。嫉妒。看到铃木和顾晚秋有说有笑，嫉妒使岳成咬牙切齿。高一他们就在一起了，他承担了他3年的生活费，说好了大学以后也要在一起，但是他高考失误了，他当场就甩了他。岳成2只拳头攥得发白，被甩那天的对话历历在目。岳成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，但是我在进步，你呢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那就不要妨碍我追求更好的生活。我考上211了，你只是普通本科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配不上我。婊子，婊子，婊子！岳成一口白牙咬得咯咯作响。铃木啊铃木，谁让你运气不好呢？本来都不想理你，谁让你天天秀恩爱？
我被甩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嫉妒使月城内心变得阴暗，他渴望的恋爱却被别人弹了，他被甩了，他恨。月城的心思没有人理会。此刻铃木被顾晚秋盯着，老脸发热，她生得那么美艳，凤眸稍眯，红唇微扬，脸上洋溢着揶揄，偏偏又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盯着铃木。1分钟，2分钟，3分钟，铃木率先承受不住了，想问什么赶紧问吧。顾晚秋展颜轻笑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暗恋我的时候是5年级吧？铃木尴尬地点了点头。顾晚秋笑容更甜，5年级哦，那么小就会写诗写情书了。铃木越发尴尬，真想找一条缝钻进去。当然顾晚秋的最好。顾晚秋递来一张草稿纸，把你当时写的诗和情书写下来，我瞅瞅。嗨嗨。铃木沉默了几秒，你确定要看吗？我确定。顾晚秋嘿嘿笑，别不好意思嘛。不是，主要是有些不正经。顾晚秋眼神更亮，不正经的更好啊。铃木他傻了，顾晚秋那么色，肯定喜欢不正经的东西。你让我写的哦，等下不准生气。铃木警惕道。顾晚秋拍了拍铃木的肩膀，大气说道，没事，姐姐肯定不生你的气。听到这话，铃木当即拿起笔刷刷写下，一见钟情，二话不说，3更半夜四处乱摸，5星酒店6号房间，漆黑一片，扒光衣服，9个小时，十分激烈，哎呦呦，666，老奶奶都不服，我就服你。当年先生退出诗坛，我是极力反对的。顾晚秋捂着小嘴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，另一只小手欢快地拍打铃木的大腿。拍着拍着，顾晚秋主动伸手扣住铃木的脖子，整个人靠了过去，贴在铃木耳边娇笑道，小小年纪思想就这么龌龊了。铃木老脸一红，这不能叫龌龊，当时只是觉得有趣，所以记住了。他可没说谎哦，当时他很单纯，这些都是模仿别人的。顾晚秋啧啧坏笑，情书呢？你要是说不记得，我可就不高兴了哦。放心了，毕竟你是我唯一的暗恋对象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铃木说得非常自豪，顾晚秋听得非常甜蜜。俗话说，男生忘不了白月光，她不仅是他的现任女朋友，而且还是他的白月光，妙不可言。铃木提笔再写，顾小秋，当你看到这封情书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。虽然没有公开关系，没有见过父母，没有被亲朋好友祝福，但是嘴长在我身上，我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就是。哈哈，顾晚秋完全没有一点女神形象，趴在铃木的肩膀上笑得花枝乱颤，好幼稚，好中二，这就是中二的霸道。啧，嘴长在你身上，你说是就是，亏你能想得出这种话。铃木老脸一红，年少不懂事吗？说出的话总是那么惹人大笑。小时候的 QQ 个性标签总喜欢弄一些伤感文学，再牛逼的肖邦也弹不出我的悲伤。乐文小说网笑也许是一种伪装，哭不一定是难过。樱花下落需要3秒，忘掉它却要一辈子。看不出来哦，你还挺傲娇。顾晚秋一边坏笑一边调侃，牵手做操，你连我的手都不敢牵，但是却敢写这种污的东西，我该夸你单纯呢，还是夸你不要脸呢？铃木尴尬的扣鞋底，小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啊，明明喜欢，但就是不敢接近，还装作一副很讨厌他的样子，最后还要用一些伤感文学来网易云。话说你那么小就知道那种事了？顾晚秋小声问。铃木知道他说的是啪啪，摇头。铃木很诚实道，不知道，我是高中才懂这东西，其实上辈子他是大学才懂。他第一次看小视频竟然在是大学，看完小视频后他才知道怎么操作。高中的他连加藤鹰之手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嘿，那我比你厉害一点，我初一就懂了。顾晚秋还挺自豪。铃木叹了口气，我初中那会生物课的老师根本不教，我记得有个知识点讲男生女生怎么发生关系，我们生物老师直接就跳过了，完全不讲。当时我自己看了课本，你知道我想成什么样吗？顾晚秋很是好奇，着急催促，你说啊，别卖关子。铃木凑到了顾晚秋耳边，自黑说道，我当时以为就是在里面尿尿。我勒个去！顾晚秋惊呼，可把人家惊呆了。顾晚秋用惊为天人的眼神看着铃木，我就喜欢结交你这种人才，我加你好友，你拒绝一下，在里面尿尿，亏你能想得出来，这是什么理解能力？铃木捂着脸，没脸见人了。这不能怪我呀，又没有人叫，我不懂很正常。顾晚秋勾唇轻笑，轻拍着铃木的肩膀，大义凛然说道，没事，有姐姐在呢，以后姐姐帮你，你要是找不到路，姐姐帮你找。哈哈，说得好听，但是眉飞色舞的小表情暴露了顾晚秋内心的嘲讽。顾晚秋好生快活，男朋友之前竟然如此憨逼，笑掉大牙了。那你又是怎么懂的？铃木很好奇。我呀，我可就聪明多了。顾晚秋搬着凳子凑了过来，两人挨在一起，交头接耳。我初一时，我爸妈就给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当时在学校里有一部智能手机，简直不要太威风。
有个女生就喜欢跟着我，她说可以拿手机看小视频，她给了我一个网址，然后我就看到了。那个女同学你也认识，我闺蜜陈夏。铃木表示很羡慕，她的手机是她自己去买的，她以村里第1名考进南溪一中，村里奖励了1000块，手机花了800，不到1年，别说打游戏了，关机都得卡。哎，对了，月城是怎么回事？顾晚秋终于想起来了这号人物，很明显啊，他当时也暗恋你。哈，他是复读生，所以比我们大1届，你怎么知道他暗恋我？铃木尴尬到了极点，藏在运动鞋里的脚差点要抠烂鞋底，眼睛飘忽，不敢看顾晚秋。要不你还是别知道了吧。哎嘿，顾晚秋大写，你这个表情我就更期待了，赶紧说。嗨嗨，铃木咳了一声，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有一天放学，我值日，刚好看到他在你抽屉里放情书，他走了之后，我就偷偷把情书拿出来。他写的情书太好了，好到我嫉妒。有一次我看到他尾随你，然后我就跟了上去，把他拖到角落里打了一顿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只是顺路而已。小时候的他，能文能武，文能怒喷村里大狗，武能徒手干翻大鹅，再加上他经常干农活，力气大，个子壮。月城当时被他揍得好惨。啧，你呀你，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？顾晚秋嘿嘿坏笑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他的笑容就没有停下来过。小年纪，醋性就这么大了，还很霸道哦，占有欲十足。霸道总裁小说的男主也没有你霸道啊。调侃的声音很好听，但是又不是很好听。铃木脸热得不行。顾晚秋又懂了，他不知道我就是顾小秋，所以说你滥情是吧？铃木点头，对啊，他想提醒你，我有白月光，想让你吃醋。顾晚秋笑了，可是他不知道，你的白月光就是我。哎，话说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呢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怎么又跑出来闹事？铃木摊手，不知道。操，秀恩爱死得快，看着你侬我侬的两人，月城后槽牙都咬碎了，酸啊，仿佛整个人泡在了醋坛里。明明说好了不看他们，但是眼睛就是不听话，难受，想哭。前排女生转回来，便看到了月城斜着眼盯着铃木和顾晚秋，嘴唇微动，似乎在磨牙齿，眼睛透露着阴沉厌恶。女生想了想，敲了下桌子，惊醒了月城。有事吗？月城不爽问道。你是不是喜欢顾晚秋？问这么直白。月城愣了下，旋即坏笑承认，对啊，我喜欢他，我要追他。女生劝说道，我劝你不要做这种傻事，他们毕竟对我们有恩，你不能恩将仇报。要是没有他们，我们现在能吹得上空调吗？而且人家感情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插一脚进去？再说了，铃木哪方面都那么优秀，你觉得你比得上他吗？明明是轻轻细细的语调，然而却仿佛犀利的剑，一下又一下的刺在月城的心上。月城脆弱的心灵受不了如此委屈，横眉怒对，我喜欢他，关你什么事？我求他装空调了吗？他们只是情侣，又没有结婚，情侣分手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喜欢我就追，难道有错吗？女生被噎住了，定定地看了月城几秒，反唇相讥，那你就慢慢喜欢吧，等你看到他们秀恩爱的时候，最好别酸死你。他们是情侣，又坐在一起，你刚好坐在他们后面，你最好祈祷他们别秀恩爱，要不然你酸的牙齿都得咬碎。呵呵，月城呵呵冷笑，酸？我怎么会酸？我只会呵呵笑。他们再怎么秀恩爱，能酸得到我吗？有本事他们秀一个给我看啊！话音落下，忽然间教室内陷入一片漆黑，眼睛突然间看不见，教室内骚乱了起来。怎么停电了？有手机的打开手电筒。放学了，赶紧跑啊！信不信我能跑赢光？月城慌乱之后淡定了下来，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向顾晚秋，他酸了，酸的真要咬碎后槽牙。两团阴影连在一起，借助微弱的光线，他可以看到两张脸贴在一起，这个姿势分明是在接吻。操！这么多人在教室呢，你们就亲上了？操！你们属狗的吧？还当不当人了？操！铃木，你给我住嘴！谁让你亲他的？操！月城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，砰砰砰，桌子被他敲得砰砰响。顾晚秋啊，南溪一中的女神啊，她也是暗恋顾晚秋大军之中的一员。午夜梦回，他都幻想过和顾晚秋手牵手谈恋爱，然而心爱的女神却是被他讨厌的人在教室里亲。哎呦呦，你看他们俩人在做什么？刚才的女生转了回来，阴阳怪气嘲讽，你看他们俩人是不是在接吻？怎么样，你的女神被你的仇人摁着亲哦，酸不酸？现在还敢说不酸吗？我劝你早点放弃吧，然后还有的酸。呼呼呼，月城眼睛睁大到极限，呼着怒气，硬着头皮说道，谁酸了？我一点都不酸。说得好，他现在还能嘴硬，等会顾晚秋起身的时候他就酸死了。铃木一直注意着，意料之中的停电到来，
他第一时间就捧住顾晚秋的脸蛋亲了上去。轰！顾晚秋脑瓜子嗡嗡响，脑海一片混乱，视线暗下来那一刻，她刚想叫，却被男朋友捧着脸亲了。教室内70号人，她被男朋友摁着亲了，时刻担心被其他同学发现，又沉迷于男朋友霸道的吻，刺激与甜蜜交融，深深刺激着顾晚秋。她很变态，总想和男朋友体验各种姿势。此情此景，如此姿势瞬间征服了顾晚秋。小小的空间内，两人大打出手。铃木内心同样欢喜，在教室内接吻，简直不要太刺激。顾晚秋的小嘴太软、太甜、太嫩，灵活的小可爱，她完全抓不住呢。短短几秒，铃木赶紧松开了顾晚秋，因为有人掏出手机打开了灯，要是再亲下去，全班可就都看到了。滋溜滋溜，铃木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正当他想调侃顾晚秋时，忽然听到顾晚秋大喊：“谁偷偷亲了我？”顾晚秋这一喊，顿时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力，所有闪光灯指向这边，把两人照得很亮。是谁？是谁玷污了我们校花的清白？哪个小贼偷偷亲了我们校花？自己站出来，别让我们逮到！等我们逮到你，你就遭老罪了！众人叽叽喳喳。忽然，不知道谁吼了一句：“月城，你暗恋顾晚秋？是不是你？”矛头顿时转向月城，我感觉应该是他，刚才还想摸校花，肯定是他，自己得不到就想摧毁。他刚才明摆着要追校花，心里可坏了，这种老鼠屎应该赶出去。月城坐在原地，上一秒还酸得咬牙切齿，下一秒却是怒火中烧。操，他酸啊，酸的牙齿都咬痛了。他要是亲到还好，明明没有亲到，还被这样污蔑，欺人太甚。肯定有人亲了我，是谁？顾晚秋站了起来，目光扫过教室。铃木懵逼地仰望顾晚秋，你这是闹哪样？忽然，顾晚秋视线转了回来，对上铃木的眸子，纤纤玉手抬起，勾住铃木的下巴，轻轻一抬。顾晚秋俯身弯腰，嫣然一笑：“你是自己坦白呢，还是让我再亲自感受一次？”话音落下，顾晚秋低头，红唇轻柔地印在铃木的嘴唇上。轰！班里顿时炸了。卧槽！校花，别这样，杀我这条狗不需要这种手段。啊！校花，你别亲啊！我要酸死了！我的女神，我的校花！还我一双没看过的眼睛，我不想看到这一幕。我的白月光，妈妈，我失恋了！操！月城心态彻底崩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其他男生不屑一顾的顾晚秋，对铃木却如此主动？为什么？他不能理解。顾晚秋是他心心念念的女神，铃木是他小时候最讨厌的人，此刻女神却是当着众人的面亲了他最讨厌的人。哎呀呀，太委屈了，他受不了如此委屈。月城埋头夺门而去，这个教室他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，转学，他今天就要转学，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咚咚咚，心跳如肋骨，这就是两人此刻的真实写照。他坐着，他站着，他仰望，他俯视，他懵逼，他狡黠。两唇相接那一刻，时间仿佛暂停了，耳边听不到其他杂音。铃木眼睛里只有顾晚秋的双眸，璀璨的双眸，黑白分明，盛满了狡黠、妩媚、爱恋，没有过多的动作，只是贴在一起，感受着彼此的温度、温暖，便已让两人心醉。刺激，有多刺激？富婆拿螺丝钉找小白脸，刺激，激，画面美到了极致，美到其他人不舍得破坏。一个个闪光灯照亮教室的一角，仿佛为这对佳人披星戴月。精致绝美的女生弯腰低头送唇，帅气俊朗的男生直腰抬头含唇，举头望明月，他何尝不是他的心中白月，圣洁美好眷恋？低头思故乡，他何尝不是他的一生归属，温暖安全迷恋？两唇相接，不过几秒，顾晚秋便松开了铃木。他脸皮很厚，脸不红心不跳，和其他同学说道：“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跑啊，要不然来电了又得晚自修了。”说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人跑，全班人都围了过来，把两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众人由心送出掌声：“666，班长，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这就是谈恋爱的班长吗？太主动了，我有理由怀疑应该是班长先表白的吧。可怜我林哥，被班长聊的人都傻了。”校花，开个课吧，我跪着听。林哥，开个课吧，我跪着听。这里好生热闹，直到班主任上来，众人才安静些许。学校电路出了故障，今晚不用晚自修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安静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众人再次爆发欢呼，其他教学楼传来欢呼声。不多时，憋久的猪仔纷纷冲出猪笼。铃木带着顾晚秋赶紧开溜，坐上小电驴，抱着男朋友的腰。顾晚秋还在得意，我可真是个好运宝宝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停电了，今晚可以回去赶作业了。自恋过后，顾晚秋又嘿嘿笑，他一个人在后面笑，笑了好一会儿才袒露心声。色呸，刚才这样子刺激吗？铃木抿了抿嘴唇，非常诚实的点头，很刺激。你怎么这么坏？嘿嘿，低调了，姐姐也是有感而发。你有感而发？刚才我差点被你吓到了，竟然敢这么大胆。哼哼，顾晚秋不服，皱了一下小鼻子。刚停电的时候你都敢摁着我亲，还敢说我大胆？可是我这个不一样啊，起码没那么多人看着。嘿嘿，也是哦。铃木迫不及待赶回去，系统一直在滴滴滴响，他猜测这次的奖励肯定会很丰富。冲冲冲，去你家学习。顾晚秋连家都不回，迫不及待地溜进铃木家里，他仿佛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。路上有点热，我要洗个澡。说完，顾晚秋径直走向铃木的衣帽间，驻足了2秒，他拿了一条短裤，一条上衣，非常自然地走进卫生间。喂，那是我的衣服。铃木笑道。顾晚秋回头挑眉笑道，别说衣服了，你这个人都是我的。喵的，这小妞好嚣张。不过她怎么那么喜欢？正好让老衲看看系统有什么。铃木找到空闲倒在了床上，系统面板出现，秀恩爱卡已使用，秀恩爱刺激程度5星，最高5星，奖励1，过目不忘。哎呦，这个奖励不错哦，等下用来调戏妖精非常妙。铃木欣喜，脑海中已经有了不正经的计划。奖励2，满级理解能力。或许是系统知道铃木很不正经，所以还给了个提示。满级理解能力不是让你秒懂开车，而是提升阅读理解能力。系统，你这样就有点不信任人了。我这么单纯，可谓是祖国的花朵。我会开车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铃木着急为自己辩解。狡辩归狡辩，这个奖励铃木表示非常喜欢。不会吧？不会有人以为拥有过目不忘就能学好语文和英语了吧？语文和英语理解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学习语文和英语好比和女朋友啪啪，拥有过目不忘，你可以记得住女朋友身上每一个痣，你可以记得住女朋友的每个月经期，你可以记得住女朋友喜欢什么姿势，你可以，但是没有理解能力。啪啪的时候，你能读懂女朋友的状态吗？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。打桩的时候，同时要观察女朋友，根据她的表情、声音调整力度、速度、角度。没有理解能力，记得再多也没用。语文和英语也是这个样子。由于秀恩爱卡需要2个人共同完成，因此宿主可以立即获得能力，宿主的女朋友将会潜移默化，慢慢提升。妙！系统的操作，铃木表示非常满意。潜移默化提升，顾晚秋不会察觉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肯定会获得更多能力，变得更优秀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会超过顾晚秋，比他更优秀。他不想顾晚秋因为跟不上他而感到自卑。哈喽，帅哥，一个人是否寂寞难耐呢？能说出如此撩人的话，除了顾晚秋还能有谁呢？铃木起身看去，顾晚秋穿着他的上衣，很长很宽松的上衣垂下来，包裹住翘臀，露出2根又白又嫩如玉般的大腿。但是顾晚秋手里拎着的是什么？铃木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有了个不成熟的想法。你该不会是没穿裤子吧？顾晚秋甩了下手中的裤子，笑吟道，我发现你这上衣够长了，所以不穿了，而且你这裤子的布料太差，不适合当睡衣，改天我带你去买几套睡衣。死！铃木倒吸一口凉气，似乎想吸多点气，一口气喷出来，把顾晚秋的上衣吹起来。一窥深渊真相，小时候有一款游戏就是这样，对着手机屏幕一吹，屏幕上的美女裙子就会掀起来。姐，怎么了？这就发呆了，在想什么呢？顾晚秋迈着大长腿缓缓走来，她的步子不敢迈得太大，她知道迈太大可能会露出什么。你里面应该穿了吧？铃木有些紧张。那是肯定的啦，你以为我会白白奖励你吗？轻笑着，顾晚秋捧住铃木的脸蛋，弯腰浅尝辄止亲了一下。赶紧去洗澡，试卷还没刷完呢。行，等我洗完澡，我跟你玩个刺激的游戏。刷几分钟，铃木急溜溜出来，超过2米的书桌足够2人并排坐着刷试卷。贤惠的顾晚秋早已准备好了水果沙拉，他又懒得动手吃，故意放在铃木手边，明摆着等投喂。铃木插了一小块苹果送到顾晚秋嘴角，笑道，来啊，张腿，呸，张嘴。顾晚秋并没有吃，只是笑盈盈地盯着铃木。我听到了，张腿才是你的本意吧？我是这种人吗？铃木道貌岸然反驳，只是说错而已。哼哼，不要狡辩了，我看穿你了。顾晚秋笑了笑，张嘴吃下苹果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游戏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来比一下谁分数更高。哦嚯，顾晚秋笑了，懒洋洋拖着下巴，美眸顾盼生辉。那你干脆认输好了，你觉得在分数上
你比得过我吗？啪！林木轻拍了下顾晚秋的大腿，一边揉捏一边笑着说：“比不比得过，得用事实来说话。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张语文试卷，一张英语试卷，我们就比这2科的分数，不算语文和英语的作文。如果我2科的分数都比你高，你就把衣服撩到这里。”林木伸手小心翼翼地指向顾晚秋傲人的胸脯，当然啦，他不敢直接点上去，而是往下滑，点在了胸脯下方、肚子上方。如果只有1科分数比你高，那你就把衣服撩到这里。林木的手指继续往下滑，落到了顾晚秋肚脐眼往下一点。林木故意用手指摁了摁顾晚秋的小肚子，一如既往的软乎。如果你2科的分数都比我高，那我这副迷人的肉体今晚就交给你了。林木厚颜无耻。顾晚秋失声笑喷：“喵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迷人的肉体，亏你能说得出这种话。”顾晚秋咬牙切齿的小模样，奶凶奶凶，一下接一下拍着林木的肚子。你敢跟我说这很迷人？不就是有4块腹肌吗？不就是肌肉线条好看吗？不就是帅的让我合不拢腿？你以为这种对赌我就会拒绝了吗？顾晚秋话音一转，眼神变得色眯眯，直接伸手撩起林木的衣服，小手摸着林木的腹肌，粉唇都翘了起来。嘿嘿，你还别说，你这身材一天比一天好，白白嫩嫩，但是又有肌肉，肌肉又不是很大块，看起来好匀称，比那些健身的大块头好看多了。滋溜滋溜，顾晚秋吞咽口水的声音很大，似乎要迫不及待把林木摁在床上亲。不错，你这身材我给你打99分。为什么只有99分？怕我骄傲吗？林木笑问。顾晚秋挑了挑眉毛，突然间小手探出，摸到了生命之根。林木眼皮子猛地一跳。顾晚秋嘿嘿笑道：“因为这里的1分我没看到，你还用力。”林木瞪了眼顾晚秋，嘿嘿。顾晚秋笑得宛如勾引人的狐狸精。林木磨了磨牙，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给你打87分了，因为剩下的13分我没有看到。”变态！顾晚秋笑骂。彼此。顾晚秋把玩了一番，把林木撩得站起来后，才施施然坐直。嗨嗨，学习吧，除了学习，我什么都不感兴趣。顾晚秋把道貌岸然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林木深感佩服。对赌开始，两人默契的选择先刷英语试卷。英语老师常说，我随便踩一脚答题卡，考的分数都比你高。确实，英语的选择题那么多，做起来可比语文快多了。林木埋头苦干，越做越开心，满级阅读理解能力果然给力。虽然词汇量不够，但是勉强够用，而且理解了大概意思，也能推出答案了。以前他做英语试卷看到的选项是这样的 ：A， 他们星号；A2，B， 他们星号；C， 他们星号；D， 他们星号，所以他们究竟做了什么？菊花残，三明治。高中生的崩溃只在一瞬间。现在林木舒服了，他看到的选项是这样 ：A， 哥哥，选我才是最正确的。B， 哥哥，楼上姐姐最适合你的尺寸。C， 哥哥，不要选我，人家错了啦。D， 哥哥，人家只是个坑货，不要选人家，这道题就应该选 A。 林木很自信地写下答案，这就是学霸做题的快感吗？林木感慨道。不到1个小时，两人便做完了英语试卷。现在打分，还是等下一起打？顾晚秋问。现在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迫不及待失望了。错，迫不及待想看风景了。哼哼，两人拿起红笔给自己的试卷批改，这是实验班的要求，做完试卷自己用红笔批改给分，然后交给老师检查。当然啦，如果选择题连续3道错误，那就得换回黑笔了，要不然一片红看起来多尴尬。尤其是英语的完形填空，20道题动不动就错10道以上，没有黑笔背着根本不敢批改。对，这是有史以来我批改过最舒服的一张卷子，我就不信了这次赢不了妖精。林木美滋滋想着，同时又给自己打了个大大的勾。等等哦，我给自己的分数打低一点，而且要打得很低，让妖精以为他赢了。等到最后他以为2科分数都比我高，然后我再摊牌，让他大吃一惊，到时候让他委屈巴巴地撩起衣服。嘿嘿，林木心里谋划着坏事，当然这一切建立在他对自己的分数非常有自信的份上。这张试卷简单，没有太多的新单词，所以他非常有自信。旁边顾晚秋同样在想着坏事。哼，色胚竟然敢想这种事情，我要故意把分数说低点，让他先得意，以为英语这一科赢了我。等到语文那一科分数也出来之后，我又故意把分数说低，让他得意，让他开心，最后我再把真实分数说出来，吓他一跳。嘿嘿，色胚那个时候的表情肯定非常有趣。本大美女是你能随便调戏的吗？顾晚秋想得很美妙，这一切的前提同样是自信。她相信男朋友在语文和英语这一科绝对不可能超过她。如果说数学，她还有一点怕男朋友，
但是不好意思，文科是他的绝对领域。相似的两人同时间谋划着相似的事情。几分钟过后，两人同时停下笔，相视一笑，两人的眼神中都透露着自信、狡猾。嗨嗨，铃木故意咳了一声，翘着二郎腿，得意地晃了下脚。妖精，除去英语作文，你多少分？顾晚秋哼哼笑，你先说。不，你先说。万一他报的分数高了呢？我不要，你先说。万一他报的分数高了呢？铃木捅了下顾晚秋的小肚子，你先说。顾晚秋也捅了下铃木的肚子，你先说。那我出个脑筋急转弯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先说。铃木改变策略。好。顾晚秋对自己同样自信，铃木却是没有直接说，而且抱着顾晚秋的大腿摸了一把，感受着那滑腻的肌肤。你干嘛呀？顾晚秋笑问。铃木嘿嘿一笑，寻找灵感。有了。洞太小了，太软了，怎么都进不去，只有用舌头舔一舔，舔硬了才能进去。猜一件事。死。顾晚秋惊为天人，难怪男朋友为什么要摸他的腿，这他喵叫寻找灵感。我他喵的恨不得把你夹断，臭不要脸。顾晚秋笑骂。铃木浑然不介意，啪啪啪，轻轻拍打着大腿。铃木笑得很惬意，赶紧回答，你该不是不懂吧？这种问题不用我暗示你吧？你要是回答错了，你就要先说哦。呵呵，这种脑筋急转弯还能难得倒他吗？顾晚秋呵呵笑，咬咬牙，眼睛一闭，当即就豁了出去。这有什么难？明摆着就是啪啪。顾晚秋咬牙说了出来。羞耻？怕什么？反正铃木是她男朋友，以后还得坦诚相见，负距离交流。害羞什么？哈哈哈！铃木笑了。你在笑什么？傻了吗？你错了，答案是穿针引线。顾晚秋黑白分明的眸子瞪圆，满是不可置信。她被男朋友误导了，男朋友故意摸她的大腿，又说在寻找灵感，这是在故意误导她，让她以为她在想什么不正经的东西，然后又用模棱两可的描述，让她下意识往不正经的方向想。她知道她很色，所以将计就计，坑了她一把，被拿捏住了。哥哥，人家输了，请好好的调教人家。顾晚秋心中嗷嗷叫，但是表面上却是气呼呼的鼓嘴。不，你这个答案本来就不唯一，我的答案也是对的。铃木美滋滋抚摸着顾晚秋的大腿，啪，拍一下，啪，再拍一下。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？哼！顾晚秋皱了下小鼻子，表示不忿。我这次赶时间错的有点多，只有60分，150分的英语试卷，30分听力，35分作文。他们需要做的部分共有85分。平常考试，顾晚秋能拿到这85分中的80分，这次他确实爆低了好多。60，铃木大喜，他可是有75的哦。稳了，主动权在他。铃木心里大笑，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，故作遗憾的叹息。铃木摇头自嘲，还是你分数高，我这么认真了，才不过50分啊！顾晚秋惊呆了，喂，哪有人考得了这么低分啊？60分不是有手就行吗？为什么你只考50分啊？那我怎么让你嘚瑟啊？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那他先得意，嘿嘿，你也太菜了吧！顾晚秋咧着小嘴，一边拍打着铃木的肩膀，一边嘿嘿笑。死呸！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？50分，你怎么好意思考得出来？我闭着眼睛做都不止50分。铃木仿佛被打击到了，低头沉默，任由顾晚秋调侃。谁知道他心里的得意啊？嘚瑟，赶紧嘚瑟吧，等会就有你哭的时候。哼，没事，我还没全输，还有语文。铃木立马振作精神。好啊，继续。顾晚秋埋头刷起了语文试卷，这次绝对要报低一点，让他先说。顾晚秋心想。铃木同时想到，竟然赢了一次，这次不能再赢了，不然妖精就得意不起来了。阅读理解能力提升，刷语文试卷更是得心应手。而且阅读理解题本来就有公式，代入公式加上理解，简单搞定。哎，这语文这试卷咋那么难啊？顾晚秋忽然抱怨。难？有吗？铃木不解。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好了。铃木只能这么解释。扭头，铃木看到顾晚秋皱着柳眉，细细思索，好似真的被难住了。很难吗？铃木凡尔赛发问。等你做到那里就知道了。我觉得语文不难啊，只要你能理解得了意思，那就能理解得了意思。顾晚秋突然瞄过来，低头探头探脑打量铃木身后，让我看看哪位大神如此了得，竟然用屁股说话，竟说一些屁话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啪！顾晚秋调皮的小手拍了一下铃木的屁股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原来是他喜欢说屁话。铃木乐不可支。顾晚秋这副小模样还怪可爱。为了惩罚调皮的小手，铃木把那只手抓了过来，放在掌心揉捏。没见过大蛇拉屎，那就别坐井观天。语文真的一点都不难，比如古诗的意思。
你是不是觉得很难？顾晚秋诚实的点头，他确实觉得古诗很难，明明每个字他都认识，但是组合起来他就看不懂了。铃木微微一笑，古诗很简单的，你知道什么叫大道之音吗？顾晚秋呆萌的张大小嘴，大道之音？你哥这修仙呢？哈哈，铃木解释道，等会我要念的古诗就是大道之音，你听了肯定秒懂其中的意思。哎呦，顾晚秋很是诧异，好大的口气啊，吃大蒜了吗？铃木横了他一眼，别嬉皮笑脸，乖乖聆听大道之音。顾晚秋抿嘴一笑，装神弄鬼，听好了呀。铃木沉思了一秒，便开始吟诗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群童欺我老无力，公然抱我入竹去。可怜身上衣正单，衣冠毁裂不似人。唇交口造乎不得，从菊两开他日泪。哭声直上千云霄，始是心承恩泽时。儿童试了拂衣去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整顿衣长起脸容，此时只有泪沾衣。归来倚杖自叹息，已是黄昏独自愁。残菊犹有傲霜枝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顾晚秋，他听到了什么？每一句古诗他都能想得到出处，有些短一点的古诗他甚至还能背出来。但是这是什么玩意？各种古诗拼杂在一起，哎，看起来很乱，但是细细品读，意思自然而然浮出水面。666，顾晚秋深感佩服，牛逼！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大道之音了。要是让你编教材，那谁都能懂了。祖国的玫瑰花全让你培养成菊花了。骚，确实是骚。你不是扛着品如的衣柜，你分明是品如在世。顾晚秋一边夸赞男朋友，一边哈哈大笑。他头一次觉得古诗如此容易理解，画面感十足。来来来，奖励你的。顾晚秋主动把大长腿放在了男朋友腿上，非常大方。来，使劲摸。你要是想亲，也可以亲2口。男朋友太骚了，要是不奖励他一番，他自己都过意不去。现在还觉得古诗容易理解吗？铃木笑问。不了，不了，太容易了。铃木会心一笑，我还有一篇更骚的，你想听吗？还有更骚的古诗？顾晚秋简直惊为天人，男朋友究竟是谁的部将，竟如此勇猛？赶紧说，赶紧说，赶紧说！顾晚秋的好奇心全部被调动了起来，2只手抓着铃木的手臂，使劲的摇，使劲的催。铃木故作思索一番，便吟诗作对。元丰6年10月12日夜，将军向宠，念无以为乐者，欣然起行。忽逢桃花林，窈窕淑女，自娱自乐。轻拢慢捻抹复挑，见闻水声潺潺。而泻出于2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将军见说大喜，直侧而临之。从口入，出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10步，豁然开朗。洪波涌起，鸣声上下，哀转九绝，此乐何极？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心承恩泽时。隔日，将军报之于陛下也，陛下称之曰能。朕与将军解战袍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将军吹洞箫者，飞树其间，手指不可屈伸。陛下独爱菊，3顾家门而不入。采菊东篱下，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江州司马青衫湿。菊花残，满地伤，花落人断肠，后遂无问津者。吟完，铃木下巴微抬，虚空抚须，好似自己创作了旷世佳作，足以傲视群雄。顾晚秋憋着笑，感慨不已。牛逼！小母牛入洞房，牛逼炸了！我他喵太生气了，为什么我想不到这么骚的古诗？哈哈，顾晚秋绷不住了，咧开小嘴，欢笑不停，颤抖的身子坐都坐不直，只能趴在铃木身上。画面感太强了，小视频不让你去当编辑，可惜了。那么正经的古诗，在你嘴里全部变了味，秀到他了，秀得他头皮发麻。顾晚秋搂着铃木的脖子，笑得眼泪都飙了出来。铃木趁机抚摸顾晚秋柔软的小肚子，同时双眼望天，用最平淡的语气说着最装逼的话：我只要略微出手，就是你们触不可及的巅峰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哈哈，顾晚秋笑得更没印象了。如果说古诗的好笑程度为100%，那么男朋友自恋的话，好笑程度为100000000百分号。多大个人了还这么中二？我只是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铃木不爽了，轻轻按了一下顾晚秋的小肚子，教训说道：这叫青春，这叫霸道，怎么能叫中二呢？哈哈，对，英语中双重否定表示肯定，但是中文就厉害了，3重肯定也能表示否定，而且嘲讽意味拉满。笑了好几分钟，顾晚秋这才勉强控制住笑意。好在语文老师没听到你的诗，要不然得被你气死。低调，不要夸我。嘴上说不要夸，但是铃木脸上挂满了得意。要不是有根铁杵挂在下面，他都要飞上天了。看在你文采这么好的份上，姐姐奖励你一记香吻。顾晚秋起身，迈开大长腿，跨坐在了铃木腿上，旋即搂着铃木的脖子，把嘴唇贴送了上去。滋溜滋溜，暧昧的声音在房间内回荡。许久，
两唇恋恋不舍地分开。铃木眼眸闪过一丝狡黠，故意凑到顾晚秋耳边说道：“你嘴巴里怎么有鸭肠？烫老了，我都嚼不动。咦惹，恶心！”顾晚秋奶凶地瞪了眼铃木，双手交叉，使劲搓着手臂上的鸡皮疙瘩。哈哈，看到男朋友笑得那么开心，顾晚秋气不打一处来，灵动的眼眸转动，也用恶心的语气回道：“那是我留的宵夜，谁让你吃了？哈，开个玩笑，我给你补偿。”一手环着小蛮腰，一手勾起下巴，铃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轻柔地含住了顾晚秋的耳垂。顾晚秋的身子瞬间就软了，小鼻子哼哼唧唧，哼，算你识相，还知道补偿我。心里傲娇想着。顾晚秋忽然听到这么一番话，我可是手难得的人，你亲了我的玉唇，那就要对我的下半身负责。女人，我允许你得到我的胴体。轰！因为太过于油腻恶心，顾晚秋的娇躯情不自禁颤抖，全身的鸡皮疙瘩瞬间冒了起来。啊！顾晚秋凄惨的哀嚎，还我一双没听过的耳朵。你不是我男朋友，我男朋友没有你这么变态。你是谁？告诉我，你是谁？还我男朋友！你把我单纯的男朋友藏哪去了？顾晚秋嗷嗷叫着，捧着铃木的脑袋摇来摇去。铃木欢笑不已，时不时放个箭还挺有趣。哼，油腻！顾晚秋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扭头，双手抱胸，下巴微微抬起，嘴唇愤愤地撅着，一副宝宝委屈宝宝不说的小模样。傲娇的顾晚秋还怪可爱，铃木忍不住用手弹了下她嘟起来的嘴唇，软软嫩嫩的，手感非常不错。哼！顾晚秋迅速抿紧嘴唇，完全不给铃木调戏她的机会。铃木笑弯了眉眼，双手捧住顾晚秋的脸颊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含住了傲娇的小嘴。安慰顾晚秋最好的方式就是亲她。果不其然，看似生气的顾晚秋被他亲到那一刻就服软了。又是10几分钟，铃木笑眯眯地问顾晚秋：“还生气吗？”哼，谁生气了？他才不会轻易生气脸。男朋友贱兮兮的样子，他也喜欢呀。再说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就得包容对方的小癖好，动不动就生气，那怎么行呢？古诗也听了，亲也亲了，该刷试卷了吧？铃木笑问。嘿嘿，顾晚秋伸出一根手，憨憨笑，再亲一次。铃木立马就捧着顾晚秋的脸亲下去。等到满足了顾晚秋，两人再次埋头刷起试卷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如何做语文试卷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同样会折磨手。1个小时下来，两人的手都累了。顾晚秋不停揉着手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才握着擎天柱呢。准备好撩衣服了没？铃木自信昂扬。如果明天你们能0.5分看到这里，那默默就安心了。如果明天延迟了，默默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个道歉。抱歉，默默没有准时更新，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审核，没有审核的章节根本发不出去。哼哼，每次打赌，顾晚秋总是很自信。我会输吗？输的人只会是你。多说无益，报分数吧。我刚才先报了，这次轮到你了。抱着让顾晚秋得意的念头，铃木故意报了个低分。我很低啦，只有60分。语文总分150分，作文60分，不写作文最多能获得90分，所以铃木报得很低。啊！顾晚秋嘟了嘟嘴，郁闷地说：“这么难你都能拿60分，我只有55分。”哼！不过你不要得意。顾晚秋忽地变傲娇，我这次只是赶时间，没认真做而已。我要是认真做，以我的水平，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分。想要赶上我，你还差得远呢。这小妞还挺傲娇，还在狡辩。50分？铃木怪笑，不会吧？不会有人分数这么低吧？这一刻我分数比你高哦，你输了。铃木又把手探到了顾晚秋的衣服里，他现在已经非常自然了，只要他想，他就随时可以把手伸进去。顾晚秋也习惯了，乐意纵容他的小动作。当然啦，前提是他的手不要往上或者往下。捅着小小的肚脐，铃木嘿嘿笑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话音落下，铃木的眼睛往下扫，他似乎有火眼金睛，能够透过衣服看到里面的小三角。啧，自觉一点哦，撩起来吧。顾晚秋眨巴着丹凤眼，可怜唧唧地望着铃木，两只小手抓着衣角，好可怜，好紧张。要不你换个惩罚吧，这样子不好吧？晚上不要看这种东西。哎呦呦，好可怜呢，有种脆弱的玻璃感，让人恨不得狠狠地欺负他，蹂躏他。嘿嘿，你说这有可能吗？铃木差点发出了结，但是色眯眯的表情跟色狼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，轻抚着女孩的小肚子。铃木故意舔嘴唇，你弟，乖乖弟，不听话那就死啦弟。噗呲，顾晚秋嘴角一抽，差点忍不住笑了。这是什么小日子发言？你弟，快滴干活。铃木催促。哼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顾晚秋忽然变脸，不再可怜的嘟嘴了，而是下巴微扬，嘴角翘起，眉眼间透露着得意。你以为我就只有55分？哼哼，你也太小瞧我了吧。
你懂不懂什么叫常年霸榜年级第一的含金量？嘿嘿笑着，顾晚秋伸出小手抓了抓，学着铃木刚才的话，很装逼地说：“我说了，我只要略微出手，便已经是你触不可及的巅峰。你知道什么叫攻敌3分，自留7分吗？莫，让你好好看看。”啪！顾晚秋把试卷拍在铃木面前，看看我是多少分？啊？你骗我！铃木一脸难受。嘿嘿，顾晚秋笑出一口白牙，兵不厌诈。低调。不，我不信。铃木好像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，认真的算起了分数。3、9、15，算好后，肉眼可见铃木的手抖了起来。你竟然有75分，再加上50分的作文，那就是125分了。顾晚秋的作文一般都是50分以上。嘿嘿，银铃般的笑声响起，女孩的得意毫不掩饰，小手来回搓着铃木的胸膛。顾晚秋一边搞小动作，一边眉开眼笑，是不是不敢相信了？没想到吧，姐姐还留了一手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太开心了！看到男朋友一脸生无可恋，她就好开心。调戏男朋友的快感太美妙了，惹得她忍不住2只手拉起男朋友的嘴角。嘿嘿，怎么不笑？你刚才笑的不是很开心吗？再给姐姐笑一个呀！嘚瑟的笑，我嘚瑟的笑，开心！摸摸男朋友的猛男肉体，奖励一下自己才行。铃木一脸无语，调皮的小手在他衣服里时而摸一下他的胸，时而又捏一下咪咪，有点怪异的感觉，有点小痛，又有点酥痒。只见顾晚秋眉飞色舞，恨不得在脸上写上得意2字。你很得意是吧？铃木咬牙切齿地问。没有啊。顾晚秋忽然板住小脸，我是非常得意啊！哈哈，笑脸再次绽放。顾晚秋笑得花枝乱颤，太嚣张了。铃木磨了磨牙，看来是时候使出杀手锏了，把试卷推过去。铃木点了点试卷，微微一笑，你算一下，看看我多少分？不用算，你还能赢得了我不成？顾晚秋自信的大手一挥，算算你就知道了，别笑得太早哦。啊！笑声戛然而止。顾晚秋狐疑的打量铃木，你该不会是留了一手吧？铃木眨眼，我只有射一手吧？留一手不是你的专属吗？嘴角一抽，顾晚秋当场就无语了，没好气的拍了一下铃木的肚子，就你甩，就你甩，能不能像我一样正经？铃木就呵呵了。没和顾晚秋谈恋爱之前，他确实以为顾晚秋很正经很高冷，但是在一起之后，第一天他就知道这小妞不正经了。哪有女生会在确认关系的第一天就跟男朋友说我会的姿势超多哦？哼，我就不信了，你是不是在故布疑阵？顾晚秋将信将疑，拿笔算起了分，10、20、50，不到2分钟，顾晚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水润的红唇微微张开，水汪汪的眸子竟然透露出了大学生清澈的愚蠢。咔咔咔，仿佛齿轮生锈了。顾晚秋僵硬地转过脑袋，你竟然有80分！隐忍了这么久，铃木终于可以放声大笑。没错，是不是很绝望？没想到吧，我才是站在第5层的人，只允许你留一手，难道我就不能藏着点吗？抚摸着女朋友圆溜溜的脑袋瓜子，铃木坏笑不已。你输了，自觉一点，乖乖把衣服撩起来吧，让老衲好好欣赏你的身姿。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哎呦，不要鼓着腮帮子嘛，笑起来！铃木笑眯眯地看着顾晚秋鼓腮帮子，刚才有多得意，顾晚秋现在就有多尴尬，嘴巴嘟嘟。他哼哼唧唧的，一时左边腮帮子鼓起来，一时右边腮帮子鼓起来，铃木似乎还能听到哼哼的声音，很不开心呢。嘿嘿，妖精，还得意吗？铃木笑着，伸手捅了捅顾晚秋鼓起来的腮帮子，谁料鼓起来的腮帮子立马扁了下去，另一边鼓了起来。哎呦，还想跑？铃木再次伸手捅向另一边的腮帮子，然而这边的腮帮子又扁了下去，那边的腮帮子又鼓起来，就是不让他捅，还跟我闹小脾气。铃木双龙出海，手掌同时摁住顾晚秋两边腮帮子，两边出不了气，红唇嘟了起来，本来就饱满的红唇显得越发诱惑人，还挺可爱。铃木发自内心的感慨，忽然低头含住了嘟起来的红唇，这个样子的小嘴非常适合接吻呢。顾晚秋瞪了眼铃木，喂，拜托我还在生气呢，不要亲我。但是这感觉好舒服呀，不行了啦。起先小可爱还很生气，一动不动，完全不配合铃木，但是后面感觉来了，小可爱主动开始撩拨，顾晚秋也情不自禁搂住了铃木的脖子。事先声明哦，她可不是喜欢亲亲，只是不想冷落了男朋友而已。不，纯分。两人吃饱喝足，默契的微笑。啪！铃木拍了下浑圆玉腿，现在可以撩起来了吧？哼，这个游戏不公平，我们都是一输一赢，凭什么我没有奖励？那你要什么奖励？顾晚秋便开始沉吟，灵动的眼眸打量着铃木。忽然他嘿嘿笑道，我只给你看1秒，
不行，太短了。铃木拒绝。嘿嘿，顾晚秋挑了下眉毛，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，惩罚并没有时间规定哦。铃木，喵的，千算万算，还是漏了一点，竟然给顾晚秋找到了漏洞。嘿嘿，是不是很失望？顾晚秋坏笑着，用手指弹了一下铃木的嘴唇。想占姐姐的便宜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姐姐聪明的很呢，不要太失望哦。我就喜欢看到你这副失望的小表情。嘿嘿，来嘛，给姐姐笑一个。顾晚秋又开始得意了。看到他这副得意的嘴脸，铃木心里越有种渴望，让他尴尬，让他可怜唧唧的求饶。男生都是这样吗？哪个男生不渴望心爱的女生在自己身上不停求饶呢？先让你得意，下次你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铃木故作不爽，顾晚秋啧啧摇头。下次是下次的事，有本事你现在得意啊。姐姐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2科分数都比我高，姐姐今晚让你看个够。铃木眼前一亮，你确定？不反悔。顾晚秋眼眸闪烁着狡黠。我确定。你这色配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既然在语文分数上藏了一手，那肯定也会在英语分数上藏一手。老实说吧，你英语多少分？还是顾晚秋懂他？铃木索性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英语试卷一共85分，我70分，就问你认不认输？哇！顾晚秋惊呼，你英语提升这么快啊？你认输了？铃木笑问。想多了，我74分，比你多4分。啊？我不信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分？铃木哀嚎。那你可以自己算算。铃木立马接过试卷，认真算分。1分钟后，分数算出来。铃木落寞的叹息，我明明做得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哈哈哈！顾晚秋大笑，哦豁，你看来是没有机会大饱眼福了。跟姐姐比，你还是太嫩了，不要太失望哦。你笑什么？铃木诧异问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顾晚秋愣住，什么意思？铃木得意一笑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明明做得这么好了，为什么只是比你多1分？什么？我不信。顾晚秋急急忙忙拿来铃木的试卷，认认真真的算分。算完，顾晚秋呵呵笑了，靠上椅背，整个人傻傻的笑着。色胚，姐姐被你玩坏了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铃木被逗乐了，伸手抚摸着小肚子，铃木终于安心了。愿赌服输，撩起来，让我今晚好好看看吧。现在还敢不敢自称姐姐？你说错了，在我面前，你还是嫩了一点。哈哈，铃木得意之时，顾晚秋忽地开口：你笑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似曾相识的一幕让铃木愣在原地。你说什么？顾晚秋红唇勾起，精致的脸蛋洋溢起笑容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预料到了你的想法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故意把对的打错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的分数还不止这点？轰！铃木懵逼了，不愿意相信的他再次拿起顾晚秋的试卷，再拿出答案。他一个选项一个答案的确定。终于，铃木震惊了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铃木不可思议，哪有打错的地方？哈哈哈！顾晚秋发声大笑，因为笑得太开心，傲人的胸脯上下起伏，波涛汹涌，牢牢勾住了铃木的视线。你也太憨了吧！我怎么可能预料到那么多事情？只不过是炸一下你，让你紧张一下而已。瞧你这样子，紧张成什么样子了？哼哼！顾晚秋终究还是勾起红唇，面露得意。我虽然输了，但是我还没输，你被我骗得更惨，所以你输了。铃木哭笑不得，忍不住抓起顾晚秋的玉足，用力揉捏。你太皮了，我受不了这种委屈。我劝你乖乖把衣服撩起来，补偿我的精神损失。顾晚秋开心够了，也变大方了。好了，好好看着，等下你要是站起来，可别找我哦。放心，我的自制力杠杠的。铃木说大话，脸不红，心不跳。顾晚秋笑而不语，她早就知道男朋友很臭不要脸了。顾晚秋在铃木身旁站直，铃木往后面退了点，把顾晚秋前凸后翘的身子尽收眼底。穿着她衣服的顾晚秋双腿并拢，俏生生的站直，浑圆如玉的大腿消失在上衣里，惹人浮想联翩。速度，速度，不要磨磨蹭蹭了。铃木急不可耐催促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顾晚秋调侃道，旋即慢悠悠地撩起衣服。铃木立马瞪大了眼睛。死！铃木吸了口凉气，情不自禁屏住呼吸，睁大的眼睛似乎也忘记了眨眼。在沙滩上看其他女生穿比基尼，诱惑力没那么足，但是看顾晚秋就不一样了，性感、迷人、诱惑、撩拨，各种暧昧的词汇皆被顾晚秋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顾晚秋的腰臀比极其完美，浑圆的挺翘收缩勾勒出纤细的小蛮腰，圆圆小小的肚脐眼点缀在白嫩的小蛮腰上，竟多了抹灵动俏皮。铃木脑海中浮现出几句话：姐姐的腰不是腰，是夺命三郎的弯刀；姐姐的腿不是腿，是塞纳河畔的春水；姐姐的嘴不是嘴，是安河桥下的清水。顾晚秋脸皮很厚呢，脸蛋一点都不红，甚至还给衣服打了个结，让自己轻松一点。看够了没有？顾晚秋哼笑，完全看不够啊！
铃木感慨不已。来来来，坐这里。铃木拉开椅子，邀请顾晚秋坐过来。顾晚秋也不害羞，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。然而他刚坐下来，立马就翘起了二郎腿。风景没了。铃木眨了眨眼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让他坐下来？故意而为之的顾晚秋莞尔一笑，是不是很失望？铃木脑袋微点，推了下顾晚秋的大长腿，要不放开？哼！顾晚秋得意勾唇，我就不！喵的！铃木气呼呼地挠顾晚秋的嘎吱窝，哈哈，别挠，痒啊！顾晚秋娇笑盈盈，她最受不了男朋友挠她嘎吱窝了，太痒了，乖乖张开！铃木得意地吩咐。色呸！顾晚秋笑骂，但还是宠溺地打开。哇，妖精，你这身材真让人无法自拔呀！铃木这次终于能大饱眼福了，内心还有一种化为色狼的冲动。顾晚秋内心很娇羞，虽然没有咬嘴唇，但是害羞的脚趾头已经缩了起来。男朋友的目光好像有温度，烫着她了。顾晚秋一愣，这糟糕的台词，也不知欣赏了多久，铃木才心满意足地挪开视线。俗话说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两人终于感受到了。铃木一边学习一边摸顾晚秋的大腿，顾晚秋一边学习一边摸铃木的肚子，两人如出一辙的色。得亏两人定力都不错，可以做到一边学习一边玩，要不然就不是研究难题了，而是研究昆字的写法。晚上11点，啊，舒服爽，放下笔，顾晚秋美美的伸了个懒腰，红唇吐露出让人浮想联翩的声音。时间不早了，溜了溜了。顾晚秋起身收拾东西，铃木眼疾手快抓住顾晚秋的小嫩手，渴求道：要不留在这里睡吧？你一个人下去，路途太远，我不放心。路途太远？顾晚秋笑了，他家就在楼下一层，这叫路途太远？顾晚秋放下手中的东西，转身看向男朋友。铃木还想继续挽留，绝美的脸蛋却逐渐凑近，一股芬香袭来，嘴唇传来柔软湿润的触感。铃木情不自禁含住，一番品尝后，红唇稍微拉开距离，望着眼前水汪汪的眸子，铃木不禁展颜微笑，很甜。顾晚秋红唇翘起，想跟我一起睡觉？单纯睡觉，没想着做坏事。铃木点了点头，认真的说道：只是想抱着你睡而已，跟上次你在我家一样，搁棉被纯聊天。说完，铃木内心不由得紧张。顾晚秋很宠溺他，基本上他提要求他都会满足他，只是让顾晚秋和他一起睡觉这件事情他没有信心。紧张之际，铃木瞟到顾晚秋的嘴角扬起，有戏。铃木欣喜听到了这番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啦，不过我对你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。月考，你要是能考得进年级前5，以后我就过来这边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话音落下，女孩的红唇再次袭来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僵硬着身子，被顾晚秋捧着脸蛋乱亲，距离太过于接近，顾晚秋呼出来的气息他都能闻得到，不臭，热热的，很香呢。舌尖传来的柔软、湿润、酥痒让他着迷，怎么亲都亲不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两人皆有些气喘吁吁。不，顾晚秋蜻蜓点水一下结束了这一吻。好好加油吧，等你月考成绩出来。挥了挥小爪子，顾晚秋溜了。他先是换回衣服才敢回家，没有了心爱的人，宽敞的房子空空荡荡，一股孤寂的气息蔓延。铃木抿紧嘴唇，品味着残留的香甜，自信笑道：别说年级前5了，这次我要骑在你头上。有了外挂的加持，又有女朋友的诱惑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铃木回归曾经的学习状态。上数学课刷数学试卷，上语文课光明正大刷数学试卷，上英语课偷偷摸摸刷数学试卷。数学好比顾晚秋，都是他最喜欢的，多花点时间宠幸他有错吗？早上7点学到晚上10点30分，一周7天不带停，比997还折磨人。10月26号如期而至，26号、27号2天月考，28号出成绩和排名，29号是周日。南西一中唯一有良心的地方就是月考后给你放1天假。咋的？监狱的犯人还有放风时间，难道高中生就不配拥有放风时间吗？25号晚上座位早就搬好了，单人单桌，按照学号来排，抽屉全部转过去，桌子屁股对着自己，完全不给偷摸看书的机会。月考是早上9点开始，第一科考语文2个半小时，11点30分刚好放学，给猪仔进食的时间。然而不到7点，教室内就坐满了人。Abandon，认真复习的学生，左手拿着包子，右手拿着单词本，一边读一边吃，竟然也能做到口齿伶俐，这就是学霸。普通学生还在复习语文，他却提前复习英语。语文对他来说，只需要记住常考的古诗就好，不需要过多复习。Abandon， 听到这个熟悉的单词，铃木笑了。英语4级词汇单词本第一个单词就是 abandon， 还没开始学就让你放弃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开始考试了，
怎么办？我还没有背完。我刚才背了什么？孙悟空举着 sin 30度的金箍棒，对着玉帝大声喊 abandon， 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。身后传来碎碎念，铃木脑袋都大了。他怎么忘记了？每次月考，他身后的女生总会紧张的碎碎念。乐文小说往铃木回过头，看到女生埋头苦读，看到她那么紧张，铃木善心大发，说道：语文老师不是说了吗？得选择题者得天下，做好选择题就行了，背那么多没用。你背的再多，考试也不会考到你背的那里。女生立马就安静下来了，然而却是一脸幽怨地看着铃木，能不能别教这些没用的东西？铃木微微一笑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女生愤愤地瞪了眼铃木，随后扭头看向左前边，班长，管管你男朋友。学号根据姓氏拼音排的，顾是 G， 铃是 L。铃木和顾晚秋很有缘分，隔着过道依旧算是同桌。滋溜滋溜，正在吃肠粉的顾晚秋歪头看向铃木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是谁语文选择题全对，但是总分倒数第一。女生顿时哈哈大笑，铃木尴尬地转移视线，是他。他们从高一开始就用高考的试卷模型了，语文选择题43分，他全拿了，然后其他地方错得一塌糊涂。他用他的亲身经历狠狠地打脸了语文老师。班长，你不用复习吗？女生好奇问。语文需要复习吗？顾晚秋反问。哦。女生垂下脑袋，继续苦逼的复习。他就不应该问这种话。铃木在一旁看戏，忽然看到了顾晚秋头顶上的文字：情侣共同目标，铃木考进年级前5，奖励为宝箱，分为1星、2星、3星、4星、5星。宿主每进1名，宝箱就会提高1星。宿主考到第1名，可获得5星宝箱。5星宝箱，技能、物品、金钱、动力一下子就来了。5星宝箱里面的奖励肯定非常好。铃木大喜过望。铃木没有想到，解决他们2人共同的问题，还能得到奖励。他需要考到年级前5，证明他没有因为谈恋爱荒废学习。顾晚秋也要求他考到年级前5，他晚上才会去他那边睡。干了！系统腿都张开了，真男人不能怂。铃木斗志昂扬。系统，当初他就应该烂在厂里，怎么挑了个如此变态的宿主，连系统都不放过。上午考完语文，下午考完数学，晚自修还得复习。然而第1天晚自修已经有人开始对答案了。对答案这种事情吧，宛如脱得光溜溜的美女躺在床上，你告诉自己别看，看了得不到帮忙会很难受，但是控制不住，一定要看2眼。看了之后吧，班里全是唉声叹气，早知道就不改了，以后再也不回头检查了，这是后悔的。别说了，我错了大半，这次考得很好的，故意谦虚，我感觉我做得很好，让我对一下答案。这种就是自信的学渣。对什么对？别对了，能不能好好复习？这是心态炸的。我错了好多，好难啊，这题根本算不出来。这是超级学霸，他算不出来的题是最难的一道题。班长，你数学大概多少分？铃木听到身后的女生问。顾晚秋回头，我只有16题没有算出来，应该有145分。16题是填空题，有时候是整张试卷最难的一题。啊！女生哀嚎着，深受打击。哎，顾晚秋又看向铃木，你数学多少？铃木咧嘴一笑，不出所料的话，我应该有150分。吹牛！顾晚秋撇了撇小嘴，明显不信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第2天的考试也很平静，只是到第2天晚上，教室内便再也安静不下来。各科老师都在抓紧时间批改试卷，争取明天就搞出排名。惦记着自己的分数，也没有学生能安静下来学习。考了2天，已经有人炸了。别对答案了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何必挣扎呢？当然，也有人考得不错，开始装逼了。巧了，这道题我对，那道题我也对，还有那道我也做对了。真正顶尖的选手则是自怨自艾。哎，这么简单的题怎么想不出来？数学12道选择题怎么能错1道？但是这些跟铃木和顾晚秋没有什么关系。考完试，座位已经换回来了，他们又变成了守门员。2人趴在桌子上看着彼此，和吵闹的教室格格不入。桌子底下，2人的手牵在一起，不停打闹。顾晚秋想挠铃木的手掌心，铃木却是想捏顾晚秋的手掌心玩。你有把握吗？顾晚秋还是很担心男朋友的分数。铃木自信一笑，年级前5肯定没有问题，说不定能拿个第1。哼哼，你要是说年级第2，我还勉强相信你。年级第1？不可能，从高1到现在，他一直霸榜年级第1，什么时候被别人抢去过了？这是身为超级学霸的自信。多说无益，等到排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嗷嗷叫，哭哭啼啼的求我哄你。顾晚秋笑着插嘴，你竟敢抢朕的话。被女朋友插了嘴，铃木表示不服，顾晚秋调皮的吐着小舌头，粉粉嫩嫩的小舌头勾动了铃木的心。铃木坏笑，妖精要不来玩点刺激的事？刺激的事？顾晚秋好奇心被勾起来。你说？铃木从抽屉里抽出了衣服的一角，这是他的冬季校服。学校有个很折磨人的规定，每天上午
下午检查学生穿不穿校服，好不好看另说，主要是布料跟麻布一样，又不吸汗又不透气，布料还厚，大热天穿了能热死人。俗话说，弱者抱怨环境，强者改变环境。于是乎，他们就把冬季校服放在教室，只要有人来检查，立马披上。检查的人一走，再脱下来，完美躲过一劫。什么意思啊？顾晚秋不解。铃木挑眉坏笑，要不要试试在教室亲亲？拿这个打掩护？死！闻言，顾晚秋那双细长的丹凤眼缓缓变圆，差点变成了圆溜溜的小鹿眼。美女吃棒棒糖，大吃一惊。顾晚秋小声惊呼：“你疯了？万一被别人发现呢？”铃木一脸无辜：“我们只是累了想休息而已。”你在想什么？顾晚秋，好家伙，这个理由还真有够强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试试？砰砰砰！顾晚秋的心跳忽地加速，眼角扫过教室，静不下心学习的同学三三两两对答案，或是欣喜，或是难受，或是哀嚎，总之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分数，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。或许可以哦。不会吧？天不怕地不怕的顾晚秋，难道有一天会怕？听到男朋友的揶揄，顾晚秋小鼻子皱了一下，傲娇道：“谁怕了？来嘛来嘛，谁怕谁啊？”铃木大喜，那好，现在就来。顾晚秋悄悄搬起凳子，往铃木那边挪了一下。不急，等老衲处理好先。铃木叫了声前面的男生：“林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铃木指了下趴在桌子上的顾晚秋，笑道：“他有点困，我要哄他睡一会。老师来了，帮忙说一声。” OK。男生比了个手势，脸上露出姨母笑。校花还挺粘人哟，睡觉还要男朋友哄，搞定潜在的威胁。铃木把校服扯了出来，盖在了顾晚秋头上，紧接着他也把脑袋钻了进去，挪呀挪，两人挨得很近，两个脑袋也靠得很近，借助校服底下的空隙传来的光线，铃木得以看到顾晚秋勾起来的嘴角，她红唇饱满，嘴角总是微微上扬，红唇轻启，清清细细的小奶音竟有些魅惑。你在看什么？铃木用只有两人才听得到的声音说：“我在看你的嘴唇。”言罢，只见顾晚秋的嘴角上扬的弧度更美。你知道什么叫锁吻唇吗？锁吻。铃木精准捕捉到了关键词。什么叫锁吻唇？嘿嘿。顾晚秋轻笑，亲老师一下，老师就给你讲解。你这老师真坏，还要收敛。铃木心脏砰砰跳，动作轻柔，小心翼翼的探头，把嘴唇印在了顾晚秋的小嘴上。呼，小鼻子呼出来的香风撩拨着面部的毛孔。铃木情不自禁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才舍得拉开距离。这样可以了吧？顾晚秋抿了一下嘴唇，似乎在验证什么味道，旋即嘴角轻扬，这种感觉还不赖。看着你这么真诚的份上，老师就为你好好讲解。锁吻唇其实就是微笑唇。看着老师的嘴唇，铃木化身为最好学的学生，听到老师的话，立马就转移视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的嘴唇。看清楚了没有？老师的上嘴唇是不是呈 M 型？铃木嗯了一声，小嘴太性感，他差点就想亲上去了。微笑唇有唇珠，上嘴唇的下边沿线弧度跟弓相似。铃木了然，顾晚秋的嘴唇确实很符合描述，而且他才发现，原来顾晚秋有唇珠的呀，因为幅度和弓相似，所以微笑唇又有一个名称爱神之弓。在面无表情的情况下，微笑唇的嘴角也会微微上扬，这不是在笑，只不过是 M 型弧度，所以看起来嘴角会上扬。哦，铃木可算是懂了，难怪他总感觉顾晚秋的嘴角总是在上翘，尤其是他笑的时候，嘴角翘得更弯。那为什么叫锁吻唇呢？铃木好学发问。笨啊，这么好看的嘴唇，你难道不想亲吗？话音落下，铃木再也按捺不住了，探头含住了顾晚秋的小嘴。这样的亲亲方式，两人还是头一次，既享受着接吻的甜蜜，又时刻担心被别人发现。哎，林哥和班长盖着头做什么？边上的男生疑惑发问。坐在铃木前面的男生小声提醒：不要吵，班长困了，林哥在哄班长睡觉呢。这么会聊？男生眼睛发亮，急忙掏出手机拍了2张照片。你在拍什么？又有人好奇了。哎，林哥和班长在做什么？别吵，林哥在哄班长睡觉。操，我们在哭爹喊娘，他们在秀恩爱，我也要拍2张。感慨着，又有人加入了偷拍行列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偷拍。铃木和顾晚秋并不知晓，老师也不知晓，因为他们还在拼命的批改试卷。各科老师坐在一起不停吐槽。语文老师轻拢慢年抹复挑，日夜东流无歇时，这是哪个人才默写的古诗？物理老师，现在的学生比我们会多了，活塞运动摩擦力太大怎么办？你猜这学生怎么回答？英语老师加润滑油。物理老师呵呵，想多了，他的回答走水路别走旱路。英语老师大惊失色 What？ 懵逼的英语老师苦笑摇头，恰好看到了埋头批改试卷的数学老师。英语老师好奇，陈老师，你实验班的学生都这么厉害吗？
你就不吐槽2句？陈老师应声停下笔，长呼了口气，拿起试卷后感慨不已。这张试卷是我改过最爽的一张了，满分，没有一点错误。我想给他挑毛病都挑不出来。其他数学老师很是惊讶，纷纷抬起了头来。这次的数学题不简单啊，竟然能拿满分，应该是顾晚秋吧？我觉得也是，只有他有拿满分的实力了。陈老师却是摇头，顾晚秋的试卷我还没有批改到。老陈说道。其他数学老师纷纷表示惊讶，除了顾晚秋，还有谁能考到满分？我们班那些衰仔，12道选择题全部选了 A， 光明正大的蒙。我提议下次出试卷，选择题答案都是 D， 我让他们选都不敢选。我们班数学试卷最好改，全部一个解字，他能知道写个解字还不错了，我还以为我收了空白卷。惊讶之余，数学老师情不自禁开始吐槽，试卷越批改，脸色越难看。看到那么多空白试卷，他们都怀疑自己上课有没有教学生了。真是应验了那句话，我要是不秀两手，你都不知道你的教学质量有多差。所以这满分究竟是谁在考？连语文老师都好奇了。老陈啧了声，神情感慨，铃木和顾晚秋谈恋爱的那个男生。有老师想起来了，对，他平常数学也不错，有120130，没想到这次考这么好。这么一说，其他老师就懂了，该不会是担心考不到年级前5，拼命了吧？也有可能，有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，他压力也挺大。他其他科成绩呢？有没有希望进前5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。3班的科老师立马来了兴趣，顾不得批改试卷了，急忙找出铃木的试卷批改。刹那间，教室内听取爽声一片。爽，这正确率太高了，还是这张试卷批改着爽。对，爽，最爽的一张试卷。不多时，除了语文试卷，其他5科的试卷全部批改出来。怎么样？铃木各科分数多少？看完铃木的分数后，办公室内的老师惊呆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28号周6，出成绩的一天。南西一中的老师还挺会折磨人，知道学生想知道总分，但是偏偏不出总分，要一科一科的出。知道你想爽了，但是故意不让你一次性爽完。小视频里的男主都不敢如此折磨女主，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在学生的期盼下，终于迎来了第一位老师，英语老师。在很多中学生的印象里，英语老师总是打扮时髦的美女，一周衣服不重样。巧了，3班没有这样的福气，他们的英语老师是中年秃顶老男人，大腹便便，脾气火爆。啪！试卷往桌子一拍，英语老师老庄左手撑着桌子，右手叉着腰，口水四溅。前排的同学早有预料，早早低下了头，躲在堆积如山的书后面。你们班这次考试，我非常不满意。静！教室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人敢叽叽喳喳，心肝开始乱颤。6科老师里，老庄的威严比班主任还甚。听到这话，他们知道事情不容乐观。这么简单的题，平均分比上次还低了5分。我平常让你们好好学习，好好预习，好好复习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整天嬉皮笑脸。啪！老庄抽出一张试卷，公开处刑。王婷婷，英语作文，我的爱犬，你写了什么？ I'm dog。 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合理吗？噗呲，原谅他们绷不住了。这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？竟如此幽默。铃木下意识扭头对上了顾晚秋的笑眸，相视一笑，笑意又浓了些许。时刻有机会和喜欢的人分享喜悦，多是一件美事。王国华，你笑什么笑？我还没说你呢。潇洒不羁，你翻译成什么了？ Very so。 我咋没发现你这种奇才呢？英语和拼音交杂着使用，谁允许你这么秀了？潇洒不羁等于 very so。 铃木表示学到了，桌子底下捏了下顾晚秋的大腿。铃木笑道，妖精，你可真是潇洒不羁。顾晚秋横了一眼过去，给你个眼神，自己体会去。哦，我懂了。铃木嬉皮笑脸，你这是在表扬我的意思？顾晚秋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扬唇一笑。铃木却急忙抓住腰间的手，讨好的笑，有话好好说。老庄还在爆发，还有这个王诗婷，葵花宝典很厉害，你翻译成什么了？那 JJ book。 你出去可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，我堂堂教导主任丢不起这个人。这就是3班学生害怕老庄的原因，即便是班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嚣张。憋得很辛苦的学生们终究还是绷不住了。哈哈，太骚了，还好没有点我的名，我也是这么翻译的。今天就算是外国佬来了，葵花宝典也是 JJ book。 老庄喝了口水，润了润嗓子，又开始批斗。你们的学习状态肯定出了问题，平均分低了2分，120分以上只有2位同学，基本上全是100分左右。你们说说，这种分数高考怎么办啊？话音落下，教室内的笑声瞬间减弱。对啊，高考怎么办？不过有位同学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老庄话锋一转，脸上竟然出现了笑容。同学们看呆了，这是闹哪样？老庄拿起一张试卷，笑道，
铃木这次考得不错，140分，作文扣分比较多，字体跟小学生似的。有空记得让你女朋友好好教你。女朋友这3个字从教导主任嘴里说出来，而且是面带笑意的说，说明教导主任已经默认了他们这对情侣。顾晚秋惊讶地看向男朋友，大哥，你还真的呀？这么萌吗？铃木得意洋洋地挑眉，你以为啊？低调，不要夸我。老庄，顾晚秋发挥的也不错，145分，好好保持。铃木得意的笑脸僵硬，嘿嘿。顾晚秋裂开小嘴，笑出一口整齐白牙，一边拍男朋友的肩膀，顾晚秋一边得意挑眉，低调，低调，不要夸我，这点小分对我来说简简单单了。哎呦呦，你怎么不笑了呀？死，欺人太甚。铃木受不了如此委屈，于是伸手摸上了顾晚秋的大腿，我捏，我再捏，我使劲捏。铃木不爽就想摸一摸顾晚秋，他就喜欢在教室里和女朋友搞小动作秀恩爱，这样是不是差了点？顾晚秋笑问，什么意思啊？铃木还在懵逼，顾晚秋却是抬起脚踩在了铃木凳子的横杆上，紧接着裤腿被一点一点拉上，露出里面一截白嫩的小腿，小腿肌肉匀称，没有赘肉，没有疤痕，线条美不胜收。这么好看的腿，也不是不可以加点什么。铃木心动了，又见顾晚秋眉眼含笑，柳眉轻挑，似乎在挑衅，有没有胆子摸一下？铃木二话不说，伸手摸了下去，没有衣服的阻碍，手感舒服多了。顾晚秋的小腿软软乎乎，白的能反光，滑的能溜冰。嗨嗨，顾晚秋挺直腰杆子，故作认真听课。谁又知道他私底下竟如此主动呢？俩人搞小动作的时候，其他同学纷纷扭头看过来，惊叹不已。不是兄弟，我让你好好学习，没让你成绩这么好，你真该死。校花私底下应该给林哥补习了吧？补习？老师与学生？制服与校园？是我理解的那样吗？老师，你也不想被其他同学发现你给我补习吧？大哥，求你别骚了，品如都没有你骚，血气方刚的年纪，骚一点怎么了？更有甚者，在私底下偷偷比谁的毛长呢？当然不是比上面的毛啦。表扬完铃木和顾晚秋，老庄终于舍得放过其他学生。试卷发下来，顾晚秋第一时间抢过铃木的试卷，他直接翻到作文，只因多看了一眼，顾晚秋便咯咯咯直笑。你这字写得歪歪扭扭，难怪老庄说你是小学生字体。铃木无所谓摊手，怪我喽，这题又不是想改就能改，小问题啦，有姐姐在呢，姐姐教你。顾晚秋一把抓住铃木的右手，拉到了自己身前，让铃木抓住笔，他在抓着铃木的手背。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就是这么教我写字，我也教你。铃木右手卸了力，任由顾晚秋抓着他的手写字，手背和女朋友的手心相接，有股异样在心中蔓延。乐文小说网望着顾晚秋娇俏的小鼻子，饱满的红唇，卷翘浓密的眼睫毛，铃木情不自禁展颜微笑。忽然间，铃木一惊，眼巴巴看着顾晚秋抓着他的手，抬起，把嘴唇印在了他的手背上，两片嘴唇之间有些湿润，手背能清晰感觉到顾晚秋嘴唇的柔软。咚咚咚，铃木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笑道：说得好听，你这是教我写字吗？分明是想占我便宜。顾晚秋咧嘴一笑，怎么地？你难道有意见？不敢，不敢，确实不敢回头。对前面的同学来说，他们都不敢回头，只是听两人的对话，他们都能猜到身后这对情侣肯定在做不对劲的事情。2节英语课结束，被老庄批了1个多小时的学生，好似遭到了隔壁老王的折磨，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。语文老师的出现无疑是天降甘霖，我语文再差也不会考得很差吧？这就是学生开心的原因，毕竟是母语，考得再差分数也不会掉得很惨。语文老师双手撑着讲台，犀利的眼神扫过，我要批评几位同学。王国华，你古诗背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。我问问你，哪位人才教你这么背的？刚被老张批，又被语文老师批。王国华低下头，不敢见人了。哈哈，他的同桌忍不住偷笑。然而语文老师犀利的眼神转移，卫龙，你也好意思笑你同桌？有朋自远方来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然后编数十，驱之别院，不亦乐乎？你能不能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？这是其他道题的答案，你写错地方了都没发现？你就没发现那个横线那么短吗？你就硬塞，塞不进去你也硬塞，活该你没有女朋友。当然，这种话语文老师不敢说出来，怕教坏学生。闻言，卫龙小心翼翼地举起手，不敢面对老师，但还敢嘴硬。老师，主要是答题卡出的不合理，简直跟英语完形填空不在一页一样折磨人。我以为没有空地了，所以就把答案全塞一起了。语文老师气急，差点没一口气噎过去。笨啊，你就不会先看一下答题卡再填吗？卫龙不敢再顶嘴了，他怕他再顶嘴把老师顶得晕过去。顶嘴？
晕过去。不对劲，虽然这次语文整体考得不算好，但是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学。来了来了，全班同学下意识看向铃木。铃木这次考得很不错，130分，年级第2。顾晚秋135分，年级第1。铃木，你和顾晚秋就差这个作文，记得让你女朋友教教你。女朋友？你女朋友？听到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承认顾晚秋是他女朋友，铃木心里美滋滋，甜得冒泡。他总有一种感觉，别人说顾晚秋是他女朋友，他就会感到很开心，似乎得到了别人的赞美、认同。铃木用手指沿着顾晚秋的小腿划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听到没有？以后你要教我写作文哦。”顾晚秋拖着下巴，懒洋洋地看着铃木，轻笑道：“别说教你写作文了，我还能教你写小说。我教你怎么在小说里调戏我行不行？”铃木故意咽了一口口水，表示自己的饥渴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当真了哦。哼哼，想得美，继续给姐姐捏腿。好嘞。铃木加快了手中的动作，他知道顾晚秋这小妞喜欢快一点。快一点。语文、英语的分数出来了，其他科目的分数还会远吗？3班的同学这一天都在震惊中度过。3班的化学老师每次上课前必讲搞笑段子，甚至还能用搞笑段子批评。你们的分数对学术界造不成一点威胁，但是能让我在教育界声名扫地。你们班的化学成绩单我还要整理好，签名交上去。你们觉得这种成绩单我敢签名吗？李鸿章来了都不敢签。批评归批评，化学老师也没有例外，也夸了一顿铃木。3班的学生已经麻木了。当铃木最后一课成绩出来，有人第一时间帮铃木算出了总分：数学150分，语文130分，英语140分，理赠270分，满分300分，总分690分。哗！教室内一片哗然。我草林哥，你牛逼坏了！我草林哥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我草林哥能跟你换个脑子吗？一群好事的同学围在周围，张嘴闭嘴都是国粹。铃木听得耳朵嗡嗡响。停！别吵了！铃木大喊。周围瞬间静下来，他们还以为太吵了，把铃木搞生气了。谁料铃木却是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别吵了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的来，我挨个宠幸你们。”草脸！王鹏没好气地推了一下铃木的脑袋：“你都有校花了，连我们都不放过吗？”铃木却是伸手搂住了顾晚秋的脖子，朝其他人得意洋洋地炫耀：“你都知道我有校花了，别动不动就草，万一我的小宝贝吃醋了呢？”众人齐齐翻白眼：“哟，小宝贝，恶心心，哈哈哈！”铃木得意不已。顾晚秋默默翻了个白眼：“男朋友太骚了，怎么办？”“哎呦，翻什么白眼呢？该不会是伤心了吧？”铃木贱兮兮的笑，同时贱兮兮的捏了下顾晚秋的脸蛋：“我690分哦，你只有685分。不出意料的话，年级第1的宝座可就是我的了。被我骑在头上的感觉怎么样？”顾晚秋只是勾着嘴角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听不到女朋友的嘴硬。铃木表示不乐意，又捏了一下顾晚秋的脸蛋。铃木笑问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顾晚秋微微一笑：“被你骑在头上了，哪说得了话？”铃木羞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脑门上一闪而过，感觉脸上多一道车轮印。众人被秀翻了。班长，你被他带坏了。铃木，狗贼，你还我单纯的班长。我悄悄问一句，校花，你是不是变成林哥的形状了？顾晚秋脸皮很厚，没有一点害羞的迹象。铃木啧摇头，感慨不已。你的秀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感慨之余，铃木忍不住又捏了下顾晚秋的脸蛋，手感很滑，又有点小肉肉。其他人看得直咽口水。顾晚秋可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神，他们也想这样搂着顾晚秋，捏她的脸蛋啊。但是没有他们的份。赶在下午放学之前，学校终于发了成绩排名通知。高三仔惊叹不已，校花的年级第1就这么被抢了，不愧是能骑在校花头顶上的男人，果然骑在了校花头顶上。2个亲大苗子，一中这下子笑疯了。我刚才路过校长办公室，听到校长在那鬼叫，我还以为他中大奖了。这么说，他们是学校唯一一对默认的情侣了。此言一出，无数人羡慕不已。南溪一中严禁谈恋爱，他们谈的恋爱偷偷摸摸，比间谍还谨慎。看看人家，校长亲直接默认他们谈恋爱，人比人，简直要气死人。5.05分，难得不用自习到5点50分。放学了，不对，出狱了。月考后一天，放1天假，把书包拿回家，然后出去吃个饭，晚上看个电影。铃木提议。好呀。顾晚秋心情不错，牵着铃木的手高高挥起，再落下。姐姐今天开心，请你吃饭，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。铃木故意用绿茶的语气回：姐姐对我这么好，你男朋友不会生气吧？顾晚秋噗呲一笑，细长而不小的丹凤眼轻易弯成了月牙儿。他也掐着嗓子娇滴滴的回应：姐姐当然不会怪你了，姐姐只会怪自己赚钱太少，让弟弟花的不能尽兴。弟弟只要好好对姐姐，姐姐就开心了。弟弟可不要学姐姐的男朋友哦，不要欺负姐姐。铃木扮演绿茶起劲了。
哥哥只会欺负姐姐，不像弟弟，弟弟只会心疼姐姐。哈哈，顾晚秋忍不住了，捂着小嘴欢笑。回到家，放下书包，铃木坐在沙发上，刚喘了一口气，顾晚秋却是屁颠屁颠端着水壶和水杯走过来。口好渴，先喝点水再出去。说完，顾晚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小小含住一口，旋即迈开大长腿，跨坐在铃木腿上，捧着铃木的脸便亲了上去。铃木完全不挣扎，任由顾晚秋调戏。顾晚秋的小舌头软软的、湿湿的、甜甜的、嫩嫩的，简直太好吃了。什么？理解不了。不会吧？不会有人连女生的嘴都没亲过吧？不会有人连女生的小舌头都没吃过吧？半个小时，铃木被顾晚秋灌了一肚子水，直到顾晚秋回去换衣服，他才找到空闲查看系统。恭喜宿主考到年级第1，奖励5星宝箱1只，奖励神级按摩手法。你是否还在为女朋友胸痛、头痛、腿痛等而无能为力？拥有神级按摩手法，手到病除，不仅能让女朋友身体舒服，还能提升身体素质。按摩过程中，系统会潜移默化提升顾晚秋的身体素质。当然，宿主按摩自身也有同样的效果。宿主这么变态，自摸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了。警告宿主哦，摸某个地方不会变长，也不会变粗。铃木炸了，污蔑，纯属污蔑。我18了，我18了，我需要吗？这时，顾晚秋发来了一条信息：顾晚秋，色胚，快下来，我胸痛。铃木呼吸呼的变急促，回了条信息，立马出门。系统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话大声了点。顾晚秋这小妞好端端，怎么会胸痛？难不成是恶作剧？还是说不小心磕到了？直到来到顾晚秋家里，铃木还是没有想通。好这妖精爸妈不在家，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铃木略感庆幸，忽然又忍不住贱兮兮的想，难不成跟妖精爸妈说，你们俩去打盆热水，我要给你们女儿揉一揉？啧，我要真这么说，估计得被妖精爸妈来一顿混合双打吧。胡思乱想着，铃木来到了顾晚秋房门外。砰砰砰，妖精开门！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俏皮的歌声从门后传来，铃木忍俊不禁，难道爸爸回来了，门也不能开吗？莫非你想让我叫你爸爸？现在不合适吧？现在不流行叫爸爸了。哦，那现在流行叫什么？流行什么？打针的时候医生绑在你手腕上的带子叫什么？压脉带。顾晚秋脱口而出，然后安静了2秒，饱含笑意的声音传出来：压脉带，雅灭蝶，谁教你思想如此龌龊的？主要是女朋友教得好。哼，油嘴滑舌。话音落下，门开了，看到女孩姿态后，铃木的视线便不舍得转移了。她有些丰腴，不是网红瘦了吧唧的身材，锁骨有点肉肉，但是也能看得清楚轮廓。2根锁骨宛如展翅一飞的蝴蝶，灵动又圣洁。顾晚秋双手交叉捧胸，睡衣被他搂着，挡住了无限险风。呼呼呼，嘻嘻嘻，呼呼呼，嘻嘻嘻。什么叫气喘如牛？喏，这就叫专业。铃木甚至能感觉到鼻子呼出来的气息变热了好多。你怎么不穿好衣服？铃木心里莫名有种冲动，化身为狼，把顾晚秋扑倒。嗷呜！顾晚秋咬了咬嘴唇，水汪汪的凤眸轻轻眨巴着，竟有些可怜唧唧。人家胸痛，一个人穿，磨磨蹭蹭，痛咕噜咕噜，事先声明是喉结自己滚动的。铃木没有一点饥渴的意思，手痒也只是手的问题而已。你为什么会胸痛？铃木痴痴问。顾晚秋可怜的眨眼，来大姨妈了。不对啊，你上个月来大姨妈肚子也没听你说胸痛啊，笨啊。顾晚秋瞟了个白眼过去，可怜中竟有一些妩媚。人家也是会害羞的啦，那个时候怎么能告诉你呢？铃木无语了2秒。你害羞？害羞这个词跟你有关系吗？嘿嘿。顾晚秋咧嘴笑笑，抛开事实不谈，我难道不是很容易害羞吗？铃木竟是无法反驳，只能转移话题。为什么来大姨妈你胸会痛？因为人家来大姨妈了呀。铃木顿了几秒，听君一席话，白活几秒钟。你刚才说了。顾晚秋嬉皮笑脸着，本来就微翘的嘴角此刻翘得更明显，笑意满盈。因为来大姨妈的时候，女生体内激素水平有了波动，造成了乳腺有些充血肿胀，所以就会感觉到胸部有些胀痛。解释完原因，顾晚秋右边的嘴角翘得更高。铃木秒懂，这是顾晚秋即将要得意、炫耀、自恋的表现。不出他所料，顾晚秋开始自恋。我运气还好嘞，倒没有那么痛。有些女生来了大姨妈，痛得摸都不敢摸一下，只要轻轻碰一下，她们就会痛得嗷嗷惨叫。铃木脑海中突然就有了画面，顾晚秋在他的魔爪下嗷嗷乱叫。嘿嘿。因为铃木的视线太过于明目张胆，顾晚秋注意到了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收紧手臂，警惕地看着铃木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也不要以为我说这么多就是在暗示什么。身为老师，传道授业是我的职责。铃木发出嘿嘿嘿的笑声，仿佛想要调戏良家妇女的大色狼。叫我不要胡思乱想，那你说说，
你叫我下来做什么？顾晚秋睁大眼睛，一脸单纯。人家难受，想叫你下来讲2个黄段子，帮我分散注意力而已。黄段子能有什么效果？我有最高级的按摩手法，要不我帮你？按摩？顾晚秋眯起眼眸，满是不信。就你？铃木挺了挺胸膛，非常自信。不要质疑我的手法，我可以保证，按摩时一定能让你舒服的嗷嗷叫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？好呀。顾晚秋俏生生应道。铃木。卧室内一下子陷入一片寂静。铃木眼巴巴地看着顾晚秋，顾晚秋明媚的脸蛋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一如既往的淡定。你刚才说了什么？铃木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顾晚秋眉毛轻挑，你不是要帮我按摩吗？难道反悔了？不是，我肯定不会反悔啊。但是铃木顿了下，脑子还有点懵，你不应该拒绝一下吗？他老早之前就想开一点油了呀。但是顾晚秋根本不答应，连看都不给他看一眼，所以他此刻才会如此惊讶。笨蛋，还不知道我叫你下来做什么吗？顾晚秋一笑百媚，明亮的光线洒在他奶白的鹅蛋脸上。该怎么形容呢？低情商。卧槽，这小妞长得真牛逼！这样的女生究竟是谁在谈？高情商，她眉目如画，媚眼含羞，朱唇灼笑，倾国倾城。舔狗，姐姐，让我亲一口吗？以后你男朋友没力气了，我帮他推屁股。暖男，根据暖男排在狗后面的原则，姐姐，轮到我了吧？铃木看呆了眼，尽管天天和顾晚秋待在一起，他还是时不时被顾晚秋的美貌惊艳到。笨蛋！顾晚秋又娇嗔了一句，媚眼如丝地看着铃木。我本来准备了礼物，如果你考得不错，我就拿出来奖励你；如果你考差了，也可以拿来安慰你。不过你既然考得这么好，所以我额外给你加一个奖励。这个奖励就是额外加了一个奖励。什么奖励？铃木傻乎乎地问出了傻乎乎的问题，只是身体变得燥热，呼吸也变热，手竟然有些微微颤抖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顾晚秋突然放开手，没有了束缚，碍眼的东西落下，轰，仿佛有烟花在脑海中炸开。铃木恨不得用502胶水把眼睛粘住，眼皮子一眨不眨，定定地凝视着波涛汹涌。最好的画师也勾勒不出大可爱的精致，最好的文字也描述不出大可爱的魅惑。顾晚秋莲步轻移，走到了铃木跟前，两只柔弱无骨的嫩手爬上铃木的脖子，紧紧环住，曼妙的身子义无反顾地贴了上去，宛如最粘人的小女生挂在男朋友身上。顾晚秋笑靥如花，温柔说道：“这就是我给你的额外奖励。其实我还挺担心，因为谈恋爱你的成绩下滑，我不想和你异地恋，我想和你读同一个大学。这么久以来，我没有强求过你，但是你的努力我看在眼里，你的表现更让我惊喜。这个奖励你喜欢吗？”铃木双手落下，环住顾晚秋的小蛮腰，用力把她往自己怀里带。他又不敢用力，怕弄疼了她，轻轻啄了口顾晚秋饱满的红唇。铃木柔声道：“我一直都记得你的担心，我也不想和你异地恋。”顾晚秋又轻咬红唇，这次她不再可怜唧唧，而是娇羞欢喜。这1个月，她一直陪伴在铃木身边，看着他从早到晚疯狂刷试卷，虽然还会时不时调戏他，但是该学习的时候还是那么认真，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当知道男朋友超过他，成为年级第1的时候，他没有失落，只有高兴，所以才会如此大胆地做出这个决定，心里充斥着满满的喜悦。顾晚秋情不自禁仰头，把嘴唇送到了铃木嘴边，蜻蜓点水一啄，无关情欲，只是写满了欢喜。人家不舒服，你难道不想安慰一下人家吗？顾晚秋难得撒娇，小奶音变得软软糯糯，萌得铃木心都软了，乐意效劳。安慰女朋友是我的职责。铃木弯腰，左手扣住顾晚秋的腿弯，右手托住背后，公主抱似的抱着顾晚秋走到床边，仿佛捧着稀世珍品，用力一点就会弄碎。铃木小心翼翼地把顾晚秋放在床上，这是什么感觉呢？仿佛修仙者感悟法则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铃木同时在心里疯狂感谢系统。系统，卧槽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。系统，我错了，我刚才说话不应该那么理直气壮。系统，还有类似的技能吗？再给我多来一卡车。在铃木的双手下，顾晚秋舒服的哼哼唧唧，他甚至不敢开口说话，生怕自己控制不住发出什么性感的声音。半个小时后，顾晚秋坐在床上，后背贴着铃木炙热的胸膛，脖子软趴趴，脑袋靠在铃木的肩膀上，闻见男朋友专属的味道，顾晚秋舒服的呼了口气。为什么你手法那么好？铃木早就想到了应对之法，我能说是天赋异禀吗？我刷小视频的时候刷到过一位乳腺科医生的科普，那个视频刚好讲解按摩手法，然后我就记住了。顾晚秋哼哼笑，鼻子呼出来的热风撩得铃木耳朵有些痒。我看出来了，你真正的天赋不是在考试上，而是学习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还别说，我都喜欢上这种感觉了。得到女朋友的夸奖，铃木难免有些飘飘然，于是心里充满了干劲，手上的动作更停不下来。我的按摩手法可高级了，不仅能缓解疼痛，
还能够提升身体素质。吹吧你，能缓解疼痛就不错了，还想有超能力？铃木没有过多强调，虚虚假假，先打个掩护，以后顾晚秋察觉到身体的异样，他才好解释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有那个视频吗？发我个链接，我推荐给陈夏。他来大姨妈的时候也有点不舒服，让他自己学着按摩一下。铃木摇头，链接找不到了，不过我可以教你，你再教他也行。铃木突然察觉到问题，警惕道：提前说好哦，我可以教你，但是你要是不舒服的找我。他可不想错过调戏大可爱的机会。顾晚秋勾唇哼笑，放心了，我这么懒的人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我要是不舒服肯定找你啊。铃木相信了，只要是顾晚秋答应他的事情，他就一定会履行，不管多么羞耻。铃木一边亲手示范，一边讲解。第一种手法叫直推法，从上往下，再从下往下，力度要均匀柔和，每一组做20至50次，可以多做几种组。顾晚秋眯着眼睛，让感官更大程度地停留在和男朋友手掌接触的地方。舒服的话，她已经不想多说了。她只知道，如果男朋友调戏她，她一定会非常难顶，难顶到嗷嗷叫。第二种手法叫侧推法，手掌竖起来放在中间，用掌根和掌面往两边推，推到最侧边之后，用五指指面带回来。每一组同样做20至50次，也可以多做几组。嚯！顾晚秋很庆幸自己抿着嘴唇，要不然就会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，被男朋友调侃。第三种手法叫热敷法，顾名思义，需要用热毛巾敷3至5分钟，然后沿着周围绕圈圈按摩20至50次，也可以多组。铃木化身为老师，言传身教，尽职尽责。顾晚秋这个学生听得那叫一个舒服。只见2条大长腿搭在了一起，看似很淡定，实际上2条腿已经夹紧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老司机懂的都懂。铃木眼眸闪烁过一抹坏意，旋即手中的动作变了。顾晚秋眼皮子跳了一下，色呸，你这个手法好像有些不正经。铃木嘿嘿一笑，你好好享受着就行。几分钟之后，顾晚秋火急火燎地从铃木怀里起身，因为腿软，他差点站不稳。顾晚秋满脸幽怨地看着铃木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铃木一脸无辜，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帮你缓解疼痛。你那叫帮我缓解疼痛？你分明是在撩拨我。铃木无赖地摊手，你认为是就是喽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哼！顾晚秋傲娇皱鼻，我才不奖励你。撂下一句话，顾晚秋着急地走向卫生。铃木笑嘻嘻地倒下。顾晚秋可是女司机啊，肯定有欲望。他只要稍微一撩拨，顾晚秋就着火了。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顾晚秋竟然不要他的帮忙。看来想要更进一步，还得继续努力啊。一个人在卫生间里，一个人在床上，虽然不是同样的地点，但是相似的操作。2个人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张纸。顾晚秋穿好衣服出来后，第一反应就是瞪铃木，以后你要是不老实，我可就不找你帮忙了，行吧？铃木苦笑点头。顾晚秋仿佛一本需要钥匙的书籍，他想直接看完后面的故事，但是找不到钥匙，怎么也看不到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顾晚秋转身朝床头柜走去，从抽屉中掏出了一个小盒，打着蝴蝶结的粉色盒子，点缀着亮片，闪闪发光，颇为精致。咱俩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礼物吗？说是这么说，但是铃木拿到盒子后却是笑容满面。很显然，刚才的话只是嘴硬罢了。顾晚秋站在床边，双手环胸，柳眉轻扬，竟有些飒。生活总得需要点惊喜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就好好收着就行。铃木抬头，内心的欢喜洋溢于脸上。我可以打开来看吗？顾晚秋单侧眉毛挑起，似乎在看傻子，你说呢？嘿！铃木傻笑一声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哼！性感的嘴角微微翘起，顾晚秋傲娇道，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肯定会喜欢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当没听到。铃木失声大笑，顾晚秋这张小嘴一如既往的溜啊。打开礼盒，映入眼帘的是2条手链，一黑一白的绳子，编织工艺极其精致复杂，完全不是简简单单的十字交叉法。中间则是拇指盖大小的心形水晶。定睛一看，铃木看到了水晶中的小字，一个是色胚，一个是妖精。纤纤玉手探来，拿起妖精手链。铃木任由顾晚秋抓着他的手，把手链戴在他的手腕上。他动作轻柔，不紧不慢，似乎在对待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铃木眼眸抬起，只见顾晚秋脑袋微垂，红唇勾着，凤眸璀璨，俏丽的脸蛋盛满了温柔。这2条手链可是我亲手编的哦，我还是第一次学这东西呢，花了我大半个月才编出这2条最让我满意的绳子。这2颗水晶是我找人定制的，戴上妖精手链，你可就是我的人了哦。女孩故意延长尾音，妩媚中又不失俏皮，宛如丘比特之箭射来。丢！铃木心动了，下意识伸手抱住顾晚秋的腰。他坐着，他站着，恰好铃木的脸埋进了顾晚秋大可爱。铃木心里顿时嗷嗷叫，姐姐让我埋一会。刚一接触，顾晚秋身体一僵，因为只套了一条薄薄透气的睡衣。
铃木炙热的呼吸穿过衣服喷在他的肌肤上，被热风撩过的肌肤冒起鸡皮疙瘩，仿佛有微弱的电流淌过。顾晚秋情不自禁咬着红唇，藏在拖鞋里的脚趾头抠了起来，这种感觉很美妙耶。忽然，顾晚秋眼皮子猛地一跳，他好像感觉到色胚的嘴唇动了一下，难不成是？顾晚秋急忙推开铃木的脑袋，你干嘛？哎呦！顾晚秋娇嗔道。铃木深吸了口气，似乎还能闻到残留的香味，那股味道太过于香，以至于铃木笑得很涩。妖精，你好软，好香啊！呵呵。顾晚秋翻了个白眼，什么都想闻，要不要改天请你吃三明治？乍一听，铃木还没有听懂什么，仔细思考2秒后，铃木被秀妈了，这真特喵形象。别看了，你还有精力不成？顾晚秋没好气的嘀咕，捧起铃木的脑袋，强迫铃木仰头看着他，伸出一截白嫩的小手。顾晚秋嘟了嘟嘴，有些卖萌地说：“你难道不想给我戴上手铐？呸，手链吗？”虽然顾晚秋开口非常快，但是铃木听到了。咦惹，你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？铃木坏笑，想多了，我只不过是口误而已。铃木笑而不语，拿起色胚手链给顾晚秋戴上，7双赛雪的手臂甚至比白色的绳子还亮眼。顾晚秋看着手腕上的水晶，小脸写满了欢喜。嘿，还挺好看，不枉我花了大半个月。你怕是不知道这绳子编起来有多麻烦。绳子共有9段，每一段需要用到一种编制方法，取长长久久之意。编了大半个月，一直编一直错，差点没给我气坏了。与此同时，顾晚秋拉开了另一个抽屉，铃木惊呆了，满满一抽屉全是黑白色的绳子。顾晚秋叹了口气，一抽屉失败品啊，知道我有多辛苦了吗？铃木心里有无数句感动的话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顾晚秋又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说自己多么辛苦？”铃木一脸懵，没想到顾晚秋会说这种话。然而顾晚秋嫣然一笑：“没错，我就是在故意卖惨。要是不让你知道我付出的努力，你怎么会感动呢？我可不是默默无闻付出，不求回报的人哦。”言罢，顾晚秋捧着铃木的脸，浅浅啄了一口。顾晚秋嘿嘿笑：“感谢的话不用多说，直接用行动证明吧。亲我半个小时行不？”铃木二话不说就亲了上去。或许是因为看过了大可爱，铃木定力不足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铃木饥渴地问顾晚秋：“姐姐，可以让我埋一会吗？”顾晚秋难得羞涩：“埋哪里？埋什么啊？”顾晚秋故作不懂，似乎想蒙混过关：“埋这个啊。”铃木伸手丈量，确认过手势，是一手不可掌握之雄伟。那你给我一个理由。铃木柔声道：“喜欢与冲动，我已然分不清了。我只知道月亮正圆，我要是不埋，倒显得我不解风情了。”顾晚秋噗呲一笑：“行行行，服了你了，埋吧埋吧。”骚话一句接一句：“姐姐真好，姐姐真棒，爱你哦。”表白结束，铃木一头埋了下去。顿时间，顾晚秋身子挺直，2只手摁着铃木的脑袋，似乎不让他抬头。难以言喻的美妙感觉在2人心中荡漾。饿死了，饿死了，都怪你，亲了又亲。你说你亲就好好亲，咬什么咬？多大个人了，看到什么都想咬。出去觅食的路上，顾晚秋满脸幽怨，不停抱怨。铃木则是搂着顾晚秋的小蛮腰，美滋滋笑不停。他还在回味着10分钟前大可爱的美妙。要不是顾晚秋饿了，他绝对还要继续亲亲。你还好意思笑？看到男朋友脸上的贱笑，顾晚秋气不打一处来。如果不是担心被司机看到，她非得抓住男朋友的油门开关，好好的蹂躏他，抱着奖励男朋友考到年级第1的心思。吃饭、逛街，顾晚秋霸占了所有付钱的项目。铃木心里甜得冒泡，多少苦逼出来逛街，得给女朋友买这买那，不买他就生气。他就不一样了，女朋友抢着付钱，铃木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直到看到某人，铃木笑得更开心了。求求你们啊，来打我的脸啊！冤大头们，赶紧过来买东西啊，有机会得到免单哦。唉，无敌是多么寂寞，跪求一人让我大出血。我把钥匙藏在底裤都被我看穿了，还装什么装？铃木得意一笑。想要被打脸的妇女正躺在店门外的躺椅上，慢慢悠悠摇晃着。她旁边则是立着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寻找钥匙免单活动。小店内共藏有10把钥匙，只要找到1把钥匙便可以免单。每个人限时寻找10分钟。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店内有不少男女在逛来逛去，他们成双成对，全是青年男女，没有小情侣，因为这是卖情趣用品的店。小情侣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进去。有些人找了10分钟，什么也没找到，索性买了些情趣衣服、玩具。要不别逛了，回去试试效果怎么样？讨厌，要不要这么猴急嘛？我等不及了呀！小骚货，混蛋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要不要脸？打情骂俏的情侣一边走一边摸摸屁股，浑然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喂，你该不会想进去吧？顾晚秋注意到了铃木的视线，要不要进去试试？万一能找到钥匙呢？
铃木颇为感兴趣。顾晚秋灵动的眼眸转动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好呀。”言罢，顾晚秋主动拉着铃木朝店内走去。他比铃木还迫不及待，也许心里想着坏事。店面不大，货品却是五花八门，各种不正经的衣服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毕竟是买羞羞的东西，没有人大声交谈，两两挨在一起，占据一小块地方，窃窃私语。拜托，买情趣用品还怎么讨论？难道叉着腰和其他人聊？你老公一个月忙活你几次啊？别说了，我家那位就像是收电费的，一个月来一次。一个月来一次，只要能满足就好，不像我家那位跟发传单似的，随意一塞就完事。满足个锤子，他就是个送牛奶的，放在门口就走了。铃木和顾晚秋两人躲在角落，看着各种各样的丝袜。喵的！我终于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搞这种活动。顾晚秋微微一愕，铃木深感赞同。老板明明可以直接抢钱，还给我们送一点东西。299一条的黑丝，买来绑在怨种的眼睛上，一顿乱抽。顾晚秋虽然不差钱，但是也不想当冤大头。算了算了，别在这里买东西。你要是想看我穿黑丝，咱们就去其他地方买。丝袜这东西嘛，便宜的就行，不需要贵。反正丝袜就是一次性用品。铃木眉毛一挑，坏笑道：“你好像很懂丝袜哦。”顾晚秋也挑了下眉毛，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，给人一种很色的感觉。丝袜，丝袜，丝袜，这东西不就是用来给你撕的吗？比如说玉足、脚就脚，为什么要说玉足呢？因为说玉足听起来比较高大上，让你舔起来没有心理负担。你这个变态足控，我知道你很想吃，今晚让你满足吃个够。有一个很色的女朋友就是这样，她能完美的猜到你心里的想法，而且还能调戏你。铃木松开手，搂住顾晚秋的脖子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子就来劲了。所有东西我都要拿2件，我看看这些东西能在你身上用多久。一惹，顾晚秋缩了缩脖子，立马认怂，怕了，怕了，有话好好说。晚了，你流点口水，嗷嗷叫吧。别吧，这些东西很贵的哎。放心了，我买东西不需要钱。这种话也就铃木能如此自信地说出来。店内其他小情侣或者夫妻睁大眼睛四处寻找着钥匙，一对刚领证的小夫妻欲望正盛，妻子甚至比丈夫还要渴望得到钥匙。赶紧找，找到钥匙，我要把这里面的东西都搬空。闻言，丈夫腿差点就软了，这么多衣服、道具、铁杵都得磨成绣花针。另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放弃了，算了，别找了，直接买吧。妇女叹了口气，再找找，万一就能找到。男人根本不想停下来，这里面的东西跟贵的跟金子似的，他才舍不得花钱买。跟他有同样想法的人比比皆是，确实很少人舍得买很多。一条开裆裤黑丝299，一支电动鹌鹑蛋199，一根电动大香蕉399，一条很长的绳子199，一对铃铛小夹子299。只买一件根本不能尽兴，要是想买一整套，那得倾家荡产。所以一对夫妻情侣皆是认认真真的寻找藏在店内的钥匙，即便是找不到，花钱买也不会买太多。10分钟了，寻找无果的女子皱着眉头吐槽：钥匙根本不存在吧？一点东西贵得离谱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黄瓜好用。老公，掏钱。闻言，旁边的男子脸色发苦，随便买2件道具的钱，出去找妹子都可以来全套了。当然，这种话他可不敢说出来，只好苦逼的掏钱。1395。老板笑得门牙都跑了出来，我给你们抹个零，1390就好。男子忍痛付款。老公，老公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听到老婆的话。男子回头看向店内，眼睛够瞪直了。卧槽，哪里来的妹子？这他妈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样的妹子究竟是谁在谈？老公，你作何感想？很好看。好看你个锤子，谁让你看妹子了？看人家男朋友。男子摸了摸鼻子，苦笑不已。我看人家男朋友干嘛？我又不好那一口。男子看到铃木的动作后惊呆了，只见铃木看到什么就拿什么，一边拿一边往身后放。他刚才看到的美女则是2只手撑开购物袋，方便男朋友把东西丢进去。卧槽，这对小情侣该不会是不看价格吧？看到就拿，看到就拿，完全不带犹豫。还是说有钱闲得慌？铃木大肆搜刮的动作也惊讶到了其他人。妹子，你们是找到钥匙了吗？边上的女生好奇问道。顾晚秋摇了摇头，没有啊。女生震惊了，那你们买这么多，这东西价格很贵。我也没办法，她要买就买呗。顾晚秋无奈摊手。女生顿时羡慕了，她男朋友要是这么有钱就好了，这么多道具啊，那得多么幸福。铃木完全不看价格，看到哪个顺眼就拿哪个。刚才顾晚秋给他买了不少衣服，有很多袋子，随便拿随便塞，完全不担心拿不走。其他人也不寻找钥匙了，纷纷驻足看着铃木搜刮，惊叹不已。这才叫花钱如流水，我看着心都疼。败家子啊！
你家的钱是冥币吗？这么便宜，我总感觉富豪的钱比我们的钱更值钱。他该不会是想把所有东西都拿一遍吧？我感觉有这个可能。我要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什么道具我都要。确实，顾晚秋长得太过于勾引人，她甚至不需要主动勾引，只要往床上那么一躺，铃木就想吃了她。哎呦喂，小伙子，你这是闹哪样？铃木的举动终于惊动了老板，他不敢再躺下去了，再多躺2秒，他的店都要被铃木搬空了。我在拿东西啊。铃木很诚实的回答。拿？老板憋了口气，差点没给自己气挂。你小子当着老娘的面说拿，不是说买，你他妈是不是想抢？小伙子，你有钱买吗？你就拿这么多？老板问。铃木反倒是诧异了，这里的东西需要钱吗？老板惊呆了，客人也惊呆了。卧槽，这小子在明抢，好他妈理直气壮，你好歹拿黑丝套头啊，尊重一下老板。需要钱吗？我从来没见过钱，所以钱不存在。顾晚秋站在铃木旁边，粉唇勾着淡淡的笑容，她不担心男朋友被欺负，反正她有钱，她可以帮男朋友买单。老板嘴角抽了抽，差点就想骂人。小伙子，我们这是正规小店，你想买东西得给钱。铃木指向外面的广告牌，不是说找到钥匙就免单吗？小伙子，你找到钥匙了？老板小心翼翼问。别看他脸上很平静，实际上内心早已慌成老狗。千万别让他找到，千万别让他找到，千万别让他找到。观音菩萨、太上老君、灶公灶婆、佛祖保佑，千万别让这小子找到钥匙，要不然老娘得亏到姥姥家。我现在还没找到钥匙，等会我再找。听到铃木这话，老板娘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。小子，告诉我，谁给你的自信？梁静茹吗？老娘藏的钥匙是你想找就能找得到的吗？店内客人忍不住劝说。帅哥，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，你别做梦了。要是找得到钥匙，还轮得到你来捡便宜吗？赶紧把东西放回去吧，要不然你就摊上免费的午餐了。你今天除非是把孙悟空请来，要不然别想找到钥匙。别做梦了，你要是能找得到钥匙，我倒立吃翔给你看。根本没有人相信铃木能找得到钥匙，来来去去这么多客人，也没听说过谁找到过钥匙。美女，劝劝你男朋友吧，别让他做傻事。顾晚秋扭头，说话的人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。这种人如果不是衣冠禽兽，那就不是衣冠禽兽。顾晚秋淡淡应道，没事，如果他找不到钥匙，我帮他买单。眼镜男张嘴却无话可说，可能是太酸了，酸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谈恋爱这么久，女朋友都没给他花过钱。呜呜，老板听到了顾晚秋的话，高兴的急忙说道，美女，说好了，你男朋友要是找不到钥匙，你得买下手中的东西。行，没问题。顾晚秋随意的应了声。其他人但是看不懂他了，疑惑问，美女，你相信他能找到钥匙？顾晚秋看向铃木，甜美的笑容只为他一个人绽放。他是我男朋友，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，谁都不相信他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也不相信他，他就太可怜了。店内陷入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静静地看着这位笑盈盈的女生。她笑得很甜，但是她的眼里只有她的男朋友。他们有注意到，顾晚秋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脸上并没有什么笑容，然而面对她男朋友时，笑容却是那么的自然甜美。酸，太酸了。柠檬也没有这么酸。他们也想要一个满眼只有他们的女生。外人都能感受到顾晚秋的爱恋，身为内人的铃木当然能感受到顾晚秋浓浓的爱意，而且铃木还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是顾晚秋嘴角挂着的小得意。他笑脸明媚，似乎在说，怎么样，姐姐好不好，感不感动？铃木情不自禁就笑了，抬手抚摸着顾晚秋的小脑袋。顾晚秋眼眸稍稍眯下，乖乖享受男朋友的摸头杀。唯美的一幕太过于美好，竟没有人舍得破坏。还是铃木摸了一会才主动开口，他那么信任我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失望。铃木继续往前走，顾晚秋拎着袋子乖巧地跟在后面。看到铃木继续拿东西，老板凌乱了，这小子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干嚼梁静茹，这么有勇气。本着看好戏又想知道要是放在哪里的客人，谁都没有离开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等下怎么收场。如果找不到钥匙，那他妈就搞笑了。不可能找得到，老板娘都不知道藏哪去。逛了一圈，铃木终于搞定了每一样东西，他都拿了2件，足够他把顾晚秋调戏的嗷嗷叫了。老板双手环胸，倨傲地看着铃木，东西拿完了，赶紧找钥匙吧，你只有10分钟的寻找时间。铃木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便在店内逛了起来。他是真的逛，没有扒开道具寻找，只是慢慢吞吞地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罗卡定律？铃木随意的话语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不认真找钥匙，哥这讲什么胡话？罗卡定律，凡是发生过的事情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话音落下，铃木的脚步也停下，犀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老板。铃木轻笑，老板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你皱眉了，你紧张了，所以钥匙就在这里吧。卧槽，还能通过观察老板的表情找到钥匙的位置，
众人简直惊为天人，顾晚秋也不例外。男朋友竟然还会看微表情，厉害哦！你要是觉得钥匙在哪，那你就把钥匙拿出来啊！老板笑得很平淡，似乎那里根本没有钥匙。众人又开始疑神疑鬼，他该不会是在诈老板吧？哪有这种人，只看表情就能猜到？我不信，同样是人，凭什么他能这么优秀？铃木笑而不语，他面前的架子摆放着一盒一盒的裤衩子，透过盒子上的透明塑料，可以看到里面小小的布料，一根绳子绑着一块三角形布料，令人浮想联翩。铃木拿起一个盒子，摇了几下，又放回去，又拿起其他盒子，又摇几下，其他人根本看不懂他在做什么。忽然，铃木停手了，朝老板笑道：“有一位姓高的卖鱼佬曾经说过，他是卖鱼的，他对斤两非常敏感。很巧，我爸之前也卖过鱼，我帮我爸卖过很多次鱼，我对斤两也很敏感。同样的盒子，同样的物品，但是这个盒子比其他盒子重了一点。老板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钥匙在里面？”众人目瞪口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比一个震惊。卧槽，还可以这样找到钥匙？我当时还拿起盒子，我竟然没发现，牛逼！现在的年轻人牛逼的不讲道理，这真是小刀划屁股，给我开了眼！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？太离谱了吧！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铃木这手操作秀得他们头皮发麻。他们也有人找过那个盒子，却是找不出猫腻。让我看看。顾晚秋最为激动，抢过铃木手里的盒子，迫不及待地拆开。所有人眼巴巴地盯着顾晚秋，看着顾晚秋的小手在盒子里摸来摸去。他们急啊，赶紧拿出来啊！没看到他们都急坏了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再快一点，不要停！在众人的期盼下，顾晚秋终于掏出了手，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块东西，钥匙，果真是钥匙。众人除了羡慕，还是羡慕。老板，钥匙找到了，可以免单了吧？顾晚秋最为开心，男朋友找到钥匙了，他刚才赌对了，嘿嘿。然而，老板却是一点都不怕，他甚至还能笑出来。靓女，你再好好看看，这个钥匙和我贴出来的照片有什么不同？难道这是假钥匙？有人立马跑到了门口，把广告牌抬了回来。广告牌上的钥匙照片和顾晚秋手里的钥匙一对比，区别一下子就看出来了，颜色不对，款式也有些不对，这是假钥匙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他找出钥匙？原来是空欢喜一场。美女，乖乖掏钱吧。我就说让你不要那么嚣张，这下好了吧？我们都找不到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？发现是假钥匙后，有些人竟然开始幸灾乐祸。他们的想法就是自己占不到便宜，也不想别人占便宜。假的？顾晚秋不愿意相信，但是照片摆在眼前，她只能接受现实。看向男朋友，顾晚秋满脸的失落，小嘴嘟嘟。这下子完蛋了，准备掏钱吧。顾晚秋小嘴嘟嘟的小模样也怪可爱。铃木笑着摸了摸她的脸蛋。顾晚秋一脸幽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调戏她？铃木看出了顾晚秋的幽怨，安慰道：这虽然是假钥匙，但是这钥匙一点都不假。他这安慰还不如没有。顾晚秋的眼神更加幽怨了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同庄周待镜花。铃木哑然失笑，他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接过顾晚秋手里的钥匙，朝着收银台走去。他还要去干嘛？有人疑惑，不知道，难不成要打开柜子直接抢钱跑？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？谁敢这么抢钱？顾晚秋看不懂铃木的操作，其他客人也看不懂，唯有老板娘一副见鬼的模样。铃木瞄准缝隙就插了进去，钥匙插进去，一拧，铃木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新的钥匙。这把钥匙，众人仿佛变成了机器人，集体被下达了命令，整齐的扭头看向旁边的广告牌。卧槽，他妈的，钥匙藏在这里，太他妈阴险！老母猪带套，一套又一套，难怪老板这么自信，钥匙放在这里，谁能想到？秀儿，你是姓陈的吗？为什么一个人独秀？卧槽，兄弟，你是福尔摩斯转世吗？刚才所有人都在嘲讽铃木，现在呢？下巴惊掉了一地。色胚，你屌爆了！顾晚秋惊呼着，第一时间蹦到铃木身边，急急忙忙抢过钥匙，放在眼前，睁大眼睛认真打量。啧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色胚，你的雕真的是爆炸了！为什么你知道钥匙藏在这里？顾晚秋问出了其他人的疑惑。老板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，他搞了这么久的活动，从来没有人找出过钥匙，凭什么这小伙子一来就找出来了，而且一副自信的模样？你怎么知道钥匙在这儿？老板娘慌了，这几袋子东西他得损失上万元，遇到这种破事，谁能不慌？他为什么知道？铃木饶有兴趣地看着老板娘，暗道：还不是因为你太嘚瑟？你要是不一个劲的想被别人打脸，我能有机会看到你的问题吗？他这叫什么？助人为乐？喏，这就叫专业。老板想被打脸，他就满足他。没想到系统还能这么用，以后一定要留意，万一还能碰到这种好事呢。铃木欣喜万分。当然，
他这种戴过红领巾的好青年肯定不会说实话。脑海中斟酌了2秒，铃木很装逼地说：“我刚才说，凡是发生过的事情，一定会留下痕迹，只要找到留下的痕迹，就可以推理出一切。”众人无语，这小子好装逼啊，能不能把他扁一顿？老板，那这些东西免单了？顾晚秋笑问。老板骑虎难下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他要是耍赖招牌就全砸了。他好不容易想出这么个活动，给店里增加了不少客人，如果自砸招牌，以后可就没客人来了。如果免单，亏得裤衩子都没了。但是老板欲哭无泪，艰难地做出决定，自己举办的活动，就算是跪着，一边哭一边跪，也要履行承诺。只是他的钱啊，飞了，长翅膀飞。钱，你怎么不进我的口袋？钱，你为什么就不爱我呢？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老板娘忍痛割爱，她看都不想看铃木一眼。这下子真的亏到姥姥家，她以后再也不拜观音菩萨，再也不拜佛祖，再也不拜太上老君，全程看戏的人们那叫一个酸。这得多少钱啊？让这小子赚大。这小子早就知道钥匙在哪了，难怪那么有恃无恐。感情我们被当成猴子耍了，可不是吗？人家胜券在握，我们小丑乱叫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酸得我后槽牙都咬碎了。他们的眼睛不是眼睛，而是2颗黄澄澄的大柠檬。大柠檬们眼巴巴地看着铃木和顾晚秋，每只手都拎着好几袋子东西，有说有笑地走出去。这小子怕不是来进货的吧？有的大柠檬感慨，其他大柠檬纷纷点头。你还别说，这小子还挺好，每样只拿2件。确实，如果是我非得把这家店搬空。老板听了不知该笑还是该哭。笑吧，但是铃木让他损失了上万元；哭吧，但是铃木让他损失了上万元。色胚，你好坏哟！你看到了吗？刚才老板的脸都黑了，我估计他杀人的心都有了。顾晚秋一路上笑不停，显然这次占小便宜的经历让他颇为开心。现在回去吗？铃木担心顾晚秋拎久了手痛，他细皮嫩肉，从小没干过重活，娇柔得很，但是东西太多，他一个人拎不过来，所以只能让顾晚秋拎一部分。谁料顾晚秋却是给他抛了个白眼，笨啊，哪有情侣约会这么早回家？男生不都是希望越晚回去越好吗？然后就可以有理由约女生去开房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铃木，对不起，他给广大男生丢脸了。约会开房竟然得让女朋友来教，要不我们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去开房。铃木笑着应，然而顾晚秋又白了他一眼，笨啊，其他情侣出去开房是因为没有地方，你那房子那么大，难道不比开房好吗？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、阳台，这些地方不比酒店好吗？等你什么时候拿到驾照，我送你一辆跑车，到时候车内又是一个好玩的地方，你懂不懂情调啊？常言道，师者穿到授业解惑也。哪个小可爱的评论？我偷了，嘿嘿。顾晚秋正是铃木的老师。铃木非常虚心地接受知识，轻笑道：跑车好啊，我就喜欢跑车。顾晚秋嘿嘿一笑，好了，到时候我送你一辆跑车。铃木忽然停下脚步，在顾晚秋的耳边温柔说道：让我逮到你，车门将是你唯一的依靠，高跟鞋都得顶在天花板上。咦惹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顾晚秋龇牙咧嘴，缩着脖子悠悠吐槽：你骚的没边。不过他就喜欢这样的男朋友，嘿嘿。说到去看电影，顾晚秋想到了一个好地方，提议道：我们去星空私人影院吧，陈夏之前给我推荐过，虽然那里很贵，但是卫生挺干净，而且很安静。铃木没有意见，他的要求很低，只要能看电影就行。2人前往星空私人影院的时候，另一个方向也有几人朝着星空私人影院走去，他们在直播，直播标题是扫黄直播。虽然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是在抖音倒也可以理解，直播算命都有了，直播扫黄算得了什么呢？警察陈超该账号拥有1000多万的粉丝，999加个真实抓捕视频，其中大半视频都与扫黄有关，只不过那些视频都是现场抓捕时录制的，任务完成之后再剪辑发布。这是陈超第一次直播扫黄，他旁边跟着一位拿手机的警察，他的好搭档兼摄影师，当然还有很多位身经百战的警察协同他。开播仅仅10分钟，直播间内就超过了1万观众。直播扫黄，主播原来是自己人啊，这么会为我们谋福利。等等，我先去拿2包纸巾。真男人从来不需要纸巾啊！对，你都没有，肯定不需要纸巾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担心那些人跑光了吗？跑？开玩笑，肯定是警察全部就位了，他们才会直播。有人一语道破玄机，陈超此次正是奉上级命令，所以才直播扫黄。一是为了响应国家扫黄政策，二是为了震慑有心没胆的人。为了一举成功，便衣警察早早就位，确保不放过任何一条漏网之鱼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才开始直播。陈超对着镜头解释道：我们的目标是星空私人影院，与此同时，铃木和顾晚秋已经进入星空私人影院内，他们不差钱，找了最里面最高档的包间。
而且隔音效果非常好。两人没有看到床就扑上去，你吃我的口水，我吃你的口水。来私人影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检查是否有隐藏摄像头，总没有人希望自己第二天出现在国产区吧？哇，这个星空顶很好看哎，里面该不会藏着摄像头吧？顾晚秋仰着头，五颜六色的灯光倒映在他的眼眸里，璀璨又明亮。房间内唯一的特色就是星空灯天花板。铃木却无心欣赏，分析道：越好看的东西越危险，有可能里面就藏着摄像头。顾晚秋指着自己笑道：那我危险吗？铃木点了点头，很诚实回道：你非常危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顾晚秋眯着眸子，笑盈盈地看着铃木。如果男朋友的答案不能让她开心，她绝对得让男朋友不开心。铃木微微一笑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个人太色了，我担心有一天我会被你榨干。顾晚秋的嘴角当即就飘了起来，讨厌！顾晚秋娇滴滴的笑骂，媚眼如丝，哥哥好坏，人家哪有那么饥渴，哥哥不要污蔑人家。污蔑？那你这眉飞色舞的小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恨不得把好色两个字写在脸上。两人一边打情骂俏，一边寻找摄像头，效率倒是不低。短短10分钟就排查了所有地方，一些孔孔洞洞他们就拿东西盖住，但凡可能藏隐藏摄像头的地方他们都处理了，又把提前买好的一次性枕头套、床套换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待卿卿我我。星空私人影院，陈超带着2位警察冲进了一个房间。别动，都别动！警察，扫黄！两脚朝天的人妻吓得花容失色，她太紧张了，男子竟是爱她，爱到无法自拔。痛痛痛！男子扯着嗓子哀嚎。阿超警察眼疾手快，拿被子盖着两人。虽然摄影师有先见之明，没有直接对着人拍，但是直播间内的网友都是什么人？他们可都是老色批啊！只是听声音，他们就已经联想到画面。啊，叔父，快辱我！已经完事了。哈哈，主播把人家吓坏了，笑死我了。如果断了，那就搞笑了。应该不是断了，我感觉应该是碎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千万别让我们看到画面，我就喜欢幻想。被子里时不时传来人妻的尖叫，仔细听还能听到男人倒吸凉气的声音，可想而知里面的战况有多么惨烈。这时，一群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被赶了进来，有人绳子都没有解开，蹦蹦跳跳进来；有人铃铛都没有摘掉，叮叮当当进来；有人还没掏出鹌鹑蛋，歪歪扭扭进来；有人遇到了双龙出海，啊啊嗷嗷进来。一群女生蹲在一起，放眼望去，一大片白花花的肌肤点缀着显眼的红印子，老牛屁股上的鞭子痕也没有他们身上的红印子多。他们埋着头，完全不敢抬起来，或许是害怕被拍到脸，被家里的老公看到。唯独那些老油条依旧能嬉皮笑脸。超哥，我可是你的粉丝啊，能法外开恩一次吗？超哥，为了见到你一次，我可真是煞费苦心。超哥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发生点关系不犯法吧？超哥，其实我被骗了，他说找我学习日语，我才来的。一人一句超哥，陈超脸色黑如锅底，尤其是看到同事调侃的目光，陈超尴尬的恨不得找一条缝钻进去。操，人家的粉丝各种给主播长脸，他的粉丝呢？扫黄，动不动就抓到自己的粉丝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扫黄抓到自己粉丝了，这他妈造的什么孽啊！再看一眼网友的弹幕，陈超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哈哈，来人啊！有主播要拿粉丝开刀了。他们为了给主播涨业绩，竟然出卖肉体，我编不下去了。哈哈，你们这些人道德在哪里？礼义廉耻在哪里？地点在哪里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抓捕之后，我才知道那个地方不正经？一群老色批，一个比一个骚，各种骚话信手拈来。如果只是说骚话还好，但是偏偏有些人还付诸于行动，搞得他忙个不停。口头教育了几句，陈超留下几位警察看守，带着其他警察朝里面走去。星空私人影院很大，隔音效果非常好，他们在前面抓了不少人，内部包间的人竟然没有察觉。噗！顾晚秋脱掉运动鞋，把自己丢了上去。铃木看得心痛，因为顾晚秋傲人的胸脯直直的砸下去，胸口不感觉到闷吗？顾晚秋翻身在床上侧躺着，衣服勾勒出波澜起伏的曲线，他右手撑着脑袋，左手食指勾了勾，宛如勾引人的狐狸精，性感又魅惑。帅哥过来陪陪人家嘛，人家寂寞难耐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铃木笑着扑了上去，压住！他重重地压在顾晚秋的娇躯上，强迫他在他身下躺平。抓住！一只手抓住一只手腕，把顾晚秋2只手举过头顶，摁住，胸口压着顾晚秋挺拔的大可爱，软而弹。铃木舒服的吸气，他还是很怀念大可爱的滋味。啊！放开我！混蛋！你放开我！顾晚秋忽然尖叫，脑袋来回左右摇摆，柔顺的秀发被他甩得凌乱，有种破碎又凌乱的美感。哎呦，还演起来了，你可真是个戏精！铃木故作桀桀怪笑，
叫啊，你使劲叫啊，叫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。啊！不要，不要这样，混蛋！你放开我！叫大声一点，我都听不到呢。不要，达咩，坏蛋！铃木哈哈大笑。别看顾晚秋叫得很凄惨，实际上两只手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。铃木故意放慢动作，两张脸的距离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地缩短。顾晚秋好像是被吓坏了，双眸水汪汪，可怜兮兮的求饶：“不要这样，放了我！混蛋，你不能这样！啊，放开我！”砰！门板被巨力撞开，尖叫声戛然而止。铃木和顾晚秋同时转头，懵逼地看着门口的几人。来人正是陈超几人。他们走到这个包间门口，隐约听到女生的惨叫。他们当场断定里面的女生遭到了强迫，情况紧急，担心迟了女生被玷污，他们选择暴力破门。看到顾晚秋的脸蛋后，直播间内的老色呸疯了：“禽兽，放开我女神，别让她玷污了我的女神！这么好看的妹妹竟然被人渣碰了，抓起来，给她判个10年8年，这他妈也太好看了！必须给这小子判死刑，不给他判个死刑，天理难容！他们难受啊！这么好看的女生，他们见都没见过，此刻竟然被一个渣男摁在身下，如此欺负，生可忍，孰不能忍！你起来，抱头蹲下！陈超气得直瞪眼，对着铃木怒吼。其他客人花钱买，他没有太生气，因为扫黄那么多，他已经习惯了。但强迫良家妇女，他可接受不了。铃木也懵逼了：“你是谁啊？你还有脸问？卧槽！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吧？这么淡定！”陈超气急：“我是警察，扫黄！起来，抱头蹲下！”铃木无语了：“我们是情侣，你们扫黄，抓我们干嘛？抓你们干嘛？”陈超差点没被气笑。刚才那女生叫得那么凄惨，我们在门外可都听到了。哦，我懂了。铃木恍然大悟：“你以为他被我强迫了？但我们是情侣啊！你们是情侣？呵呵，情侣这种借口早已被用烂了。10对男女中有5对说是情侣，他要是傻逼的信了，可以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。其他人被我们抓到也说是情侣，赶紧起来，别逼我动粗。”顾晚秋弱弱的举手：“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是情侣，刚才我那么叫，只不过是在演戏而已。”她都这么说了，总该相信了吧？喵的，这算什么事啊？她和男朋友卿卿我我，竟然被扫黄的抓了，这事说出去脸都丢光了。情侣是吧？演戏是吧？看来你们俩人也是在买卖。那你也给我起来，抱头蹲下。陈超脸色冰冷，他刚才看顾晚秋，还有对可怜女子的担忧，此刻没有了担忧，只剩下了冷漠。他不相信铃木和顾晚秋是情侣，用情侣当借口，这种谎话他已经听了无数遍。直播间内的网友也不相信。10分钟之内，我要这位美女的电话。兄弟，我给你磕一个，告诉我怎么联系到这位美女。操！我要是约得到这种女神，被抓就被抓吧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这行业都这么卷吗？这种女神都要来抢生意。情侣夫妻这种借口老掉牙了，根本没有人相信铃木和顾晚秋是情侣，他们只羡慕铃木能约到这么好看的女生，他们也想约女神啊，但是连女生的手都没有摸过。我们真是情侣啊，要不我打电话找人证明？铃木哭笑不得。陈超呵呵一笑：“打电话找人证明？看来你也是惯犯了。你别以为我没遇到过你这种人，你要打电话找的人肯定很了解你吧？只要你打电话问，他就会说出准备好的话术。我扫黄这么多年，什么狡辩话术没有听过？”铃木操，这人有点水平啊，他该夸他聪明呢，还是骂他聪明呢？见铃木无言以对，陈超得意的笑了，他就喜欢拆穿嫖客的狡辩话术，对得他们哑口无言，这会让他获得成就感。他也很擅长从房间内的物品找到证据，让他们无话可说。这不，陈超就注意到了床边的袋子，抱着好奇心，陈超随手打开一个袋子，哦嚯，好东西啊，送上门来的证据。陈超很想仰天大笑，倒出所有东西。陈超瞟向铃木，讥笑道：“这么多情趣用品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只是情侣？如果你们是情侣，买这么多情趣用品做什么？还有这么多袋，正常情侣需要这么多情趣用品吗？”铃木、顾晚秋闭着眼睛乱捅，刚好找到缝，巧到了极点。乍一听，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在约炮了。喵的，他们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他们会一次性获得这么多情趣用品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继续狡辩，我听着呢。陈超又倒出一袋子情趣用品，2袋了，什么情侣用得到这么多？陈超又倒出一袋子情趣用品，3袋了，你们想好怎么狡辩了吗？陈超又倒出一袋子情趣用品，4袋了，你们现在还说是情侣吗？陈超足足倒了4袋情趣用品，4袋啊，满满4袋啊！一大堆情趣用品在床上堆起了一个小山包。
这要是每样都用一次，铁定给干秃噜皮了。卧槽，这2位该不会是洗劫了情趣用品店吧？这么多道具，要是一个个尝试，那位美女估计得废了。求求你们别说了，我一女生光是看着腿都软了，我都不想拆穿你，你那是害怕吗？你分明是饥渴了。我是傻子，请问这些东西怎么用？有好心人示范给我看吗？一大堆情趣用品，亮瞎了直播间内超过5万网友的钛合金狗眼。鹌鹑蛋、单头香蕉、双头香蕉、弹力绳、手铐，他们在小视频里见过的道具都能在里面找到。有些道具甚至连网络上的老色批都认不得。陈超冷哼一声，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铃木和顾晚秋对视一眼，看到对方眼中的无语，这他妈也太巧合了，刚好在演戏，被扫黄的误以为在用强。床边还放着那么多情趣用品，铃木差点都觉得自己是变态狂魔了，喜欢用强，喜欢用各种情趣用品。唉，叹了口气，铃木无奈解释道，首先我们俩就是情侣，绝对不是在约炮，其次这些情趣用品是店里搞活动，我们免费拿的。陈超眯着眼睛，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铃木，这么多情趣用品，价格肯定得4位数以上，哪个店敢搞这种活动，让你们免费拿这么多？铃木只好把怎么得到这么多情趣用品的经历详细说一遍。MB， 他都讲得这么详细了，总该相信了吧？然而铃木想得太美好了。陈超听完他的解释之后，脸上的讥笑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浓郁了。你是说别人都找不到钥匙，你一来就找到了？你是说你非常自信能找到钥匙，所以先拿了东西再找钥匙？你是说老板的钥匙藏在抽屉里，你也能够直接找出来？陈超脸上的讥笑，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得出来了。他扫黄那么多年，见多了狡辩话术，无论铃木怎么狡辩，他都不相信。你是把我们当成傻子了？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啊？你以为你超级大侦探啊？你以为推理这么容易吗？你编故事能不能编得合理点？你要是这么会推理，咋没有推理出？你今天会被我抓到。铃木竟无言语。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他妈妈怀他的时候，该不会是干嚼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吧？脑筋竟是那么死板，那么硬。别说超哥不信了，这么离谱的事我也不信。既然你都不信了，那我也不信。福尔摩斯来了也得跪下磕2个头，心理学大师也没有他这么离谱。我建议把他抓起来切片研究，我怀疑他开挂。直播间内那么多网友，谁敢相信？只凭老板的脸部表情就能判断出钥匙的位置，听起来太过于天方夜谭。哎，铃木、顾晚秋，你们俩人怎么在这？门外忽然传来一道惊讶的男音。铃木看清来人之后，惊喜的招手：校长，您能过来帮我们证明一下吗？您要是不出现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好了。校长，还有人叫这种名字？陈超感觉好笑，回头看到了中年男子牵着妻子走进来。你叫校长？姓校还是姓什么？闻言，铃木懵了，顾晚秋懵了，校长夫妻俩懵了。MB， 这是人类能有的脑回路。校长嘴角一抽，我不能就是校长吗？谁说我名字叫校长了？陈超老脸一红，人傻了，竟然下意识把校长当成人名了。你真是校长？不是他请来的托？陈超质疑道。校长懒得费口舌，直接用手机登录学校网站，找到了校长个人信息。看完，由不得陈超不信，还真 TM 是校长啊。收起手机，校长看向铃木和顾晚秋，面带笑意。我和我夫人打算来这里看电影，没想到来到外面，听说里面在扫黄，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警察扫黄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们俩人怎么在这里？铃木摊了摊手，满脸无奈。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刚好在卿卿我我，他们以为我们在约炮，所以把我们堵在这里了。原谅校长和校长夫人不厚道的笑了。那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校长好奇地指向床上的情趣用品。哎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铃木把刚才的解释重复了一遍。听完，校长点了点头。虽然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是发生在铃木身上倒也可以理解。校长，您可要帮学生证明清白啊，要不然我们2人的一世清白就没了。他太难了，费了那么多口水，就是没有人相信。那么多口水要是用在顾晚秋身上，能让他舒服的合不拢腿。放心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我肯定得帮你。校长看向陈超，解释道，他们2人确实是情侣，不是在约炮。陈超眯着眼眸，依旧心存怀疑。你堂堂一个高中的校长，怎么可能记得住2名学生？再说了，南溪一中不是以严抓早恋出名吗？你身为校长，怎么纵容你们学校的学生谈恋爱？这么多疑点，你简简单单一句话可不能说服我。校长，不是，这人是杠精转世吗？这么能杠，他都给他看了个人信息，他竟然还不相信。看到校长脸上的懵逼，铃木和顾晚秋窃笑不已。这下子体验到他们的无奈吧。那人就一根筋，只认定自己的想法。这个时候要是有一颗导弹轰过来也不用怕，有这么一个杠精杵在这里，嘴那么硬，什么导弹轰得进来？校长深呼了口气，耐着性子解释，我为什么记得住他们俩？
因为他们是年级第1和第2，而且他们2人谈恋爱也是我默许的。他们没有因为谈恋爱而耽误成绩，我为什么要拆散他们？校长越说越激动，甚至铃木和顾晚秋在学校的壮举全说了出来。土豪捐赠300台空调，铃木慷慨捐赠20万元。听完之后，陈超整个人都凌乱了。喂，你们2人优秀的过分了，他的高中平平淡淡，凭什么你们的高中这么精彩？网友更是震惊不已。大家都是人，凭什么你的腰椎间盘如此突出？我谈恋爱被全校批评，人家谈恋爱全校表扬。别说了，我在学校亲个嘴跟做贼似的，人家光明正大亲。我刚才就想说了，这妹子好看的过分，之前还刷到过，给我秀妈了。现在读书好的学生也这么会玩吗？扫黄扫到了2个大学霸，偏偏他们比约炮的玩的还花。陈超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面对铃木和顾晚秋揶揄的目光，他恨不得找一条缝钻进去。其实他已经相信铃木和顾晚秋不是约炮的了，但还要做做样子，给自己挽回一点脸面。于是他安排一位警察去店里咨询，不到10分钟，警察回来了，确认过了他所说的完全无误。这他妈就尴尬了。回想起自己刚才那副自信的样子，陈超真的想给自己扇2巴掌。操，脑子呢？谁他妈让你这么自信了？扫黄，扫黄，扫黄，这下好了吧？脑子都给扫僵硬了。热狗，这张老脸今天全给丢尽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帮你们收拾一下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刚才魔怔了，我帮你们收拾好。抱歉，抱歉。陈超急急忙忙地收拾情趣用品，奖励自己的时候手速也没有如此快，他只想快一点收拾完，赶紧离开这丢脸的地方。转眼间，碍事的人全部离开了。铃木和顾晚秋对视了几秒，2人绷不住，哈哈大笑。谁有他们的经历离谱？打情骂俏被扫黄的抓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回家。顾晚秋从床上蹦了下来，他很着急，拉着铃木，催促铃木赶紧收拾东西，理由是亲又没有亲到，搞得我憋了那么久，回去一定要亲个够。喵的，本大美女感情都到位了，演技又那么出色，我都准备好被你强吻了，偏偏被打断了。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难受吗？铃木当然知道这种感觉，好比奖励自己的时候明明快到了，但是突然间有人敲门，吓得不敢继续，憋得难受。速度，时间不等人。顾晚秋饥渴极了，她想要亲亲，她现在就想回家亲亲，她还要躺在床上让男朋友亲她的大可爱，她到现在还怀念着男朋友的手法和嘴法。嘿嘿，行行行，走吧。铃木收拾好东西，和顾晚秋离开了这尴尬之地。常言道，没有最尴尬，只有更尴尬。难得遇到一次扫黄，星空私人影院外面早已围了一大堆吃瓜群众，他们进不去，但是在外面也看到了直播。2人出来的时候，瞬间被调侃声淹没了。这还没完，看到直播的亲朋好友、同学纷纷打来电话或者发信息调侃，直到最后2人直接关机了。不听，不听，不听王八念经啊！我受不了这委屈。终于回到家里，房门关上，宛如隔开了现实世界。顾晚秋终于得到放松，身子软趴趴的倒在床上，呼呼呼，太过于郁闷，气得他胸口起伏。有些女生躺平了就变成了男生，顾晚秋不一样，她躺平依旧那么挺翘，挺拔的弧度仿佛有一种魔力，让人恨不得把手放上去挑逗一番。铃木就是这么做的，一手不可掌握着宏伟，手掌心传来的弹性与柔软让他爱不释手。顾晚秋眯着眼睛哼哼唧唧的享受，铃木也没有开口打破宁静的氛围，恰好可以趁机查看系统奖励。恭喜宿主满足老板想被打脸的要求，任务难度5颗星，活动搞了那么久也没有人找出钥匙，确实算得上5星难度。复刻财富，情趣用品使用方法，铃木顿时就失望了。区使用方法他又不是不懂，虽然他没有使用过这些东西，但是又不是没看过。比如鹌鹑蛋，打开开关放到嘴里就行了，比如大香蕉也是放到嘴里慢慢吃进去，比如小奶嘴，它和奶瓶配套放上去就好，比如不对。随着一股知识涌进脑海中，铃木发现自己想错了。他虽然懂得不少使用方法，但是他看到过的道具太少了，还有很多种新奇的道具他看都没有看过，而且道具太过于死板，还得有一些小技巧才能让女朋友嗷嗷叫不停。手怎么不动了？顾晚秋发出疑问，他正在享受着呢，怎么停下来了？女朋友有需求，铃木舍不得拒绝，2只手双龙出海。顾晚秋红唇扬起，显然很享受男朋友的按摩，她凤眸稍稍眯着，俏丽的脸庞洋溢着享受之意。色呸，你这手法太赞了，早说你有这种手法呀，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现在才奖励你。来自女朋友的表扬，铃木颇为受用，他盘腿坐在顾晚秋旁边，2只魔爪灵活的拿捏。回想着脑海里的知识，铃木有了个好想法。妖精，要不我们玩个游戏？什么游戏？
顾晚秋依旧眯着眼，懒洋洋的享受。如果我猜对了，你是什么凶星，我今天晚上要用2种玩具。顾晚秋哼哼笑，多大个人了，还想要玩具？